婉约第1集。叶婉婉是从现代末世穿越来到大叶国的，几年下来，早已经完全适应了这里的生活，并将一双儿女抚养到4岁。要说这一双儿女怎么来的，叶婉婉只想画个圈圈诅咒那个她连脸都没看清楚的臭男人。别人穿越都是系统带飞金手指的，偏他什么都没有，还一过来就被人吃干抹净了。原主人是被人背后敲闷棍敲死的，他穿过来就被人麻袋扛了送到一张大床上，迷迷糊糊浑浑噩噩就和一个男人犟犟又酿酿了一番。等他晕过去再醒来的时候，就发现自己在一辆马车上，他当机立断拿马车里端茶水的托盘从背后拍晕了驾车的车夫，逃跑后辗转半个多月流落到了永州府。又1个多月后，她就发现自己怀孕了。那晚竟然一发入魂，那个天杀的狗男人，她连脸都没看见，竟然就怀上她的种了。好在叶婉婉作为穿越过来的新兴女性，承受能力比较强，比起上一世的硝烟战火，这些苦难根本不算什么。她考虑到在这陌生的世界无依无靠，举目无亲，最后决定生下这个孩子。叶婉婉穿越前是个随行军医，家里几代都是学医的。战争爆发后，她看着和平年代的繁华毁于一旦，看着家人朋友在战火中丧生，在枪林弹雨中数十年，看遍了生死离别，最终自己也没逃过命丧炮弹下的命运。她的上一世一句话概括就是：活得毫无生气，死得了无牵挂。可她万万没想到，一睁眼竟然来到了另一个世界。想是老天爷可怜她悲惨一世，给了她重新来过的机会，甚至还给了她一个孩子。就这样9个月后，孩子呱呱落地，一对龙凤胎。叶婉婉随遇而安，在永州府安了家，和2个孩子相依为命。仲夏时节总是温热多雨，乍暖乍寒。昨日一场大雨后，温度又开始下降了。白墙黑瓦的小院内，叶婉婉点着烛台连夜赶话本。这半年多，她写的都是短篇幅小故事，很是受欢迎。书市的老板赚钱心切，跟催命鬼一样的催着她交货。其实叶婉婉最擅长的还是医术，可她大部分时间都要带孩子，没时间给人看病，所以只能选择写话本这种简单又来钱快的谋生之道。忙到半夜，叶婉婉才爬上床，搂着2个睡得跟小猪一样的小宝贝躺下，睡了2个时辰，就被隔壁家大公鸡的打鸣声吵醒了。爬起来穿衣洗漱，然后到小厨房生火蒸包子。搞定了早饭后，叶婉婉打了热水回到房间，从被窝里将儿子抱了出来，热乎乎的毛巾往脸上一呼，捏捏脸，宠溺地问：小懒猪醒了没有啊？小叶真伸着短短的小胳膊伸懒腰，软趴趴地往前扑进他怀里蹭蹭。叶婉婉扶他站好穿衣服，揉搓着他粉雕玉琢的小脸儿。今日要帮着胡大娘买糖水，阿娘就不带你们上街了，你带着妹妹在隔壁王婶家和牛牛哥哥玩好吗？小叶真揉着眼睛伸手。阿娘抱。叶婉婉抱着他在床边坐下，拿着梳子给他梳头。你不是小男子汉吗？睡不够还撒娇。被窝里把闺女也抱了出来，抱在怀里柔声呼唤：欢欢，起床了哦。叶婉婉抱着醒来睁着一双扑闪扑闪的大眼睛的女儿亲了一口，开始给她穿衣梳头。孩子虽然没睡够，也不哭不闹，就一直呆呆地坐着的。小叶真跑回来，拿着打湿的帕子垫着脚给妹妹擦脸。叶婉婉揉着女儿的小脑袋：欢欢，哥哥给你擦脸要说什么呀？说谢谢哥哥。小叶欢睁着大眼睛看着，就是不说话。叶婉婉无声地叹了口气。从2个孩子1岁的时候，她就看出来女儿不太正常。儿子能说出完整话的时候，女儿还不会说话。检查过发现身体没什么毛病，她就怀疑是心理问题。
之后通过一段时间的观察确定这孩子是先天的自闭症，不过好在智力正常，就是老发呆也不愿说话。叶婉婉把小叶欢放到地上，把他的手放到儿子手里。来，牵着哥哥的手去院子里看看小兔子。小叶真高高兴兴地牵着妹妹出门去看养在院子里的小兔子了。叶婉婉看着两个孩子的小小身影呼了口气，虽然两个孩子没挨饿受冻，但她依旧觉得自己这个娘亲当得不称职。每当看着一双儿女难过的时候，叶婉婉就会在心里狠狠地臭骂那晚的狗男人。想来想去，她都觉得是狗男人基因有问题，才会让两个孩子都有娘胎里带来的先天病。让他知道那人是谁，他一定要狠狠地揍一顿，再阉了他做太监，才能解心头之恨。拨开脑中的胡思乱想，叶婉婉到厨房又蒸了2碗鸡蛋羹，然后抱孩子洗手上桌吃早饭。吃完了早饭，叶婉婉换了身衣服，又往脸上贴了一块狰狞的伤疤上去。原主人和她现代的长相有7、8分相似，是个不折不扣的大美人。可叶婉婉上一世就没有享受过半分美貌带来的好处，这一世也不需要。她有2个孩子需要养活，需要的是赚钱。美貌对于身处封建社会又无依无靠的她来说，会带来的只有危害。收拾妥当后，叶婉婉带着2个孩子来到了隔壁王婶家。王婶端着饭碗出来开门，后面跟着她的儿子牛牛。牛牛今年6岁，虎头虎脑的，还胖乎乎。见到小伙伴来了，高兴地跑出来拉着2个孩子进门。王婶，那就麻烦您了。叶婉婉将5文钱塞进王婶的手中，对2个孩子挥手：珍儿，照顾好妹妹，阿娘很快就回来。哎呀，你看这珍儿他娘，你就放心吧，我会照顾好的，你也是每次都这么客气。王婶话里客气着，手上还是马上把钱收进了腰包里。有一句话叫远亲不如近邻，王婶爱贪点小便宜，但是人不错，对小孩子也好。叶婉婉对她笑了笑，她是没有远亲指望了，只有近邻能帮衬一二。在这儿生活的几年，她花了不少时间维护邻里关系，就是想着有需要的时候就可以托他们帮忙看看孩子，需要进山采药的时候才会麻烦他们，每次也都会给些银两。不过今日他不是要进山采药，而是要去最热闹的永平街上帮胡大娘卖糖水，带着孩子怕人多不安全。胡大娘今年40多岁，家里有一个儿子在衙门当衙役。胡大娘和她相公是在街上卖糖水的，卖了20多年了，是个很朴素善良的大姐。叶婉婉还是她接生的，这几年没少帮她照看2个孩子。前几日胡大娘的相公上山摔伤了腿，下不了床了，要休养几天，胡大娘只能一个人去卖糖水。那天叶婉婉在街上看到她一个忙得腰酸背疼的，就说去帮她2天。从王婶家出来，叶婉婉就直接去了前街胡大娘家，帮着胡大娘将糖水搬上车，然后推到街上去卖。上了街，街道熙熙攘攘的人格外的多，还都带着行李，行色匆匆，一看就是外地来的。不年不节的，叶婉婉总感觉有些怪异，且那些人看着身体健壮，像是习武的。这永州府和一般的州府不同，不仅富庶，还有不少江湖门派，最大的河帮和青龙帮都是江湖上赫赫有名的，又加上临近武林第1大门派天鹰宫，平时里街上总能看到穿着统一服饰的门派弟子。这些人好的锄强扶弱，行善助人，坏的欺凌弱小，打架斗殴，偷鸡摸狗。永州的知府深知江湖人鱼龙混杂，养了不少人马用来震慑，也算得上和这些江湖门派和平相处。只是年前河帮与青龙帮因漕运抢地盘闹出不少事儿，还跟海寇发生了冲突。永州知府镇不住，朝廷又派了一支，各方势力错综复杂，又有消息称朝廷有意出手收拾一下不懂规矩的武林门派，因此各派也规矩了许多，
不敢主动挑起纷争。大妹子，你看街上这么多生人，一个个背剑拿刀，凶神恶煞的，也不知道是要做什么。胡大娘胆子小，瞧着街上到处都是拿着刀的有些犯怵，眼睛都不敢往那些人身上看。可能又有什么比武大会的吧，我们小老百姓别管这些闲事。叶婉婉嘴里安慰着胡大娘，眼睛却不时扫过街上的人，最近的气氛确实不太对。聚集这么多武林人，绝不是只为打打擂台比武这么简单。胡大娘连连点头称是，说她儿子最近都忙着上街巡逻，很久没回家了。到了摊位，四周人也比往常多。叶婉婉帮着胡大娘卖了一个10针糖水后，就背着背篓赶去书市交稿。路上遇到打架的，看衣着打扮好像是青龙帮的人，10几个人围着2个大汉拳打脚踢，地上一面写着正规镖局的旗子被人扯烂了。街边有不少人在围观，指指点点的，叶婉婉却没空看热闹。她赶着去书市交稿拿钱，然后还要去买补给，再去找一趟那个疯疯癫癫的老头，事情多得很，家里的孩子也在等他。叶婉婉背着背篓从旁边跑过，上了桥。迎面一队衙役跑过来，嘴里还在骂骂咧咧地说江湖人不安分。第2集，永州城外尘土飞扬，一队人马骑着快马奔袭而来，在青竹山下停下。领头的黑衣男人看起来不到30岁，高鼻薄唇，剑眉朗目，相貌十分的英俊，通身更是一股说不出的贵气，正是大耶国皇帝的亲叔叔九王爷轩辕决。轩辕决身旁跟着个白衣男子，长得也是肤白干净，眉目俊朗，是茂国公的嫡子百里廷业。他驱马上前：王爷，我们悄悄进城嘛。轩辕决轻点了下头，左边的暗卫飞羽上前将一张地图递过去。轩辕决打开，对着远处若隐若现的一片山峰：那里便是黑风山。百里廷业也搭着手眺望：嚯，够大的，我们这些人够呛啊，要不让左中路暗中调3000人马过来吧。调人马过来，动静太大，容易打草惊蛇。轩辕决把地图交回给飞羽，眸中露出一丝狠厉：先进城打探清楚情况，这一次绝对不能让他跑掉。他们一行人马都是精壮的士兵，为了不引人注意，分了3路从不同城门进城。轩辕决和百里廷业带着几个人从北城门入。轩辕决此次从博地城带着不足300人，万里迢迢来到这儿，是为了捉拿铁手阎罗罗石海。罗石海曾是杀手组织千机阁头目，这人收钱办事无恶不作，原本只做江湖人生意，也不与朝廷和官府为敌。可后来为了钱财，竟然做出通敌叛国之事，外族收买，出手杀害了镇守北境的好几员大将，其中还有同轩辕决和百里廷业一起长大的兄弟柳文韶。柳文韶功夫不是很好，但是博学多才，足智多谋。轩辕决带兵去南疆之时，担心北境有人趁机作乱，故而让柳文韶去了北境，没想到却被罗石海暗害，死于非命。轩辕决收到消息时，正好两军交战，悲愤中他一杆长枪冲入敌营，杀了1天1夜，最后敌方被疯魔一样的九王爷吓得节节败退。轩辕决杀红了眼，宿夜冲入敌营，一把掐住敌军国主的脖子，按到地上，让他割地投降，并且保证永不犯戒。之后轩辕决带兵赶往北境，苦战1月，夺回了被抢夺的2座城池，带着柳文韶的棺椁班师回朝。查清楚了是谁动的手后，朝廷开始派兵围剿罗石海的杀手组织千机阁。光是找他们的老巢就花了将近1年时间。3年前轩辕决亲自带兵端了千机阁，抓住了几百个杀手，全部斩首祭北境亡灵，却唯独跑了罗石海。罗石海功夫很好，也很怕死，
被轩辕决打伤后就变装逃了。此人传闻幼年曾在戏班学艺，不仅能缩骨，还擅长易容变生之术，杀人后都是靠变换容貌脱身的。千机阁一战后，罗石海就不知所踪。3年来，轩辕决一直派人在各地暗中寻找。前不久有消息传回说，永州府附近发生了一起命案，死者是江湖人，而且功夫还不错，死于罗石海的成名绝学铁手掌。暗线多方打听得到的消息是，罗石海逃进了黑风山里，所以轩辕决才会不远万里地带人来到永州府，为的是手刃罗石海，为兄弟报仇。城门口，进城的人排着等盘查，几个官差设了路障，给进城的人挨个相面，主要就是怕有什么凶徒恶盗混进城里生事。遇到的长相凶恶的就会盘查几句，只要那人能证明是良民，也就放行了。轩辕决下马，和其他人分开排队接受盘查。进了城后也没有再上马，牵着马走在大街上，便观察着城中的百姓。永州府富庶，街上百姓都穿得不错，两边的茶馆酒楼林立，进进出出的都是热闹。同时，轩辕决还发现一个问题，街上随处可见拿刀背剑的5人。轩辕决和百里廷业一路细心观察着，走到了知府衙门口，递给门口的衙役一块腰牌。衙役一看来人气度不凡，也不敢怠慢，将腰牌送了进去。不消片刻，永州知府刘长就带着人连滚带爬地跑了出来，官帽都是歪的，边跑边整理。出来见到门口的人，浑身都一颤。他每年每回一次朝中述职，自然认得轩辕决，双腿打颤着就要跪下行礼。轩辕决微微抬手制止，看了知府一眼：“不必多礼了，我来此有事情要办，之后就在你府中暂住。另外还有些人马，你找人秘密安顿，本王身份不可透露，你可让人放出消息出去，就说百里世子到永州府游玩，住在你府中。”说着，轩辕决拍了一下旁边的百里廷业。这是轩辕决和百里廷业路上就商议好的，住到知府衙门是最方便行事的，可又怕有心人会注意到走漏消息。思来想去，千机阁一战百里廷业并未参与，罗石海也不知道2人是从小一起长大的交情，所以就让花名在外的百里廷业用外出游玩到此的名义，光明正大地住进知府衙门。刘长点头哈腰，一一记下，命人跟着轩辕决的人去安顿人马，然后用袖子擦着额头的汗，紧跟在后面进门。之后开始吩咐下人收拾庭院，安排人手。刘长鞍前马后半天，还送了10几个年轻貌美的婢女进来伺候。最后轩辕决嫌他一直在眼前晃碍事，开口让他退下。人一走，百里廷业就翘起腿搭在石凳上，懒洋洋说：“好歹也是一方知府，怎的如此献媚？”轩辕决端着杯子喝茶：“这知府虽然没什么大才，但为官还算尽到了职责。至于圆滑谄媚，这是江湖门派大多的地方官通病，需要脾气好、挨得忍的，又不至于太软弱无能的人才能坐得稳位置。永州府门派众多，势力错综复杂，他要常年跟这些人打交道，保一方太平并不容易。入城你也看到了，百姓安居乐业，一派祥和，这知府功不可没。”说的也是啊，太硬太臭，容易和江湖人结仇；太软太好说话，又容易让江湖人为非作歹，不把官府放在眼里，其实挺不容易把握的。看来王爷是让人提前调查过了，住到这里是想让知府帮忙摸摸黑风山的情况啊。百里廷业嬉皮笑脸：“我们不知道罗石海究竟藏身在何处，不可轻举妄动，万一他再逃走，再找就难了。永州周边包括黑风山在内有不少山寨，让知府出兵剿匪，我们趁机进黑风山打探是最好的办法。”那就这么办。百里廷业点点头，转而又笑得一脸玩世不恭道：“
那我需不需要每日假装纨绔子弟，上街晃悠几圈，把戏做足啊？你需要假装吗？你本来就是。百里庭业切了一声，扭脸就看到对面沏茶的婢女，挑了挑眉，觉得长得不错，打量了会儿，问道：叫什么啊？婢女小心翼翼地抬眼看了他一眼，退后2步行礼：奴婢叫双儿。双儿。百里庭业轻念了一声，然后起身离开，留下一句：以前没干过这些吧？你沏茶的手法不对，多学学。第3集。叶婉婉到书室交了书稿，结算了银子，就去集市买了满满一筐可以存放的粮食，直到筐子装不下了，才去酒坊里打了一壶酒，又买了2只烧鸡和一些熟食，提在手里走街串巷，来到一处破烂的土房，敲了敲残破的门。老头，风老头在吗？老东西，我给你带吃的来了。叶婉婉在门口叫了半天，还是没有人应，抬腿一脚踹开了门，那扇犹如风中残烛的大门一半倒在了地上。叶婉婉用袖子赶了赶灰尘，踩着门进去。院子里一片破败，随处可见破碎的瓦罐和废旧家具。叶婉婉进了院子，继续喊：喂，老头，还活着吗？喊了几声后，院子里传来了动静。叶婉婉开门进去，空荡荡的屋子里只有一张桌子一张床，床边地上躺着个破衣烂衫头发花白的老头，手里还抱着个酒坛子。叶婉婉差点就被满屋子的气味熏得吐出来，赶紧开了窗户透气，然后将酒和吃的东西拿出来放到桌上。他过去用脚踢了踢老头：喂，老头，睡床上去，我告诉你，你这样会风湿老寒腿的，一把年纪了还天天睡在地上，想不想多活2年啊？疯老头费力地睁开眼，看到叶婉婉就喊：臭丫头，你来了。带酒没有？不带酒别来烦我，没酒我什么都想不起来。叶婉婉费劲儿地将老头扶到床上，给他把了下脉，发现身体没什么大问题，就一把抢走了他抱着的酒坛子。还喝？怎么还没喝死你？每天就知道喝酒。臭丫头，给我带大猪蹄没有？要李记的茯苓花雕猪蹄。老头咂巴咂巴嘴嚷嚷，叶婉婉忍不住翻白眼，挽起袖子开始收拾屋子。你想得到没？买一份那玩意儿的钱够我们娘仨吃好几天的。要吃猪蹄儿，脱了鞋啃你自己的腿就好了。你不就是猪吗？老头也不知道有没有听到，在床上翻来覆去的扯被子。叶婉婉拉了被子给老头盖好，就蹲下收拾地上的酒坛子。老头，我过几日就进山了，这次会带着孩子一起进去，守着火治果成熟，可能15日，最多不超过1个月就能把药带出来。叶婉婉将房子收拾后，又拿出些碎银子放在床头。这段时间你可别饿死了呀，争点气，想想最后一味药是什么，我可没有多少时间了。说完，叶婉婉走出了这间破屋。关门前看了床上的人一眼，叹气。疯老头，永州府的人都叫他疯老头。开始叶婉婉以为是别人见他疯疯癫癫地叫出来的名字，后来才知道这老头姓疯。叶婉婉也不知道他是什么来历，反正他到这儿的时候就有这人了，每天穿着破衣烂衫在街上闲逛，饿了就在农户家里敲门要吃的。永州府的百姓都生活富足，家里不缺一口吃的，都会施舍他。老头就这么一直靠乞讨活着。叶婉婉有一次带着孩子在街上见他睡在路边，见他可怜就给他买些吃的，又见他躺在地上咳嗽不止，心一软就把人送回了住处。买药煎药的照顾了半天，老头醒来依旧疯疯傻傻，把走路还不是很稳当的小叶真扛在肩上跑来跑去逗他玩。叶婉婉看他家徒四壁，连张好的被褥都没有，实在可怜，就不时来看望，给他带些东西。他一直都以为这人就是个有些疯病的孤寡老头，直到那次山中遇险。
那是2年前的一个冬天，他进黑风山采药。黑风山又叫黑风13岭，是非常凶险之地。山中长了许多珍贵草药，也有许多骇人听闻的传说。因为害怕那些可怕传说，城中很多郎中都只敢在周边，不敢深入。叶婉婉也只敢在周边活动。可有一次，他不小心走得有些远，就迷路了。深山老林又大雪茫茫，出不去不说，山里有没有什么吃人的怪物，就晚上的温度也能让他冻死。他在山中寻找出路，游荡半日，筋疲力尽的时候遇到了疯老头。那时他行走在一片看不到头的雪松林间，周围都覆盖着厚厚的白雪。可那老头就这么出现在他面前，身后雪地连一个脚印都没有，差点没把他吓死。老头轻轻松松就把他从别人口中魔鬼境地带了出来，并且告诉他小叶真身上的不是怪病，而是蛊毒，要想解这蛊毒，就需要集齐药材炼制解药。老头给他列了20几种珍奇药材，却说最后一味忘记了，想不起来。他也怀疑过老头是不是骗人的，可老头给了他一个药方，他研究后炼制出来的丹药真的压制住了小叶真体内的蛊毒。老头看过丹药后夸他有天赋，几天后就搬了一个大箱子给他。那箱子看起来像刚从土里挖出来的，里面满满一箱的医书，他从里面学到新的压制蛊毒的方法。箱子里除了医书，还有几张非常老旧的羊皮纸，竟是黑风山的地形图。研究过那些医书后，叶婉婉对老头给的解药药方深信不疑。他认真追问过老头是什么人，老头只说他曾经是一个神医身边的学徒，所以知道一些疑难怪症。再想多问点别的，就开始装疯卖傻，神神叨叨。叶婉婉也拿他没办法。之后他靠着那几张地形图进出黑风山寻找药材，2年下来已经差最后2味药了。2个月前他又在山里找到苦寻不到的火赤果，只等果子成熟就可以采摘入药了。可是最后一味药是什么，老头却一直想不起来。这2年里他一直给老头送吃送喝养着，在老头清醒的时候就追问他最后一味药是什么。可惜呀，一直都没有结果。老头整天疯疯癫癫的，他也无法判定他是真疯还是假疯。这事儿就像一块大石压在他心里。回到熙熙攘攘的大街上，叶婉婉看着眼前的繁花似锦的街道，心生悲凉。重活一世，前路还是一片迷茫，是走是爬都只能靠自己，没有救世主，老天更不会怜悯你。叶婉婉也没有太多时间去感慨世事不公，打起精神回到永平街，继续帮胡大娘卖糖水。又过了3日，胡大娘相公腿伤好了，叶婉婉不用再去帮忙了。今日一早，她便带着2个孩子上街，要去酒楼交画本，顺便带孩子吃顿好的，然后明日就要进山了。画本是这2天赶出来的，永州城内几个大的酒楼里都有说书人。他同雅客居的老板签订了合作，1个月送1次新的画本过来卖给酒楼。叶婉婉一手牵着一个孩子进门，肩上依旧背着那个背篓。方进门，熟悉的小二便跑上前，领着他去见掌柜。掌柜看过画本后很满意，按着协议付了钱，又摸了摸2个孩子的头，让叶婉婉带着孩子去留出来空座，并吩咐小二送2份小点心。要好，叶婉婉将2个孩子抱坐在椅子上，就跟小二报菜名剩菜。过来招呼的小二叫小三子，和叶婉婉相熟，点完菜就说起近日里住进来的好些江湖人，有财大气粗的会给赏钱，他近来拿了不少的打赏。又说到近来吃饭听书的江湖人里，有很多人都觉得故事新奇有趣，也打赏了说书先生好些银子，最后都落入了掌柜的口袋里。便觉得叶婉婉吃亏，该去同掌柜的商量提高画本的价格。叶婉婉听完后只是摇摇头，谢过小三子的好意。他不会为了现在一时的利益断了往后的固定收入，得不偿失。小三子走后，叶婉婉拿出块帕子给2个孩子擦手，边道：明日就进山了，
吃完饭就去前面的糕点铺子买些糕点，再去街上那家新开的糖果铺子买些糖果，好不好？小叶真扬着圆乎乎的小脸蛋儿。阿娘，这山里会有小兔子、小老虎吗？叶婉婉捏捏儿子的脸。小兔子有，小老虎还是不要有了。山里会有许多小动物，有会跑的小鹿，会飞的小鸟，会爬树的小猴子，珍儿可不要害怕呀。小叶真笑眯眯地吃了一口鸡蛋羹。只要和阿娘在一起，去哪儿珍儿都不害怕。叶婉婉凑到儿子脸上亲了一口。阿娘也是，为了你们，阿娘什么都不怕。小叶真晃着腿。阿娘，糖果买1包就好了，给妹妹吃，珍儿不吃糖。叶婉婉摸他脑袋。怎么这么贵啊？上次粽子糖不是说好吃吗？小叶真奶声奶气，一字一顿道：妹妹给我分1颗就好了，不用买2份的，这样要给阿娘省钱。叶婉婉哭笑不得。养你是阿娘的事，阿娘会赚很多钱的，不用省，想要什么阿娘都给你买。掐了掐儿子脸，又摸摸女儿的头。叶婉婉宠溺看着2个可爱的孩子，再次觉得当初把他们生下来的决定是对的。有了他们，她就不用再找男人成亲伺候公婆相夫教子，用寡妇的身份养着2个孩子。虽然生活不算富裕，可温饱没问题，还自由平静。这样的生活是她在现代梦寐以求的。吃完饭从酒楼出来，叶婉婉拿出了她自制的带娃神器，一头绑在腰上，一头套在小叶真胳膊上，然后把女儿抱了起来。街上人很多，叶婉婉不能同时抱2个孩子，走得很慢，一路走走停停，到了零食铺子，买完东西出来，就听到街上的人都在议论纷纷，还有大批人往前面跑去。叶婉婉叫住一个认识的大娘，问她前面出什么事情了。大娘赶着去看热闹，急急忙忙地说：哎呦，是叶大夫啊！前面河帮的酒楼今日开张，请了好多人，可热闹了。门口搭了好大一个戏台子，听说一会儿还会免费发布匹和糕点呢。大娘说完，让她也赶紧去，就跑了，生怕去晚了没热闹看。叶婉婉看着往前跑的人，摇摇头，带着2个孩子的手往反方向准备绕道走。走了一段，他们遇到了卖风车的陈爷爷。小叶真叫着陈爷爷冲过去。叶婉婉脑子嗡的一下往四处看，见到一个小小身影已经跑到对面一家青楼门前。楼门口停着一辆气派的大马车，车旁站着一位黑衣公子，正抬头看着牌匾。那人身边还有一人，锦衣华服，手上摇着一把扇子，2人衣着通身透着贵气，一看就是富贵人家。随行还跟着好几个随从打扮的青壮年。欢欢！叶婉婉惊得叫了女儿一声。小叶欢听到呼唤，停了一下，回头看着他抬手一指前面那个黑衣人，加快小跑过去。他急得大喊：欢欢别动！可小叶欢并没有听他的，哒哒的小短腿跑到那个高大的黑衣男子脚边，扬着小脸看他，然后伸出小手垫着脚拉住了黑衣男子的手。正在抬头看扁的轩辕觉感觉指尖被什么碰了一下，低头就见一小娃娃正扬着小脸盯着他看，2只小手抓着2根手指不放。轩辕觉盯着这娃娃看了一会儿，孩子生得极其可爱，才几岁就能看出长大定是个美人坯子了。鹅蛋脸尖下巴，头上扎着小揪揪，鼻子小巧，鼻梁高挺，嘴巴一点点，双眼大又亮，像猫儿一样。虽然穿的是粗布衣裳，却看得出是好好养着的，收拾得干净妥帖。叶婉婉见状，魂儿都快吓出来了，一把抱起儿子跑过去，只是刚跑到对面还没靠近，就被马车前几个青壮年伸手拦住不让上前，还瞪了他一眼。这几个打扮随从的暗卫方才没注意脚下，让那个小女娃跑了过去，
他们也不好对那个小娃娃吆喝，这会儿拦住叶婉婉怎么都不给靠近。他过不去着急，指着孩子对阻拦的人说：这位大哥，那是我的女儿，她年纪小不懂事，您大人不计小人过，让我过去把孩子带回来吧。几个随从板着脸无动于衷。闲杂人等不可靠近。叶婉婉干着急，又不敢得罪这些人，只能对着女儿直招手，让她自己过来。小叶欢回头看看亲娘，又仰脸看黑衣男子，谁也看不出那双大眼睛写着什么，就是抓着轩辕觉的手不放。轩辕觉自然不会跟一个小娃娃计较，轻轻将手抽出来，摸了摸孩子的脑袋，低声道：去吧，你娘找你了。孩子却不肯走，往前一扑，抱住了他的腿。百里庭也在一旁瞧着乐了。你这鬼见愁，孩子见了不都吓得哇哇直哭的吗？这娃娃竟然不怕你。娃娃，你叫什么？百里庭也蹲下戳孩子头上的揪揪。真可爱，你几岁？小叶欢只是瞪大了眼睛看着他，双手抱着轩辕觉的腿，不放也不说话。百里庭也对着孩子摸头捏脸，怎么都就是不说话。他就觉得纳闷了，起身指着脑袋问轩辕觉：这娃娃是不是这儿有毛病啊？怎么这么呆？轩辕觉蹙眉瞪他一眼，弯下腰将孩子拉到身前站着。孩子一双大眼睛可怜巴巴地看着他，轩辕觉挑起嘴角微微笑了笑：你是不是认错人了？孩子还是看着他，就是不说话。轩辕觉就想命人把孩子带过去，还给后面的孩子亲娘。突然这孩子一把扑进他怀里，轩辕觉接住了孩子，小女孩就搂了他脖子，伸手抓他头发，糯糯的声音开口叫道：爹爹。轩辕觉愣了一下，抬手摸了摸小女孩脑袋：我不是你爹爹。爹爹，爹爹，爹爹。轩辕觉横了他一眼，百里庭也笑得越发欠揍。不过那女子虽说半张脸上有疤，另半张脸还是能看出来曾经绝对是个美人啊，脸眸清亮，身姿婀娜。那两个孩子，特别是那个男孩，我方才仔细看了，真与你有几分相似，年岁看着与明儿差不多，真不是你的？要不好好想想，别是忘了真是你的种都不知道。轩辕觉面无表情地看着他：你再平白主任夫人，军法伺候。说完一撩衣摆踏入楼内，百里庭业跟在后面撇嘴：不是就不是，怎么还恼了呢？叶婉婉带着两个孩子走出这条街，才放慢脚步，看着傻呆呆的女儿，无奈地捏捏她的脸道：你呀，以后不许这样了，怎么能随便叫别人爹爹呢？阿娘的脸都丢完了。小叶欢一扁嘴，倒是没哭，搂着他的脖子趴在他肩头。叶婉婉也无奈，轻轻拍着他的背哄道：好了好了，阿娘不骂你，不过以后不可以自己跑开了，知道吗？小叶真拉着叶婉婉的裙子跟着，也扬着脸点头，小大人模样说道：妹妹，我们没有爹爹的，爹爹死掉了。叶婉婉乐了，伸手摸儿子脑袋：没错，你们爹爹就是个短命鬼，早死了，不用惦记他。春意楼内正在上楼，轩辕觉突然仰脸打了2个喷嚏，百里庭业在后面摇着扇子嘿嘿笑：怎么伤风啊？轩辕觉却是懒得和他逗闷子，抬起头看到楼梯口袅袅婷婷过来一打扮妖艳的女子，对着他浅浅一礼道：哎呦，贵客里面请。老鸨亲自把人引上楼，就识趣的走了。他干这行这么多年，很清楚那些白天上门看着不像客人的客人是另有目的，特别是两人进门就点名要见谁。过来的女子叫姚琴，是春意楼的头牌，永州府的第一琴姬，也是永州最有钱的富户娄山水的红颜知己。这个娄山水是青龙帮掌门曹坚的亲外甥，两家关系亲切。轩辕觉和百里庭业今日来此是探听消息的。至于为何找一个青楼女子打探消息，
还得从3日前说起。为了给知府出兵剿匪找个名目，他们演了一场戏，由暗卫假扮迎亲队伍从魏影山经过，果然引出山贼拦路抢劫，被劫后迎亲队伍狼狈逃入城中报官。当日知府便派兵出城围剿山寨。魏影山与黑风山相邻，10几个暗卫换上了永州府官兵的号衣，趁机进入黑风山周边暗探。第2日回来的暗卫说，守了1夜，发现了7、8支人马偷偷进山，且都是不同门派的江湖人。永州府聚集大量江湖人，10几个大门派，再加上一些零碎的小门派，足有数千人了。也不闹事儿，就是盘踞不走。小门派住在城中客栈，城里好点的客栈都住满了。大门派是基本由青龙帮与河帮接待。青龙帮的帮主曹金贤明在外，将大批远道而来的江湖人安排在外甥娄山水空置的宅子里住着。暗卫打听到这个娄山水是个喜欢纵情享乐的商人，近日带着那些臭味相投的江湖人没少光顾春意楼的生意，姚琴每次都会作陪，所以他们才把主意打到一个青楼女子身上。轩辕觉落座后也不多话，看向与姚琴相谈甚欢的百里庭业，眼神示意他赶紧说正事儿。百里庭业不紧不慢品完了姚琴准备的据说皇帝都难求的好茶，就摇着扇子道：姚琴姑娘，本世子游玩至此，对永州府甚是喜爱，有意多停留些时日，可城中有些事让本世子甚为不解，不知姑娘能否解答。百里庭业并没有隐瞒身份，让人知道知府衙门里住着递城来的闲散衙内，反而能更好地隐藏轩辕觉的存在。姚琴自幼在风月场所长大，知道有些男人来这种地方并不是为喝酒取乐这么简单，特别是一些身份尊贵的人。他瞥了一眼轩辕觉后，含笑看着百里庭业：世子爷有话不妨直言。好，本世子就喜欢姑娘这样直爽的性子。百里庭业放下扇子，拍了2下巴掌。房间门被打开，暗卫进来将一个盒子放到桌上，又转身出去了。他将盒子对着姚琴打开，姚琴看着盒子里成沓的银票，伸手轻轻合上盖子，拿帕子轻拭脸颊。世子爷想知道什么？山水与我说的也不多，世子若有兴趣，姚琴可以如实相告。甚好，姑娘放心，你今日说了什么，除了这房内3人，不会有外人知晓。若是外面有人知道一星半点，就只能是姑娘说的，那本世子可是会很不高兴。百里庭业笑得人畜无害，姚琴面上依旧陪着笑，拿着帕子的手却是一紧。他很清楚面前这人不是在开玩笑。1个时辰后，2人从春意楼出来，轩辕觉叫着暗卫青羽：吩咐下去，让蓝雨带人去盯着青龙帮，有什么动静马上汇报。是。青羽领命退下。就在这时，飞羽匆匆跑回来：王爷，前面出事了。轩辕觉眉头一皱：何事啊？今日开张的酒楼昊天楼死人了，就挂在了揭幕的牌匾上。百里庭业道：死的是什么人？是东皇门的掌门。飞羽方才看过尸体，现在脸上还有不可思议的神色，严肃道：被人一箭穿心。方百慕，确定死的是他？轩辕觉眉头微蹙，方百慕功夫很好，是江湖中有名的大前辈，能将他一招毙命的人，整个江湖里也没几个。飞羽点头：属下看见尸体了，千真万确。百里庭业摇着头啧啧：老头90多岁了吧？听说身体很好，就要办百岁宴了，竟然死在这儿了，这永州城怕是要出大乱子了。轩辕觉一甩袖子：带路去看看。昊天楼外里3层外3层的围了上千人，楼前的空地上躺着一具盖着白布的尸体，两方人马对峙，剑拔弩张。
这两方人，一方是东皇门的弟子，一方是永州府的捕快衙门。昊天楼乃是河帮的生意，今日开张，来了许多江湖人捧场。河帮帮主董安财大气粗，请了戏班子和舞狮队在门口搭台子庆贺，热闹了半晌。揭幕的时候却死了人，死的还是东皇门掌门方柏木。现场的东皇门人震惊过后悲痛欲绝，当下便闹开了，拔剑质问董安。只是没一会儿，衙门的人就到了。江湖人中最忌官府中人参与江湖事。官府捕快收到消息赶到的时候，尸体已经被取下来了。仵作想验尸，东皇门的人不让。仵作想要把尸体带回衙门详查，东皇门的人更是情绪激动的要抽刀砍人。轩辕诀到的时候，东皇门的大弟子方千秋正用刀指着领头的捕快，杀气腾腾的不让衙门人碰尸体，口中却又要衙门人将河帮的人带回去严刑拷问，查出凶手，给他们一个交代，可谓是嚣张之极。董安站在戏台上，铁青着一张脸，解释说要是他干的，怎么会把尸体挂在自家酒楼上。现场的江湖人有帮着河帮的，也有帮着东皇门的，乱成一片。带头的捕快左右为难。在这时，看到人群里的轩辕诀和百里廷业，他是刘长亲信，知道这两位是帝城来的大人物，当下拉着身边的亲随挡着东皇门的人，自己走过去。两位大人，这地方乱，您二位还是快些离开吧，免得一会儿打起来伤着您。百里廷业看对峙的两方人马，衙差来的人数不少，可带的都是棍棒，不是刀枪，笑着问：刘捕快，这尸首你今日带走的吗？刘捕快悻悻：唉，估计难呐。可两位大人也知道，再难也要来呀。尸体带不走，这官府的态度也要让这些江湖人知道。若不然，以为官府怕了他们，这永州府不是要乱套了？百里廷业挑眉：你倒是挺机灵，看来你家知府大人教了你不少东西。不敢呐。刘捕快看了一眼面无表情的轩辕诀，神色越发恭敬了。这刀剑无眼，二位大人还是快些离开吧，这里属下可以处理。走什么呀？百里廷业啪的一声抖开扇子，对着东皇门的人高声道：我说你们是什么门派呀？这又要江湖事江湖了，又不肯交尸体，还要衙门帮忙查案，怎么什么好事都让你们占了？确定你们是江湖人士吗？土匪假扮的吧？百里廷业一番话说得不紧不慢，听得围观的百姓交头接耳，也都纷纷指责东皇门太霸道。轩辕诀皱眉看他，那眼神分明在说：你凑什么热闹？百里廷业一摊手一耸肩，反正在那秦姬身上也没得到多少有用的消息，送上门来的机会，试试他们。东皇门的人听到，果然变了脸色。大弟子方千秋一把推开挡在身前的官差，正要过来，突然人群里爆发出一阵笑声，所有人就见一个破衣烂衫的老头挤出人群，指着东皇门的人笑得前仰后合。土匪，土匪进城了！哼，世子又如何？我们江湖人办事有江湖人的规矩，朝廷难道连这也要管？方千秋依旧嘴硬：哼，你们的规矩就是滥杀无辜吗？百里廷业冷笑一声，从刘捕头身后走出来。这位老人家言辞武壮，形容癫狂，显然神志不清。堂堂江湖门派，对一个毫无还手之力的老人家下手如此狠毒，这也是你们的规矩吗？百里廷业说完，围观百姓也开始七嘴八舌。就是啊，江湖人也太蛮横了，动不动就要砍人。疯老头都疯了几十年了，永州府人都认识，疯子说的话都要计较。哼，真是小肚鸡肠。就是，还想跟官差动手，土匪做派。人死在永州府里，那就应该衙门管嘛。你们有江湖规矩，可以好好商量，
上来就要砍人，太霸道了。江湖人就不是大业的子民了吗？要是不把朝廷法度放在眼里，我们老百姓不是任人宰割了？可不是嘛，太过分了。议论的人越来越多，东黄门的人见犯了众怒，又不敢拿百里廷业怎么样，相互交流眼色，几个弟子就过去抬着尸体走了。方千秋拦住想要阻拦的刘捕头。这位大人，知府大人既然想要查案，不如就下令将城门封了，可别让今天这楼里的人走了，放跑凶手。方千秋话音一落，刘捕头还没开口，在场的江湖人先坐不住了，纷纷起身。方千秋，你什么意思？难道是在怀疑我们杀了方掌门？轩辕觉想到暗卫带回的消息，这几天一批一批的江湖人偷偷摸摸进了黑风山，他喃喃道：这些人莫不是都想进黑风山？若是真为进山而来，还真得拦住他们。这么多人，怎么了？轩辕觉转身离开。走，先回去再说。昊天楼门口打起来的江湖人，直到又来了2波官差才被驱散。之后知府下令彻查命案，封锁了城门，只许进不许出。昊天楼更是直接被一队官差围上了。河帮的人和一些江湖人到衙门口喊冤，刘长和他们理论半天，口水都说干了。回到后院，看到轩辕觉和百里廷业坐在树下喝茶，屁都不敢放一个。过去恭敬的回禀说人已经打发走了，心里却是叫苦不迭。刘大人，你派人做样子查案，3天后把城门禁令解了就行，其他的不必理会。轩辕觉看刘长苦着一张脸，知道他是担心得罪江湖人太狠惹麻烦。是，下官知道了。刘长放心了些，连连点头，又道：王爷，您要的人马下官已经准备好了，向导也找来了，是城里一个常年进山采药的郎中。刘长也不知道这2位爷为什么非往黑风山那个鬼地方跑，还让他找实录的向导，他能去哪里找呢？只能让师爷去找了一个有多年采药经验的郎中，给他一大笔银子，让那人带他们进去溜一圈出来。轩辕觉轻轻点了下头，表示知道。他手下的人都已经去准备了，明日一早就要准备进山了。东黄门的人带着方白木的尸体回去了，曹金满脸悲痛地赶过来，安慰了一下东黄门的弟子，还命手下的人帮着安排灵堂，表现得要多仁义有多仁义。装模作样了一番后，曹金回到青龙帮，屏退了左右，独自一人来到后院的书房，紧闭门窗后，走到书房中坐着的高大男子旁。曹金竖起大拇指：哈哈，罗兄好手段啊，利用方百木的死困住那些人，等山里得了手，剩下的这些就都不足为惧了。找个机会出去，也就没人能碍我们的事儿了。房内被叫罗兄的人，正是轩辕觉一直苦寻的罗石海。因为杀害朝廷命官，罗石海的海捕文书在大耶国内遍地都是，不少赏金猎人也在寻找他的踪迹。这几年他就像过街老鼠，见不得光。罗石海与曹金幼年结识，后又曾一起闯荡江湖。他成立杀手组之后，曹金也回到家中继承了青龙帮，两人这么多年私下一直都有往来。曹金继承青帮后一直美名在外，江湖人都当他是持正不阿的仁义君子，却不知那些见不得人的勾当都让罗石海的千机阁给他办了。罗石海被通缉后逃亡几年，最终还是在几个月前来到永州府投奔了曹金。曹金不敢收留，也不能不管，毕竟罗石海手里握着他不少秘密。思来想去啊，就安排罗石海带着残存的手下躲进了黑风山。黑风山对于别人来说是龙潭虎穴，曹金却是能进入的，因为他手上有一份详细黑风山的地形图。那是他几年前重建老宅时，在过世的老子居住的地方挖出的密室里找到的，连同黑风山里被埋藏的秘密一同被发现。
看完了东西和老爷子留下的手书，曹金知道了他爹的身世，以及黑风山里药王堡遗址下埋藏的一笔巨大的财物。罗石海卖国求荣，这辈子的污名是洗不掉了。朝廷又对他穷追不舍，罗石海便动了离开大业到外族重建千机阁的念头，甚至还想着日后能报朝廷毁他千机阁的仇。可从头开始得有钱呢。曹金是有钱有势，可他是个守财奴，哪里肯拿自己的银钱出来给别人东山再起？可罗石海握着他太多秘密，他又不敢直接拒绝，最后把主意打到了黑风山的宝藏上。曹金足够富有，原本并不打算动那批黄金，可为了打发罗石海和守住自己的名声，还是选择了和罗石海道出了山中隐藏的秘密。两人密谋取出宝藏后，一人一半。可宝藏不是那么好拿的，曹老爷子的遗物里只说大批黄金藏在遗址下，却没说具体位置。已经覆灭近70年的药王堡以前富可敌国，光烧毁的遗址他们粗略探查了一下，就发现了10几处。山里又地势复杂，危机重重，他们找了1个多月，炸了几次山，连一块金子的影都没看到。这头金子没找着，那头又出现了情况，大批的江湖人突然汇聚到了永州府，还都不约而同对黑风山虎视眈眈。曹金假意招待那些门派掌门，查出他们竟然全都是为了黑风山的宝藏而来。二人不知道那些江湖人是怎么知道的，但是想让他们把宝藏和这些人分是绝不可能的。为了不暴露药王堡的遗址，他们暂停了搜寻，决定先解决这些人。一部分江湖人进山后，曹金发现他们手里的地形图其实只有一半，进山后就全部被困死在山林深处了。他和罗石海一不做二不休，派出大量黑衣人杀人灭口。这些人也不是武当少林那些正派的江湖大派，唯一最棘手最难对付的就是方柏木。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曹金提议罗石海亲自出手对付他。他其实还抱着罗石海和方柏木能打个两败俱伤，这样他就能独吞宝藏。只是没想到才几天，方柏木就真的死了。曹兄，我今日来找你，正是要说这事。罗石海生得大眼阔鼻，一脸的凶相，听了曹金的恭维，脸上却无半分喜色。这方木可不是我杀的。什么？曹金面色一变，站了起来。不是你？那他怎么死了？罗石海摇头。那老头可不好对付，我在山中与他交手数次都没占到便宜，等我想再找机会出手的时候，他人却不见了。曹金坐了回去。也就是说，山里藏了个能杀方柏木的高手，还神不知鬼不觉地把尸首给带了出来，挂在外边示众。曹金细想后，这事儿比大批江湖人带着同样的地形图涌进黑山峰更加诡异。别是有人想鹬蚌相争，渔翁得利。曹金捋着胡须沉吟道：罗兄，不如这样，我们的人先撤走，反正那些人的地形图只有一半，进去再多也会被困住出不来。我们先按兵不动，看看背后的人会有什么动作。只能先如此了。进山的日子，叶婉婉起了个大早，生火做饭收拾东西，等早饭好了后，将2个还没睡醒的小家伙弄起来，用了饭后将需要带的物资装在了毛驴上，天才擦亮就出城进山了。2头小毛驴用来驮东西，另一头叶婉婉装上了自制的竹椅给2个孩子坐，怕日头晒，还贴心地装上了折摇，伞下挂了几个小铃铛，叮铃铃响着。2个没睡醒闹脾气的小家伙一坐上去就被吸引了注意力。另一边的城门，轩辕觉和百里停业带着向导也在晨光熹微时快马出城，进山与大部队人马会合。因为不知江湖人大批进山的目的，轩辕觉怕那些江湖人动静太大，惊走了罗石海。昨日回到衙门就命知府刘长
再次派大队人马出城杨庄围剿附近山寨，派出去2000官兵，其中有200人是轩辕爵带来亲卫。在剿匪兵马回城时，并没有一起回来，而是偷偷躲进了黑风山外围。轩辕爵进入林中，找到藏身的大部队，会合后进山寻找罗什海。铃铛声一路叮铃铃地响着，为老树遮空的深山老林增添了一丝生气。毛驴上的孩子睁着大眼睛，好奇地看着四周，奶声奶气地和前面的人说着话。一会儿问这里树为什么这么高，一会儿问鸟儿能不能抓回去养。叶婉婉一手背在身后拉着小毛驴的绳子，一手拿着地形图，看着避免走错路，还要不时回答儿子好奇抛出的各种问题。这条路他已经走了许多遍了，自从2个月前在山谷里发现了苦寻不到的火赤草，他曾多次进山照看，每次都会带进来一些可以储存的食物，就存放在山谷里的一个竹屋内，为的就是等火赤草结果后进山守着它为成熟做准备。加上这次带的山里的物资足够他们娘仨生活好几个月的了。当然他不需要待那么久，半个多月，最多不超过1个月，果子就可以成熟了。以往叶婉婉进山都是用跑的，辛苦点儿1天也能打个来回。这次带着孩子安全起见走得慢，一路走走停停的，到地方天都已经黑了。竹屋不知道是谁留下的，叶婉婉猜测可能以前有什么世外高人在这里隐居过。竹屋搭得精巧坚固，周围风景也特别美，如果不是有这个环境，他也不会将2个孩子一起带进山来。竹屋叶婉婉早就收拾过了，又重新布置了一番，简单却干净温馨，很有家的感觉。2个孩子很喜欢，一落地就满屋子跑来跑去，说要找小兔子。叶婉婉逮住2个乱跑的小家伙，行了，别跑了，天黑了，小兔子回家睡觉了，明日阿娘再找小兔子来家里做客。小叶真坐在椅子上晃着腿，一双大眼睛好奇地打量着这个奇怪的屋子，道：阿娘，这个屋子漂亮，我们可以一直住在这里吗？叶婉婉从蓄水的木桶里打水给孩子擦脸，捏捏他的小鼻子。你这个小鬼，过不了几天你就闹着回城了，到时候别哭啊。小叶真撅嘴扭脸，才不会，他喜欢这里。小叶欢抱着布娃娃跑过来，看了一眼桌上的盘子，就睁着大眼睛看着叶婉婉伸出手。叶婉婉这么多年来已经能从女儿的一举一动知道她要表达的意思，给她擦了擦手，就起身拿了个包子放在她手里。孩子咬了一口，用右手揪下一块喂给怀里的娃娃。叶婉婉摸了摸她脑袋，把她抱起来和小叶真坐在一起吃东西。小叶真很乖，妹妹只顾着玩，她就撕了包子一口一口塞到她嘴里。整理好床铺后，叶婉婉就张罗2个孩子睡下。深山夜晚的热闹不同于市井繁华，2个孩子被周伏夜出的动物吵得睡不着。叶婉婉躺在床上哄，给他们讲猫头鹰和夜莺的小故事。2个孩子渐渐也不害怕了，才睡着。而在黑风山的另一个山头，轩辕爵的大部队人马刚刚逃离了蛇群攻击，此时正在一处空地休息，地上点着几堆篝火，士兵个个神情疲惫，席地而坐，拿着凉水就干粮吃。陈郎中用匕首划开了一个被蛇咬的士兵裤腿，2个清晰的牙印正往外渗着血。查看过伤口后，陈郎中松了口气，用袖子擦汗，来到轩辕爵跟前。大人，只是普通的蛇，没毒。轩辕爵担忧的神色稍缓，等陈郎中将被咬伤的士兵伤口都处理好了，蹙眉问道：陈郎中，今日我们已经在这片树林走了1天了，还需要多久才能走出去？这小的也没来过此处。陈郎中战战兢兢，刚刚遭遇的蛇群让他惊魂未消。大队人马跑了一路，原定的路线也找不到了，惊觉大祸临头，颤巍道：山中道路难寻，
只怕需要先找到原先的线路，才能继续前进。轩辕觉眉头越皱越深，最后深呼吸，闭上眼睛。可旁边的百里庭业已经忍了一天了，这会儿忍不住了，将拨弄火堆的棍子狠狠一甩，高声道：刘长从哪里找来你这么个废物来糊弄我们？连我们的探路官都不如，还向导？靠你，下辈子都找不到地方。陈郎中被发怒的百里庭业吓得扑通跪倒：饶命啊，大人！我就是个郎中，平时会进山采药，可这黑风山也没有深入过。我说了我不行，可知府大人非要我来啊。这黑风岭有13座山峰相连，里面邪乎着呢，多少人进去都如石沉大海。我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也没办法带你们进去。是知府大人说，只要带着你们沿着边沿走，走到最近的山谷转一圈，我的任务也就完成了呀。轩辕觉听完陈郎中的哭诉，捏着眉心。进山前他派人打听过，对打听来的那些神神鬼鬼传说他不信，却也多了份小心。原本打算用探路官探路的，最后为了以防万一，还是找了本地向导。没想到这向导竟还不如探路官管用。这事儿他也有责任，刘长不知道他们进黑风山要找什么，怕出什么意外担责任才这么安排。现在同陈郎中发脾气也无济于事了，他招手叫过来几个探路官商量对策。这个刘长，我出去非打他一顿不可。百里庭业围着火堆走来走去，最后越想越气，用脚勾起一块石头，狠狠踢进了远处的灌木丛。那灌木丛中传来一阵窸窣响动，在场的大半功夫都很好，耳朵一动，同时看过去，随之咻咻几声，10几支弩箭朝着空地射了出来。千钧一发之际，轩辕觉一把揪住还跪在地上的陈郎中后脖领子，往后一拉。与此同时，百里庭业抽剑一剑劈过去，砍断了最大的一支弩箭。满地的士兵就地躲闪，抽刀抵挡。直到3轮剑阵过后，灌木丛才安静下来。2个暗卫过去查看后回来禀报：爷，是机关。轩辕觉闻言，面色阴沉地眯着眼睛打量四周，然后抬手掷出暗器，射进左右的树林。陈郎中吓得抖若筛糠，士兵个个严阵以待，将轩辕觉和百里庭业护在中间。林中细微的动静过后，一块插满利刃的大翻板无声无息地飞了出来，2个暗卫一跃而起，凌空劈碎，另一边也相继飞出网兜和暗器，都被解决掉。轩辕觉又派人到周边查看了一番，确定已经没有暗藏的机关，人马才重新回到原地休息。夜已经深了，安排好轮流守夜的人后，轩辕觉回到百里庭业身旁坐下，接过身边递来的水袋喝了一口，入口却不是水，而是酒。百里庭业看着面无表情，没什么精神，伸手过去拿水袋跟他的碰了一下，仰头咕咚咕咚喝了起来。轩辕觉知道他为什么生气，不是气刘长找的人不靠谱，而是气明知仇人就在山中，他却身陷困难，不能立马宰了他。这世上除了他外，最想找到罗世海给兄弟报仇的，也就是百里庭业了。柳文少16岁就跟他一起打仗，在他身边是军事的角色。4年前那次出征，柳文少也依旧陪同百里庭业，却是第1次随军历练。那时大军走到半道，收到密探线报，分析局势后，轩辕觉担心北境有变，就要800里加急送信回宫，想让朝廷派一个靠得住的人去北境先稳住军心。是百里庭业提议可以让柳文少去，说他鬼主意多又能言善辩，能对付那些守将和油滑老练的地方官员。柳文少思量过后，为了让轩辕觉能安心前方战事，就带了一队人马改道去了北京，未曾想一去无回。虽说谁都想不到会有江湖高手被外族收买杀害朝廷命官这种卑鄙手段，柳文少的死也并不是百里庭业的错，可他却一直耿耿于怀。他听从父亲随军历练，开始很不习惯，
柳文绍一直拿军中规矩管束他，是他嫌烦想打发柳文绍走，所以他才嘴欠说柳文绍能干，应该为国出力。轩辕觉把手按在百里廷业肩膀上捏了捏，以示安慰。别多想了，不管有多少困难，这次一定宰了他。我明知道他功夫不好，还嫌他烦，打发他走。百里廷业抬起头，眼眶微红，看着前方燃烧的火焰。我应该跟他一起去的。轩辕觉看他，你要是跟他一起去了，我现在只能孤军奋战了。百里廷业苦笑，他知道轩辕觉的意思是他再也打不过罗时海，去了不过就是多死一个人，可他还是宁愿当初陪着文绍去，一起死也算对得起兄弟。这些机关你怎么看？百里廷业收拾了下心绪。按理说罗时海不可能知道我们追过来了，难道是对付那些进山的江湖人的？轩辕觉也猜不出来，摇摇头。他们匆忙赶来，对永州府不熟悉，很多事情都没来得及了解清楚。百里廷业道：罗时海心狠手辣，仇家不少，那些江湖人会不会都是找他来寻仇的？那可不行，他必须死在我们手里。百里廷业着急，不像，这山里可能藏着别的事。不过无论什么，我们都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抓住罗时海。那些江湖人什么恩怨，先不理会。轩辕觉让他稍安勿躁。百里廷业点头，对，先抓到人再说。轩辕觉拍拍他，夜深了，先休息吧。说完，轩辕觉就靠着石头闭上眼睛。他们只想报仇，不知道的是，这座山已经成为江湖人的欲望之地。所有踏入这片土地的人，只要相遇，不是你死就是我亡，未知的危险也正在一步步逼近。半夜，人马正熟睡中时，林中突然传来悉悉嗦嗦的响动。守夜的士兵发现后，还未开口，轩辕觉就已经睁开了眼睛，看向前方的树丛。百里廷业把手放到身边的剑上，大概10几个人。士兵就近一个个推醒了身边的人，起身列队，悄声戒备。4个贴身暗卫在最前面站成一排，挡住身后的轩辕觉。人踩在落叶堆里的响声越来越近，随着树丛杂草的晃动，就见几个拿着刀的人探出头来。他们都穿着统一的青衫，白色领口，腰间系白色宽腰带。那几个人看出外面的情景时，同时愣了一下，但也只是一下。转瞬几人就面露杀意，其中一人大喊道：兄弟们找到了，叫人！轩辕觉本想问他们是什么人，还没等开口，那些人就从草丛中冲了出来，二话不说挥刀就砍。挡在前面的暗卫被迫还手，瞬间就打了起来。轩辕觉后退，抬手示意身后的人先别动手，先让暗卫擒住他们问个究竟。可对方人马里有人吹响了哨子，声音传出去后，林子里很快大量动静传来，还隐隐有火把的光亮。大批人从4面8方聚拢过来，那些人叫喊着冲出树林，同样见他们就砍，吓得还是死守，刀刀致命。轩辕觉得人马自然不会站着被砍，随着出来的人越来越多，双方转眼就打在一起，喊杀声一片。轩辕觉都来不及去想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就也被迫出了手。这些人里有些功夫很好，衣着也眼熟，是在永州城街上见过的江湖人。林子里汇集过来的人越来越多，从衣着可以看出是一个个不同门派。轩辕觉不知为何这些人突然联手围攻他们。看着四周倒下的兄弟越来越多，他拉住手上剑已经见血的百里廷业，下令撤退。轩辕觉等人再次被围住，不过既然他们知道是误会，就不想再动手，示意2个贴身暗卫上前。青羽和飞羽会意走上前一拱手，青羽道：这位道长，我想这其中有误会，我们和地上……我呸！别想耍花样！
青羽话没说完，被道士打断。道士往地上狠狠啐了一口：“死到临头还想狡辩，我今日非杀了你们，为师兄和众弟子报仇。”两个暗卫对视一眼，青羽又道：“各位江湖前辈，请听我一言，这些死去的黑衣人同我们毫无关系。实不相瞒，我们是永州衙门的官兵，进山是为了捉拿逃窜的山贼。当我们是3岁小孩啊！”一粗犷大汉吼道：“这黑风岭小鬼都不敢进来，当兵的会为了抓山贼冒险？哼，你要是官兵，老子就是主持正义的天兵天将。”童盟主，别跟他们废话了。道袍老者显然很不耐烦，拂尘一甩，飞起一掌对着青羽天灵盖袭来。那深厚的内力一看就是江湖高手。轩辕绝眼睛一眯，一个闪身过去，抓住青羽肩膀往后一拉，抬手和老道士对了一掌。老道士被打得飞了出去，落地后连推了几步，被身后的弟子扶住，张嘴吐出一口鲜血。其他门派的领头人都面露惊愕，他们没想到轩辕绝看着年纪轻轻，内力如此深厚。他们都是些不大不小的门派，进山目的相同，原本也是各自提防的。自从几日前分别被一伙来路不明的黑衣人袭击，伤亡惨重后，就达成了共识，先联手对敌。如今一看遇到强敌，最直接的办法就是一起上。交换眼神后，几个门派头领心领神会，同时跃起出手袭向轩辕绝。火赤果之所以难得，是因为它非常难成熟，果子由白变红需要10几天，期间它不能被任何活物触碰到，一旦被什么蛇虫鼠疫污染，果子就会很快腐烂掉落。所以整座山上每年也难得有一株火赤果能存活下来。为此，叶婉婉花了不少钱买了许多防虫药材，她将那些药材磨成粉，在草周围撒了一圈，保护它不被蛇虫鼠疫靠近。不过这些药粉药阵就要重新撒一遍，这也是叶婉婉为何一定要进山来守着的原因。山里的时间过得很快，转眼3天就过去了。叶婉婉每天除了照看火赤草，就是带孩子了。这山谷的风景美得像一幅画，那个孩子每天自己玩得很开心，地方够大，撒欢儿的玩，他也不用担心有拐子偷孩子，倒是要比在外面更省心些。竹屋门前的银杏树落了满地叶子，两个孩子很喜欢在树下玩，可中间隔着一条小溪，成人步子大点能跨过去，孩子就没办法了。这一天来回提溜着两个孩子10几遍后，第2天叶婉婉就用木板做了个桥。不止如此，他还在竹屋旁扎了个栅栏，在银杏树下做了个秋千。栅栏是用来养兔子的，兔子是他在前面林子里抓回来的山里的野兔子。小叶欢又喜欢跑出来玩，一撒手就又跑了。孩子一闹，他就要重新去抓。来回设陷阱抓了好几次后，他干脆弄了个栅栏，抓了10几只兔子关起来，跑了就从栅栏里再拿一只，不用来回往林子里跑。两个孩子对秋千也喜欢得不得了，没事就坐在上面荡着玩，把包子馒头掰碎了放在上面，还会有树上的小鸟飞下来吃。相较于同龄孩子，叶婉婉觉得她的一双儿女算是很好带的了，只要有的玩就会很乖，不哭不闹也不打扰他做事儿。在山里的空闲时间，叶婉婉也一点不浪费。这山谷周围长了许多的丹子草，这种草药治疗风寒有奇效。他今日早晨趁孩子没醒，就去摘了2箩筐回来，晒干了准备带回去。每年入秋之后，气候不稳定，感染风寒的人会剧增，永州城丹子草的需求量也会大大增加。他每日摘一些晒干，出山的时候带出去卖给各大药房，会是一笔不菲的收入。不止如此，他还在后山的石壁上发现了不少龙须草，专门治疗内伤用的，一般人用不起，比金子都贵。
正琢磨着哪天有时间弄根绳子从山上掉下去摘。见两个孩子在树下玩耍，叶婉婉筛好药材后就进屋捣药了。火吃草每天需要大量的驱虫药粉，都需要她一点一点手动磨成粉。门外，两个小家伙将早上吃剩下的包子掰碎了，放在秋千上，就跑到小溪对面蹲成一排，拖着腮帮子，等着树上的鸟下来。等鸟吃完了，小叶真跑过去，爬上秋千坐着玩，扬着脸和树上的小鸟说话。小叶欢就跑去栅栏里，抓出一个他最喜欢的小兔子，抱出来后刚跑到树下，就被树枝绊了一跤。小叶欢摔在落叶堆里，手里的兔子跑掉了。他爬起来看着哥哥只跑掉的兔子。小叶真坐在秋千上晃着腿，歪着脑袋一摊手，跑掉了。小叶欢扁扁嘴，回头看门口，没找到叶婉婉人，转身自己追着那只兔子跑了。小叶真一见妹妹跑了，也从秋千上爬下来，喊着妹妹追出去了。小兔子一蹦一跳的进了林子，两个孩子也就跟着跑进了林子里。一进去就见到落叶堆里躺着一个人，面色惨白，双目紧闭，浑身都是血。两个孩子手拉手，瞪大眼睛看着。小叶欢突然开口：爹爹，不是爹爹，不许胡说，阿娘要生气了。小叶真鼓起腮帮子，气呼呼：爹爹，爹爹！小叶欢重复叫着。小叶真也拿妹妹没办法，见地上人肩头在流血，就跑过去拿出帕子按在伤口上，回头对妹妹道：他在流血，妹妹，你去找阿娘来。小叶欢眨了眨眼，转身就往竹屋跑。叶婉婉在屋里忙了一会儿，往窗外看，没见两个孩子的身影，正想出去看看，门外就传来脚步声。竹屋的门槛有些高，小叶欢扒着门槛爬进来，跑过来就一把抱住他的腿，扬起脸道：爹爹。叶婉婉拨弄着箩筐里的药材：什么爹爹啊？爹爹，爹爹！小叶欢重复喊了几遍。叶婉婉蹲下捏他脸：你又怎么了？哪有爹爹呀？哥哥呢？阿娘有事情做，先去找哥哥玩好吗？爹爹！小叶欢抓住他袖子，就把他往外拉。叶婉婉将女儿抱了起来：好了好了，欢欢乖，等阿娘忙完了，晚点带你们去后山游水好吗？可不管他怎么说，小叶欢还是不停地叫着爹爹。叶婉婉想把他放下，小家伙死死抱住他的脖子不放，没办法，他只能抱着孩子坐到药碾前。小叶欢还在重复叫着爹爹两个字。叶婉婉由他闹，抓了一把药材放在药碾里，单手碾药。孩子抓着他衣服晃，情绪越来越激动，最后一仰脸，哇的一声哭了起来。叶婉婉被吓了一跳，起身来回走着，拍着背哄，可怎么哄小叶欢还是越哭越厉害。叶婉婉无奈，只能顺着他：好好好，去找爹爹，爹爹在哪儿呢？小叶欢哭着指外面，叶婉婉就抱着孩子出去，看了一圈，发现原本应该在门口的玩耍的小叶真不在，心口突的一下：我去，诈尸啊！话音说完，地上的人突然动了一下，叶婉婉被吓得噌的一下跳开，动了一下之后又没动静了。叶婉婉又等了一会儿，凑近查看，虽然看情况好像死定了，但犹豫了一下，她还是过去蹲下，抓起男子的胳膊号脉。这一号脉，惊讶地睁大眼睛。叶婉婉又抬头看了看，头顶满眼不可思议：不是吧，竟然还有气！有气就得救人。叶婉婉快速检查了一遍男子全身上下，发现伤的不是一般的重，除去把脉发现的严重内伤，腿也断了一条，右手脱臼，左肩被树枝扎透了，血肉模糊，腹部也在流血，还有手臂的刀伤和全身上下各种擦伤不计其数。检查完伤势，叶婉婉将男子脸上的碎发和落叶拨开，凑近看了看面容后，不禁挑眉，忍不住啧啧道：
长得还蛮好看的嘛，遇到我也算是你命大了。找了树枝过来，先简单处理了下男子的腿和胳膊，之后叶婉婉又做了个简单的托架，为了吃奶的劲儿，才把人拖回了主屋，把人安置在空置的一间房间里。叶婉婉忙前忙后，烧水接骨，处理伤口、煎药，足足忙了2个时辰。终于处理完后，抱着从男人身上脱下来的满是血的衣服出来，随时一扔，就累得瘫坐在地上。小叶欢看见了，跑到跟前，开口又是：“爹。”叶婉婉欲哭无泪，一只手轻轻戳他脑门，一手揉着腰。他哪里是你爹呀？他是我爹，累死我了。亲爹都没这么伺候过，非亲非故的，这是图什么呢？万一死了，心里还落个疙瘩。叶婉婉多少有点后悔把人弄回来了，可现在也没办法，救都救了，总不能又扔出去。他也只能尽人事听天命，晚上又煎了一副药喂下去。第2天，秉着好人做到底的原则，叶婉婉天才蒙蒙亮就编了个藤条，从后山的石壁爬下去，把龙须草摘了回来。煎药喂下后，发现有了好转，他这才松了口气。就这么又过了2天，比金子还贵的龙须草灌下去3副，男子脉象终于好转。叶婉婉估摸着人应该是快醒了，和2个小家伙坐在门槛上啃玉米的时候，嘀嘀咕咕说道：“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那个叔叔看起来很有钱的样子，等出去以后就让他给我们造一座纯金的7级浮屠，要不然怎么对得起我给他用这么贵的药？”早饭过后，叶婉婉忙着去后山照看草药，2个孩子就在屋子里看着床上的人。几天下来，叶婉婉发现了2个小家伙貌似对这个陌生人很感兴趣，特别是欢欢，没事就喜欢趴在床边看着他。他苦口婆心地解释，这人真不是他爹也没用，说多了就一扁嘴，满脸委屈的要哭。他最近就开始琢磨，闺女看到个男的就叫爹，会不会也是某种病症啊？昏迷的轩辕决一直处于噩梦中，梦里尸横遍野。他带着兄弟们和一波波戴着鬼面具的人缠斗厮杀，精疲力尽，饥寒交迫。兄弟一个个倒下死在他面前，最后只剩他一个人。他怎么也走不出这座山林，花草树木都变成了厉鬼，扭曲着在嘲笑他无能护不住兄弟。无力感一步步将他吞噬，像一只无形的手扼住他的喉咙，喘不上气。突然他猛地睁开了眼睛，眼前的一切都消失了，看到的是竹子编造的屋顶。我竟然还活着，这是哪里？轩辕决盯着屋顶看了许久，记忆才一点点慢慢回笼。他们进了黑风山，却无缘无故被大批的江湖人追杀。他出手太重，打伤了一个道人。一场混战后，事情愈演愈烈，整整3天，他们和同样迷失在这片山林的江湖人追逐缠斗，无论他们怎么解释都没用。死伤的人越来越多，他们在林子里兜兜转转，散落的尸体随处可见。可只要他们有一处稍作停留，就会被发现，然后开始下一轮的厮杀。所以人都早已精疲力尽。轩辕决感觉喉咙干哑，像火烧一样，全身上下的伤也都被处理过。他动了动右边的胳膊，发现被固定动不了，牵动伤口后疼得抽了口气，再次确定了自己还活着。他闭了闭眼睛，继续回忆。第4日，他们再次遭遇大批江湖人围攻，那是一场恶战，他带的人死伤过半，可能是2方打得太狠了，不知道谁触发了山里的机关。为了躲避机关，他和百里亭也带的一部分人马走失了。等他带着人闯出机关阵后，陈郎中吓破了胆，他去追被人埋伏，从背后偷袭了一掌。他和陈郎中一起从山坡滚了下去，黑羽、白羽也跟着他跳下山坡。之后大批江湖人追着他们，
在囊中惊吓中已经失控，四处逃窜，最终还是走失了。他和白羽、黑羽也与队伍失去了联络。那些穿着奇装异服、长相怪异的江湖人功夫很好，他们身单力孤，很快都负了伤。一直到天黑，他带着2个已经重伤的暗卫怯战怯退，被逼到一处悬崖边。对方人多，他出手也重，交战让山顶的石壁崩落，山壁都裂开了缝隙，接着就是接连不断的爆炸声。等他意识到是山底下埋了轰天雷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地面裂开，整座山都在摇晃，不少江湖人都炸死了。他挽着重伤的白羽、黑羽站在悬崖边，无处可躲。随着一声巨响，整个山头都被炸飞了。他被爆炸产生了巨大冲力，抛出了山崖。越想越多，轩辕觉觉得头疼欲裂。他用左手撑住床板想起来，起了一半又跌了回去。左肩传来剧痛的同时，发现自己的腿也动不了，虚弱让他连起身都起不了。正想开口问有没有人时，门嘎吱一声被推开了。轩辕觉马上扭脸看去，没看到人，却听到了轻微的脚步声越来越近。随后他视线往下，看到了2个娃娃。小叶真刚带着妹妹在外面玩了一会儿，就想起阿娘说的那个叔叔今天可能就会醒过来了，所以带着妹妹进来看看。看到人真的醒了，小叶真惊奇地睁着一双亮晶晶的眼睛看着，觉得阿娘真厉害，什么都知道。过了好一会儿，床上的人动了一下，貌似想起来，小叶真这才松开了妹妹的手，跑过去。不可以，你不能动，阿娘说了，不可以动的。轩辕觉看着眼前可爱的孩子，虚弱地勾了勾嘴角。娃娃，你们是谁？这是哪儿？我是叶真。小叶真奶声奶气地认真回答，然后拉过旁边的小叶环。她是我妹妹欢欢。轩辕觉看向旁边，视线却在看着小孩脸的时候愣住了。这孩子不是那日在青楼门口拉着他叫爹爹的小女孩吗？怎么会出现在山里？还是说他已经出山了？想起一起进山的兄弟，轩辕觉心中泛起惊涛骇浪。如果他已经出山了，那其他人呢？轩辕觉知道肯定不是这2个小孩救的自己，他带着疑惑问道：你们家大人呢？阿娘去后山照顾瑶瑶了。后山？轩辕觉心中着急，费力撑起一点身体。我现在在哪儿？永州城？小叶真仰脸挠头，认真想了想。阿娘说这里叫黑风山。轩辕觉一脱力，又倒回床上，看来还在山里。这就奇怪了，这黑风山如此凶险，危机重重，为什么这2个孩子会在这里？小叶真看到床上的人嘴角发白干燥，歪着头问：叔叔，你要喝水吗？轩辕觉扭脸看他，2个小孩长得有8、9分相似，圆圆的脸蛋上一双大眼睛亮晶晶，一笑眼睛弯成月牙，还有一对小酒窝，着实可爱。年纪和他的明儿差不多大，性格却是全然不同。明儿见他赛过老鼠，见了猫，从小到大他都没抱过几次。百里亭也常说这很正常，他老是冷着一张脸，只要是小孩见了他都怕。可在这2个孩子身上，他却没有感受到一点惧怕的意思。叔叔，要喝水吗？小叶真又问了一遍，打破轩辕觉的沉思。看着孩子纯真可爱的面孔，轩辕觉任是防备心重，也没办法对着这么2个小娃娃，动了动干哑的喉咙，点头。小叶真马上开心地跑到桌边，爬上凳子倒了杯水。他先将水放在一边，搬着张小凳子到床边，然后捧着水杯摇摇晃晃地爬上凳子。轩辕觉看着孩子小小的，还不够床沿高，就想起来自己喝。刚动了一下，小家伙就皱着眉头急了：哎呀，不要动！你怎么不乖啊？
多血，不可以乱动的。轩辕觉被他气鼓鼓的样子逗笑了，躺好不再乱动。他没想到自己有一天会被一个4、5岁的娃娃照顾。小家伙用小勺子舀了一勺水，慢慢送过来，到他嘴边的时候已经漏了一半了。虽然慢，但是小家伙无比认真，还会用袖子给他擦嘴角的水，就这么喂了2杯。轩辕觉摇摇手说不要了。小叶欢也爬上凳子，在轩辕觉喝水的时候就一直趴在床边看着。轩辕觉看着他睁着双大眼睛不说话，就也嘴角含笑地看着他，确定就是那天遇到的小女孩，这小呆样一模一样，不是自己伤中眼花。这么看来，救他的人应该就是这孩子家人。轩辕觉不由想起那天看到的半张脸都是伤疤女子。小叶真放下杯子，就也跑回来，爬上凳子看着他。轩辕觉瞧着这2个孩子，连日厮杀变得凶狠的目光也柔和了。叶婉婉从后山回来，看门口没人，就朝屋里喊：真儿，欢欢在哪儿呢？是阿娘回来了。小叶真应了一声，迅速爬下凳子跑出去，嘴里喊着：阿娘，那个叔叔醒了。叶婉婉听到了，眼睛一亮，忙放下手里的箩筐，跑到房门口和开门跑出来的小叶真遇上了。小叶真十分开心，蹦跶着拉着他进门说：阿娘，叔叔醒了，我刚刚有喂叔叔喝水。叶婉婉摸他脑袋，真乖。轩辕觉一直看着门口，果然看到进门的人就是那天街上见过的女子，穿着水蓝色布衣，头发随意地竖着，全身上下没有任何装饰，朴素干净。叶婉婉跨过门槛，一抬头，对上一双漆黑如墨的眼睛，顿时愣了愣，觉得这娘的人真是肤浅的高级动物，长得好看真的很加分啊！瞬间让他感觉这几天的劳累也没有那么不值得。毕竟这么帅，死了多可惜不是？花痴片刻，叶婉婉就迅速回归现实，自己一个带着2个孩子的寡妇，还是不要瞎想些有的没的。叶婉婉走到床边，居高临下：你觉得怎样？好多了，多谢姑娘救命之恩。轩辕觉咳嗽了2声，哑声道。叶婉婉把扒在床边的小叶欢提溜下来，自己坐在床边，掀开被子，抓住他里面那只手号了会儿脉，点头道：确实比昨日好多了。说完，他伸手去解轩辕觉身上的里衣。轩辕觉动不了，任由他解开自己的衣衫，查看肩膀和腹部的伤口。他静静地看着眼前人，近看脸上的疤痕更明显了，可他却被那双眼睛吸引，并不觉得疤痕狰狞可怖。如果没有脸上这些伤，这妇人定会是美人。其实看2个孩子就知道，女子原本的样貌一定不差。孩子的眼睛完全继承了娘心，铜黑曜石一般明亮漂亮。叶婉婉凑得很近，仔细查看伤口的愈合情况。等检查完肩膀，抬头才看到床上人盯着他看。他坐起身笑，抬手摸脸，因为想到人这2天可能会醒，所以他今天起来后就把假伤疤贴上了，也算是有个先见之明，省去很多麻烦。毕竟别人就算再帅再好看，也跟他没什么关系不是？什么都比不上安安稳稳带着孩子过日子重要。他将对方衣服整理好。公子大可以把眼睛闭上，我生的丑，可别这么盯着我看。轩辕觉轻轻摇头。外貌不过是浮于表面的皮囊，姑娘人善，不必妄自菲薄。叶婉婉笑了笑，这帅哥还挺会说话的嘛。轩辕觉还装着满肚子疑问问道：冒昧请问姑娘是何人？我如今又在何处？我姓叶，这里是黑风山的城破谷。叶婉婉没有多说其他，毕竟不会有人无缘无故出现在这黑风山深处。她还不知道这人身份来历，也不敢让对方知道太多。叶姑娘，在下袁衡，是永州府的官差，因追捕山贼进入这林中，与同伴走失，受伤后跌落山崖。
轩辕觉听出了对方话里的防备，轩辕觉不得已隐瞒了真实姓名。轩辕是皇族姓氏，大耶国的人都知道，所以他不能说。元衡这个名字是他小时候拜师学艺时，他师父元熙真人给他取的，只有少数关系亲近的人会这么叫他。而说自己是永州府官差，是想告诉对方他不是来路不明的坏人。永州府的官差？叶婉婉半信半疑，虽然他不熟悉衙门的人，但是在屁大点都能传遍全城的永州府，他也没听说过衙门里有一位这么气派的官差。轩辕觉道：叶姑娘若是不信，出去后尽可以到永州府查实。这倒不用，袁公子安心养伤吧。我呢，就是碰巧遇上，就顺手救了你。至于其他的，我并不关心。叶婉婉笑笑，萍水相逢，既然别人有难言之隐，他也不会勉强。轩辕觉张了张嘴，还想说什么，想了想又咽下了。叶婉婉起身牵着小叶欢的手：公子应该饿了吧，我去准备些吃的。说完就带着2个孩子出去了。屋子里只剩下1个人后，轩辕觉躺在床上想事情。从永州府聚集大量的江湖人涌进黑风山，到东皇门掌门突然被杀，再到他们被当成黑衣人同伙追杀，他们好像在不知道的情况下被卷进了什么事情里。死了这么多兄弟，他不可能不查清楚，而所有的谜团似乎都藏在这座山里。过了一盏茶的功夫，叶婉婉带着孩子端着粥进来了。轩辕觉闻到香味儿，才知道自己有多饿。他动了动，想起来，可力不从心。哎，别动了，我来。叶婉婉放下托盘跑过去，先在床头垫了个枕头，然后俯身下去，手放在轩辕觉腰下，半抱半托的把人弄起来靠在床头，牵动了伤口。轩辕觉疼得微微皱眉。叶婉婉看他脸色又白了几分，解开衣衫看了看腹部的伤。很疼吗？有点出血了，你先吃东西吧，吃完我给你换药。轩辕觉靠在床头，露出一个无力的笑容。无妨，这点疼痛可以忍受。叶婉婉看了他一眼，端起粥碗拌了拌。这人一看样貌就是养尊处优长大的，没想到还真是条汉子。浑身上下这么多伤，醒来愣是一声没吭。要知道这山里条件有限，他治疗的时候可没用麻药。叶婉婉舀了一勺，轻轻吹了吹，这是他这么多年带孩子喂饭养成的习惯，每个动作都透着无微不至。只是当伸出手准备喂的时候，对上了轩辕觉看着他的眼睛，叶婉婉愣了下，手一顿，他默默把手收回来，莫名的尴尬在2人之间萦绕。让我儿子喂你吧。珍儿，这个是元衡叔叔，他手受伤了动不了，珍儿可以帮忙喂他吃东西吗？叶婉婉招手叫过在一旁玩的小叶珍。我可以的，叶叔叔，我喂你。小叶珍还挺开心，马上就手脚并用爬上了凳子。叶婉婉把放着粥碗的小桌子放在床边，小家伙就学着他平时喂他们的样子，认真的吹凉了，才送到轩辕觉嘴边。他在一旁边坐着，见吃完了又盛了一碗，小叶珍就拿着勺子继续喂。体贴的叶婉婉看着都有些吃味儿。昏迷了这么多天，也是真的饿坏了。轩辕觉连着吃下2碗粥才觉得舒服了些，从来都没觉得一碗普通的粥这么好吃过。叶婉婉看着，干脆把剩下的一点凉锅端了进来。不过这粥可不是普通的粥，是用带进山的腊肉熬的，是准备今日娘仨当午饭的，原本也没多少，现下被吃了个干干净净。回到厨房挽起袖子重新准备午饭的时候，叶婉婉看着已经见底的锅，想着至少还需要在山里待半个月。轩辕觉的伤势就算好转了，估计也不认识出山的路。他总不能把人往外赶，只能等到日子一出去，在山里这段时间也只能是一起生活了。从柜子里拿出面粉，准备和面做面条。叶婉婉摇头叹气道：唉，以后善心还是少发，又捡回一张嘴，本就贫穷的家底雪上加霜啊。
重新做了面条，叶婉婉又去厨房把煎好的药倒了出来。小叶真喂上瘾了，蹦跶着跟进房间还要接着喂。叶婉婉把她从椅子上拎了下来。不用你喂了，去和妹妹一起吃饭去，这药可苦了，你这一点点喂，叔叔多难受啊。把小家伙带到隔壁去吃饭后，叶婉婉才又返回来，端着药丸坐到床边。轩辕觉抬了下胳膊想伸手接，他左手不是完全动不了，只是一动会牵动肩膀的伤。别动了，就一小碗。叶婉婉按住他，把药送到他嘴边。轩辕觉抬眼看了叶婉婉一眼，就着他的手张嘴喝药。药碗随着动作微微抬起，叶婉婉闻着药味，眉头就皱了起来。这要是他配的，知道有多苦。十分佩服轩辕觉全程连眼皮都没动一下就喝完了。药喝完，叶婉婉很贴心地倒了杯水给对方漱口，然后拿起方才带进来的药箱。换药吧，伤口有些裂开了。叶婉婉打开药箱，从里面拿出瓶瓶罐罐，坐回床边，伸手开始解轩辕觉的衣衫。轩辕觉靠在床头，静静地看着他的动作。叶婉婉觉得人家许是在想，这女人怎么脱起男人衣服来这么自然吧？她也懒得解释，在战场上行医10数年，什么没见过。检查后发现伤口愈合得不错，叶婉婉就低着头，着手清理伤口，重新上药包扎。忙过中，叶婉婉感慨：哎呀，这个男人真命不该绝，全身伤得这么重，内伤一把脉就知道，不全是高处跌落摔的，还有跟人交手打的。如果不是这附近正好有龙须草，那些内伤就能直接要了他的命了。他就是想救也有心无力呀。当然也是幸亏遇到他，要不然那些比金子还贵的草药也不是谁都舍得给个萍水相逢的人用的。不得不说，龙须草也真是神药，连着3天每天一副下去，内伤就已经好得七七八八了，就是不知道最后能不能赚回来。想到这儿，叶婉婉抬眼瞄了一眼，长得人模人样，出伤后跟他结算药费应该不会赖账的吧。处理好腹部后，叶婉婉又坐近了些，俯身下去开始拆肩头的绷带。因为肩膀伤的位置，他包扎的绷带是从肩头绕到另一边腋下的，结口在右边肩头不好拆，于是越靠越近，最后干脆一只胳膊从轩辕觉脑后绕过去，随着动作，叶婉婉的头发从肩头滑落了下去，有一些碰到了轩辕觉的脸上，他闭上眼睛，微微侧开了些。两人靠得很近，叶婉婉却很小心，除了手外，身体一点也没碰到轩辕觉。对方身上淡淡的草药味，他也并不觉得反感。可九王爷从未与任何女人如此亲近过，身体有些僵硬着不敢动。叶婉婉折腾了好一会儿，才终于把绷带解开了。转脸看到身下人侧开脸闭着眼睛的样子，才察觉出自己靠得太近了些，连忙起身坐好。他发誓，他不是故意的。看到对方那一副英勇就义的神情，真怕人家觉得他在占便宜。不过想着，就自己现在这副尊容，靠这么近，别人都没说什么，也算挺有风度了。叶婉婉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只能在接下来的换药过程加倍小心，尽量不碰到对方。换好药后，叶婉婉就快手快脚地帮轩辕觉穿好衣服，留下句你好好休息，就提着药箱准备要出去。叶姑娘，等等。轩辕觉突然开口叫住了他，手已经放在门把手上的叶婉婉回过头，一双桃花眼无辜地看着他。轩辕觉轻声问道：我想请问姑娘，当日救我回来时，周围可还看到有其他人？轩辕觉是和2个贴身暗卫一起被炸，然后掉下山崖的，心里一直记挂着2人，可他现在连床都下不来，更别提去找人了。叶婉婉摇头：没有，就只有你一个人。那姑娘可否帮我一个忙？
你说吧。叶婉婉放下药箱走了回来，看床上人情绪低落的样子，心说这是怎么了？这么重的伤，大难不死不是应该高兴吗？轩辕觉虚弱地咳了2声。我有2个同伴是同我一起掉下悬崖的，如今生死未卜，姑娘可否帮我到附近寻找一下？当日他们被围攻，2个暗卫拼死护着他，爆炸之前就已经身受重伤。是这样的，公子。叶婉婉听完沉吟片刻。我把你带回来已有3、4日了，当时你就剩最后一口气。你的同伴如果是一同掉下来的话，过了这么久，人可能已经不在了。叶婉婉观察着轩辕觉脸色，小心说道：我知道，可我不能不管。他们跟了我10几年，哪怕只是知道人在何处，日后也好安葬。轩辕觉闭了闭眼，他明白叶婉婉说的一点没错。他掉下来之前只是轻伤，就差点丧命，2个暗卫基本无活下来的可能。可他实在不忍看他们暴尸荒野。叶婉婉很想劝他，要不算了，这么高掉下来指不定掉在哪里。可他看着轩辕觉，对方虚弱地靠在床头，眼中流露出的伤怀让他不禁想起上一世。他看过同胞中不知道多少人家中战死后连死在哪里都不知道，只能在满是尸骸的战场里苦苦寻找，绝望哭泣。叶婉婉心软了，她对轩辕觉道：我去附近看看吧，但愿能有奇迹。等2个孩子午睡后，叶婉婉独自一人进了林子，根据那天救人的位置计算方位，往周围寻找。大约找了2刻钟，在林中发现了2个人。奇迹之所以是奇迹，那是因为它不会一次又一次发生。轩辕觉能活下来就已经是一个奇迹了。很遗憾的，他没有降临在另外2个人身上。叶婉婉根据轩辕觉的描述，判断这就是他要找的2人。他站在早已没有了气息的2具尸体中间，轻叹一声，都是20多岁的小伙子，真是可惜了。惋惜了一会儿后，叶婉婉再次干上了搬运工。她找来2张草席，将尸体卷了，捆上绳子往回拖。竹屋里等待的轩辕觉原本是在闭目养神，因为身体太虚弱，一下就睡着了，也不知睡了多久。醒来后坐了起来，发现床头有扇窗户，就忍着疼痛伸手将窗户撑了起来。透过窗户望出去，正好就看到叶婉婉拖着尸体回来。窗外瘦弱的纤细身影走得很慢，手疼了停下来吹口气，换肩膀拉。就这么重复着连拖带拽，把捆绑的草席拖到树下。轩辕觉这才发现树下已经放着一个了。他想到了会是这样的结果，看着地上2张草席，心口抽疼。5个贴身暗卫都是从16岁跟着他，12年来形影不离。如今黑羽白羽命丧于此，他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若是他能不这么报仇心切，贸贸然的就带人进山，又何至于这么多的兄弟白白丧命于此？叶婉婉手和肩膀都快磨破了，累得腰酸背疼，累得他想扇自己2巴掌，死催的同情心泛滥，原地挖个坑埋了不是也可以吗？拖着疲惫的身体走向竹屋，他推开房门，就见床上的人正扭头静静地看着窗外。床头的窗户看出去，正好就是他停放2具尸体的地方。结果你也看到了。叶婉婉走上前，就葬在这附近吧，这里风景好。轩辕觉收回视线，抬眼就看到叶婉婉额头还蒙着一层细汗，汗水打湿的碎发贴在脸颊边，身上的衣服也脏了，双手虎口处被绳子磨得通红。轩辕觉满心过意不去。辛苦了，你也累了，下葬的事不急这一会儿。那明日一早吧，早间凉快。叶婉婉用袖子擦了擦汗，她现在也确实没有力气再去挖2个坑了。叶姑娘的救命之恩和今日的恩情，
元恒此生都会谨记在心。轩辕觉点头，接着郑重道：也不用这么客气，就是费点力气而已。突然这么严肃，叶婉婉一时都不知道接话。她并不习惯别人对她这么感恩戴德，又不是什么舍己为人的圣人，不过求个无愧于心。其实是我2个孩子发现的你，我正好会点医术，就顺手救了你的。叶婉婉觉得浑身不自在，嘴都变笨了。你也别太难过，对伤势不好，休息吧，你好好休息，我去看看孩子醒了没有。轩辕觉看着叶婉婉有些局促的样子，很明显的吃软不吃硬的性子，挑了挑嘴角。多谢。第二天，叶婉婉体力恢复，一大早就在门口的银杏树后面挖了2个坑，然后把尸体拖进了坑里。草率是草率了点，可他也没那么大本事给做2副棺材，只能裹着草席安葬了。2个孩子蹲在不远处树下看着，轩辕觉靠在床头，透过窗户看着。忙了一个多时辰，叶婉婉掩埋完成，在地上起了2个坟墩儿。2个孩子得了准许跑过来，叶婉婉带着他们鞠了几个躬。小叶真鞠完躬，看着2个坟墩儿，仰脸问：娘，这是什么呀？这是那2个已经过世的叔叔的坟墓，你们不可以乱动，不礼貌的，知道吗？小叶真点点头。他们是叶叔叔的朋友吗？死掉了吗？以后再也见不到了吗？是啊。叶婉婉拉过2个孩子叮嘱：元恒叔叔现在伤心，你们可以跟他说说话，陪他玩，但是不能说这件事，叔叔会难过的，知道吗？难得的连小叶欢也一起乖巧的点了点头。叶婉婉惊喜的摸了摸他的头，伸手挠小家伙痒痒。你这个小丫头片子，你怎么就这么喜欢他？房门再次被推开，小叶真抱着一只小兔子冲进来，放到地上后又开门出去了。同样的事儿，小家伙已经重复了许多遍。轩辕觉看着屋内满地蹦蹦哒哒的兔子，有些不解2个孩子要干嘛。叶婉婉去后山前给拿进来2个长条的木板，同轩辕觉说，等他守好了再把他2个同伴的名字刻上去，到时候再立到坟前去。留下这句话，叶婉婉就走了。屋内只剩下轩辕觉一个人，他看着靠在墙边的木板，免不了有些伤怀。就在这时，2个小家伙进来了。小叶真手上捧着一碗药，轩辕觉喝完药后，小叶欢还给他嘴里塞了一块糖，然后2个小家伙就出去了。过了一会儿，一人抱了一只兔子进来，放到地上。这还不算完，接下来2个孩子不断重复从外面抱进来小兔子。轩辕觉一直看着他们跑进跑出，注意力都被吸引了。等2个孩子终于消停了，轩辕觉往地上数了一下，16只兔子。小叶真最后一趟提进来一个小竹筐，里面装了几根胡萝卜，放到桌上后拿了一根给妹妹，自己也拿了一根蹲在地上去喂小兔子。小叶欢就更有意思了，在轩辕觉前方坐在了一个倒扣的小木盆上，啃着胡萝卜，一直盯着他看。有2个小家伙在，加上满屋子兔子一直在呜呜叫，轩辕觉就是想伤心也没时间。他对着正啃胡萝卜的小叶欢招了招手，小叶欢眨了眨眼睛，起身跑过去。轩辕觉对他笑了笑：这些兔子是你养的？小叶欢扒着床沿看着他点头，嘴里依旧小狗小狗啃着胡萝卜。轩辕觉不傻，自从醒来到现在，他都没听这孩子说过一句话。不用问也看出来了，小叶欢和正常的小孩子不一样，可这一点也不耽误这孩子讨人喜欢。5岁吗？轩辕觉喃喃着重复了一遍。轩辕觉会问孩子年岁，是因为相处2天下来，他不得不承认了一件事：百里庭叶说的没错，这孩子像他，太像了，像到他甚至生出一个荒唐的揣测。所有人都知道，他轩辕觉有一个儿子叫轩辕重明，如今4岁3个月，却没有人知道这孩子出生后，他就怀疑孩子根本不是他的，
当年在朝晖楼醒来后，他身边躺着衣衫不整的廖太师次女廖彩莹，事情闹得满朝皆知。不久之后，太医就诊断廖彩莹有了身孕，皇帝为了安抚廖家，只能下旨赐婚。即使知道是廖家设的圈套，他也不得不遵旨娶了廖彩莹。成婚后，廖彩莹在孩子刚8个月的时候就摔了一跤，早产了。这是轩辕觉产生怀疑的第一件事。第二件事，这个孩子生下来身体十分康健。8年前，轩辕觉曾在南疆被苗人暗算身中蛊毒，回到帝城后一直秘密医治。噬髓蛊是天下10大奇毒之一，其恶毒之处就在于身中蛊毒之人若繁衍后代会代代相传。他师父元熙真人好友的徒弟霍清河耗时3年多才研制出解药。轩辕觉那时已经被越来越频繁的毒发折磨的身体日渐虚弱，可他却不愿接受解毒治疗，只等着孩子出生后要把解药留给孩子。只是没想到霍清河看过孩子后发现一点问题都没有。过后霍清河同他说，要么这孩子福大命大出现了奇迹，要么这孩子根本就不是你的。轩辕觉知道霍清河只是不想把话说得太明白，太师和当朝皇叔的结亲牵一发而动全身，他没有证据，不想惹祸上身。轩辕觉最后选择了隐忍不发。解毒后，他再次带兵出征南疆，之后又因为追查柳文绍的死，常年奔走在外，对孩子也没怎么过问。那孩子也一样，虽叫他一声父王，却对他不亲，甚至很害怕，满地跑后见了他就躲，日子一场愈发生疏。如今孩子4岁多了，轩辕觉竟也没有什么当父亲的感觉。火赤果的生长状况很好，叶婉婉看着已经红了一半的果子，心情也很好。撒完药粉后，又在附近挖了一些当归黄芪才回去。路上想着炖兔肉肯定不能给2个小家伙知道，家里养的兔子不能用，要去林子里再逮一只，还要偷偷宰掉才行。正想着，已经到了家门口，叶婉婉经过栅栏扫了一眼，呆住了。火兔子呢？栅栏的门关得好好的，怎么一只都没了？2个孩子很听话，他教过进出门要关好，这几天一直都是照做的。那些兔子突然长了翅膀会飞不成？正疑惑，叶婉婉听到屋子里有声音传出，就放下东西跑了进去。开门脚下差点踩到一只兔子。哇！叶婉婉惊得叫了一声，看着满地的兔子。真儿，你越来越皮了呀，怎么把兔子都抱进来了？小叶真看着叶婉婉照例冲过去就抱腿，扬着脸说，抱进来给演叔叔玩的。叶婉婉哭笑不得，叔叔是大人，不玩小兔子，小兔子离开了窝一直叫，会打扰叔叔休息的。说着，叶婉婉一抬头，看到床上的轩辕觉怀里有一只兔子，心说，好嘛，你还真玩上了呀。轩辕觉也觉得有一点点尴尬，就把兔子还给了小叶欢。想他堂堂九皇叔，驰骋沙场的铁血男儿，没想到竟也有一天和2个小娃娃躲在屋子里玩兔子。你要是喜欢它就抱着吧，干净的。叶婉婉忍着笑走到床边。你这只手能动了也少动它，扯着伤口好得慢。来，我看看你这只胳膊。轩辕觉的胳膊已经被竹宝固定了4、5日，叶婉婉查看了下恢复情况道，差不多了，过2天就可以拆了。轩辕觉不关心手臂，而是看了看自己不能动弹的腿。姑娘，我的腿还能好吗？放心吧，骨头接上了，瘸不了。不过要想下地行走，至少需要好好休养1个月，彻底恢复需要3个月。过几日给你弄个拐杖，你可以下床了，不用整天躺床上。不过还是要小心那条腿，别用力。叶婉婉顺手抱起凑过来的女儿。姑娘医术高明，愿和3生有幸得遇姑娘大救。轩辕觉清楚自己伤的有多重，是真心佩服叶婉婉医术高明。
坐起来微微弓了一下身，叶婉婉赶紧去扶他，略无奈道：公子，你已经谢了很多遍，真的不用再谢了。轩辕觉刚想再张嘴，叶婉婉抬手制止。行了，什么都不用再说了，你还是休息吧，我还有事情要去忙。来到这里5年多，叶婉婉也不过是乡村野妇的身份，平时接触的都是些平民，没人会对她这么客气。她也大大咧咧惯了，一看轩辕觉又开始了，觉得还是别待在这儿，放下小叶欢就起身出去了。出去前叮嘱2个小家伙把满屋子的小兔子抱回去。轩辕觉看着转眼跑得无影无踪的人，对跑到眼前的小叶真笑了笑。你娘倒是挺有意思，救了人却不接受道谢。俺娘说谢不谢的无所谓，又不能当饭吃，不实际。轩辕觉好奇，那你娘想要什么？钱财？小叶真仰脸想了想，俺娘说救人一命，奇迹图图。那个叔叔干起来很有钱，药很贵，让他造一座纯净的奇迹图图。叔叔，奇迹图图是什么呀？可以吃的吗？轩辕觉愣了一下后，没忍住扑哧一声笑了。叶婉婉可不知道儿子把他给卖了，还在想着救人救到底。轩辕觉气血两亏，除了养还要补。趁着孩子午睡的时候，就去林子里打了只兔子，偷偷杀了，加上黄芪当归，炖了一锅药膳。晚上的时候，先让2个小家伙吃完了饭，然后才端着药膳进了轩辕觉房间。盖子一开，满屋飘香，小叶真立马蹦跶着说也要吃。叶婉婉伸出一根手指晃了晃，不行哦，这个里面加了药材，是给恒叔叔补身体的，小孩子不能吃，吃了肚子会痛。小叶真撅个嘴，好吧，那我要喂眼叔叔吃。行，给你喂。叶婉婉把小桌子放到床上，她也没打算喂食什么的，太尴尬了。还好这小家伙积极，这2天一直在帮忙。小叶真轻车熟路地搬了凳子过来，爬上去站在床边，夹了一块肉送到轩辕觉嘴边。轩辕觉早就闻出了药材味儿，吃了2块后吃出了是兔肉，就看向叶婉婉。这是兔。话没说完，站在床边的叶婉婉直接扑过去，用手一把捂住了他的嘴。叶婉婉惊了一跳，先看了眼儿子，看小家伙只是歪着头疑惑他在干嘛。一旁小叶欢抱着兔子在旁边玩，也没听到什么，他这才松了口气，回过头盯着轩辕觉。是鸡肉，山里的野鸡，我好不容易才打到。轩辕觉被捂着嘴巴点了点头，也看了看2个孩子，知道差点说漏嘴。生平第1次被人捂嘴的九王爷，点完头就静静看着眼前人，无畏容貌，他就是觉得这女人挺有趣。叶婉婉光顾着庆幸，还好没被2个孩子听到，直到手上被温热的气息掠过，才发现自己还捂着对方的嘴巴。他猛地一下松手站起来，把手背到身后。轩辕觉挑了挑嘴角，这鸡肉味道不错。那你就都吃完吧。叶婉婉望天背着手出去了。山里湿气重，隔2天就要用药给2个小家伙泡脚。当晚泡脚的时候，2个小家伙排排坐着，叶婉婉坐在对面，在木盆里试水温。小叶真就问他道：娘，我们还要在这里住多久啊？还要10几天吧。怎么了？觉得没意思，想出去了？叶婉婉往木盆里加了些草药。有意思的，可是这里都没有人，我想和牛牛哥哥一起玩。那陪着阿娘再住几天，等出去了就可以找牛牛哥哥了，好吗？小叶真乖巧点头。好。叶婉婉将2个小木盆放在孩子脚边，拎走了小叶欢腿上的兔子。来，给阿娘，泡完脚就睡觉了，明天再玩。把兔子放到一边，叶婉婉拿着小叶欢的脚放进木盆里。
然后才起身把兔子送回了门口的栅栏里。回来就见两孩子都起身站在木盆里踩水玩，水都溅到地上了。叶婉婉佯装生气：“真儿，你又乱叫妹妹，一会儿衣衫湿了，阿娘就揍你。”小叶真咯咯笑着坐好，旁边小叶欢也有样学样，马上坐好，一起看着他卖乖讨好。叶婉婉也没脾气，坐在两个小家伙对面。泡完脚就睡觉了，过几日阿娘带你们去后山游水，再看看能不能抓到鱼，我们做糖醋鱼吃。小叶真仰着脸：“那我先带圆眼叔叔一起去吗？”叶婉婉拖着腮帮子：“叔叔脚受伤了去不了，等他好了再说吧。”小叶真叹了口气，似有心事。叶婉婉觉得好笑，豆子这么大点儿就唉声叹气的笑问道：“怎么了？”“阿娘，圆眼叔叔伤好了，要跟我们一起回家吗？”“当然不是啊，等出了山，叔叔就回自己家了，不跟我们一起的。”叶婉婉揉了揉小叶真脑袋：“为什么呢？阿娘捡到了眼叔叔，我想养吗？”小叶真拧着小眉头不开心：“啊？”小家伙一句话，叶婉婉差点没一屁股坐地上，双手捧着他白嫩嫩的小脸蛋揉搓。“胡说什么呢？是我捡的吗？明明就是你们两个小东西捡的。再说了，那是个人，不是以前捡的那些小动物，是想养就能养的吗？”小叶真鼓着腮帮子不开心：“风爷爷呢？风爷爷也是人，我为什么可以养？”叶婉婉失笑：“那不一样的。”“哪里不一样？真儿喜欢眼叔叔，阿娘养他吧，带他回家好不好？跟我们住在一起。”小叶真哼哼唧唧开始撒娇，叶婉婉哭笑不得。他的儿子他了解，这小家伙别看平时嘴甜又乖，其实非常倔，认定的事儿非做不可。他要是不打消他这个念头，小家伙非闹不可。叶婉婉认真想了想：“真儿，你听阿娘说啊，其实不是阿娘不想养他，是他太能吃了，阿娘养不起。”一墙之隔的轩辕觉因为口渴坐起来，拿了床边的茶杯喝水。刚喝进去就听到叶婉婉那句他太能吃了，被呛了一下直咳嗽。竹屋隔音不好，他有内力深厚，隔壁房间的人有什么动静他听得一清二楚。昨晚就听叶婉婉讲了一晚故事。方才轩辕觉原是躺在床上，想着还迷失在山里的其他弟兄，思考接下来该怎么办。可隔壁一说话，他就只能被迫当个听众。听着听着就听到话题到了他身上。对于小叶真说的话，他只当是童言无忌，只是没想到叶婉婉说不想养他的理由是他太能吃了。轩辕觉开始回想，反思是不是真的吃的太多了被人嫌弃。小叶真小脑袋瓜转了转：“是这样吗？可是阿娘不是说眼叔叔有钱吗？”说完就鼓着腮帮子看叶婉婉，那意思阿娘你骗人。叶婉婉被噎了一下，想抽自己一嘴巴，怎么就什么话都当着孩子面说？阿娘说她有钱是她家里的，我们要是把她带回家养的话，就要我们自己花银子养她了。叶婉婉装出一副伤心样：“你看呀，阿娘要养你和妹妹，要养小兔子和小毛驴，还要养风爷爷，已经没有钱养元恒叔叔了。他这么能吃，养他要花很多银子的。”“是哦。”小叶真想了想也是，阿娘养他和妹妹都要花很多钱了，再多养一个就太辛苦。小家伙低下头有些低落，小声道：“那好吧，那就不养了。”叶婉婉摸摸头夸他乖，心想小样儿，跟你老娘都还嫩点吧。泡完脚，叶婉婉就把两个孩子弄上床睡觉。许是因为知道不能养隔壁叔叔，两个小家伙都情绪不高。叶婉婉给他们讲故事，好半天才哄睡着。
等孩子睡着后，叶婉婉又爬起来，去了厨房，找到抓兔子时顺手捡回来的棍子，想着用来做拐杖刚好。山里的月光皎洁明亮，比屋里的烛光还明亮。加之担心动静吵醒孩子，叶婉婉出了屋子，坐在了门口的台阶上，拿出随身带的小刀，开始削棍子的表皮。轩辕觉一直听着隔壁的动静，听到讲故事的声音越来越轻，本以为三人睡着了，没过一会儿，却又听到起床开门出去的声音。他侧耳听了好一会儿，也没听到叶婉婉再回来，反而是门口传来一些奇怪的动静。轩辕觉起身推开了窗户，就见到竹屋门口叶婉婉坐在台阶上，手里拿着一把匕首，正在专注地削一根棍子。山里的夜很吵，他却很静，仿佛被隔绝在外，连清冷的月光洒在他身上都变得温柔安逸。转眼又过了3日，今日一早，叶婉婉给轩辕觉检查了一遍全身的伤势，发现肩膀的伤已经大好，胳膊也能活动自如了，就将手臂的甲板拆掉了，只是为了帮助恢复，还需挂在脖子上吊2日。腿上用来固定的竹板还不能拿掉，不过也已经能够辅助拐杖下地了。在床上躺了6、7日，轩辕觉早就已经躺不下去了，得了允许，就拄着拐杖到主屋门口走了一圈。2个小家伙跑前跑后的跟着，给他介绍着山谷里的事物。不过轩辕觉也只在门口晃了一圈，就被叶婉婉赶回屋了，还让2个小家伙做监督，看着他不让他多走动。这段时日相处下来，2个孩子对轩辕觉已经十分亲近，轩辕觉也喜欢陪他们玩，有他们日夜陪伴，他心情好，伤势也好得快。2个孩子乖得让人没办法不疼，就像早上轩辕觉在门外走了一圈，只是随口说了一句花开得好看，小叶欢就从外面摘回来10几种不同的花，放在桌上送给他。孩子虽然不说话，可做的每一件事儿，他都能感觉到孩子对他的善意。抓住又要往外跑的小叶欢，轩辕觉单手拎着放到自己腿上，用袖子给他擦了擦额头，喊：欢欢，不用再摘了，这些就够了，叔叔很喜欢。小叶欢举着手里的黄色小花，对着他笑了笑。轩辕觉接过来，将花插到他耳朵后，摸了摸他脑袋，真好看。他不得不承认，他非常喜欢2个孩子，甚至已经超过了叫了几年父王的儿子。晌午后，轩辕觉再次拄着拐杖走出房门。他有件事情很好奇，好奇叶婉婉和2个孩子为什么会在山里，好奇他每天都在忙什么。除了送1日3餐和换药，他总是在忙，还总往后山跑，一瘸一拐地往另一间房走。没到门口，就听见里面有咚咚咚捶东西的声音。房门并没有关，轩辕觉走近就看到里面是一间药房，架子上全是各种药材，还有许多瓶瓶罐罐。叶婉婉就在中间的台子上，正拿着捣药杵埋头捣药，专心到根本没发现他的到来。轩辕觉突然出现，怕吓着他，故意用拐杖发出了声音。叶婉婉循声回头：急怎么过来了？你现在是能下地了，可若是想好得快的话，还是要多卧床休息。2个孩子已经午睡，他还以为轩辕觉也应该睡下了。睡不着，随便走走。你这是在弄什么？轩辕觉慢慢走到凳子前坐下，看着满锅的药碾工具。就是些驱虫药材。叶婉婉手上动作不停。磨成粉驱虫用的。姑娘医术高明，不知是永州城哪个药房的大夫？我吗？我就是个会点医术的乡野村妇，没在药房做过诊。叶婉婉笑了笑，轩辕觉也挑了下嘴角，他当然不信，就凭能把他这么重的伤治好，叫一声神医也不为过。乡村野妇居住在乡野，他信，村妇嘛，就绝不可能。这黑风山凶险，姑娘能带着2个孩子进来，是否知道这黑风山的道路？轩辕觉想了想，直接问出了留在心中多日的疑问。他不怀疑叶婉婉是个好人，
可这实在太过诡异了。他从听叶婉婉和孩子说的话可以得知，他知道怎么出山，就连他都差点死在这座山里。一个带着2个孩子的弱女子到底是怎么进来的，还来去自如？叶婉婉捣药的动作顿了一下，这没逃过轩辕觉的眼睛。他追问道：姑娘是否真认得路？我只是想出山找人帮忙救人。九王爷第一次被人这么劈头盖脸的骂，有些没反应过来。可问题是你出得去吗？我就算告诉你怎么走，这林中道路复杂，你这样能走多远呢？叶婉婉气的事情也不想做了，脱下围裙丢在台子上，深吸一口气。我实话告诉你，你也不用威胁我，我有非留在这儿不可的事情，你的事再大也没有我的大。无论你说什么，就算你受不了良心的谴责死在这儿，我都不可能提前离开。我这里大概还需7、8日时间，你要能等就等，到时候一起出去。当然要是等不了可以走，我不拦着。该说的都说完了，走到门口的时候，叶婉婉停了一下，说了最后一句：你自己想清楚吧。从屋子里跑出来，叶婉婉就跑去后山看草药。山风一吹，冷静下来，又觉得自己可能话说的有些重，万一真走了怎么办？没待多会儿，叶婉婉又跑回去了，偷偷扒房门口偷看。她是真不想看到房间空了，人走了，看清床上躺着的人，才松了口气。坐在树下想来想去，叶婉婉觉得话确实说重了，她不好意思道歉，愧疚之下，她想给对方做顿好吃的，就跑进林子里设陷阱抓兔子。意外的运气好，抓到只几斤重的野山鸡。晚上将鸡炖了汤，又做了土豆焖竹笋、野生菇炒蛋。叶婉婉就拉过儿子对他说：珍儿，你去房间把元恒叔叔叫出来一起吃饭。小叶真欢欢喜喜就去了，没一会儿把人拉了过来。这是轩辕觉养伤这么多天第一次上桌吃饭，2个孩子都很开心。叶婉婉见人进来也没好意思打招呼，盛了满满一碗鸡汤放到他面前。吃饭吧。多谢。轩辕觉接了汤没喝，坐下后看着面前一桌子菜，第1筷子伸向了野菜，第2筷子夹了块鸡蛋，第3筷子还是野菜。野菜是叶婉婉在后山瀑布底下水潭边摘的，味道不错，也没什么营养。叶婉婉偷眼瞧着心说：不是吧，真生气了，气得菜都不吃了。自从2个孩子出生后，叶婉婉就再没睡过一次懒觉。今日照例早起，锅里热上早饭后打开门，发现山间起了好大的雾气，远处层峦叠嶂的山峰都像是被拦腰斩断了，到处雾蒙蒙，如置身仙境一般。他伸了个大大的懒腰，觉得神清气爽，回去用木盆装了衣服出来，到门口的小溪边准备洗衣服。这古人的搓衣板好几年了，也还是不会使。叶婉婉洗衣服都是用踩的，将木盆接了水，把衣服放进去，再撒上皂角粉，就提着裙摆光脚站在盆里开始踩，边踩还边转着脑袋看周围景色。遗憾上学时语文没学好，不能因势一手。踩了一会儿后，叶婉婉就蹲在溪边，拿起一件衣服进入水中来回的晃，流动的溪水很快就把衣服冲洗干净了，随便拧了一下就扔进了干净的木桶里，然后去拿下一件，随意地晃着手里的衣服。叶婉婉正悠闲地转着脑袋到处看，看着看着就感觉好像有人在看自己。她回了一下头，身后竹屋一间房间的窗户开着，里面的人正站在窗边透过窗户看着她。叶婉婉冷不丁吓了一跳，好险没一头栽水里去。轩辕觉一夜都没睡踏实，梦见百里庭业遇险了，被惊醒之后便睡不着。那时天还没亮，他来到窗边，推开窗户，就一直静静地看着远处雾气笼罩着的山峰发呆，直到叶婉婉开门出来。他开始只是无事可做，随便看看，然后就看到叶婉婉拿了换洗的衣服出来，打了水后就直接坐在地上，把鞋子脱了，踩进了木盆里。九王爷没见过这么洗衣服的，饶有兴致的旁观。
叶婉婉这样的女人对轩辕决来说是挺特别的。皇族出身的她，身边出现的女人数不胜数，无论是多才多艺、倾国倾城，还是知书达理、若柳扶风，又或是骄纵跋扈、自以为是，无不都是养尊处优的官家小姐，大都娇生惯养、装模作样。看她的时候，眼神也都是一样的，不是对她身份的畏惧，就是对权势的贪恋。叶婉婉不同，她心地善良，不矫情，不做作，双眼总是如清泉般透亮，嘴角挂着温柔恬静的微笑，像森林里绽放的山茶花，也不会生气骂人，像昨日那般冷着脸伶牙俐齿地对着他哑口无言，骂完觉得话说重了，转头默默做一桌菜当是道歉，就还挺有趣。叶婉婉带着疑惑的眼神看着对方，对视片刻，轩辕决丝毫没有要回避眼神的意思，反倒是叶婉婉先尴尬了，低下头去继续在水里晃着衣服，回想自己方才有没有做什么不雅的举动，比如抠鼻孔啥的。也不知道看了多久。叶婉婉小声愤愤嘀咕，这家伙也真有意思，这么好的景色，云一二山二水啊的，看什么不好？一大早非盯着我看，就我现在这副尊容，你有什么可看的？练丑啊？还是说昨天骂你一顿，改变策略准备对我使美男计？那也有点诚意啊，站那么远。叶婉婉正暗自嘀嘀咕咕，突然房子里哇的一声传来孩子的哭声，听出哭的是小叶真。叶婉婉意识到了什么，脸色一变，扔了手里的衣服就往屋里跑。轩辕决见她着急忙慌，微微皱眉，也拄着拐杖出去。这儿，叶婉婉推门冲进房间，就看到小叶真仰躺在地上哭呢。床上小叶欢面无表情地看着。孩子在床上睡觉是不会无缘无故掉下床的，几乎是瞬间，叶婉婉就知道发生了什么，跑过去把小叶真抱起来哄。以前这样的情况也时有发生，两个孩子正玩着，小叶真突然就叫着跑过来抱住她的腿说妹妹又打人。这是自闭症儿童的最典型状态，会突然焦躁大哭，做出攻击性行为。小叶真没少被突然动手的妹妹打，最开始还小的时候会哭鼻子，觉得妹妹不喜欢她才打她。后来叶婉婉告诉她，妹妹不是故意的，是生病了。小家伙之后每次都只会跑开，不哭也不会责怪妹妹。这次估计是真摔疼了，小叶真哭得上气不接下气，呜呜咽咽说：“妹妹推我。”叶婉婉边揉着她脑袋，哄着问她磕到哪里，边看着床上的女儿，深感无奈。或许是因为阿娘只抱哥哥不理她，面无表情的小叶欢看着叶婉婉，突然就嘴巴一扁扑到枕头上，哇的一声大哭起来，边哭边蹬被子，四肢挥舞，焦躁异常。叶婉婉坐到床边拍着女儿：“欢欢乖，不哭啊，阿娘知道你不是故意的，以后不这样就好了。”可小家伙越哭越凶，声音都嘶哑了，还踹了他好几下。担心踢到怀里的小叶真，叶婉婉只能站起来。两个孩子哭得他脑袋都快炸了，想坐地上一起哭。把真儿给我吧。在门口已经看了有一会儿的轩辕决见孩子哭得厉害，叶婉婉一个人根本顾不过来，也顾不上什么礼数了，进了房间让叶婉婉把小叶真给他抱。叶婉婉回头看床上哭得撕心裂肺，嗓子都嘶哑的小叶欢，走到轩辕决身边：“真儿，元恒叔叔抱一会儿好吗？阿娘看一下妹妹。”小叶真腮帮子还挂着眼泪，双眼通红，还在一抽一抽的，可还是很听话的伸手。轩辕决将拐杖靠在桌上，单手接过孩子。叶婉婉道了声谢，就赶忙跑到床边去抱小叶欢。小家伙却哭得更凶了，发脾气挣扎着不让抱，费了半天劲儿，叶婉婉才把孩子抱起来，拍着背在房间来回踱步哄着。过了一会儿，小叶真已经不哭了，坐在轩辕决腿上，靠在他怀里，看着还在哭的妹妹。轩辕决用袖子擦干净他脸上的泪痕，摸着他头轻声问道：“真儿撞到哪儿了？还疼吗？”小叶真吸了吸鼻子，摇头，晃晃腿看地下：“我要下去。”
轩辕觉把他放下，小叶真跑过去抱着叶婉婉的腿。叶婉婉蹲下来问他怎么了，小叶真从怀里掏出帕子给还在哭的妹妹擦眼睛。小叶真以为妹妹是因为推她摔下床才哭的，懂事的给妹妹擦着眼泪。妹妹，我不生气了，已经不疼了。叶婉婉凑过去亲了小叶真脸颊一下，眼眶微微泛红。轩辕觉在一旁看着，心中微动。一个女人独自带着2个孩子这么多年有多辛苦，从这一件小小的事中就已经足以想见了。小叶欢没有继续大声哭闹了，也还是抽抽搭搭哭了许久，挂在叶婉婉身上怎么也不肯下来。叶婉婉只能抱着她，一只手忙前忙后张罗他们吃早饭。坐下后也没吃几口，光顾着喂孩子。小叶欢很不配合的闹脾气，不愿意吃。等喂完，叶婉婉也没胃口了，随便扒了2口就放下了。直到晾完衣服，孩子才愿意从他身上下来。每次犯病都能折腾得他筋疲力尽。叶婉婉按了按酸疼的背，视线追随着小叶欢一会儿，确定他可以自己玩了，才长舒了口气。他扭头对坐在门口树墩上的轩辕觉说：帮我看一下孩子，我进去收拾一下厨房。轩辕觉看了眼已经跑到银杏树下捡叶子玩的小叶欢，点头。叶婉婉进屋后，轩辕觉拉起了蹲在他脚边玩的小叶真，问了一个不该问的问题：真儿，你爹呢？小叶真抓着根狗尾草玩，歪头眨了眨眼：没有爹爹。轩辕觉诧异：没有。小叶真点头：一直都没有过。你没见过你爹爹吗？小家伙继续摇头：没有。轩辕觉想了想，大概明白了怎么回事，摸了摸小叶真的脑袋，不再继续问了。只是他不问了，小叶真却一直盯着他看，然后突然开口：妍妍叔叔，你可以当我爹爹吗？真儿喜欢你，你和阿娘成亲吧，这样我和妹妹就可以叫你爹爹了。轩辕觉愣了一下，随之低下头闷闷地笑了起来。轩辕觉听着童言无忌，回头看了眼厨房方向，从窗户可以看到里面忙碌的身影。他点了点小叶真的鼻子：你这话要是被你阿娘听到，可就不只是嫌弃我吃得多养不起了。小叶真没听懂，扁扁嘴，有些委屈：叔叔不愿意吗？阿娘是大美人哦。轩辕觉看着眼前一脸纯良的小小的孩童，这孩子照顾了他这么多天，端茶倒水又喂食，还想尽办法陪他玩，甚至想带他回家养他，和他一起生活。孩子真心喜欢他才会说这些话，他也说不出拒绝的话。轩辕觉揉揉他脑袋：这样，你阿娘若是愿意，你和欢欢就认我当干爹好吗？小叶真挠挠头：干爹是什么？就是真儿认了干爹，以后就可以叫我爹爹了。那认了干爹以后，你和阿娘要一起赚银子吗？阿娘养我和妹妹很辛苦的，没有很多银子，叔叔要自己赚银子，可以吗？不行的话，那就没有办法了，就不要认爹爹了。小家伙很开心，可又想起阿娘说的话，再多一个人他们养不起了。小家伙想得挺好，隔壁牛牛哥哥有爹爹，都是2个人一起赚钱的。如果他有爹爹了，那也不能只让阿娘一个人赚钱养他们啊。轩辕觉没有接触过平民百姓家的孩子，不知道他们是不是都这么乖巧懂事的，令人心疼。可眼前这个孩子真真实实的一次次让他触动。轩辕觉笑了笑：真儿若是认我做干爹，我以后会帮着阿娘一起养你们。小叶真眼睛亮了亮：真的？那我就和阿娘说。说着，小叶真就要跑进屋子里去找叶婉婉。轩辕觉拉住他抱到腿上：叔叔要先跟你阿娘商量，真儿还小不懂，这事要你阿娘应允才行。
小叶真似懂非懂的点头。叶婉婉说了好几天要带2个孩子去后山游水，都没去成。今日小叶欢犯病了，她不敢走开太长时间，去看了一眼药草，就很快回来了，收拾了干净的衣裳，拿上鱼篓，准备带2个小家伙去游水。娘，带原野叔叔一起去吧。临出门的时候，小叶真拉着叶婉婉的裙摆，仰着脸勾勾眼看着她。叶婉婉看了眼轩辕绝，觉得留他一人在家也不好，毕竟这几天他有足够的时间在后山挖了草药，也是因为2个孩子整着跟他待在一起，不用他操心孩子会不会乱跑。你的腿没问题的话，一起去吧，不是很远。刚才他又查看了一遍轩辕绝伤势，也不知道是他的药好还是习武之人底子好，外伤好得很快，吊着的那条胳膊也放下来了，走一段还算平坦的山路没什么大问题。就这样，轩辕绝也跟着一起出门了。叶婉婉拿了挺多东西的，背篓里是2个孩子替换的衣裳和渴了要喝水的小水壶，一只手里提着个小木桶和一个鱼篓，桶里面装着鱼食，另一只手牵着小叶欢。小叶真就抱着一个小篮子走在前面，一行人小的小，残的残，一路走得慢慢悠悠。轩辕绝拄着拐杖也完全跟得上。一盏茶的功夫后，来到一条河边，远处是一座从山顶冲下来的瀑布，瀑布底下因为常年累月的冲刷，形成了一个大的水潭，水顺着山势流到下游后变成河流，河水不深，底下都是圆形的小石头，清澈见底。小孩子就没有不喜欢玩水的，小叶真和小叶欢也不例外，只是他们很乖，不经叶婉婉允许是绝对不会私自玩的。2个小家伙很兴奋，却也还是很有规矩地站在河边等着。叶婉婉先下水，在河底摸了一遍，确定河底没有什么尖锐的东西会弄伤孩子，才上来牵着2个小家伙一步一步下到水里。轩辕绝随便找了块石头坐着，看着叶婉婉把2个孩子带到水里，然后拿出小篮子里的木雕小鸭子玩具让他们自己玩，就走回岸边，从篮子里面拿出用布包着的药粉撒在河岸周围。徐徐的微风吹过，轩辕绝闻到药粉里有一股奇怪的味道。叶婉婉见轩辕绝看着他面露疑惑，不等开口问，先说道：这是驱蛇的，蛇最怕这种味道，不管是什么蛇，闻到这个味道1里地外就掉头跑了。在周围撒了一圈，叶婉婉拍了拍手走回来，看着在水里扑腾玩耍的孩子，对轩辕绝道：你帮我看着他们吧，我去抓鱼。轩辕绝点头，看着叶婉婉手里的东西。这个能抓到鱼？那当然了。叶婉婉晃了晃手里的鱼篓，笑得眉眼弯弯。只要有鱼饵，什么鱼我都能抓到。要是能抓条大鲫鱼，晚上给你炖鲫鱼汤，喝了你的腿说不定能好得快一些。叶婉婉说完就拿着鱼篓跑了，没注意到轩辕绝听到他的话后眼神变化。轩辕绝的眼神一直追随到他下到河里，不自觉的嘴角挑起。原来有人不知道他身份地位，只是因为他这个人对他好，是这种感觉。叶婉婉找了根长长的竹竿，绑了鱼篓，挑在肩上往上游走。等走到水深一些的地方，直接就下河了。河水到腰部，依旧清澈见底。刚下去就看到有鱼从水底游走，叶婉婉回头喊：这儿，等着阿娘给你们抓条大鱼。小叶真坐在一块石头上，晃着腿扑腾拍水花，听到重重点头。叶婉婉信心满满的用竹竿将竹篓甩进了深水处，抓着鱼竿等动静。这里他先前已经来过很多遍了，知道河里有很多鱼。今日除了带孩子过来玩，就是想要抓几尾活鱼回去。轩辕绝坐在岸边专心看孩子，一盏茶功夫，2个孩子已经玩得浑身湿透了。小叶欢趴在一块凸起的石头上，摸了河底的小石子，捡到一颗雪白的小石子就捏在手里，歪着头笑眯眯递给哥哥看，脸上还有些小得意。
小叶真接了，帮他放到木桶里。兄妹有爱的，完全看不出早上打架了都大哭了一场的样子。水上面飘着小家伙带来的玩具，被水流推着往轩辕这边来了。那形状全且当他们是小鸭子吧，雕刻工艺不敢恭维，但是两个小家伙看着挺喜欢的。四周地上都是乱石，轩辕觉腿上不方便过去，眼看再飘一会儿就要飘远了。轩辕觉运上内力一甩袖，把那几个木疙瘩推回到小家伙身边。轩辕觉把跑过来的小叶欢抱到腿上，又拿了一颗石子飞出去，这次扔得更远。小叶真在一旁也捡了小石子往水里扔，却只是丢进了水里，撅着嘴不开心。不行，叔叔再来一次。轩辕觉笑了笑，看好了，这次是2颗。说完，轩辕觉一甩手，2颗石子打着漂亮的水漂飞出视线，逗得两个孩子咯咯直乐。叶婉婉看着第3次从面前飞过的石子深呼吸，看在你帮带孩子的份上忍了，然后心理建设刚做完，又飞过去1次、2次、3次、4次。啊！你们有完没完？鱼都吓跑了，怎么抓？还吃不吃了？叶婉婉忍无可忍，回头对着3个捣乱的大喊，这一嗓子响彻山谷，回声都出来了。轩辕觉举着手降在半空，手里的石子没扔出去，落到了地上。2个小家伙也被吓一蹦。小叶欢抓着轩辕觉往他怀里钻，小叶真躲在他背后。呀，不好了，阿娘生气了。轩辕觉默默将手里的石头扔了，看2个孩子，算了，我们玩别的。叶婉婉见消停了，瞪了他们一眼，愤愤回过身继续盯着鱼篓。原本想的挺好的出师毕节，晚上能做个全鱼宴，半天一条鱼也没抓着。叶婉婉不肯面对现实的想，鱼肯定是被吓跑了，如果1条抓不着，晚上就给3个罪魁祸首吃野菜叶子配白饭。正想着，水面突然动了一下，手上竹竿也跟着动了。叶婉婉眼睛一亮，赶紧拉竿。抓到了！侄儿欢欢，快来看阿娘抓到鱼了！叶婉婉从鱼篓的动静判断，鱼肯定很大，满心欢喜地叫2个孩子。小叶真蹲在地上，正看轩辕觉在一块平整的石头上画棋盘。听到叶婉婉说抓到鱼了，欢呼着跑过去。轩辕觉也起身，拄着拐杖牵起小叶欢过去。叶婉婉把鱼篓拉回来一看，里面一条黑色大鲶鱼正蹦着呢，赶紧拿着上岸给跑过来的小叶真看。鲶鱼看着有3、4斤重，离了水面就蹦跶得更凶了，撞得鱼篓砰砰响。小叶真跑到近前，就躲在叶婉婉背后，小心伸着脖子看，那又害怕又好奇的样子可爱极了。好大啊，是黑色的鱼。叶婉婉按住鱼篓，这叫鲶鱼，是黑色的，最大可以有几百斤呢。那它会咬人吗？不咬人的。阿娘真厉害。小家伙害怕的不敢靠近，可话还是捡好听的说。叶婉婉心情很好的捏捏他的脸蛋儿。那是，阿娘我什么都会，抓鱼也不在话下。叶婉婉伸手进去，想把鱼抓了出来给他们看看，可因为太滑了，半天也没抓起来。小叶欢也跑过来了，一点也不害怕，抓着鱼篓往里看。叶婉婉让他躲开点，轩辕觉就过来把孩子拉开了几步。折腾了好一会儿，直到鱼没力气挣扎了，叶婉婉终于把鲶鱼从鱼篓里抓了出来，2只手抓着已经筋疲力尽的鱼，得意洋洋看向轩辕觉。喏，我就说可以抓到的吧。轩辕觉没见过这种鱼，看着黏糊糊还丑了吧唧，和有些害怕的小叶真一样，露嫌弃的表情。小叶欢却一点也不害怕，跑过来伸着手还要摸一下。叶婉婉弯下腰给小家伙摸了一下鱼，然后看着不捧场的大男人和小男人。既然你们这么害怕，这鱼呢，就我和欢欢吃好了。话刚说完，手里的鱼突然用力挣扎了一下，
叶婉婉惊叫一声，手一滑，滋溜一下，手里的鲶鱼以一条完美的抛物线飞了出去，扑通一声落进了河水里。呀，跑掉了！小叶真叫着跑到河边往水里看，看到黑色的鱼飞快游走了，他仰脸睁大眼睛看着叶婉婉，觉得阿娘可能要生气了。轩辕觉看着叶婉婉保持着鱼飞出去的动作，呆愣住的表情，没忍住扑哧笑出了声。叶婉婉扭头看过去，阴恻恻道：你还笑？要不是你一直飞石子过来把鱼都吓跑了，我现在不知道抓了多少了。是你一定要出来抓的，这不关我的事。你的鲫鱼汤没了，今晚就吃野菜汤吧。走了，不玩了，换衣服回去。乐极生悲，叶婉婉也没了继续抓鱼的心情，拉起2个孩子道：不会真生气了吧？轩辕觉见叶婉婉鱼篓都扔在地上不要了，小声嘀咕一句。他看着前方平静的水面，往前走了2步，运上内力，一掌拍向水面，类似爆炸的声音惊得叶婉婉猛地一回头，还没看清就被激起数米的水花浇了个透心凉，衣衫和头发全都湿透了。脚边啪啪啪掉下来2条鱼，叶婉婉吐出嘴里的水，抹了一把脸，脚边蹦跶的鱼也没管，缓缓转头看向轩辕觉。你故意的是吧？轩辕觉压住要勾起的嘴角。意外。叶婉婉眯着眼睛看他，直到小叶欢抱着一条看起来有2、3斤重的大鲫鱼跑过来，那条鱼还在挣扎，小叶欢一点也不害怕，抱得很紧。鱼不能这么抓，会弄得身上都是腥味儿。叶婉婉赶忙拿了鱼篓将鱼装进去，又赶在小家伙去抓另一条的时候先一步将鱼放进去，然后拉过小家伙闻了闻，嫌弃的皱眉，紧接着带着去换衣服。回到开始的地方，小叶婉把鱼倒进了木桶里，又给2个孩子换上了干净的衣裳，听着桶里不时扑腾一下的动静，偷眼瞧轩辕觉。气过之后冷静下来，叶婉婉回想刚才的场景，第一次见识到内力的威力，这也太好用了。抓鱼一抓一个准儿啊，这么厉害，不利用起来不是可惜了？瀑布底下的水潭里的鱼肯定比这里大多了，多抓一些吃不完可以腌制，越想越美。叶婉婉笑眯眯地看着轩辕觉。大侠，我们去个地方吧。轩辕觉不明所以，还是点了点头。没多久，4人来到了瀑布下的水潭边。瀑布的声音很大，水很清澈，脚下都是白色的细沙粒，对岸是一整片叫不出名的红色花，四周景色甚美。轩辕觉本以为叶婉婉是带2个孩子来这玩的，谁知叶婉婉凑到他耳边指了指水面。大侠，就刚刚那样，再来一遍，往那儿拍。说完，叶婉婉拉着2个孩子赶紧躲到后面，生怕再被泼一身水。轩辕觉站在瀑布底下，发丝被风吹得扬起，看着水潭嘴角抽了抽，竟然是让他来这儿抓鱼的。快点啊！叶婉婉在后面催促，轩辕觉哭笑不得，一甩袖，砰砰2声，水面炸起巨大的水花，再一甩袖，水花泼在岸边的空地上，几条鱼落在了地上。叶婉婉看得忍不住拍手叫好，2个小家伙也蹦跶着跟着鼓掌。3人在后面就跟看大戏似的，轩辕觉却是耳朵动了动，盯着前方的瀑布愣住了，眉头也微微皱起。刚刚掌力出去的时候，他听到了奇怪的声音，像是回声。可以了，再多装不下了。叶婉婉雀跃地牵着小叶欢一起把地上的鱼捡起来，小叶真则是冲过去抱住了轩辕觉的腿，夸他厉害。这瀑布后面是什么？
叶婉婉生气，她坐了2个晚上的拐杖就这么被扔了。带着孩子回到主屋后，就一直盯着下山的路，想看轩辕爵是怎么狼狈爬回来的。可左等右等就是不见回来，一直不见人，叶婉婉就突然又开始反思了，觉得刚刚话说的是不是有些过分了？他应该也不是故意的，有钱人家都比较好面子，他让人爬回来，万一觉得伤自尊想不开跳河了怎么办？又等了一会儿，叶婉婉坐不住了，会不会跳河先不说，万一迷路了就不好了，上哪儿找去？珍儿，你带着妹妹在家玩，阿娘去看看元恒叔叔爬到哪儿了。叶婉婉对2个坐在秋千上玩的小家伙叮嘱了一句，就往后山跑。没到瀑布底下，他就在河边看到人了。河岸边，轩辕爵拿着他遗留的背篓，将他本打算晚些时候再来取的孩子的衣服、水壶以及篮子里的木雕小鸭子，都一一捡起装到了背篓里。轩辕爵右腿使不上力，河边石头多，走得艰难，将东西拿齐了后，就累得坐在一块石头上休息。还挺悠闲的嘛，看样子单腿蹦回去是没问题的哟。叶婉婉手里晃着一根狗尾巴草过来，轩辕爵回头看了叶婉婉一眼，就低下头笑了一下，像是不意外他会回来。叶婉婉过来拎起背篓甩到背上，这些东西我有时间会回来拿，深山老林的又不会被人偷了去，就剩一条腿了还逞强呢，你还真是。我在等你回来。等我？等我干嘛？我是回来拿东西的，又不是找你的。叶婉婉话被打断，愣了愣。我方才想了许久，你为什么生气？后来想明白了，抱歉，拐杖我不是故意扔的，当时手里也没别的东西，就没想那么多。我仔细看过了，东西应该是掉进山洞里去了，可我不会水，没有办法捡回来了。你生气也是应该的。轩辕爵嗓音偏低沉，漆黑的双眸真诚又严肃。轩辕爵的伤除了腿都好的差不多了，叶婉婉把他照顾得很好，面色也恢复了红润，唇红齿白的没怎么打理的发丝只是随意竖着，垂在胸前被风吹得轻轻晃动，那张脸好看的晃眼，好看到叶婉婉都没好意思多看2眼就移开视线。她双手抓着背篓带子摩挲，开始是挺生气的，毕竟她还没对一个外人这么好过，花费2个晚上做拐杖，那都是看在她长得好看的份上，这才没几天就被扔了。可这人一认错，他又觉得自己是不是小题大做了？不就是一根棍子吗？他这人就是这么拧巴，越想越不得劲儿。叶婉婉扭开脸，我什么时候生气了？轩辕爵笑了笑，想起那晚听到的话，若是孩子非闹着不让我走，要带我一起回家，怎么办？叶婉婉摇头，放心吧，不会的，小家伙已经被我说服了，出了山呢，咱们就赶紧各回各家。轩辕爵看他，怎么说服的？当然是连哄带骗啊，这么点小崽子就是要拿来骗的。轩辕爵抿了抿唇，所以你就骗他我吃太多了养不起。叶婉婉诧异转脸，啊，你怎么知道？说完，叶婉婉就猛然发现了一件事儿，腹部后面藏了个山洞，听风声就能听出来。那竹屋的隔音效果，以轩辕爵的听力，不是说什么都听到了？叶婉婉斜眼看他，不是吧？你每晚就这么光明正大的偷听我们讲话？两相对视，轩辕爵气定神闲。严格来说，那不叫偷听。叶婉婉没好气，哼，严格来说，你那就叫偷听。有什么关系吗？你不就是每晚都在讲故事吗？那我是合着连你一块哄睡了呗？轩辕爵失笑，差不多吧。好容易把人搀回到主屋，叶婉婉扶着人到门口的木墩子刚坐下，两个小家伙就跑过来了，齐齐扑向轩辕爵。叶婉婉叉着腰看着，他就没见两个小家伙和别人这么亲近过，就连小叶欢都黏着他，
这可是破天荒头一个，不解的同时还有些吃味儿。小心叔叔的脚啊！你们两个是越来越野了。有人看孩子，叶婉婉乐得轻松。去到厨房，先将桶里的鱼拿渔网兜了，放到门前的河里养着，然后就去后山重新捡了根棍子回来做拐杖，还带回了轩辕爵要的竹子。回来看到轩辕爵正在圆木墩上画了围棋盘，正在教两个孩子下棋。小叶真还煞有其事地拿着石子摆弄，小叶欢蹲在旁边捧着脸好奇地看着。轩辕爵教的也很认真，叶婉婉觉得好笑，这么点孩子字都不认识几个就教下棋，他都不一定学得会。倚在门口看了一会儿后，他就坐下，拿出随手的小刀，开始削捡回来的那根木棍。听到了动静的轩辕爵回头看过去，随后摸了摸小叶真脑袋，让他自己玩，就单腿蹦得过去伸手。我来吧。写事本来就应该你自个儿做。叶婉婉也不跟他客气，把匕首放到他手里。轩辕爵接过，就觉得这匕首挺沉，一看古朴精美，刀身上雕刻着复杂的花纹，刀刃闪着寒光，锋利无比，这是一件宝贝。轩辕爵不禁拿在手里把玩，仔仔细细看了一遍，确定这绝对是削铁如泥的宝贝，世间少有。数年前，外族曾进贡过一把和这个差不多大小的，使臣先是私下送到九王府赠予他，他拒绝后又送入宫中当贡品，如今被当今陛下随身携带着。轩辕爵拿着刀看叶婉婉，这是你的传家宝？拿这样的宝物来削棍子，未免太暴殄天物了。你说这刀，这是一个老头给我防身用的，不是什么传家宝。叶婉婉疑惑地眨了眨眼，轩辕爵将信将疑，把匕首递回去。这可是乌兹钢刀，世上最锋利的宝刀，削铁如泥，杀人不见血。叶婉婉闻言瞪大了眼睛，把匕首接过来。当初疯老头把这刀扔给他的时候，和扔块破布没差别。这刀挺重，要不是特别锋利，平时用来砍点东西方便，他都不想带着。这次进山，他更是只带了这把刀，平时切菜都是用它。你是说这刀是宝贝啊？轩辕爵点头。价值连城。叶婉婉张大了嘴巴都合不上。那我要是把它卖了，不就发财了？轩辕皱眉。这样的宝贝千金难求，又不是穷困潦倒，为何要卖了呢？我开个玩笑。再说，这刀也不是我的。叶婉婉笑了笑，美滋滋地把玩着手里的匕首。要卖也要问过疯老头再卖。叶婉婉想着，老头知不知道这刀是宝贝呢？看他那样不像是知道的，别是得了疯病忘记了，才把传家宝当破烂给了他。这老头也太不靠谱了。看完后，叶婉婉又把匕首递给轩辕爵。拿着吧，宝刀用起来更省力些。我就说嘛，用它切菜砍东西特别方便，原来是宝物啊！你现在知道这是宝刀，还要拿来削树皮？轩辕爵这会儿有些要相信叶婉婉不认识这刀了。这样的宝物，就是当今陛下随身带着，也会不时亲手擦拭。这女人竟然拿来砍瓜切菜削树皮？那不然呢？这里就这一把刀，不用它用什么？我不管它是什么宝贝，反正我不削铁也不杀人，最多啊拿它杀鸡杀鱼什么的。叶婉婉不以为然，轩辕爵忍不住抽动了嘴角，也不再多说什么了，接过刀亲手制作他的拐杖。晚上，叶婉婉煲了一锅鲫鱼汤，四人之后，叶婉婉收拾完厨房，烧水给两孩子洗澡，讲故事哄孩子睡觉，这种一刻都停不下来忙碌就是他的日常。轩辕爵独自待在房里，听着隔壁房间的欢声笑语，用那把宝刀将叶婉婉拿回来的竹子片开成细长条。本以为这一晚会像之前的夜晚一样平静地过去，未曾想半夜突然打起了雷。叶婉婉被雷声吵醒，开门窗一看，
头顶天雷滚滚，要下大暴雨的前奏。想到后山的火吃草，叶婉婉一个翻身下床，急急忙忙穿衣服。还好进山前准备充分，带了可以挡雨的油布。在另一间房找到油布和麻绳后，叶婉婉提了个灯笼，背上背篓就出去了。竹屋建造的位置绝佳，正好避开了山谷风口。出去之后，叶婉婉才知道外面的风有多大，吹得她整个人都摇摇晃晃，照明的灯笼也灭了，山谷一片漆黑。她靠着记忆和不时闪过的雷电到了后山，火赤草在狂风中摇晃，已经岌岌可危了。叶婉婉急忙行动，将油布拿出来，用绳子绑在她为了预防大风大雨提前订好的木桩上。狂风越吹越大，夹杂着大颗大颗的雨滴砸下来，眼看就要大雨倾盆了。叶婉婉动作很快地绑好了两头，刚跑到另一边，大雨就落下来了，瞬间将她淋了个湿透。紧接着轰的一声惊雷闪过，刚绑好的一根木桩被狂风从地上拔了起来。叶婉婉跑过去抢救，她低估了山里的风，打桩打得不够深。可还没等她将木桩插进土里，另一个也眼看要倒了。在这种几乎绝望的情况下，一只手从她身后伸过来，帮她按住了手里的木桩。叶婉婉惊叫一声，差点没吓死。别怕，是我。轩辕觉的声音在她身后响起。叶婉婉回头看到了同样淋成落汤鸡的轩辕觉，一颗被吓得砰砰直跳的心脏才落回去，在风雨中大声问：你怎么来了？差点被你吓死！轩辕觉来不及解释，一掌将木桩拍进土里大半。就在这时，另一根木桩被风卷着从地里爬了出来，迎面冲着他们砸过来。轩辕觉抬手一接，又重重掷出去，木桩砰的一声插回原地，又入土一半原地，连地面都跟着震颤了一下。叶婉婉都来不及感叹一句，这动作实在太帅了，就一指对面，那边还有几根。轩辕觉直接飞了过去，把摇摇欲坠的木桩拍进土里。有了轩辕觉的帮忙，叶婉婉很快就将油布重新绑好固定。中间有一根支撑的木桩，油布就像一个罩子一样将火赤草罩住了。叶婉婉绑好最后一根绳子后，围着转了一圈，又不放心地找地上的石头将油布压住。轩辕觉一瘸一拐地帮着搬石头，直到将油布边角都压得严严实实，才算大功告成。大雨瓢泼似的淋在两人身上，叶婉婉眼睛都快睁不开。她抹了一把脸，抓住轩辕觉胳膊喊：行了，回去吧，你的腿不能碰水，要赶快回去换药。刚说完，呼呼的狂风吹得他脚下不稳，竟一头撞进轩辕觉怀里，抱了个满怀，甚至非常精准地环住了对方的腰。这种双方浑身湿透了抱在一起的身体接触不容忽视。处境如此恶劣的情况下，叶婉婉还是忍不住红了脸，耳根瞬间如发烧了一般。特别是她能感觉到对方稳住身形接住她的同时，身体肌肉僵硬住了。虽然这是个意外，可叶婉婉一想到她现在身份是一个寡妇，带着2个孩子，还这么跟个男人抱在一起，属实是有点不要脸了。可狂风就像一双大手在背后推着她紧紧贴在对方身上，叶婉婉只能双手撑住对方肩膀，强行分开一些，随后一松手往旁边躲，结果风太大，左脚绊右脚直接扑向前，眼看就要一头栽到地上了，腰间一紧，轩辕觉又把他捞了回来。四周电闪雷鸣的不清方向，轩辕觉一手搂着叶婉婉，大声问他：走哪边？叶婉婉也不再矫情了，抓住轩辕觉胳膊稳住身形，抬手一指左前方，那边。两人就这么一路相互搀扶着回到竹屋。叶婉婉进门第一件事就是跑进房间，见床上2个孩子还安安稳稳地睡觉，这才拿了2条金帕出来，一条塞给了轩辕觉道：我去烧点热水，
你先把湿衣服换下来吧，一会儿给你的腿换药。说完，叶婉婉胡乱擦了一下脸上的雨水，就跑去厨房了。轩辕觉拿着金帕，眉头微蹙。换衣服？我拿什么换？身上的衣服脱下来就只能光着了。叶婉婉到厨房把锅里倒上水，生火烧着，就回到房间将湿衣服先换了下来，然后拿着药箱去隔壁给轩辕觉换药。烧水的时候，叶婉婉想到了个问题，轩辕觉没有衣服替换，总不能光着让他换药，只能是先换药，然后再让他自己把衣服脱了，用热水擦洗一下光着睡。等第二天衣服也就干了。提着药箱到门口，叶婉婉先敲了敲门。进了吧。屋里传来低沉的应答，他才推门进入。屋内轩辕觉坐在凳子上，一旁放着脱下来的湿漉漉的衣服，身上就只剩下里衣了。湿透的里衣呈半透明状穿在身上，和光膀子也没多大区别了。光膀子叶婉婉也不是没见过，救回来的第一天救治的时候，他就差不多把人给扒光了。那时候他也没觉得有什么，这会儿两相对视，不知道为何生出一丝尴尬，可能是那时候奄奄一息，而这会儿睁着那一双好看的黑眸坦然地看着他吧。叶婉婉如是想。我先给你换药，一会儿热水就好了，你擦洗完就盖好被子睡觉，别风寒了。叶婉婉垂眸，没再看轩辕觉，走到他脚边蹲下，动手拆他脚上用来固定的竹板。竹板一取下来，发现缠着的纱布上渗出丝丝红色。叶婉婉眉头一皱，你腿肯定是落地用力了，都出血了。轩辕觉低头看着蹲在他脚边头发还在滴水的女子，这个角度看不到那半张有伤疤的脸，只能看到完好的另半张脸，白的晶莹剔透，卷长的睫毛还是湿润的，水珠沿着她白皙脸颊流到下巴往下滴落，还有一部分顺着脖颈流到锁骨。轩辕觉视线不自觉落到锁骨上，很快不自然地撇开视线，轻声道：无妨。伤筋动骨100天，你这伤口都裂开了，这2日就别下床了，好好躺着吧。不过今晚真是多谢你了，若不是你帮忙，我那草药还不知道会怎么样呢。叶婉婉动作轻柔的一圈一圈拆纱布，轩辕觉用帕子擦着滴水的头发。你照顾我这么久，帮忙是应该的。说了草药，轩辕觉想起方才看到的那一株红色草药，觉得很眼熟。他想了想，问叶婉婉：我刚才没看错的话，你养的是火赤草？低着头认真换药的叶婉婉猛地一下抬起头，惊讶道：你怎么会识得？火赤草是极为稀缺的珍稀药材，他当初寻遍了永州城的各大药房都没有，对他的了解也是在风老头给的医书里看到的。永州府里几个头发花白的老郎中也说只听说过没见过。他花了2年时间才在山里找到这么一棵。轩辕觉又不是大夫，没理由认得大部分郎中都不认得的火赤草。轩辕觉看到叶婉婉眼中竟然出现了防备的神色，微微一笑：不必紧张，我不会打他主意。我有一好友叫霍清河，是诡异的亲传弟子，江湖中人都叫他霍神医。几年前他养过一株火赤草，所以我才认得。当年霍清河外出寻找炼制解药需要的药材，半年后用飙车押回来一个满是泥土的大木箱子，里面养着一株活的草药，还留了一页书告知如何照料。之后轩辕觉的几个暗卫没日没夜轮班蹲守，从结出果子到完全成熟，整整3个月没离过人。叶婉婉自从流落到永州府后就没有再离开过，自然也没有听说过什么鬼医神医的，只要不打他草药的主意就行。他点了点头，选择相信轩辕觉，什么都没说，把他的脚抬起一些放到膝盖上，拿出续骨的药膏涂抹在脚上。你家中有生病吗？轩辕觉想起方才在后山叶婉婉拼命保护草药的模样，忍不住问道。这种草药只会用在一些罕见的病症上，
若只是为了卖掉赚钱，以他这段时日对叶婉婉的了解，他不会如此紧张的半夜不顾危险跑出去。叶婉婉手上顿了一下，过了好一会儿才轻轻点头。是给家人用的。需要帮忙吗？如果还需要别的药，我可以帮你。轩辕觉这才明白了叶婉婉为何带着孩子住在山中，一步不愿离开。火赤果入药主要是起到让不同药材中和药效的作用，且火赤果本身有毒，入药后需要加入丹子松去除毒性才能起到作用。丹子松也是罕见的珍稀药材，一般的病症根本不需要用到这2味药，故而轩辕觉断定叶婉婉家中患病者必是重症，疑难重症需要的药会很多，他想能帮上一点。叶婉婉抬头看了轩辕觉一眼，犹豫了。他其实并不想让别人知道小叶真的病，把他当另类看。想摇头拒绝好意的时候，又想到解药的最后1味药还不知道是什么。万一疯老头最后还是想不起来，轩辕觉那个擅长医术的好友也是一个希望。把解药方给他看看，说不定可以看出缺哪一味。叶婉婉垂下头继续包扎，好了之后把固定的主板重新绑上去，然后起身看着轩辕，踌躇着问：你那个神医朋友住哪里呀？博地城。轩辕觉说了3个字。帝都啊！叶婉婉瞬间失落，那太远了。让他跑一趟帝都去找那个神医倒不是不可以，可是以他的脚程，来回可能要30-40日，孩子怎么办？带着一起去路上也不安全，路上遇到什么危险他都没地儿哭去。轩辕觉见他眉头紧锁，若是需要，我可以飞鸽传书让他来一趟。可以吗？他真的愿意到永州府来吗？叶婉婉双眼都亮了，她即使找齐了药材，真正炼制的时候也不敢保证一定成功。如果能有个神医帮忙，肯定能事半功倍。思至此，叶婉婉即将习惯了凡事靠自己不麻烦别人，也肯定了要求助神医的想法。她感激地看着轩辕觉道：那会不会太麻烦呀？这么远过来，盘缠什么的需要多少？还有他出诊费多少？你先告诉我，价格太高的话，我先想办法准备。轩辕觉轻叹一声：我找他是过来帮忙的，你不需要给钱。那怎么能行呢？一码归一码。叶婉婉搬了个凳子坐下来，一手托着下巴，对着轩辕觉娓娓道来：我是救了你没错，可你今晚也帮我救了我的草药不是？这样就算还清了，不好叫你再欠这么大个人情，人情债是最不好还的。你想啊，他这次帮了你，日后他有事求你帮忙的话，你就也得答应。万一有什么危险，那不就是我害了你？还是当生意做，给那个神医钱，省得日后麻烦。我与他是兄弟，他不会计较这些。即便是要给这钱，也理应由我来出。我不是还欠你一座纯金的7级浮屠吗？能买多少火赤草了？轩辕觉嘴角含笑：谁跟你说的？叶婉婉身子一歪，赶紧扶住桌子站稳，满脑门黑线。其实不用问也知道，肯定是小叶真说的。除了那个小崽子，还能是谁说的？叶婉婉讪讪：我说笑的，小孩子的话别当真。我知道，我也是说笑的。霍清河游历江湖时，就常年治病救人，最喜欢接治疑难杂症，对这类病人向来分文不取。定居在博地城，也是因为地城能接触到更多不同的病症，即便没有我这层关系，他也不会受限。那还真是悬壶济世，菩萨心肠啊！叶婉婉感叹道：瞧人家这境界，不愧是神医。你也不差。轩辕觉抬头对着叶婉婉一笑，九王爷身份尊贵，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鲜少有人会这么坦然地和他坐在一起说话，还这么气定神闲的宛如唠家常。叶婉婉摆摆手：你这话我听着惭愧，
你要我带你进山找同伴，我不也没去吗？我只会做力所能及的事，如果勉强，我还是考虑自身为先的。我这样顶多算个好人而已。轩辕觉莞尔，能成为一个好人，已经胜过这世间许多人了，不是吧？或许吧。那就但愿好心有好报。神医如果能帮上忙，让我给你造一座纯金的7级浮屠都行。叶婉婉微笑着耸耸肩，看着时辰差不多，叶婉婉起身。热水应该好了，你擦洗一下休息吧。等热水打过来，轩辕觉已经自己借着拐杖坐在了床边。叶婉婉将一小桶热水放在床边凳子上，拿了干净的金帕打湿，拧了拧递给他。用完的东西放这儿就好，我明日收拾。你早点休息吧。轩辕觉点了点头，叶婉婉就往外走。经过桌子的时候，又将茶壶和杯子拿到床边的小凳子放着，这才带上门出去了。人走后，轩辕觉将身上的衣衫全脱了，用热水擦身，眼角看到茶壶后，嘴角挑了挑，想着叶婉婉看起来大大咧咧，却能在很多事上非常细心和体贴，都是多年自带孩子养成的习惯吧。为腿上的伤口裂开，轩辕觉又被下令躺了2天。他当然躺不住的，奈何执行命令的是2个小家伙，虎视眈眈盯着，端茶倒水陪说话，就是不让他下床。轩辕觉闲着没事儿，就在床上用竹子给2个小家伙编了2个球。等到第3日可以下地后，拄着拐杖到银杏树下的秋千坐着，看2个孩子在门口踢球。妍妍叔叔，阿娘还没有回来，你教我们踢球吧。小叶真摔了一跤，摔疼了，抱着球跑到轩辕觉跟前。他和妹妹都不会踢，刚玩一会儿就已经摔了2次，委屈地伸出手给轩辕觉看他手背上擦红的地方。叔叔腿还没好啊，等好了再教你。轩辕觉帮他吹了吹手背，又去拍衣服上沾的泥土，发现拍不掉。昨儿夜里又下了一场雨，地上的土是湿的。再看前面，小叶欢一脚把球踢出去，人也跟着摔了一跤，哼哼唧唧地坐在地上不起来了。这门口的地太硬，孩子摔倒会受伤。轩辕觉左右看了看，想办法，见竹屋左侧有一处地势比较低，有些积水在里面，已经变成泥地了。轩辕觉抬手一指那边，带妹妹去那儿玩吧，那里摔倒了不疼。叶婉婉背着背篓一路哼着小调从后山回来，再有个3、4天，火吃过就可以完全成熟了，他们也就可以出山了。想着在山里半个多月，还真有与世隔绝的悠闲自在，就是无意中救了个男人，一家3口又变成4口之家的感觉。特别是2个小崽子，连个外人已经胜过黏着他了。孩子的欢笑声老远就传过来，叶婉婉加快了脚步跑下山。最近她这个做娘的已经有了危机感，觉得继续让孩子和那个男人相处下去，她迟早地位不保啊。快步跑到家门口，叶婉婉还未来得及说话，就一整个愣住了，不可置信地看着摔成泥人的2个孩子，差点没撅过去。她一叉腰喊道：你们2个在干嘛？谁让你们这么玩的？小叶真回头，一见到叶婉婉就从泥坑里爬了出来，跑过去。站那别过来！让你带妹妹，你怎么带她玩泥巴呢？你看你脏的！叶婉婉抬手制止儿子向前，脸都快皱成包子了。小叶真一看叶婉婉好像生气了，很没义气的一指轩辕觉。妍妍叔叔说这里玩摔倒了不疼的。叶婉婉缓缓转头，阴恻恻看向树下的轩辕觉。你教的？合着衣服不用你洗是吧？轩辕觉张了张嘴，刚想说什么，叶婉婉却突然惊叫一声，连连后退。原来是小叶欢一早上没看到叶婉婉了，见她回来也从泥坑里爬出来，抱着已经滚得看不清本来面目的球，跑过来就要往她身上扑。等，别过来，太脏了！叶婉婉大叫着跑开，
可惜小叶欢不像小叶真说一句停就听话，就是要往他身上扑。叶婉婉吓得转身就跑，小叶欢被他的反应逗乐了，咯咯直乐地抱着球追他，张开手要抱抱。不抱，太脏了，我才不抱啊！你不可以弄到阿娘身上。叶婉婉满地乱转躲避，小叶真看着也跑过来加入，两个孩子咯咯笑着追着要往他身上扑，用满是泥巴的球丢他身上。叶婉婉被追得惊叫着到处跑，大叫：你们两个小鬼，反了你们！哎呀，脏死了！揍你们信不信？两个小家伙自然是不信叶婉婉会揍他们的，追着跑来跑去，直到玩得跑累了才停下来。叶婉婉被蹭了一身泥，也累得够呛，嫌弃地甩着手上的泥巴，抬头就看到轩辕觉一脸看戏的表情，脸上的笑意都忍不住了。叶婉婉气不打一处来，指着树下：你们两个小鬼，怎么不扑他？小叶真摇头：不行的，云野叔叔腿疼，又跑不了。叶婉婉被气笑了，抬手做事要揍他。小没良心的，胳膊肘往外拐，谁生的你啊？刚说完，小叶欢就跑过去了。树下的轩辕觉都来不及起身，小叶欢就已经直接扑到他身上。轩辕觉双臂抬着张开，愣住看着扑到他身上的小叶欢，脸上的表情可谓精彩。叶婉婉见状，先是愣了一下，随后哈哈大笑，笑够了，叶婉婉晃悠到树下，拍了拍小叶欢的脑袋。果然是亲闺女，干得好！轩辕觉无奈地看着他，让他弄我一身衣服，还不是你洗吗？叶婉婉眼珠一转，发现无言反驳，瞪了轩辕觉一眼，拉过往他腿上爬的小叶欢。我还就不给你洗了，你手早好了，自个儿洗吧。说罢，叶婉婉皱眉看着两个浑身泥巴的小家伙，要再不洗就干了。看了看眼前的溪流，他招手换过来小叶欢，直接把俩孩子提溜进水里。今日日头大，天气好，索性让流动的溪水冲干净他们身上的泥巴。等去屋内换了衣裳，拿着干净的衣服出来，两个小家伙已经扑腾的差不多了，连球也一并冲干净了。轩辕觉坐在边上的草地上看着，提醒他们注意不要踢到水底的石头。叶婉婉看到还挺感动的，知道轩辕觉是因为看他走开了才过来看着孩子。他过去蹲下招手：行了，这水凉，玩一会儿就好了。他先将小叶欢抱上来，脱了脏衣服，用帕子全身擦洗了一遍，然后再给他换上干净的衣服，直接塞给了轩辕觉。轩辕觉抱着孩子，拿帕子给他擦头发。叶婉婉又去把在水里正玩得欢的小叶真抓上来。等收拾干净两个小家伙，叮嘱他们不许再去玩泥巴后，叶婉婉搬出木盆准备洗衣服，打好水，将他和孩子的衣服一起扔进盆里，又对轩辕觉勾了勾手指。轩辕觉挑眉，脸上略微不解。叶婉婉望天：衣服脱下来呀，你要不要洗啊？轩辕觉忍笑，脱下最外面那件弄脏的外衫，交给小叶真。小家伙就抱着跑过去给他。叶婉婉接过来，泄愤似的扔进盆里，撒上皂粉，提着裙摆光脚进去踩。轩辕觉早就见识过叶婉婉是怎么洗衣服的，每日清早推开窗，他都能看到溪边埋头在盆里踩衣服的人，只是今日好像踩得特别用力。爸爸，叶婉婉衣服还没洗完，小叶欢突然跑过来，垫着脚张开手臂要他抱抱。刚玩的兴起的球已经被扔到一边了。叶婉婉摸摸他脑袋：阿娘洗完再抱好吗？再等一会儿。小家伙张着手，一会儿气呼呼的就跑开了，跑去了栅栏里抱出来一只小兔子。小家伙的喜好一直很固定，不管玩什么都只有一时兴趣，只有喜欢兔子这点从会爬开始就没变过。为此，叶婉婉养兔子不知道格外花了多少银子。抱着兔子跑到树下，小叶欢拿着根胡萝卜喂它。
叶婉婉叫他不要喂太多，早上喂过了，不搭理。轩辕觉叫他也不搭理。叶婉婉知道小家伙又开始自动屏蔽一切干扰了，无奈叹气。抱着球的小叶真凑过去跟妹妹蹲在一起，看了一会儿后伸手摸了一下地上的兔子，刚碰到小叶欢毫无征兆的尖叫一声，用力推了他一把。叶婉婉、轩辕觉都惊了一跳，小叶真被推了一个屁股墩后，球滚到一边都没有去捡，爬起来就近扑进了轩辕觉怀里。轩辕觉抱着孩子看叶婉婉，神情中带着疑惑，询问他怎么回事。叶婉婉叹了口气，无奈地耸了耸肩，可能是累了，想睡觉了。他加快了速度洗衣服，这种情况没少发生。要求没得到满足的话，有时候会突然暴躁发脾气。刚过来要抱抱，估计是玩累了，他没抱，所以发脾气呢。轩辕觉想了想，放下小叶真让他到旁边玩，起身往小叶欢那边走了2步，伸手：欢欢，过来，叔叔抱你。别，你别动，他要哭的，我马上就好了。叶婉婉听到了，连连摆手。小家伙发脾气的时候，除了他，谁碰都要哭的。他刚说完，轩辕觉已经伸手直接把孩子从地上提溜起来了。小家伙只是叫着挣扎了2下，就在安抚下乖乖趴在轩辕觉肩头。轩辕觉轻轻拍着孩子后背，对上叶婉婉视线轻挑了下眉。叶婉婉心里酸溜溜，低声喃喃：你厉害行了吧，送你得了。等晾完衣服，叶婉婉让小叶真把兔子抱回栅栏里，就擦着手走向轩辕觉。小叶欢已经睡着了，他看着轩辕觉坐在秋千上，用没受伤的那条腿轻轻晃着秋千，手上拍着已经睡着的孩子，觉得画面还挺有点奶爸的样子。想到这儿，叶婉婉用力晃了2下脑袋，暗骂自己想什么乱七八糟的。过来刚要伸手要把孩子抱回屋睡，轩辕觉突然猛地一下抬起头，眼神犀利地看向林子方向。叶婉婉被他带着寒意的眼神惊得一愣。怎么了？林子里有人，正在往这边来，很多。轩辕觉耳朵动了动，叶婉婉面色一变也紧张。这深山老林里跑出来的谁知道是什么人，拔腿就往跑远了去捡球的小叶真跑过去，刚抱起孩子，就见林子里跑出来一群黑衣男子。领头的那个脸长得还挺清秀，就是看着有些狼狈，头发凌乱，手臂上还受伤，缠了白色的布条，渗出来的血也不知道多少天没处理，已经黑了。后面的人也是一个个跟逃难的难民似的。叶婉婉愣在了原地，不知道什么情况。对面人马看到他也愣了一下，随后那群人里有人又惊又喜喊了一句：王爷！领头的男子身子震了一下，随之脸上狂喜，一群人纷纷从叶婉婉身边跑过，往轩辕觉那边去了。跑到近前，那20多人就动作整齐的扑通一声双膝跪地。如在梦中的百里庭叶往地上重重磕了一个头，再抬起头，眼眶微红。他起身踉跄地走到同样一脸惊愕加欣喜的轩辕觉身旁。轩辕觉腿不便，又抱着孩子没法起身，伸手一把抓住百里庭叶的胳膊，上下左右的看，你确认眼前人是真的，不是他在做梦。王爷，要是再找不到你，我就要在悬崖边横剑自刎了。百里庭叶摇着头，脸上百感交集。他其实想先抱一个，只是他家王爷腿貌似不便，而且怀里还抱着个娃娃。轩辕觉冷静下来后，看了一圈面前跪着的人，不足30人。他进山可是带了200人啊！他对众人抬了下手：都起来吧。说完，抬头问百里庭叶：你们是怎么找到这里来的？他记得当时他们所在的那个山头是往外突出的，爆炸的时候整个炸掉了，这么高的山崖掉下来，根本分不清方向。百里庭叶如今悬着的心终于放松了些，脸上也有了笑模样，只是整个人显得疲惫不堪。他摇摇头道：
一言难尽。走散后我带着人找你，不停地遇到那些不要命的江湖人拦截，我们能怎么办？跟他们打呗，说不通那就全宰了。过好几天后才顺着你们打斗的痕迹找到了悬崖边，看到满地被炸死的尸体和垮塌的山头，我当时整个脑袋嗡嗡响，差点就跟着直接跳下去了。后来一想，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就和兄弟们花了好几天时间编了藤条，顺着山壁爬下来的。下来后我们就开始一点一点搜寻，今日才找到这头。前几日还下了2场暴雨，这鬼地方连个山洞都没有，大家身上都有伤，现在有几个兄弟还发烧呢。百里停业说起这个就来气，没好气地瞪了眼跪在最前面匍匐地上的陈郎中。他们在寻找轩辕诀的时候找到了他，一路九死一生带着他，这家伙倒好，把随身带的药箱丢了。弟兄们受伤生病也没药物医治，真是一点鬼用都没有。辛苦了。轩辕诀伸手拍了拍百里停业胳膊，虽然百里停业只几句话带过了这10几日的艰辛，但是他知道他们一定是经历了重重险阻才来到这儿。地上的人都还跪着，轩辕诀刚已经让他们起来，但那些人一个个都自知护卫不力有罪，所以跪在地上不愿起来。轩辕诀也无奈，看他们一个个都负了伤，面容憔悴狼狈不堪，心里更不是滋味。他扭头看向银杏树后，叶姑娘，可否麻烦你帮我这些弟兄们检查一下伤势？早就抱着小叶真偷偷溜到树后偷听的叶婉婉听到叫他，尴尬地抱着孩子从树后出来，偷听了对话。他也知道了，这群人就是轩辕诀迷失在山林里的同伴，他也挺佩服这些人的，这样都能找过来是有多重信仰。还有，他刚没听错的话，这些人叫他王爷，是姓王的大爷，还是他想的那个王爷？叶婉婉抱着小叶真，一手还捂着小家伙的嘴巴不让他说话，站在树下踌躇不前。轩辕诀以为他害怕，笑了笑道：你不用害怕，他们都是我的同伴。叶婉婉想了想也是，这些人要不是好人，深山老林的他害怕也无济于事，就把小叶真放下，在一众打量的目光下牵着小叶真走上前。那个屋里有药，我去拿，孩子我抱回屋去睡吧。叶婉婉说着看向睡着的小叶心，轩辕诀点头把孩子交给他，叶婉婉接过来。真儿，跟着阿娘。小叶真见这么多人有点点怕生，就乖乖抓着她裙摆跟着一起回屋。百里停业疑惑的目光一直追到叶婉婉进了屋，刚才那样情绪激动的情况下，他眼里只看到轩辕诀，没心思注意这女人是谁，睡着的孩子也没有看到脸。这会儿仔细看了才发现竟然都见过。她不是那天那个在街上管你叫爹的小女娃的娘亲吗？她怎么会在这儿？百里停业指着面前的竹屋，一脸惊讶。是他救了我，这事过后再说吧。轩辕诀示意他稍安勿躁，他拿起一旁的拐杖，跪在地上的青羽和飞羽赶紧起身过去搀扶，齐齐盯着他的腿看。王爷，您的腿？无妨，已经医治过了，休养一段时日，应该就可以痊愈。都起来吧。站起身后，轩辕诀面无表情，对着跪在地上的人说第2遍。这次他们不敢不听，三三两两相互搀扶着起身。轩辕诀一一扫过那些熟悉的面孔。这里很安全，先好好休养，再过几日就可以出山了。再过几日，后山的火赤果就可以成熟了。叶婉婉答应他的，采了药马上出山。士兵们这段时日一直担惊受怕，找不到轩辕诀，或者轩辕诀出了事，他们就算活着出去了，回去也都是死罪，说不定还连累家人。大家都抱着若是找不到人，或者找到的是尸首，就留在这儿陪葬的想法。如今人找到了，他们不用死了，主心骨也有了，一个个面露喜色。轩辕诀说什么就听什么。叶婉婉把小叶欢放到床上，
又给一直问东问西的小叶真也脱了外衣让她午睡，然后从房间出来，站在窗边偷偷打量外面那群人。那些人有些坐在地上休息，有些人脱了衣服在溪水里拿打湿的衣衫擦身，轩辕觉则是和3个人在树下说话。说了几句后，那3人走到了离银杏树不远处的那2个木堆前，下跪祭拜。祭拜完回来，远远的看不清，叶婉婉也能看出来那几个人心情十分低落。其中一人抹了抹脸，像是在哭。轩辕觉拍了拍他肩膀，叶婉婉有种感觉，这些人不是普通的官府衙役，更不像是江湖人，而是像当兵的军人。看了一会儿，叶婉婉去到药房，往药箱里装了各种伤药，挎上药箱走到门口，又返回去到厨房，将早上剩的1笼屉包子也带了出来。那些人一看就好几天没好好吃过东西，可惜他存粮有限，马上能吃的也就这几个包子了，聊胜于无罢了。叶婉婉一出来，飞宇就赶忙咳了几声，西边光膀子擦身体的人纷纷又将衣服穿上了。叶婉婉一个有着现代思想的人，虽然并不会因为看见一群男人光着膀子怎么样，但见他们能注意到这一点，还是好感大增，说明这群人并不是没有规矩的莽汉。过去将包子递给了轩辕觉，叶婉婉小声道：他们看着很虚弱，可我这里剩的食物也不多了，最多只能用昨日剩的野山鸡熬一锅粥给他们喝了缓缓，后面吃饭的问题就要他们自己去林子里打猎了。还是那句，叶婉婉有善心，但是不会逞强。这20几个大男人一顿就能把他剩下的粮食干完了，他还要在这儿待几天，剩下的一些大米白面总要紧着孩子。轩辕觉当然也知道情况，点了点头，接过笼屉给百里廷业。多谢叶大夫啊。百里廷业对着叶婉婉笑了笑。轩辕觉刚和他说了这段时日发生的事儿，他听完后对面前的女子好感大增。包子百里廷业都拿去分给了几个伤势较严重的兄弟，他们这10几日干粮吃完了后，就一直靠山里的动物填肚子，倒不是没得吃，就是条件有限，一天只能吃1顿。加上轩辕觉下落不明，他们着急寻找，每天都是随便对付2口，虽说不至于饿死，个个身体状况也是很差。叶婉婉挎着药箱也跟过去，给靠在树下的一个人把脉。这人胳膊的刀伤很深，已经在发炎了，人也因为发烧很虚弱。叶婉婉把过脉后摇摇头，拿了一瓶药倒了1粒出来塞进他嘴里。喏，消炎的，再晚2天你这条胳膊就废了。手脚麻利地处理好了这人胳膊上的伤，叶婉婉又去看下一个。下一个伤在肩上，只是随便敷了点止血的草药，伤口都溃烂了，也硬生生忍着。叶婉婉低着头清理伤口，眉头都皱成了川子。她十分佩服这些人的忍耐力和意志力，也在猜测这些人的身份。虽然轩辕觉说过他是永州衙门的，可他看这群人也不像是永州衙门那群奸懒馋滑的衙差，怎么看都像是当兵的。他对当兵的人天生有好感。双手用力将白布撕拉一声撕开2半，叶婉婉动作熟练地包扎好，又去看下一个。那些身上有伤的人都看着，很自觉排队等着医治。百里廷业开始还不敢相信叶婉婉能救了轩辕觉，主要是他没见过村妇打扮的大夫，且大耶国会医术的女子太少了，毕竟穷人家的女子学不起，富贵人家也没有哪个会将女儿送去学医，擅长医术的女子听着都稀奇。可如今看来是他看走眼了。他在一旁看了半天，这女子动作娴熟，丝毫不拖泥带水，且神态自然游刃有余，比他们带了一路遭到点危险就浑身直抖的陈郎中可强多了。百里廷业看看叶婉婉，又看看轩辕觉，走过去推了推轩辕觉坐着的秋千。哎，那是个人才呀，有这医术都可以进宫里给娘娘和朝廷命妇看病，怎么都能谋个好差事。
住在这荒山野岭的，当一个乡野村妇，太屈才了吧？轩辕觉看他有些嫌弃。你管人家怎么过，少多嘴。分到一个包子的陈郎中吃完后，小心翼翼地走到叶婉婉身边。姑娘，我是郎中，可以帮忙，把药给我一些吧。忙碌中的叶婉婉抬头，见是一个40多岁的大叔，长了一张老中医的脸，有人帮忙自然是好，他点了点头。你拿吧，不够屋里还有。这些人几乎每个人身上都有大大小小的伤，即使是多了一个帮手，叶婉婉也累得够呛。忙活了1个多时辰，剩最后几个人的时候，陈郎中就去屋里的药房拿药煎药。百里停业叫了2个士兵进去一起帮陈郎中忙，自个才坐在了树下等着医治。叶婉婉示意百里停业将外衫脱掉，这人给他的感觉就是长得清清秀秀，眼珠一转，好似就有千百个主意，看着平时就是个玩世不恭的性子，可方才拿了吃的1个没动都分给了其他人。医治也是排在最后，等所有人都治疗完了才过来，很有些责任和担当。怪不得这些人能听他的不辞辛苦找到这儿来，拆掉了已经脏得快变成黑布的布条。叶婉婉用剪刀把衣服剪开，发现伤口发炎严重，和衣服都粘在一起了。叶婉婉无奈摇头，哎呀，这些人还真是个个都不要命了。她拿出镊子消毒，边道：和衣服粘在一起了，清理起来可能会很疼，你忍一忍。百里停业扭开了眉看伤口，一副很害怕的样子道：叶大夫，我很怕疼的，你温柔点啊。我尽量吧。消完毒，叶婉婉正准备动手，竹屋里却突然传来了小叶欢叫她的声音。叶婉婉一下就站了起来，刚想说她先去看看孩子，轩辕觉叫住她道：我去吧。说着也没等叶婉婉回答，拄着拐杖起身，青雨和飞雨过去搀扶着她就往竹屋去。叶婉婉也不好扔下治了一半的病人跑了，也就随他去了。想着小叶欢这么喜欢他，应该能搞定。想到这儿，心里又酸溜溜。她这小闺女铁定是个颜控，看别人长得好看就没有抵抗力，这点随她了。百里停业见2人相处得这么自然，生起了些八卦的心思，伸长脖子看看轩辕觉走进竹屋，就一脸坏笑着想问叶婉婉点什么，突然手臂伤口处疼得他一激灵，百里停业嗷嗷叫：疼，轻点儿！进了屋，轩辕觉让2个暗卫站在外面，独自一人推门进入内屋。屋内小叶欢坐在床上看着门口，焦躁不安地一直重复叫着阿娘。小叶真就躺在他旁边揉着眼睛，还迷迷糊糊的没完全醒来。看到进来的人，小叶欢嘴巴一扁就要哭。轩辕觉走快了2步到床边坐下。欢欢乖，阿娘在外面，叔叔给你穿好衣服，出去就可以看到了。小家伙依旧扁着嘴，倒是没哭，躲开轩辕觉伸过来的手，扑到床上，把脑袋埋进了枕头里不理他。轩辕觉一看，行吧，睡了个午觉又不搭理他了，他也不敢强行拉起来，转而把还在揉眼睛的小叶真提了起来，抱在怀里捏了捏他的脸。醒了吗？小叶真迷迷糊糊的点头。阿娘呢？你阿娘在外面给那些叔叔们看病，你出去就可以看到了。轩辕觉坐在床边给小叶真穿衣服，穿好后让她站在床上给她系腰带。小叶真也醒得差不多了，眨着大眼睛问：叔叔，外面这些人是你的朋友吗？他们都是叔叔的兄弟。有这么多呢？那他们要和我们住在一起吗？小叶真天真道。轩辕觉失笑：这几天都会和我们一起，过完这几天就出山了。穿衣服还简单，孩子穿鞋的话，轩辕觉一条腿不太方便。他正要起身去拿地上的鞋子的时候，小叶真滋溜一下就趴着床沿顺下来了。
小叶真也知道轩辕觉腿不方便，坐在小板凳上。我可以穿的，阿娘有教我。轩辕觉摸了摸他脑袋，转而去看还趴在枕头上闹脾气的小叶欢。小家伙只露出半张脸看着他，见他看过来，又把整张脸埋进枕头里。轩辕觉伸手揉他脑袋，孩子叫了一声挣扎，连踢了他好几脚，暴躁的不让碰。孩子没什么力气，轩辕觉也不躲，任由他踹了几脚，就歪着头微笑看他。小家伙翻了个身，凶巴巴看着他，一边拍床边一边继续踢他。轩辕觉抓住他脚丫，他清楚小家伙是有病，以致行为异常，表现出了足够的耐心和温柔。想要做什么和叔叔说，不可以打人。你不要叫了，叔叔给你穿衣服，出去就可以看到你阿娘了。小家伙用力挣扎了2下，腿动不了，就干脆躺着不动了，扑闪着一双大眼睛看着轩辕觉。小叶真穿好了鞋子，他已经习惯了妹妹总是会无缘无故的发脾气，自己跑到门边踮起脚开门准备出去。门一打开，就看到门口站了2个人，小家伙吓一跳，又缩回去了。门外的青雨和飞羽看了对方一眼，伸着脖子看门里，就看到一个小脑袋扒着门探出来，看到他们又缩回去了。重复了2次，2个暗卫都被蒙得不行，脸上换上自认为和蔼可亲的笑容。等着那个小脑袋再次探出来的时候，青雨弯下腰对他挥挥手。小叶真这次没有再缩回去，扒着门露出半张脸看着他们。青雨在门外一蹦一跳地做着搞怪的表情逗他。小叶真看得眉头都皱了起来，心想这个哥哥好傻，他又不是3岁小孩。青雨逗了半天，发现小家伙无动于衷，甚至还有些嫌弃，就撞了旁边的飞羽一肘子。飞羽揉了揉被撞的地方，也嫌弃地白了他一眼，然后伸手对门内的孩子招了招手。小叶真有些犹豫，不过还是打开了门出来。竹屋的门槛都比较高，小家伙每天都是爬进爬出的，刚要扶着门框爬出来，就被人抱起来了。青雨抱着孩子就转了个圈，满眼喜爱。你几岁啊？叫什么名字？等轩辕觉哄着小叶欢穿好衣服，牵着他出来时，外面洋溢着一片欢笑声。叶婉婉还在树下给百里庭业医治，小叶真已经同外面的士兵完成一片了。青雨拿着球上下翻飞的踢各种花活，小叶真坐在一个士兵腿上看得直拍手。轩辕觉低头看小叶欢，晃了晃他的小手。欢欢要去玩吗？见他不说话，只是一直盯着青雨踢球，轩辕觉拉着他走向人群，刚走近就有人起身让了个座位。轩辕觉坐下，孩子就直接趴在他膝头，依旧盯着踢球的青雨。围坐在一起的士兵见又出来一个孩子，就有人跑过来想逗他玩，可小叶欢怕生，一看生人过来，手脚并用地爬到轩辕觉腿上，把脸埋住，哼哼唧唧往他怀里钻。轩辕觉赶紧一手护住孩子，另一只手抬起道：都别过来了。叶婉婉帮百里庭业治疗完了过来，刚好看到这孩子怕生。他过去接过小叶欢抱起来，看他衣裳穿得还挺好，对轩辕觉笑了笑。厉害呀，居然真的没哭。轩辕觉眉头轻轻挑了一下，被夸了一句，觉得挺受用。竹屋的厨房里已经飘出了阵阵药味儿，叶婉婉药房里能用的药都被陈郎中搜刮一空，煎好后所有人排着队进去把药喝了才算完。等陈郎中忙完了把厨房还给叶婉婉的时候，天都已经快黑了。2个孩子嚷嚷着饿，叶婉婉好不容易把挂在身上1下午的小叶欢交到了轩辕觉手里，一脱身赶紧跑去小厨房准备晚饭，一并在厨房的大铁锅里下了米熬粥。晚上吃饭的时候，饭桌上多了一个人，百里庭业坐在轩辕觉旁边，闻了闻香味儿，肚子不争气地叫了一声。看到叶婉婉端着几碗粥出去了，
他拿起筷子尝了一口，对着轩辕爵竖起大拇指。不仅医术好，厨艺也不错呀。轩辕爵给挨着他坐的小叶欢夹菜，漫不经心答道：是挺不错，特别是鲫鱼汤做得特别好。百里庭业饥肠辘辘不客气地开动，每个菜都尝了一遍，赞不绝口。坐在他对面的小叶真双手抓着个鸡腿啃，睁大了眼睛听着面前叔叔一直夸叶婉婉小脑袋一点一点的。是呢，阿娘做菜可好吃了。嚯，你这牙口真好。百里庭业对着小叶真笑，见他吃得香，把另一个鸡腿也夹了放到他碗里。来，这也给你，多吃点，长大才能像叔叔一样玉树临风。小叶真眨了眨眼，他吃不了这么多，可同百里庭业不熟悉，不敢说，就皱眉看向轩辕爵，委屈巴巴。吃不了了。轩辕爵伸筷子把鸡腿夹到百里庭业碗里。这么点孩子，你想撑死他？百里庭业扁扁嘴，夹了鸡腿自个儿啃，边啃边瞧着轩辕爵。啃完了鸡腿的小叶真伸着油乎乎的手看他，轩辕爵就掏出帕子给他擦手，擦干净后给他小碗里装了一勺米饭，孩子就拿着筷子自己夹菜扒饭。和小叶真乖乖的自个儿夹菜吃饭不同，小叶欢一直贴着轩辕爵胳膊坐着，手里拿着勺子，不是吃饭的，而是拿在手里玩，眼前的小碗一下也没动。轩辕爵边吃边不时喂他一口。百里庭业怎么瞧，他家王爷现在都有股奶爸的风范，亲儿子也没见抱过几回，竟然在这儿伺候起别人孩子来了。他不厚道的想，莫不是摔下山崖撞到脑袋，性情突变了？叶婉婉往外送了2趟粥回来，就看小叶欢都快长轩辕爵胳膊上了，还把嘴边的油也往他胳膊上蹭。他过去把小家伙抱走了，到轩辕爵对面坐下喂他吃饭。百里庭业是个话多好交友的人，他不像轩辕爵惜字如金，又不善与人交流。一顿饭下来，和叶婉婉天南海北乱侃，聊得挺好。想要了解的关于叶婉婉的事也都知道了，但是仅限于叶婉婉不想隐瞒的。叶婉婉又不是傻子，早就听出百里庭业故意套话打听她的身份。一顿饭吃完，百里庭业就把小叶真放肩头扛着出去了。吃饭的时候，外面一直闹哄哄，叶婉婉纳闷他们在干什么，也就跟出去。屋里几人出来一看才知道，原来是去林子里打猎的几个人回来了，外面架起了火堆正烤肉呢，2只30-40斤的野鹿架在架子上。开始那些人以为竹屋旁的兔子是养来吃的，还想把那些兔子宰了烤着吃，轩辕爵让他们不许碰。出去打猎时还特地叮嘱了不许抓山里的兔子，所以出去的时候几个人放弃了设陷阱打兔子，而是埋伏在草丛里射了2只野鹿回来。小叶真睁大眼睛好奇地看着穿架子上的东西，有些害怕，坐在百里庭业肩头回头看叶婉婉。阿娘，那是什么？是山里的动物，像小鸡小鸭一样可以吃的。叶婉婉抢在想回答的百里庭业前开口，庆幸已经烤了一会儿了，小家伙认不出来那是他看过来溪边喝水的小鹿，不然见这些人把小鹿宰了吃，估计要吓哭。百里庭业看了轩辕爵一眼，悻悻地闭嘴，觉得叶婉婉年纪不大，这娘做的倒是真不错。小叶真被百里庭业扛着跑去了火堆旁，下来后就蹲在边上看几个人往架子上刷调味儿，没一会儿又被其他人抱走玩去了。和儿子同谁都能玩到一块儿正好相反，小叶欢跟着个树袋熊一样挂在叶婉婉身上。许是因为来了太多生面孔，小家伙怎么都不肯下地，非要抱着才行。叶婉婉无奈，只能抱着他一起进屋。轩辕爵只是看了一会儿打回来的其他猎物，再抬头就不见人了。往屋里张望，看到叶婉婉抱着孩子正收拾桌子。你这小丫头想累死我是吧？挂
骂了一天了，阿娘腰都要断了。我上辈子一定做了对不起你的事，所以这辈子要还债。叶婉婉一边收拾桌子一边碎碎念，小叶欢趴在他肩头，抓着他头发玩，无动于衷。正念着，有人跑了进来，脚步还挺轻快。叶婉婉还没回头，手里的东西就被人拿走了。叶大夫，这些我来收拾吧，您歇会儿。青雨抢过叶婉婉手里的碗，端着几个盘子跑进了小厨房。叶婉婉不明所以，门口飞羽扶着轩辕觉走进来。轩辕觉道：让他收拾吧，你抱着孩子不方便。青雨跑去厨房，又很快跑回来，撸起袖子继续收拾。没错，叶大夫，您今后有什么粗活累活都交给我干，我很勤快的。叶婉婉笑了笑。那怎么好意思？青雨摆摆手。没什么不好意思的，您救了王爷一命，我这辈子给您当牛做马都愿意。王爷2个字脱口而出，说完青雨才愣了一下，意识到说错了，都不敢看轩辕觉，飞快地收拾完，一溜烟跑去厨房洗碗去了。屋子里一时陷入沉默，叶婉婉自然也听到了，她又不聋，沉吟片刻，回头看向轩辕觉。这是他今日第2次听到这些人叫他王爷了。当晚把2个孩子哄睡着后，叶婉婉却睡不着了。20几个大男人，而是心中疑惑轩辕觉的身份。他对王爷的认知来自于上一世的影视剧，不是皇亲国戚，就是拥有王爵封号的功臣。轩辕觉是哪一种呢？心中好奇，怎么都睡不着。叶婉婉翻来覆去折腾半天，最后干脆起身去问个究竟。隔壁药房里住着陈郎中和几个伤势比较严重的人。叶婉婉轻手轻脚的，生怕惊动了里面的人，跟做贼似的走到轩辕觉房门口。怕吵醒其他人，他也不敢敲门，悄悄推开一条缝往里看。这一看，就见轩辕觉靠坐在床头，正盯着门口看，就像是专门在等他一般。叶婉婉觉得有些尴尬，可又不甘心就这么走了，犹豫了会儿，还是进去了。轩辕觉自然不是在等他，他内力深厚，只是听到了门口有轻微的脚步声，猜到了是他而已。叶婉婉进了房间，就背着手跟遛弯似的在房里溜达。他想等轩辕觉先开口，可对方显然比他沉得住气，只是平静地看着他溜达。转了2圈后，叶婉婉先受不了妥协，她坐在床边，眯着眼睛盯着床上人。你是王爷？轩辕觉轻轻点头。哪种王爷？皇叔。叶婉婉吃惊。这么说你是皇族，姓轩辕？九王轩辕觉。轩辕觉外出办事儿，总也对外人隐瞒身份，却是第1次心有愧疚。叶婉婉愣了半晌，这会儿理解轩辕觉为什么隐瞒了。这么大来头，当时说实话他也不会信呀。想起先前骂过人家，顿觉背后冒冷汗。大耶国有律法，对皇族不敬可是要杀头的。后知后觉的叶婉婉尴尬地笑了笑。那个九王爷是吧？这段时日若是有照顾不周的，您多担待呀。还有我之前说的一些话，您别跟我一个妇人计较。我绝对没有想过要挖个坑把您给埋了的，我从一开始就是拼了命的想要救您的。轩辕觉轻轻一挑眉。哦，我发誓。叶婉婉竖起3根手指，表情无比真诚。轩辕觉失笑。我相信。叶婉婉那双笑成月牙的桃花眼，同小叶真撒娇卖萌时一模一样，双手轻轻一拍。不愧是王爷，果然大人有大量。你可以不用叫我王爷，元衡也是我的名字，我皇娘和师傅都这么叫。你以后还是叫我元衡吧，或者依旧叫公子。轩辕觉有些不习惯他一口一个王爷，看着叶婉婉轻声道：叶婉婉笑容微微僵住，突然觉得心跳有点快，是怎么回事？
果然人长得好看的，说话温柔点都像调情。他晃了晃脑袋摆手，觉得自个儿脑子被驴踢了，竟然会以为人家这样的身份会跟一个村妇调情。啊，不行不行，那多不恭敬啊！轩辕觉无奈地轻叹一声，懒懒地靠坐在床头。哎，我没别的意思，不过是来永州府有事情要办，需要隐藏身份。你要是出山了还这么叫我，就露馅了。叶婉婉不以为然。这个您放心，不会的。出了山我们就各回各家了，我肯定不会和任何人说起您的事的。轩辕觉原本含笑的嘴角听到此处消失了，抬眼眉头紧蹙。叶婉婉一直都在强调出了山就要和他划清界限，不再相见，不禁让他心头不痛快。他看了叶婉婉一会儿，侧开脸淡淡道：你的意思是出山了就不再见了？那神医你还要不要找了？叶婉婉眨了眨眼。神医自然是要找的，可你这么多手下，随便派个人来联络不就行了？我若想亲自联络呢？我与2个孩子有缘，出去了也会看望你们的。我是哪里让你觉得厌恶吗？就这么不想再见到我？轩辕觉面无表情，干爹的事儿他还未提起，本想等到出去的日子再说，这样一来也顺理成章，日后去看孩子。可瞧着如今叶婉婉的态度，是生怕和他有什么瓜葛，能答应就怪了。叶婉婉继续疑惑地眨巴着一双桃花眼，盯着轩辕觉脸看。你这是生气了？那我们本来就是要各回各家的呀，我也没说错啊。再者，我也没说各回各家后就不让你来看孩子呀，你怎么这么爱较真啊？他往前凑凑，见对方脸色越来越难看，轻声道。轩辕觉抬眼与他对视。那是因为你一直在强调，我已经听过太多次了。行行行，你随时来，我住吉祥巷榕树胡同18号，一定打开大门迎接您，行吗？叶婉婉哭笑不得，这段日子的相处她也发现了，这个人就是特别爱较真儿，不想跟他争辩。轩辕觉听他家门都报上了，脸色缓和下来，二人都沉默着。叶婉婉在想，对方应该是真的很喜欢2个孩子吧，那既然人家都不在意他只是个平民百姓，上门就上门吧，抱个大腿总没坏处。他一琢磨事情就特别专注，一直盯着轩辕觉看。轩辕觉的视线也从对视着落到半张脸的伤疤上。寻常女子脸上有疤，不管多小都会羞于见人，也害怕别人看到他们的脸，那头都恨不得低到地上去。这女人却没有半分掩饰，大大方方地露着脸上的疤，说话喜欢看着别人的眼睛，还动不动就往人跟前凑。也不知是否因为看多了，轩辕觉一点也不觉得这张脸丑陋。他轻咳一声，我和青羽说过了，出去就飞鸽传书，让霍清河过来。我还是很好奇，你怎么会在这儿呢？博地城与永州府相距万里，为什么会带着人跑到这儿来，还进了黑风山，连命都差点没了？叶婉婉也回过神点头，见对方没绷着脸了，问道。轩辕觉怔了一下，抬眼看了叶婉婉一眼，就低下双眸低垂，连带眼神都暗淡了。叶婉婉忙补充道：当然，我就是随便问问，您若是不想说便算了。过了一会儿，就在叶婉婉以为他真不准备说的时候，轩辕觉缓缓抬眼看向他。我有个兄弟叫柳文韶，父亲是3朝元老内阁首辅，他10岁开始成为我的伴读，16岁随我南征北战，18岁那年他父亲过世，他本应在那一年进入内阁当一个文官，同他父亲一样成为朝廷栋梁，成为大业子民心中德才兼备风度翩翩的首辅大人。可因我习惯了他在身侧出谋划策，他选择继续留在军中帮我，这一留就是5年。结果4年前他被卖国求荣的江湖人在北京杀害了。轩辕觉语速很慢，叶婉婉安静地听着，听到这儿心里咯噔一下，
这个叫柳文少的人听着就人好好的感觉，这也太可惜了。接下来，轩辕决将他为何会来到永州府进山的目的，以及进入黑风山后遇到的事情都说了一遍。叶婉婉听完这曲折跌宕的事情经过，一脸佩服地看着轩辕决。你不知道人藏在哪儿，也敢带着200人进山抓人？你知道黑风山多大吗？凶手要是藏起来，就是拉10万大军过来也找不到。轩辕决知道叶婉婉说的没错，是他报仇心切才造成了今日的局面。想到牺牲的将士，他闭上眼睛。是我的决策失误，才让这么多弟兄送了命。不过你想报仇也没错，那个罗石海这么坏，就不应该再活在世上继续害人。叶婉婉见他自责，就安慰了一句，想了想又问：那你这次没找到人，打算怎么办？出去重振旗鼓再进来吗？不杀了罗石海，我绝不离开永州府，所以黑风山一定会再进来的。不过需要先去查清楚，那群江湖人究竟在做什么。叶婉婉知道了整个事情来龙去脉，忍不住分析起来。她起身点着下巴，在床前来回踱步。确实应该查清楚。我进山前10几日就看到陆续有大批江湖人来到永州府，我那时候就觉得奇怪。你想啊，永州府富庶，又是水路运输的要道，知府也不是个软柿子，手底下不少人马，朝廷还派了水军来镇守。明眼人都知道，永州是完全在朝廷的人马管辖之内的。江湖人要是想要密谋什么事，怎么也不会选在永州府。他们应该是在不知道其他人也会来的情况下，不约而同汇聚到了永州府的。你也说了，他们在城里很老实，只是进了山里才跟疯了一样。黑风山这个鬼地方，有什么能让这么多人蜂拥而至呢？其实不难猜，为了利益。轩辕决一开始饶有兴致地听着叶婉婉分析，听到这儿皱眉。利益？叶婉婉耸耸肩。对呀，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喽。你是说那些江湖人进黑风山，不要命地追杀我们，只是为了求财？叶婉婉看他一脸不相信的样子，笑了。我的王爷，您是领兵打仗的，手下带的都是军人，一声令下，他们可以浴血奋战，用血肉之躯保家卫国，也可以万里奔袭，为同袍报仇，不畏生死。可江湖人是不同的，您不能把江湖门派想得和你手下的兵一样，别说一呼百应，那些人每个人都有800个心眼子，他们不可能轻易被号令。而能让那些人目的一致，不顾危险跑进这山里来的，只能是山里有他们都想要的东西。叶婉婉抱着胳膊，双眸明亮看着轩辕决。财不动人心啊，这天下不爱财的人有，可少之又少。钱财对于那些门派来说尤为重要，有了钱更利于他们争名夺利，所以我猜测这黑风岭很有可能藏了什么宝藏。轩辕决听着也觉得很有道理，同时想起了进山前暗卫打探回来的消息。他看向叶婉婉说道：永州府的老人说，60、70年前黑风山有一个药王堡，后来被一把大火烧了，也不知是真是假。叶婉婉一拍手：你看吧，我就说肯定有东西，不是有宝藏，就是有什么吃了能长生不老的灵丹妙药，不然谁会不要命往这鬼地方跑？轩辕决就感觉一下被点醒了，坐了起来沉思。或许从一开始罗石海躲进黑风山就不是为了躲避追捕，而是有别的目的。只要查清黑风山隐藏的秘密，就可以找到他了。总比你们像无头苍蝇一样在山里乱转强。叶婉婉点头给轩辕决比了个赞，轩辕决笑得艰涩。是你的话提醒了我，我不管不顾，一心只想抓住罗石海，忽略了太多事情。若是当初能冷静一下，先彻查那些江湖人，也不会是现在的局面。叶婉婉抿了抿唇，也不能全怪你，当局者迷嘛。
你就是太想报仇了。该说的都说完了，想问的也问完了。见对方情绪低落，叶婉婉搔了搔头。时辰也不早了，你别想太多了，歇息吧，我回去了。他话说的简单，可也知道死了这么多人，哪这么容易释怀？奈何嘴笨不会安慰人，选择溜之大吉。最重要的是，此刻他的内心也正在纠结。黑风山13座山岭的地形图都在他手里，如果借给他们，是不是就可以找到那个罗什海了呢？可风老头说过不能告诉任何人。老头貌似藏了很多秘密的样子，那个什么药王堡会不会和老头有什么关系？第二日，叶婉婉是被药味熏醒的，起床到小厨房就看到陈郎中正蹲在炉子旁拿着扇子扇风，旁边小桌子上放着打开的布袋，里面是他仅剩的一些生机消炎药材。早啊，陈大夫。叶婉婉走进去，挽起袖子，将面粉拿出来准备早饭做面条。早，药房里所有能用的药都在这里了。你也是个金山采药的大夫吧？可这药都让我拿完了。陈郎中站起身，指着桌上的布袋，不太好意思。叶婉婉看他性格相当老实，笑了笑。没关系的，您用吧，我不是什么大夫，就是会一点点皮毛而已。这些药原本就是采了给我救回来的那个人治伤用的。陈郎中觉得叶婉婉在说笑，摆摆手。姑娘不用谦虚，你医术很好，我昨日都看到了，比我好得多了。叶婉婉也不反驳，将面粉倒进锅里闲聊问：陈大夫，您是不是常在广明堂坐诊啊？我也住在永州城内，觉得您有些眼熟，许是经过时见过您在店里给人看病。是啊，我平日里都会到广明堂坐诊。姑娘，你在哪家医馆坐诊啊？怎么能进到这山谷里来采药，还带着2个孩子？陈郎中闻言欣喜走过来。我真不是大夫，充其量只能算一个小药商，平日里也常在黑风山周边采药。有一次在采药的时候迷路了，就误打误撞走到了这里。后来有一只鹿给我带路出去的，我出去的时候做了些记号，所以就循着记号又进来了。叶婉婉胡说八道起来，脸不红心不跳。陈郎中张大了嘴，听完半信半疑地走回炉子旁，偷眼瞧了他好几眼。叶婉婉也不在乎他信不信，往盆里倒上水，开始揉面团。陈郎中把煎好的药倒在碗里放凉，又开始煎下一副。到水桶里打水的时候，同叶婉婉说，看着周围挺多草药的，想去看看，再采一些回来，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危险。叶婉婉想到后山东边的火赤草，就跟陈郎中说，西边有很多消炎的草药，还有许多丹竹叶和桑芥子，可以去那边看看。丹竹叶和桑芥子都是治疗小儿先天不足的药，陈郎中医馆里是向来紧缺，一听赶忙千恩万谢。屋外的人也早就醒了，10几日来没有睡过这么安稳的觉，士兵们终于睡了个好觉，个个精神都挺好。已经有人点起了火堆，往锅里切昨晚剩下的鹿肉煮肉汤。叶婉婉切好面疙瘩后，按照以往的时间安排，应该到门口洗衣服的。可惜就着窗户看出去，见外面一群大男人在溪边洗漱，他也不好这时候出去，就去了药房准备药粉。轩辕诀房门口，青羽和飞羽在门口守着，听到房里有动静了，就打开门，端着洗漱的水盆进去伺候。轩辕诀起身后，觉得头昏脑胀的，喉咙也不舒服，咳嗽了几声。飞羽细心，搀扶的时候看他脸色也不太对。王爷，您脸色不好，是不是不舒服？青羽拿着打湿的帕子过来，也看出轩辕诀脸色不好，伸手摸了摸他额头，刚放上去就惊了一跳。这么烫，王爷您发烧了。轩辕诀挡开青羽的手，拿了帕子擦脸，不在意说：无妨，休息会儿就好了。药房里传出嘎吱嘎吱的药碾碾药声，
叶婉婉手上忙活着，眼睛四处打量着药房。轩辕决手下那些士兵都很懂规矩，厨房的食材没有一个人打过主意。昨晚住在药房里的几个人醒来后，也将这里收拾得整整齐齐。药架旁的凳子上放着叠成方块的被褥，叶婉婉盯着看，觉得疑惑。他这里就2床被褥，他和孩子1床，轩辕决房里1床，这怎么多出来1床？看着还挺眼熟。正想着，门口有人跑进来，一把就抓住了他往外走，嘴里说道：叶大夫，我家王爷病了，你快去看看，嗓子都哑了。叶婉婉反应过来，人已经被拉到轩辕决那屋了，一眼就看到床边坐着的人脸色憔悴，唇无血色。轩辕决也在看他，不过只是一眼，眼神就转向旁边的青羽了。青羽没注意轩辕决蹙眉看他，焦急拉着叶婉婉往床边去。叶大夫，你快给看看，王爷是不是风寒了？刚过去，轩辕决就伸出手，一把抓住了青羽还抓着叶婉婉胳膊的手腕，沉着脸抬眼看他。你这成何体统？青羽一看到轩辕决那个眼神就毛了，看了一眼自己的手，咻的一下松开，跳到一旁，低下头，一副认错的态度，不敢说话了。叶婉婉没空管他们主仆搞什么，直接伸手附上了轩辕决的额头，发现滚烫，他皱眉拉起轩辕决手腕把脉，一边把脉一边看向后面空荡荡的床铺。他装作不知道问：你被子呢？轩辕决咳嗽了2声，不知道该怎么说。昨夜他让人把被褥拿给了隔壁喝了药睡下的士兵，本以为不会有什么问题，可谁知一晚上被冻醒了几次，以前他也没有这么畏寒，受点凉就生病更是没有过，想来是因为这次受伤伤了根本。叶婉婉见他一脸心虚，忍不住望天翻白眼：你逞什么强啊？你那些手下身体可比你好，还把被褥让给他们。你知道这山谷夜里有多冷吗？你知道你受伤时流了多少血吗？少说3-5个月才能把你之前的身体底子养回来。这么容易就生病，轩辕决不免觉得有些丢脸，继续没说话，面上有一丝尴尬。2人身后青羽和飞羽屏住呼吸，面面相觑。他们还从未见过有人敢用这种语气和态度同轩辕决说话，试图用眼神交流表达震惊。2个暗卫正相互使眼色，突然叶婉婉回头看青羽：你去隔壁房间把被子拿回来。青羽愣了1秒，马上就如同听命一样一个立正，然后飞快跑了出去，又飞快冲进来把被褥抱了回来。叶婉婉感慨了一下，速度真快，接了被褥，特豪迈地往床上一扔，示意轩辕决躺下。轩辕决摇头：不用试了，我喝一服药就好了。叶婉婉懒得跟他废话，直接过去把人往床上一按：你给我好好睡一觉，病情加重了，这山里可不好治。不容易生病的人生起病来都会比较严重，轩辕决这一看就是急症，马虎不得。青羽很有眼力劲儿的上前帮轩辕决把脚上的靴子脱了下来，叶婉婉抖开被子，把人捂得严严实实。当真睡不着，给我一副退热的药就可以了。轩辕决只露出一个脑袋，无奈地看着叶婉婉。叶婉婉见他还不老实，拍了一下床板，不自觉用上平时教训孩子的语态：我告诉你，别让我生气啊，让你睡就睡，给我老实躺着。说完，叶婉婉起身，准备去拿银针过来扎几针，然后一个转身，看到房内另外2人都一脸惊讶加惊恐地看着他。叶婉婉怔住，就像脑子里一根弦被弹了一下，当的一声响起了什么事儿。轩辕决是个王爷呀，正宗的皇亲国戚，大耶国皇帝的亲叔叔。习惯真是可怕的东西，人家昨晚刚告诉他的，睡了一觉他竟然都忘了。他刚刚那是什么态度呀？这些人不会觉得他大逆不道要宰了他吧？这深山老林的，要是宰了随便挖个坑埋了，估计永远都不会有人发现。叶婉婉欲哭无泪，脸色变了又变。
最后微微一笑，转身对着轩辕决一个万福。王爷您稍后，我去拿点东西，马上回来。去药房里拿了银针过来，叶婉婉宛然像是换了一个人，端庄地打开针包，取出银针消毒后，轻声细语道：王爷，接下来我给您施针，可能会稍稍有一点疼，您忍一下哦。轩辕决嘴角抽了抽：别装了，现在再装也来不及了，以前怎么样还是怎么样吧。叶婉婉内心10000头草泥马奔腾而过，心说你是不是想害我，面上却依旧保持着微笑，手里拿着冒寒光的细长银针靠近。王爷说笑了，我对您一直都是恭敬的，您可别吓唬我，我胆小。怕轩辕决继续说出什么来让2个护卫听了去，真以为他们王爷在他这儿受了什么委屈。叶婉婉一把按住轩辕决肩头，将手里的银针扎进了他头顶的穴位。扎针可大可小，飞羽担心出什么问题，想要阻止，被青羽拽住了。青羽向他使眼色，意思是她一个弱女子，身边还带着2个孩子，不管动什么坏心思的。床边叶婉婉笑眯眯捻动手里的银针。王爷您千万别乱动，这穴位要是扎偏了，直接给您扎成哑巴就不好了。你怕他们呀？你这算威胁我吗？轩辕决声音很小，压下忍不住挑起的嘴角，忍着笑，伸出手给了飞羽一个手势，示意他没事儿，然后继续用只有2人能听到的声音道：是啊，给你扎个半身不遂，信不信？叶婉婉瞧见了他的小动作，没好气，心说真是不识好人心呀。这套针法他可是在疯老头给的医书里学的，感染风寒的人只要扎几针睡一觉，醒来喝一碗药包好。轩辕决自然不会怀疑叶婉婉会害他，乖乖躺着不动。几针下去后效果显著，那感觉就像是勒住脑袋的皮筋不见了，整个人都舒服了。紧接着困意袭来，眼皮也越来越重。等叶婉婉收了针，轩辕决已经陷入熟睡中。2个暗卫一直在不远处站着，伸长了脖子，跟等着喂食的鹌鹑似的。叶婉婉继续装模作样，收了针包，起身对他们浅浅一礼：王爷睡一觉，醒来喝一副驱寒药就没事了。 2个暗卫被他搞得莫名其妙，也抱拳对他一礼。叶婉婉开门出去后跑得飞快，躲进房间后听了听动静，确认那2人还留在房里，没出去找其他人告状，才松了口气，去床上叫2个孩子起床。做早饭的时候，叶婉婉也做了百里停业的份儿。虽说剩下的食物养不起20-30人，但多1、2个还是勉强可以的。人家是侯府世子，身份同样不一般，总要有点差别待遇。百里停业去房间看过轩辕诀后也没客气，坐下就和叶婉婉3人一起用早饭，捧着一大碗面条，边吃边称赞，和轩辕诀闷葫芦的性格形成鲜明对比。百里停业话多，还喜欢招惹小叶欢，冷不丁突然伸手捏一下他的脸，捏一下小叶欢就生气地打他一下，打完再捏一下，玩得津津有味。小叶真捧着碗在门口的小矮凳上，一边吃面一边看外面的人，小眼睛滴溜溜看了半天，没看到轩辕诀，扭头问叶婉婉：阿娘，原野叔叔不吃早饭吗？叶婉婉忙着喂小叶欢和阻止他打人，随便应了句：还在睡觉呢，不吃了。小叶真笑眯眯：哦，原野叔叔是懒虫，太阳晒屁股了，还在睡懒觉。小叶欢嘬了一根长长的面条往后仰，叶婉婉拖住他后背，防止他往后翻。对呀，大懒虫，不管他，我们自己吃。百里停业越看着小女娃越可爱，用筷子头戳她胳肢窝，咯着她，小叶欢就伸腿踢她，气得嗷嗷叫。叶婉婉按住她的腿摇头：不可以踢人啊，没规矩。
说完抬头看百里庭叶。我说世子爷，你别招他了行吗？一会儿哭了你负责哄啊。没问题啊，我可以带他们玩。百里庭叶指外面，他们说在后山发现一个瀑布底下有水潭，大伙身上都脏兮兮的，准备去那儿洗个澡去，带上2个孩子去玩水。算了吧，你们带不了他的，看不见我准哭。娘，我要去。小叶睁耳朵尖，听到就捧着吃完的小碗跑进来，仰着头。我要和百里叔叔去玩水。叶婉婉拿过他的小碗，加了点面汤。你去什么去啊？乖乖在家待着。水潭的水多深啊，呛水怎么办？不会的，我们都会水，而且这么多人呢，一定寸步不离看着。百里庭叶打着包票，小叶真也捧着他的小碗，勾勾眼看着叶婉婉，奶声奶气地拖长了尾音。娘。这么可爱的小孩撒娇，叶婉婉自然是吃这一套的，被闹了2下，没办法就点头同意了。晌午日头高挂的时候，那些人就带上了木桶和鱼篓，百里庭叶抱着小叶珍，一群人闹哄哄地往后山去了。叶婉婉跑到溪水上游洗的衣服，洗完后把晾衣架搬到了竹屋右侧晾晒。等她晒完衣服回来，就只看到一群人离开的背影了。你看你哥哥跟别人走了都不说一声，这还不到2天呢，就被带得越来越野了。叶婉婉走到栅栏边，从里面拎出和小兔子玩的小叶欢，拍着他衣服上的尘土嘟嘟囔囔。陈郎中也去了后山采药，一群人走的就只剩下青雨和飞雨了。唯一能带小叶欢的人生病了，在睡觉。叶婉婉也就只能带着他一起去山里先看草药。如果小叶真在，还能留2个孩子在家自个玩，因为小叶真很乖，会看着妹妹。可儿子被人抢走了，他不可能留女儿和2个不熟悉的男人在家里。背着背篓又抱着孩子爬坡，叶婉婉到地方的时候累得气喘吁吁，和孩子一起坐在石头上歇息了会儿，等歇够了，就拿着药粉在火赤草四周仔仔细细地撒了一圈。火赤果越接近成熟日，叶婉婉心情就越好。忙完她也不着急回去，搂着小叶欢坐在一块石头上看风景。一侧的石壁上长了许多像爬山虎一样的紫色小花。小叶欢坐了一会儿就坐不住了，跑过去摘了2朵回来，笑眯眯递给叶婉婉1朵。叶婉婉把她抱起来坐在怀里，小家伙就抓着她的衣服让她低下头，像之前轩辕爵给她弄的那样，把紫色小花插到叶婉婉耳后。好看吗？叶婉婉笑眯眯的左右晃了晃头，拿了小家伙手里的另1朵给她插上。小叶欢看着他重重的点头，叶婉婉就伸手在他身上搁置，娘儿俩闹作一团。果子离成熟就差这最后一点点了，叶婉婉真恨不得在这里支个床，日夜盯着。她的时间已经不多，不知道小叶珍体内的蛊毒还能压制多久，更不知道她小小的身躯能扛得住几次蛊毒发作。如今有了火赤果，就可以开始着手研究解药了。说不定过程中能找出疯老头忘记的那1味药是什么。可以这么说，他的所有希望都寄托在这颗果子身上。叶婉婉指的那几颗红彤彤的小果子，跟小叶欢嘀咕：“宝贝儿，看到那红色的果子了吗？等它成熟了，就可以给哥哥治病了。治好了病，哥哥就可以陪着你一起长大了，永远都陪着你，保护你，好不好？”小叶欢听不太懂，可看着娘亲眼里的光，就搂着她蹭脸点头。2人又待了好一会儿，小叶欢摘了许多周边的小花，插在土里，说是要保护药药。叶婉婉帮着一起在草药周围插了一圈后，才带着孩子离开。不确定去水潭玩的那群人回去没有，叶婉婉没有直接回去，而是转道去了瀑布水潭，想着如果还没回去，就先把儿子带回去。玩水玩太久会受凉。没到水潭边，远远的就听到一阵喧闹声传来。
叶婉婉又往前一段，抱着小叶欢躲在一块石头后看，就看到百里庭叶带着的那群人全都光着膀子，伤势严重的几个坐在浅水区中的石头上，拿着帕子擦身，其他人有的在抓鱼，有的扎到水里游泳，甚至有人爬到旁边的大石块上，从高处往下跳，玩得还挺开心。刚把小叶欢放下，孩子就跑了，直接跑去轩辕诀那屋吞门进去。叶婉婉紧随其后，进屋见床上的人还在睡，旁边桌上放着木盆和打湿的帕子，看样子两个侍卫把人照顾得挺好。小叶欢跑到床边就趴在床沿儿，把轩辕诀的手从被子里拉出来，仰脸看叶婉婉，那意思是要他把脉。叶婉婉觉得好笑，过去捏了捏他的脸。他伸手附在轩辕诀的额头，发现高烧已经退下去了，才搭上手把脉。把脉的时候，小叶欢就在旁边睁大了眼睛，一会儿看看他，一会儿看看床上的人。趴在门口偷看的青羽拉了拉旁边飞羽的袖子，小声问：哎，这女人对王爷这么好，你说她是不是看上我们王爷了？飞羽嫌弃他这种偷看的行为，抱着胳膊不搭理他。青羽见他不搭理，不停拽他胳膊，最后用手戳了他腰。飞羽怕痒，瞪着他往边上躲，撞到墙上挂着的东西，闹出了声，让里面的人听到了。谁在外面？听到动静的叶婉婉望着门外问。两个暗卫尴尬地走进来，对着叶婉婉一拱手，还没开口问情况，屋内小叶欢尖叫一声，一看到有人进来，小叶欢就叫着躲到了叶婉婉身后，双眼虎视眈眈地看着他们。显然在这小小的房间内，孩子表现出来的抗拒要比在外面强烈得多。两个暗卫也知道这个小女娃抗拒生人，吓得赶紧退到了门槛外。嘘，别叫，叔叔在睡觉呢，要吵醒了，我们小声一点，不要叫。叶婉婉拉过小叶欢，把手放到嘴边让她不要叫，指了指床上。果然，小叶欢扭头看向还在睡觉的轩辕诀，就不再叫了。见他平复下来，叶婉婉搂着他轻声安抚：哦，欢欢别怕，他们都是元恒叔叔的朋友，都是好人的。叔叔生病了，他们要照顾他，所以让他们进来没有关系的。叶婉婉知道小家伙是能听懂的，等安抚好了，就将他抱到床边坐着，转头对门口两人：没事了，进来吧。青羽和飞羽进入屋内，恭恭敬敬站成一排，小心地瞧着孩子的反应。见他虽然不搭理他们，但是也没有抗拒了，就松了口气。青羽小声问：叶大夫，人为什么还没醒啊？热度都已经退了。叶婉婉看了眼床上的人，笑了：没事，我给他扎的那几针能让他彻底放松，陷入深度睡眠中。他之前担心你们一直没有睡好过，让他好好补一觉，醒了就没事了。其实按理说这时辰也该醒了，叶婉婉看人还没有要醒的意思，想来这段时间她也真是思虑从未断过，所以疲惫至此。叶婉婉起身准备出去拉小叶欢一起，小叶欢赖在床前不肯走了，非要在床边趴着看着轩辕诀。三个大人对着小孩一点办法都没有，只能随他去。青羽和飞羽一起跟着叶婉婉从屋里出来，叶婉婉到房里拿了些晒干的丹子草出来。你们王爷应该快醒了，这药2碗水大火烧开，再小火熬1刻钟，醒了给他服下就没事了。昨夜话已经说开了，叶婉婉直接向2个暗卫表明她已经知道了轩辕诀的身份，也省得这2人一直在她面前藏着掖着。2个暗卫交换了一个眼色，飞羽接过药微微躬身：多谢叶大夫。青羽话多嘴甜，笑眯眯看着叶婉婉：您太厉害了，宫里的医师治个普通风寒都需要好几日，还开一堆苦的不行的药，病没治好，人都快喝傻了。叶婉婉自从来到这儿，一直秉承的就是能低调就低调，
一听人家说他比皇宫里太医还厉害了，连忙摆手：“啊，没有，是这山里的药好，丹子草治疗风寒有奇效的，再严重的风寒3服下去也好了。”那也是您厉害，能找到这么好的药啊！王爷都和我们说了，他的伤很重，如果不是您医术高明，我们就见不到王爷了。您就是很厉害，不用谦虚。若是谁不服，我给您教训他。叶婉婉被青羽拍着胸脯抱着的认真样逗乐了，觉得这个性格不像是影子护卫。他猜的也没错，青羽不是从小训练的暗卫，而是轩辕爵10年前在大漠狼群里救回来的流浪儿。回到大耶后，轩辕爵送他去拜师学武，他根骨好，学了一身好武艺，长大后就回来非要跟在轩辕爵身边。他年纪要比其他几个暗卫小得多，所以平日里另外几个人都很照顾他。性格也因为拜的师傅是个老顽童而养得偏江湖气，不如其他几个人老成持重。飞羽拿着药去了厨房煎药后，青羽没事干，一直跟着叶婉婉，帮他一起收拾药房，然后东拉西扯的聊天。叶婉婉原本觉得这是个没心没肺的傻小子，说了一会儿后，就发现这小子鬼得很，一直旁敲侧击的假装无意问一些黑风山的问题，脸上还一副懵懂无知的纯良模样。换个人估计就要被他骗了。他心想，能在帝王家混的人果然都是会吃人的。叶婉婉也知道，他无非就是想套他的话，看他是不是真的知道进入黑风山的道路，就也跟着装傻。装傻他在行，青羽套了半天话也没得到什么有用的，很是挫败地从屋里出来，正好就看到一群人从后山下来。小叶真还被百里庭叶用干净的衣服包着抱回来，一群人闹哄哄的提着2大桶鱼满载而归。叶婉婉听到外面的动静也跑出来，从百里庭叶手里抱走儿子，带他去换衣服。小叶真显然玩的兴奋劲儿还没过，换衣服的时候蹦跶着讲：“阿娘，那些叔叔好厉害，咻的一下就跳到水里，就抓起来好大的鱼。”叶婉婉拉过他给穿衣服：“是吗？阿娘也很厉害呀，那天不是也抓到大鱼了？”小叶真瞄他，心想那天的鱼明明就是元恒叔叔抓的。想了想，小家伙又说：“那些叔叔力气好大好大哦，一只手就可以把我放到肩膀上。”叶婉婉接道：“阿娘力气也很大呀。”小叶真像只小海豚一样鼓起腮帮子看叶婉婉，那神情分明在说：“才没有。”小家伙明显不服气：“叔叔们会游水，可以游到很深的地方抓鱼，还会吐泡泡。”叶婉婉不以为然：“阿娘也会游水呀。”小家伙急了：“那些叔叔还会飞，从水里咻的一下飞起来。”叶婉婉忍笑，觉得还是不要逗他了，一会儿要咬人，摊手道：“好吧，阿娘不会飞。”小家伙开心了，一把扑到他怀里蹭蹭：“阿娘，我好喜欢那些叔叔，以后还可以和他们一起玩吗？”“玩可以，但是不可以老是打扰别人。那些叔叔身上都有伤，要多休息。”小叶真点点头，又问：“阿娘，叔叔们是好人对吗？”叶婉婉搂着他拍拍：“他们不是坏人。”“那阿娘，把这个撕掉吧。”小叶真突然伸出手摸向叶婉婉贴着伤疤的半边脸，叶婉婉疑惑地抬手摸脸：“这为什么要撕掉啊？”以前他只有出门的时候会戴着，在家都会撕下来，不过自从救了轩辕爵回来，他就没再摘下来过了。难道戴得太久了，小家伙嫌弃太难看，看不下去了？小叶真仰着脸，一双眼睛大又亮：“百里叔叔刚刚问我，你的脸为什么是这个样子的？”叶婉婉一惊，忙扶他站好：“你说什么了？
跟他说阿娘脸上的伤是假的吗？没有。小叶真摇头，将事情经过说了一遍。原来是百里庭业抱着孩子回来的路上夸他长得好看，问他长得像爹爹还是像娘亲，爹爹去哪儿了，然后就问到了叶婉婉脸上的伤疤是怎么弄的。小家伙觉得那些叔叔好像都觉得叶婉婉脸上的东西不好看，所以就想让他把脸上的假伤疤撕下来。他记得叶婉婉说过，戴这个是怕有人欺负他们，变丑了就没有坏人会欺负他们了，所以不可以告诉任何人他脸上的东西是假的。但是他又觉得，如果这些叔叔都是好人，那和他们在一起是不是就不用戴了？最重要的是小家伙有一个私心，想让轩辕决看到阿娘是大美人，然后让他们成亲。叶婉婉眉头微皱着在沉思，小叶真一双大眼睛可怜巴巴看着他，以为他生气了，抓着他衣袖。阿娘，我没有告诉百里叔叔。没事没事。叶婉婉刚在想百里庭业为什么在背后套一个4岁小孩的话，被叫回神后，伸手摸了摸小叶真脑袋。以后再有人问阿娘的脸，真儿就说不知道就好了。另一间房内，轩辕决在叶婉婉估计的时间内醒过来，缓缓睁开了眼睛，迷糊中就看到床边坐着一个小小的身影。等他看清了，就看到一张小脸儿已经凑到近前，睁大眼睛看着他，怀里还抱着一只雪白的兔子。轩辕决坐起身，感觉头部晕了，喉咙也不疼了，连眼神都变得更清明了。除了这些恶外，周身舒畅。他对着小叶欢笑了笑。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啊？小叶欢把兔子放到一边，爬上床，爬到他身上，伸着手想要摸他额头，轩辕决就配合着低下头。小家伙把手放在他额头上，一脸的认真的摸了又摸。轩辕决轻笑：没事了，你阿娘真厉害。孩子收回手，抿着嘴看他，笑得眼睛弯弯的点了点头。轩辕决见他实在可爱，拉过来抱在怀里，然后看门外唤道：飞羽。没一会儿，房门一开，飞羽就跑了进来。王爷，我要沐浴，去准备一下。是。飞羽躬身应是，退出了房间。出了房间，飞羽遇上了牵着小叶真出来的叶婉婉，上前道：叶大夫，王爷醒了，说要沐浴，我去准备一下。叶婉婉看了一眼房间方向，点头。哦，浴桶在厨房里，你去拿吧。不过你让他小心点，腿别碰到水啊。是。飞羽恭恭敬敬应是，说完看坐在一旁窗户上看风景的青羽。这药已经量好了，端给王爷喝吧。青羽应声后，直接从窗户翻出去，跑去厨房拿药。叶婉婉觉得他可能是属猴的。外面一群人生了火，正在烤鱼，鱼香味飘得整个山谷都是。小叶真出去就松开了叶婉婉的手，跑过去看，一过去就被人抱走玩去了。忙活完药材的陈郎中提着背篓过来，歉意地告诉叶婉婉，他采药的时候不小心摔了一跤，背篓被他摔坏了。叶婉婉拿着背篓看了看，就说没关系，磕坏了一个角补一下就好了。然后就在门口树墩坐下，拿出随身带的匕首，削一根竹子，准备修补一下。百里庭业听到轩辕决醒了，就将手里烤得半熟的鱼给了旁边的人，起身从叶婉婉身边经过进了屋。原本是有事找轩辕决聊聊的，看见飞羽搬了浴桶过来，得知轩辕决要沐浴，就转而盯上了坐在房里的小叶欢，非要逗他玩，弄得他咿咿呀呀的乱叫。小家伙也是怕了他了，没一会儿抱着兔子从屋里跑出去。叶婉婉听到动静回头，就看到小叶欢大叫着跑出来了，扑过来把小兔子放在他腿上，像是要藏起来，还凶巴巴地对着身后叫：我说你这丫头怎么这么凶啊，兔子给我玩玩都不肯。百里庭业抱着胳膊溜溜达达地出来，倚在门边，活像个街头抢小孩糖果的混子。不搭理我啊！我告诉你，
叔叔可养着一只大灰狼，一会儿放出来吃掉你的小兔子。叶婉婉闻言回头无语的白他：“你当他3岁小孩啊？人家已经4岁了好吗？”不过小叶欢整张脸都在用力虎视眈眈看着百里庭叶的样子，倒是让叶婉婉有些奇怪。他还没见过谁能让小家伙气成这样。大灰狼是专吃小兔子的，你不跟我玩，我就放它出来吃掉你的兔子。百里庭叶继续逗他，还一步步走过来，作势要抢兔子。大灰狼这么高这么大，嘴巴张开全是尖尖的牙齿。百里庭叶用夸张的肢体动作比划着，就像这样，嗷，一口就能吞掉一只小兔子，怕不怕？他越说小家伙就越生气，拱着鼻子气呼呼地瞪着他，那样子快要被气冒烟了，张开手拦着不让他靠近。不相信啊！百里庭叶在身上摸索了一下，从腰间拿出一块精致的银牌，那上面雕刻着一个面目凶狠的狼头，栩栩如生。这原本是外族一个部落首领的信物，那部落信奉狼神，凶残至极。他几年前射杀他们头领后，看着这银牌精致非常，就留下当了战利品。百里庭叶煞有介事地指着银牌上面的狼头：“看到了吗？这就是大灰狼，被我关在这里面了。要是放出来的话，它饿了就要吃东西。”许是因为那狼头雕刻的太过精细，小家伙真的被镇住了，害怕的往后退。百里庭叶手成爪状：“大灰狼专吃小兔子，我要把它放出来，把你的小兔子全部吃掉。”小叶欢哇的惊叫一声，扑到叶婉婉身上，那样子是真被唬住了，护着小兔子不撒手。叶婉婉搂着他拍了拍，无语地看百里庭叶：“唉，大哥，您今年贵庚啊？”百里庭叶示意他别打岔，走到旁边坐下：“哎呀，这山里也太无趣了，要是有人能陪我一起玩就好了。我心情好了就不放大灰狼出来了，不然啊就只能放大灰狼出来陪我玩喽。”小家伙听到后抬起头，百里庭叶看着他笑得特别温柔，伸手指前方一个小坡：“那里好像开了很多小花，有没有人愿意带我去看看呢？”叶婉婉一挑眉，马上去看小叶欢的反应，想知道他会怎么做。小家伙听完就保持着趴在他腿上的动作，定定地看着百里庭叶。过了会儿起身站好，然后叶婉婉不敢置信地看着小家伙别别扭扭地一点一点挪到百里庭叶的跟前。百里庭叶装着刚看到他的样子，吃惊道：“哎，你要带我去吗？”小家伙一双大眼睛眨巴眨巴看着他，眼里已经没有刚才的抗拒了，伸手想拉他，刚伸出来一点又缩回去。百里庭叶起身，很勉强似的：“那好吧，就跟你去看看。”说完对着孩子伸出手，叶婉婉这会儿连呼吸都屏住了，生怕打扰了他们。看着小叶欢仰着脸缓缓伸出手放在他手心，百里庭叶轻轻握住，嘴角挑起，回头对叶婉婉得意的一挑眉，牵着孩子走向小坡。叶婉婉看着都看傻了，这样都行，一大一小慢慢走远，青雨就不知道从哪儿冒了出来，蹲在叶婉婉旁边：“他姑母的孙儿也这样，明明会说话就是不说，总是一个人呆着不爱搭理人，脾气大还易怒，全家人都没办法。他也是尝试了各种办法，才知道怎么跟孩子玩。”叶婉婉恍然，原来是有经验呀，看来古代患自闭症的儿童也不少。轩辕觉沐浴完后喝了药，又吃了点东西，才在飞羽的搀扶下走出房间。一出来就看到叶婉婉坐在门口，不知道摆弄着什么，看着还挺费劲儿的样子。走过去才发现是在修补竹篓，他摆了摆手让飞羽退下，看着随意扔在地上的竹条：“你这样不行，应该再削薄一些，这些太厚了。”叶婉婉听到说话声停了动作，仰起头，他一松手，好不容易塞了一头进去的竹片就弹飞了。砍回来的竹子又老又硬，手都勒红了也掰不弯，一点也不好用。再说了，他哪里会修什么竹篓？
这个篓子是他在集市上买的，花了他400文钱呢。坏了得重新买不划算，所以才想着随便修补一下将就着用。谁知道看着挺简单的，一上手就废。轩辕决做下伸手，我来吧。病好了。叶婉婉凑过去，想探一下轩辕决额头，又觉得手不干净，就反手用手背轻轻在他额上碰了一下。轩辕决下意识的动作是想躲开，怔住的动作微不可察，随即主动低下头靠近了些。叶婉婉完全没察觉，用手背试了下温度。没事了，你们练武的人就是身体好，恢复得快。轩辕决笑了，没说什么。他能感觉到叶婉婉不想被别人夸他医术多厉害，明明是他把他从鬼门关救回来，不是说山里的药好，就是说他身体底子好，反正就是没他什么事儿。还有那一晚暴雨回来，他分明亲眼看到他拿了一个白瓷罐，用里面的药膏给他涂抹后，腿才恢复得越来越好。他也睁眼说瞎话，非说是鸡鱼汤的功劳。轩辕决一直没点破他，是就是吧。他捡起地上的竹条，伸手跟叶婉婉要他手里的匕首，轻松的就将竹条用匕首削成薄薄的竹片，又伸手让叶婉婉把竹篓给他。叶婉婉马上递了过去，把竹子削这么薄一片，他是绝对做不到的。以这把匕首的锋利程度，他也这么干，10根手指估计1根不剩。看着轩辕决拿着竹篓，看了一会儿就开始修补。叶婉婉惊讶地张着嘴：“哇，会做玩具还会编篓子，你这王爷也太接地气了吧！”轩辕决用膝盖夹着竹篓，低着头，神情认真：“这不是有参照吗？挺简单的。”这一点儿也不简单好吗？叶婉婉蹲在地上，拖着腮帮子，看着他的动作，小声嘀咕。因为怕孩子哭，叶婉婉隔几秒就回头看一眼远处的小叶欢，直到看见小叶真也跑过去，才停止频频回头，开始碎碎念的和轩辕决说起方才百里亭也是怎么把闺女骗走的。不远处银杏树下，一个士兵撞了撞旁边的人，让他看前面。那人抬头就看到竹屋门口，他们王爷坐着，手里拿了个竹篓在修补。叶婉婉蹲在他跟前说话，不时伸手扶一下竹篓。那士兵笑道：“没见王爷与别的女人这么亲近过，你说王爷是不是喜欢她呀？”“别开玩笑啦。”另一个人小声说：“怎么可能？叶大夫人是不错，可他那长相，王爷怎么可能喜欢他？”士兵不屑冷哼：“哼，咱们王爷是看长相的吗？王妃倾国倾城吧，你看王爷喜欢吗？大婚之夜拜完堂就去兵营，住了1个多月没回府，最后还是太妃亲自去军营抓回去的。全帝城的百姓都知道，王爷从没去过王妃房中过夜。”“你知道什么呀？王爷那是因为喝醉了犯了错，被群臣参了才娶的王妃，不情愿成的亲，所以就不待见。可就算不喜欢王妃，也不可能喜欢一个村妇吧？何况那村妇还有孩子。”“哎，不是说是寡妇吗？”又一个人加入进来：“2个孩子多可爱呀，我看王爷挺喜欢的。”“那也荒唐啊！王爷的身份，喜欢一个带着孩子的寡妇，太妃知道还不得翻天？”“有什么关系吗？反正又没人知道，孩子就说是王爷的，反正我看长得跟王爷挺像。”几人的声音不小心大了些，又引来一人。那人蹲下就招手让其他人凑过来点，小声道：“我跟你们说啊，昨个半夜我起夜，就看到叶大夫进了王爷的屋，然后我等了好半天都没见人出来。”那人刚说完，四周哗的一下又好几个脑袋围过来。“真的假的呀？”“叶大夫大半夜进去干嘛了？”“大半夜的，你说干嘛？”“哦，怪不得王爷早上生病了，
肯定是伤还没好全，累的。这么看来，王爷真喜欢他呀？不好说，可能日久生情了。人家也不是天生长得丑，是脸毁容了，戴个面具遮一遮那半边脸还是好看的。嘘，嘘，小点声啊！王爷听到，小心挨板子。这群人越说越起劲儿，引得更多的人围拢过来，默契的压低声音窃窃私语。叶婉婉蹲累了起身，回头就看到树下一群人凑在一起，不知道在干嘛，鬼鬼祟祟的样子。叶婉婉问轩辕：喂，你的人在干嘛呢？轩辕觉瞟了一眼，将补好的竹篓递过去。别管他们，没事干的时候总会做些奇怪的事。哦。叶婉婉接过竹篓一看，修补得完美无缺，高高兴兴地拿着进屋去了。轩辕觉则是拄着拐杖走向了围在一起的人。那王爷应该会带他回帝城吧？那带回去做王姬还是侍妾呀？侍妾吧，王姬得陛下下旨册封啊。那不是天下人都知道了？太妃重门第家事，不可能答应的。也是啊，能不能进王府的门还不好说呀。可惜相貌差点，要没脸上那块疤多好啊，收个妾应该不难。没疤，这身份也上不了台面儿。王妃可是太师之女，能愿意和一个平民女子共侍一夫？估计啊，有的闹哦。你这说的什么话？平民百姓怎么上不了台面？你们哪个身上的伤不是叶大夫治的？就是人家对我们多好，而且要不是他救了王爷，我们这次回去都得陪葬，搞不好还要搭上一家老小的性命。做人要知道感恩。没错，再说了，王爷也不是贪恋美色的人，最主要的是心灵美。回去你们可别乱说话，给王爷惹麻烦。那是自然，不管长什么样，咱们王爷喜欢就行。窃窃私语的人议论得正热烈，突然听到身后有人咳了2声，纷纷回头就看到轩辕觉冷着脸，面无表情地看着他们。一群人吓得立马轰的一下做鸟兽散了。叶婉婉想着没2天就要出山了，回屋里收拾了下东西，也就不到半个时辰。等他再出来时，门外已经空了，只有轩辕觉带着2个孩子在门口的树墩上下棋，其余人一个都不见了。就连这2天生火的火堆和地上的垃圾也收拾得干干净净。叶婉婉疑惑地四下看了看，嘿，他们人呢？不会又游水去了吧？轩辕觉正在教小叶真下棋，见他举棋不定，点了点棋盘让他放这儿，然后抬起头看叶婉婉。后山东边不是有块平地吗？让他们去那儿了，那边有水源，地方也更大，省得在这儿每天吵吵闹闹打扰你。叶婉婉又四下看了看，确实感觉自在了些，就背着手走过去，也蹲下凑近看。那我可没说烦他们在这儿，人是你赶走的，不关我的事。轩辕觉笑笑，他们只听令行事，我也想其他的，我在这儿你也方便些。他也不全是因为听到手下人胡说八道生气才把人都轰走，主要听了那些话，他才意识到叶婉婉一个女子和他一个陌生男子住一起这么久的行为，已经足以让知道的人对他说3道4了。好在这深山老林的人也都是他手下的兵，日后不会传扬出去，可终究不好再让这些5大3粗的大老爷们围在这儿了。叶婉婉也不多说什么了，伸手抓住小叶真准备落棋子的手一转，走这儿。小叶真看着落下的棋子儿，鼓着腮帮子看轩辕觉，那样子分明是觉得叶婉婉走错了。叶婉婉来气，嘿，你那是什么眼神啊？下棋我也会，怎么就听他的呢？你跟他下，怎么走还听他的？怎么赢啊？
他肯定诓你啊，小傻蛋。看着叶婉婉一把拉过小叶真抱在腿上，来，阿娘教你。轩辕觉也将蹲在旁边，一直给他捧着白紫的小叶欢抱到腿上。我以为你不会呢。叶婉婉看了下棋盘，轩辕觉只是为了教孩子规则，所以随便画了一个，棋盘格是不全的，黑子儿是在地上捡的小石子代替，白子儿则是小叶欢上次从河里捡回来的白色小石子儿。不就是围杀抢地盘吗？略懂一些。叶婉婉抛着手里的石子儿，等清空了棋盘，叶婉婉大方的一摆手，来吧，我让你先下。话落，小叶真就在怀里仰脸看他，叶婉婉捏他脸蛋儿，怎么了？不行啊？小叶真那张小脸上难得的出现了无奈的表情。阿娘，我们是黑子，黑子先下。见对面轩辕觉嘴角微挑，眼里带着笑意，叶婉婉尴尬。太久没玩忘了，没错，黑子先下。其实呢，叶婉婉根本就没玩过围棋，她充其量就是玩过线上的五子棋，围棋只听过别人说规则。不过她想，同五子棋应该相差不大，不就是用自己的棋子儿把对方的棋子儿围起来吃掉吗？只不过嘛，她想的简单了，半盏茶的功夫没到，手里的棋子就被吃完了，输了个彻底。小叶真撅嘴，阿娘笨笨。嘿，白子给我，我们换子再下。叶婉婉来气了，对着轩辕觉伸手。轩辕觉无所谓的把白子儿给他，一连2局，叶婉婉都是惨败，都坚持不了半盏茶，气得他牙痒痒。总算知道了为什么说脾气不好的人别下棋。知道为什么我能轻易把你的路都堵死吗？轩辕觉看他一脸的郁闷，忍着笑。因为你下一步想怎么走都写在脸上。意思就是你心眼多呗，步步为营，精于算计。叶婉婉扫了棋盘，没劲，不玩了。你去哪儿？轩辕觉见他要走叫住，心说不是随便玩玩吗？难道还输急眼了？是不是应该让让他？再来一局吧，我教你怎么赢。我们俩对弈，你教我怎么赢？你直接说要放水让我不就行了？可以。还是算了，下棋不适合我，你继续教真儿吧。我去后山找你的手下下河摸鱼去，晚上做红烧鲫鱼。轩辕觉从叶婉婉伸手摸他额头开始，心情就很好。他本以为知道他是九王爷后，对方会变得拘谨，甚至像别人一样畏惧他，可叶婉婉并没有，还是和先前的态度一样，这让他很高兴。一高兴就想放肆一下。提到鲫鱼，轩辕觉动了动伤腿。我的腿还没好，你抓到鲫鱼不给我炖汤吗？叶婉婉闻言抱着胳膊斜眼看他，哼，手下找来了就是不一样啊，有底气了，还点上菜了呀。不是你说的吗？喝鲫鱼汤腿伤好得快。哼，是我说的没错，可我今日就想红烧。叶婉婉歪头得意一笑，跑进屋去找鱼篓，找了一圈没找到，才想起来鱼篓和木桶都被那些人拿走了，就跨上药箱准备去后山找他们。一出来，小叶真就跑了过来。阿娘，我也要去。小叶真蹦跶着伸手要抱，叶婉婉用手轻点他脑门。你去什么？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就是想去玩水，不许去，天都快黑了，夜里凉。小叶真不情愿，抓着叶婉婉的裙子仰脸撒娇。我要去，我要跟百里叔叔学游水。不行，你断奶才几天呀，学什么游水？叶婉婉看着孩子是真被带野了，这还得了，提溜着小家伙过去塞给轩辕觉。轩辕觉伸手抱住孩子，疑惑看他。叶婉婉一脸严肃地叮嘱：帮我看着这个小崽子，不许他玩水，不许他靠近河边，晚上给你炖鲫鱼汤。小叶真被抱住，
不开心地抱着胳膊耍小脾气。轩辕觉则是眨了眨眼，在想这女人变得够快的，这会儿又给炖汤了。一大一小两人都是仰着脸看他。叶婉婉居高临下被这画面看得一愣，见鬼，这两人怎么会这么像？婉婉去后山找到那些人，先给他们都检查了一遍伤势，换药的换药，扎针的扎针，忙活了一通后，把药箱留给了陈郎中，然后跟他们说：“你们王爷要喝鲫鱼汤。”说完就有人下河抓鱼去了，很给力的抓了好几条大鲫鱼，红烧的炖汤的就都有了。晚上的时候，百里停业溜达过来吃了顿晚饭，和轩辕觉两个人喝完了一锅鲫鱼汤，就又溜达回去了。叶婉婉说没关系，她可以在药房住下，可她还是回去了，说要跟弟兄们一起。当夜竹屋的夜晚又恢复了之前的宁静。就这样过了2天，日子很快来到了出山的前一天。吃过早饭后，叶婉婉在药房里打包药材，为明日出发做准备。正忙活着，两个小家伙突然一起跑了进来，一人拽着他一只手，着急忙慌的就往外跑。他还以为是什么事儿呢，出去一看才知道是银杏树上的白头乌鸟窝掉下来了。叶婉婉蹲在地上看了看，应该是昨晚风大吹下来的。昨夜大风呼呼地吹了大半宿，好在没下雨。鸟窝里3只雏鸟在喳喳叫着，2只大的白头翁扑腾着翅膀在上方打转，叫声透露出焦急和悲伤。叶婉婉把鸟窝从地上捧起来，抬头看了看树，觉得这树爬上去应该问题不大。阿娘，小鸟没有家了，我可以养它吗？小叶真很高兴，看着2只毛没长齐的雏鸟，满眼喜爱。就连小叶欢也用期盼的眼神看着叶婉婉。叶婉婉坚决摇头：“不行，这不能养。”2个小家伙立马扁嘴失落，觉得小鸟从树上掉下来就没有家了，为什么不能养？叶婉婉蹲下，把鸟窝递到2个小家伙面前，语重心长：“你们看它们多小啊，不能离开它们娘亲。而且鸟儿是在天上飞的，如果关起来养，它们会生病死掉，这样你们还要养吗？”小叶真听完，拧着眉头思考，伸出短短的小胳膊，用一根手指轻轻地碰了一下雏鸟。“那怎么办呢？小鸟没有家了。”看那儿！叶婉婉笑着让2个孩子抬头看头顶，指着树杈道：“我们把它送回去不就可以了？”从屋里搬出来一张凳子，叶婉婉将鸟窝放进了背篓里，然后踩着凳子就开始爬树。这棵看着有几百年的银杏树并不太好爬，等爬上去找到第1个落脚点后，叶婉婉手皮都被擦破了。2个孩子在树下蹦跶着鼓掌夸她厉害，叶婉婉继续往上爬，上去找了一个看着很安全的树杈，将鸟窝放了上去。2只大鸟也跟了上来，不停地围着它打转，悦耳的叫声就像是在道谢。轩辕觉开门出来，看到的就是这样一幅场景：2个孩子动作神情统一地仰着头看树上，而树上叶婉婉抱着树干正在往下爬，伸着一条腿去够旁边的树干，那样子岌岌可危。轩辕觉心里咯噔一下，怕他掉下来，也被这行为惊到。以他以往所见过的过个门槛都需要人搀扶的大家闺秀来说，叶婉婉爬树这种行为已经算得上惊世骇俗。树上的人伸着腿，终于够到了旁边的树干，那样子是看着一点也不害怕，整个人摇摇晃晃的站不稳，还在和树下的孩子嬉笑。轩辕觉看得眉头紧蹙，快步地拄着拐杖下了2个台阶，他也不敢大声叫人，怕一出声再把人吓着掉下来。还没等走近，叶婉婉已经下到了最下面一个树干，蹲在上面将背篓扔了下去，然后对着2个孩子摆手，让他们走远点儿。轩辕觉感觉到了他要干什么，心头一紧，下意识喊道：“别跳！”同时手一松，扔了拐杖一个闪身，只是他离得远了些。在他开口的同时，叶婉婉已经纵身一跃，从将近3米高的树干上直接跳了下来。
没等他到树下，人已经落地了。落地的时候脚下不稳，叶婉婉往后直接一个屁股墩摔进了落叶堆里，哎呀叫了一声，两个孩子一起跑过去拉他。叶婉婉从地上爬起来后，随意地拍了拍屁股，就忙着伸出手和两个孩子开心地击掌。然后一回头，看到已经到近前的轩辕觉脸色不太好看地看着他，他带着孩子走过去。你怎么了？腿疼啊？脸色这么差？然后看到他空着的手。嘿，你拐杖呢？怎么不拄着啊？腿还想不想好了？轩辕觉嘴唇紧抿，心口砰砰直跳，看着面前这个还在嬉皮笑脸的人，真想骂他几句。心情平复后，他摇头。没事，你爬到树上去做什么？叶婉婉眨眨眼。有个鸟窝掉下来了，我给送回去。远远叔叔，阿娘好厉害，送小鸟回家哦。小叶真扑过去，一把抱住了轩辕觉的腿，仰脸开心极了。轩辕觉无奈揉了揉小叶真脑袋，看叶婉婉。这种事啊，可以等青雨来做，或者跟我说，让我上去也行。又看了一眼树干，他还是不敢相信，一个不会功夫的姑娘家，就这么徒手爬上这么高的树。这若是一个不小心摔下来，轩辕觉忍不住说道：你爬上去也就算了，这么高也敢往下跳啊，是真不怕受伤啊。叶婉婉也回头看树上，不在意地笑着摆手。这都没有3米高，我采药的时候10几米的山坡都滚下去过，就这点高度，小意思，摔不死的。对方嘻嘻哈哈，轩辕觉却笑不出来，面无表情地转身，瘸着腿回去拿拐杖，淡淡留下一句：怪吓人的，以后别爬了。叶婉婉不明所以，歪头对牵着的小叶欢吐舌头，做了个鬼脸。叶婉婉不想去猜测轩辕觉为什么看他爬个树就这么不高兴，他现在心情很好，就等着日落后的最佳时辰去后山把火赤果采回来。他欢欢喜喜地忙进忙出收拾东西，都打包好后，牵出了一直圈在竹屋后面的2只毛驴。毛驴拴在屋后10几天了，身上脏兮兮的，需要给他们好好清洗一番。他将2只毛驴都牵到河边，就拿了2个毛刷和1个木桶，和小叶真一起在河边给小毛驴洗澡。轩辕觉就在门口看着，他坐在树墩上，小叶欢坐在他腿上晃着小脚丫。主动要帮忙的小叶真别有所图，站在岸上拿着长条的毛刷，一边给毛驴刷背，一边嘴里碎碎念，跟叶婉婉说着想和百里庭叶学游泳。小家伙别看人小，脾气倔着呢，过了几天了还惦记着学游泳的事儿，念得叶婉婉脑袋都大了，就像有只小蜜蜂一直耳边嗡嗡嗡的响。5岁行不行？再过1年，等你5岁了就教你学游水。叶婉婉被吵得受不了了，小叶真蹦跶着：已经5岁了，可以学了。闭嘴吧你！上个月才过的4岁生辰，舞什么舞？叶婉婉拒绝小家伙讨价还价，板着脸说5岁就5岁，明年我再教你，不然就别学了。小家伙也知道叶婉婉虽然疼他，但是有些事情还是不会纵容的，撅了个嘴儿，哼哼唧唧，心里算着离5岁还有多少天。抱着小叶欢悠闲晒太阳的轩辕觉，在听到了叶婉婉的话后，心头震了一下。他之前问过小叶真年岁，小家伙说是5岁，他也没有怀疑，所以只是平民家的孩子，生活不富裕，长得小。如果上个月才过的4岁生辰的话，那不就是比明儿还要小2个月？按时间算，那晚他碰过的那个女人，若是真的有了身孕的话，就正好是这个年岁了。怔住好半晌，轩辕觉心里翻起了惊涛骇浪。他扶住小叶欢的脸，仔细端看。永州和博地城是相隔万里，但也不是天涯海角不可及。看着眼前这张和他异常相像的小脸儿，之前那个荒唐又不可思议的猜想再次占据心头，止都止不住。或许他应该好好查查叶婉婉的身世来历。
叶婉婉把2头毛驴洗干净牵回去拴好，回来看到小叶真又跑去玩水了，过去阻止，顺便抱怨了一句轩辕觉怎么不看着孩子。轩辕觉正胡思乱想着各种可能导致这2个孩子会是他的种的猜测，压根儿就没听到。可就在这时，他突然猛地抬头看向林子方向，林子有大批人行动的动静，比那天还要多，让他感觉到了一股危险气息在逼近。除了他的那些手下，这林子剩下的人也就是那群疯了的江湖人了。想到这儿，轩辕觉豁的一下站了起来，掏出怀里的响箭扔上天。在响箭炸开的同时，林子里呼啦啦跑出一大批人。轩辕觉一眼就认出了领头有几个是曾经交过手的。砰的一声，响箭的声响把叶婉婉惊得一蹦，大人都吓着，更别提孩子了。小叶真一下就扑过去抱住叶婉婉的腿。叶婉婉抱起孩子，看向林子里跑出来的人，这伙人比前几天那些还狼狈，伤痕累累，披头散发的，而且长相各异，用奇形怪状来形容也不过分。最主要的是，这些人还带着各式各样的兵器，有个体型十分彪悍的大汉，手里拿着2个大铁锤，个头比他做菜的锅都大。面面相觑，叶婉婉以为又是轩辕觉的手下，回头刚想问你到底有多少人，却在看到轩辕觉冰冷摄人的眼神时愣住了。轩辕觉此时的眼神让他第一次近距离感受到什么叫眼露杀意，也意识到了这群人恐怕不是同伴。哼，你小子竟然没死！队伍最前头一个身高不足4尺的男子用手里飞刀指着轩辕觉，随后面目凶狠地对着距离他更近的叶婉婉甩出手里的飞刀。几乎在那侏儒出手的同时，轩辕觉将门口探路官扔在地上的绳子甩了出去，飞刀擦着叶婉婉脖颈掠过，轩辕觉甩出去的绳子将抱着孩子愣在原地的叶婉婉拽了回来，落地被扶了一下才站稳。叶婉婉惊魂未定，就听到身后咔嚓一声，银杏树的一根树干被斩了下来，连同秋千也被毁了。轩辕觉一眼认出了那些人，那些人自然也认出了他，和先前的无数次相遇一样，两边一见面就兵戎相见。见只有他一个人，那些人面目狰狞，恶鬼一般就冲了过来。小叶欢被这突变吓得哇哇大哭。叶婉婉抱着儿子，还没从震惊中回过神，不过还算镇定，问道：怎么回事啊？快进屋。轩辕觉显然来不及解释，袖子一甩，地上的石子飞出去，打翻跑在最前头的几个人，回身拉住叶婉婉，正要带她回屋内，耳边劲风扫过，他侧身护住孩子，抬手一拳将飞过来妄图偷袭的人打出去。进屋。轩辕觉又喊了一遍，叶婉婉也反应过来了，转身就往竹屋跑。轩辕觉一个人腿受伤，手上还抱着个孩子，根本挡不住这么多人。叶婉婉清楚自己留在外面只会成为拖累，所以拼命往竹屋跑。就在还差几步之遥就到门口的时候，听到耳边一句趴下，他就是双腿一软护住孩子倒在地上，就听到头顶呼的什么东西飞过去，接着轰的一声，竹屋侧边的厨房被铁锤整个掀了顶。小叶真哇的一声被吓得大哭起来，叶婉婉也来不及哄，抱着孩子爬起来，一回头就看到4个相同服饰的人举着刀正朝他冲过来，凶神恶煞的。砰的一声，轩辕觉一脚将一个人踹出去，撞飞了2个冲向叶婉婉的人，然后一个侧身躲开砍过来的刀，单手捏住刀身，咔嚓一声，长刀应声而断，接着断刀被内力甩了出去，擦过另外2个人脖颈，鲜血飞溅。举着刀的2人捂着脖颈，睁大眼睛直直倒在了叶婉婉面前。叶婉婉捂住小叶真的眼睛，连连后退。她这会儿无比庆幸自己曾经有过10年的战乱生活，看惯了尸横遍野，才不至于被这场面吓得双腿发软。
可就这么一愣神的功夫，他错过了最佳逃跑时间，前后左右的路都被挡住了。他叫了一声，同时又是腰间一紧，被一股力道带着飞出了包围。轩辕决用内力一收绳子，往前一跃，抓住叶婉婉的胳膊转了一圈，将她稳住。随后身体往旁边一歪，腿上一股钻心的疼袭来。只是一瞬，轩辕决重新站定，对叶婉婉道：往后山跑。然后一个回身，一把掐住身后人的脖颈，掐得他双脚离地，对着前面一群人重重地砸出去。江湖人惨叫一声，倒了一大片。叶婉婉反应也快，趁着这个空当转身就跑。他知道轩辕决的意思是让他往他手下宿营的地方跑，对方人太多，轩辕决如果再分心保护他，那就真的都完了。可他想跑却也没这么容易，这些江湖人也不是三脚猫功夫的小喽啰，刚跑出去一段，就有一个人影就窜了过来堵，伸手就要抓向他肩头。叶婉婉侧身躲开，往旁边跑，没跑几步又被堵住了。千钧一发之际，一个白影落了下来，当的一声挡开了对着他砍下来的刀，紧接着就是一声痛苦的闷哼。叶婉婉按住小叶真脑袋不让他看，回过头去，就见那个举刀要砍向他后背的人被落下来的百里庭叶一剑穿心，同时那人左胸口还插着一把剑，是从背后穿透的。很显然是后面的轩辕决出的手。越过那人肩头，他看到后面的轩辕决脸上明显松了口气，百里庭叶将剑拔出，然后横剑一扫，干脆利落地抹了右侧一人的脖子，抬剑指着另一侧几个人，眼神阴狠，与平日里的闲散二师祖形象判若两人。救兵来了不止一个，紧接着叶婉婉身旁又落下了两人，青羽落地就飞起一脚，狠狠将一个大汉踹了出去。他身法极快，当的一声抽出剑，绕着冲过来的那些人来到轩辕决身旁，手中剑所过之处血水飞溅。转眼地上又躺倒了4、5个人，全都是脖颈一条血痕。飞羽则是持剑面无表情地护在了叶婉婉身前。这一切发生得太快，从救兵到来不过几秒钟的时间，局势已经开始逆转。叶婉婉一颗心砰砰直跳，看着满地的尸首，死死按住小叶真的脑袋不让他看到。这几个人看着斯斯文文，逗孩子玩的时候笑起来一个比一个人畜无害，杀起人来一个比一个干脆利落。叶婉婉也不是觉得他们太狠杀人不对，这种情况下他没空发圣母心，就是觉得反差太大了，怕吓着孩子。这若是让孩子看到，指定不敢像之前那般与他们玩耍了。他被飞羽护送着进了屋里，没过一会儿，轩辕决也进来了。他怀里的小叶欢已经哭得快抽过去了，见到叶婉婉就拼命伸着手要抱，人都快从怀里掉出来了。叶婉婉几乎是扑过去接住，心疼的心都要碎了，轻轻拍着哄：没事了，没事了，阿娘在这儿。小叶真刚刚已经好多了，可一看到妹妹哭，也抱着叶婉婉的腿嚎啕大哭。叶婉婉只得求助地看向轩辕决道：你帮我抱一下她哄哄。他这会儿已经没有心思去追问到底怎么回事了，忙着哄孩子，只希望别给2个孩子吓出个好歹。门外，百里庭叶拿着带血的剑，站在2个暗卫中间，冷冷地和那群江湖人对峙。得知这些人是用他们留在悬崖的藤条爬下来的，玄里庭叶杀意更浓，冷声道：你们这叫地狱无门自来投，今日就宰了你们，留在这里做树匪。江湖人把他们当黑衣人，要斩尽杀绝，而他们死了这么多弟兄，这仇也非报不可。事情发展至今，2方人已经形成了不可逆的，不是你死我活，没有人再去分辨对错是非。这群江湖人在山中闲了半个多月，精神已经到了崩溃的临界点，更是带着鱼死网破的凶狠。不多废话的2方又打了起来，听到门外又传来了兵器相撞的打斗声，叶婉婉紧张地搂紧了怀里的孩子。直到打斗的声音渐渐远去，
轩辕觉抱着小叶真走到窗边，打开一条缝往外看了看，回头对叶婉婉道：别怕，人已经被引到后山了。很快竹屋门被打开，青羽跑了进来，手中的剑还在滴着血，看到2个孩子在哭，马上将剑收入剑鞘。他是回来保护轩辕觉的，快步走到轩辕觉身旁。王爷，人都引到后山去了，弟兄们已经做好埋伏，这群人今日一个也逃不掉。轩辕觉点点头，轻轻拍着抽泣的小叶真，看向叶婉婉，眼中满是歉意。方才的情景若不是救兵及时赶到，后果不堪设想。叶婉婉眼里只有孩子，她将小叶欢抱在腿上，温柔地擦干他脸上的眼泪，捧着小家伙的脸揉着逗他。他现在什么都不想，只祈祷这一番惊吓不要让孩子的病情加重。哄好了孩子，又过了一会儿，后山突然就传来犹如山体炸裂的声音。叶婉婉猛然一下抬起头，侧耳听了一会儿动静，又想到那些人的破坏力和残忍程度，不好的预感涌上心头。我的药！叶婉婉小脸几乎瞬间煞白，起身将小叶欢直接塞到轩辕觉手里，连门都来不及走，直接就从房间的后窗户翻了出去，直奔后山。叶大夫，别去，危险！青羽站在窗户边大喊，可叶婉婉跑得太快了，转眼就已经不见人影。他的职责是保护轩辕觉，也没有去追。王爷，他去后山做什么？青羽不解地回身问轩辕觉。轩辕觉眉头紧蹙，也想到了后山的草药，预感有什么不好的事儿要发生。他将小叶欢放下，和小叶真坐在一起，一手摸着一个孩子的脑袋。你们乖乖在这等着，叔叔去把你们娘亲带回来。说完起身对着青羽道：看着孩子。青羽张了张嘴，刚想说他不行的，小叶真没问题，可这女娃无从下手。轩辕觉并不给他反应的机会，也从窗户翻了出去。叶婉婉一路狂奔，冲向后山，倒在路边的尸体让他有种回到那个硝烟弥漫的战火年代的错觉，心中的不安越甚。奔到后山，就看到正在交手的2方人。叶婉婉想从旁边越过去，一股劲风扫过，一把巨大的开山月飞出来，砰的一声砍入他面前的地面。他一矮身，被震得脚下不稳，摔到地上，就看到地面一点点爆裂开。看着裂开的地面，叶婉婉没有觉得害怕，想到的是照着这个打法，这山头非他不可。他起身用更快的速度奔向位于山壁下的草药。2方的追逐缠斗到了石壁下已经无处可退，直接在这展开了一场混战。百里庭业手中长剑已经换成了长枪，力大无穷的双锤大汉不好对付，一锤子砸在山壁上，能让整座山都震动。他和飞羽2人联手和大汉战了许久，最后一人用枪，一人用棍，运足内力抡起大汉拍了出去。大汉飞了出去，撞在石头上，石头承受不住强大的撞击，被撞碎，石块飞溅。大汉庞大的身躯直到重重摔向山体的石壁才停下来，一口鲜血喷出，双手垂落，掉落在地断了气。而他手里的2个巨锤也直接撞击在了石壁上，一只深深地插入石壁里，先前打斗已经遭受过撞击的石壁咔嚓一声开裂，碎石开始从山顶滚落。叶婉婉赶过来时，山壁顶端的草木碎石正在滚落。他一眼看到了远处的草药，万幸没有被毁坏，毅然迎着碎石就要冲过去，没走几步被人拉住了胳膊。百里庭业拉住他，长枪挑飞了差点砸到他身上的碎石，焦急喊道：叶大夫，你来这儿做什么？别过去！放开，别拦着我！叶婉婉眼中只有前方的草药，气急败坏地甩开百里庭业。山壁崩裂得越来越严重，已经开始有大块的石头滚下来，四周的人纷纷躲避。叶婉婉头脑空白，已经看不到危险，一心只想冲过去把药摘下来。眼看着越来越近，突然他被窜出来的人影扑倒在地，滚了2圈，
巨石砸地的声响震得人耳朵嗡嗡作响。叶婉婉晃了晃脑袋，回头看到刚才他所在的地方落下了一块大石头，扑倒他的人正是轩辕决。你怎么样？轩辕决的声音在头顶响起，透着焦急检查他有没有受伤。只是一个愣神的功夫，叶婉婉马上起身推开轩辕决，要跑去前面。轩辕决却一把拉住他：“不能过去，你不要命了！”叶婉婉拼命挣扎向前，却怎么也挣不开。她厉声大喊：“你干什么？放开我！”轩辕决哪里肯放手？他知道叶婉婉是想要去救那颗草药，可那边坍塌的速度避无可避，过去就是送死。轩辕决，你放开我！放手啊！叶婉婉不停地挣扎大叫，被强行带着往后退。紧接着一声巨响，她眼睁睁看着草药上方的山石成片坍塌落下，将那一片空地尽数掩埋。火赤果也消失在了乱石之下，叶婉婉整个人都僵住了。轩辕决把人拖到安全的地方才松了手，一松手就被用力推了一把，一双绝望的眼睛冷冷地瞪了他一眼，让他身躯一震。看着前面的情形，叶婉婉往前走了几步，就无力支撑地瘫坐在地上，一颗心犹如瞬间坠入冰窖。一切都完了，没有保住火赤果，无疑是告诉他解药做不成。小叶真不知道哪天就会因为毒发丧命，这比要他死还残忍。石块缝隙中，小叶欢插在地里，说是用来保护草药的干枯花朵，被无情地碾压在泥土里。叶婉婉眼神空洞地看着，眼泪无声地滚落，把周围发生的一切都隔绝了。轩辕决在他身旁说着什么，他一个字也没听到。那些人又打了起来，江湖人一个不剩的被干掉了。直到清理完现场尸首，他也还是那副样子，像没了魂儿的行尸走肉，双手抓着地面的杂草，眼泪吧嗒吧嗒落在手背上。他早已经忘了有多少年没哭过了，可面对所有努力付之一炬的局面，除了眼泪，他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什么。也不知道过了多久，两个孩子被带了过来。小叶真跑到叶婉婉跟前，看到她在哭就急了，扑过去用小手给她擦着眼泪。直到听着孩子的声音，叶婉婉才从恍惚中回神，看清了眼前儿子的脸，她更忍不住了。真儿，对不起，阿娘太没有了。她轻声抱住儿子，声音都在颤抖。小叶真不懂这话的意思，可她能感受到叶婉婉的难过，扁扁嘴也呜呜地跟着哭了起来。轩辕决一直都陪在身旁，没离开一步，可叶婉婉再没看过他一眼。那些士兵知道毁坏了别人的草药，都低着头无比自责，特别是看到叶婉婉大咧咧的开朗性格，这会儿如此伤心，一群大老爷们都有些束手无策。百里停业看着心里也不好受，抱着小叶欢对着轩辕决不停地使眼色，让他赶紧想办法安慰一下。轩辕决的心里就更不好受了，毕竟他是看着叶婉婉这半个多月来照顾这个草药有多辛苦的，时常因为白天要照顾他和两个孩子的起居饮食，而半夜还一个人在药房里忙碌。倾注了多少心血，就会寄托多少希望。当希望在眼前破灭时，有多令人绝望。这种感受他曾经也体会过。叶婉婉推开他时那一眼，带着浓浓的责备和怨恨，可他依旧不后悔阻止了他。人在情绪失控下总会做些傻事，但相信叶婉婉的本意，也不是要为了抢救草药丢掉性命。叶婉婉抱着孩子哭了一会儿才停下来，轩辕决在旁边伸手轻轻拍了一下她的肩膀，没等开口安慰，叶婉婉肩膀动了一下，转过脸一把甩开她的手，冷声一句：“走开！”轩辕决看着被打开的手慢慢收拢，觉得胸口发闷。对不起，一切都是我的责任，如果不是因为我，事情也不会变成这样，我很抱歉。
他开口道歉，散在四周的手下见轩辕决把责任都揽到自己身上，都面面相觑。有几人忍不住走上前开口：是我们不应该把人往这边引，撞坏了山壁才打的，不关王爷的事儿。对呀，是我们的错。叶大夫，您别怪王爷，他只是在保护您。怪我们？我们下来的时候，若是把藤条也处理掉，那些人也就不会下来了。叶大夫，草药我们赔给您，多少钱都可以，您就别怪王爷了。一群人七嘴八舌地给叶婉婉道歉，为轩辕决说话，都恨不得把责任归到自己身上。场面越来越乱，轩辕决沉着脸一眼横过去：都给我闭嘴！那些人闭了嘴，满眼自责地往后退。叶婉婉扶着膝盖站了起来：不是你们的错，是我错了。轩辕决跟着起身，看他摇摇欲坠想扶，伸出手没碰到又收了回来。叶婉婉站定后，一双通红的眼睛缓缓看向轩辕决：我从一开始就不应该救你。声音冷淡的听不出情绪，轩辕决瞳孔一震，愣在当场，那种感觉就如当胸一剑，扎得他喘不上气来。十几日的相处中，叶婉婉看他的时候眼神有许多变化，可无论什么时候都是有温度的，从未像现在这样冷漠。他虽贵为皇叔，也同样遭受过许多白眼，有不服不忿的，有心怀怨毒的，无论是哪种，都未令他如此触动过。叶婉婉牵着孩子与他擦肩而过，小叶真仰着脸看着他被拉走，可怜巴巴的回头想叫他，又不敢开口。轩辕决目光跟随着，看着叶婉婉面无表情地从百里庭叶手里抱走了小叶欢，暗暗攥紧拳头。叶婉婉走后，留下的人都看着一动不动的轩辕决，大气不敢出。百里庭叶叫过几个人一起动手把碎石搬开，想看看草药还有没有得救。等搬开碎石后，看到底下砸得稀巴烂的红色果子，彻底泄气。他上前拍了拍轩辕决的肩膀，满脸歉意的道：抱歉，我也没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轩辕决自然不会怪他，叶婉婉说的没错，归根结底都是因为他。正心中郁结，突然前方方才打斗中受伤正在治疗的地方一阵喧哗，飞羽飞跑过来：王爷，有个弟兄受伤，血止不住。轩辕决赶紧过去查看，受伤的是2个探路官中的一个，腹部被扎了一刀，方才一直忍着，直到陈郎中过来才医治，流血太多，人已经陷入半昏迷状态。伤人的兵器很奇怪，伤口皮开肉绽着，一直在流血止不住。陈郎中急得满头大汗，用尽了办法，血还是止不住。轩辕决尝试着点穴止血，还是没用。飞羽脱了外衫按住伤口，没一会儿双手就染满了鲜血。探路官越来越虚弱，面色已经惨白无人色了。其他人都难过的低下头，觉得肯定没救了。轩辕决却不想放弃，起身对2个士兵招手：你们2个把人抬上，跟我回去。陈郎中救不了，不代表叶婉婉救不了。即使知道他现在生气不想见他，轩辕决也相信他不是见死不救的人。一群人匆匆下山回到主屋，轩辕决站在紧闭的房门口，向里面说明情况，希望叶婉婉能施以援手。没过一会儿，里面就有动静，房门开了，叶婉婉提着药箱，面无表情地出来，没有看轩辕决一眼，径直出去走向伤者。轩辕决跟出来后没有上前，在青羽的搀扶下走到别处，远远地看着。小叶真也从屋里跑出来，走到他面前，仰脸看他：叔叔，阿娘是不是水里的气了？小家伙可怜兮兮的，声音还带着点哭腔。他不知道叶婉婉为什么会哭，他不想看到2个大人吵架。
没事啊，你娘现在生气了，但是叔叔会想办法的。轩辕觉蹲下摸他头，叶婉婉走到伤者跟前蹲下，查看了一下伤口，就拿出针包在他身上扎下去20几针，伤口马上就不再继续流血了。围观的人脸上都露出了喜色，暗暗佩服叶婉婉医术了得，却也都不敢出声。叶婉婉冷冰冰的脸上一点表情也没有，看得他们发怵。接下来的事儿更是让他们匪夷所思，所有人都看着叶婉婉从药箱里拿出了针和针线，把针消毒过后，就在探路官腹部像缝衣服一样缝起伤口来。探路官失血过多，已经昏死过去了，没什么反应，却把周围围观的人个个看得毛骨悚然。缝合好伤口后，叶婉婉拿出纱布包扎伤口，然后一根一根地拔掉了身上和头上的针，收拾好药箱就起身回屋去了。陈郎中上前去把脉过后说命保住了，只是失血过多，要好好调养。轩辕觉听到后才算松了口气，回头看向身后紧闭的房门，小叶真还在他脚边抓着他的衣摆，扬着脸，拧着眉头，满脸担忧。轩辕觉将他抱起来，拍拍说没事儿。叶婉婉并没有说不让轩辕觉进屋，在外面那扇门也是开着的，就是待在房间内不出来了。眼看天都黑了，只有小叶真进出了2趟，没有人敢去敲门打扰。厨房的顶被掀了，不过好在东西都没损坏。青羽和飞羽带着人把厨房收拾好后，用剩下不多的食材做饭。除了白天那样的事儿，没有人敢保证不会再有江湖人突然冒出来。轩辕觉手下的人不愿意离开他身旁了，可他们闯了祸，也不敢在叶婉婉屋前晃悠，惹他生气。最后，百里庭也查看了一下四周地形，带着人在主屋左侧靠近林子的地方找了块空地，既可以夜间值守盯着林子里的动静，也可以看到主屋方便保护。2个暗卫的厨艺一般，在厨房忙活一通，简单做了些饭菜，分成小碗装。见屋里人还没有出来的意思，就让小叶真一趟一趟往屋里送。王爷，您吃点吧。飞羽恭恭敬敬在桌旁递着筷子，轩辕觉轻轻摇头，看着关着的房门，没有半点胃口。房门再次打开，送饭的小叶真出来，跑到桌边，青羽就把他抱在凳子上，给他盛饭夹菜。小家伙捧着饭碗也不吃，戳了2下碗里的白饭，就放下勺子，看着轩辕觉：“叔叔，阿娘在喂妹妹吃饭，没有哭了。你去跟阿娘道歉好不好？阿娘很好的，你做错了事，只要道歉，她就不会生气了。”好啊，你先乖乖吃饭，叔叔保证你吃了个饭，睡一个觉起来，阿娘就不生气了。轩辕觉把凳子拉过来点儿，拿起小家伙面前的碗喂他吃饭。孩子的心思单纯简单，以为只要道歉，事情就可以解决。可光道歉不足以弥补轩辕觉的愧疚，他需要尽最大的能力弥补。当晚打发走了2个暗卫去休息后，轩辕觉独自坐在窗边，坐到了半夜。果不其然，等到叶婉婉开门出来，叶婉婉怎么都睡不着，就想出来透透气，可出来了也不知道该干嘛，失魂落魄地走到银杏树下，低头看着连着树干一同被砍落的秋千。看了一会儿后，他蹲下将绳子解开，把树干和损坏的秋千一起拖到树后扔了，然后回到门口，坐在了台阶上，静静地仰脸看着月光。轩辕觉走到房间后悄声靠近，在距离只有几步的时候，拐杖的声音让门口的人回了头。他下意识顿了一下，发现自己竟有些害怕叶婉婉看向他的眼神依旧冰冷无情。好在并没有，对方只是淡淡的看了他一眼就转回去了，眼里有的是疲惫和落寞。轩辕觉走到他旁边坐下。我知道你不想接我，只有几句话，我说完就走。叶婉婉回头瞥了一眼，轩辕觉坐在了离他2个位置的地方，
正用一种奇怪的神情凝视着他，周身都是低气压。叶婉婉挺不习惯的，轩辕觉脸上那种神情像是失落。他再觉得失落，是因为他白日里说的后悔救他。其实他刚说完的时候，他就看到他的神情变化。冷静下来后，也知道自己有些恶意迁怒。事情不是这样算的，如果非要说因为救了他才导致了这个结果，那归根结底的话，还是2个孩子发现的人拉着他去看的。要知道以他的伤势，若不被人发现，用不了几个时辰就伤重不治了。再往前推还是他的错，不知道那晚上的狗男人是谁也敢生下孩子，结果就是2个孩子没一个健康的，不然他也不必在这山里。那真要这么算下去，最应该怪那晚那个狗男人。草药我一定会想办法赔给你的。轩辕觉觉得叶婉婉现在应该很讨厌他，所以也不废话，开口声音有些低哑。叶婉婉看着别处，睫毛轻轻颤动了一下，她听出了轩辕觉语气异常低落。白天情绪激动时说的话，似乎对他产生了严重的影响。叶婉婉觉得胸口发闷不得劲儿，淡淡回道：“不必了。”这句不必不是他还在生气，而是真的不抱希望。通常盛产草药的深山里才会有活吃果，而因为这种草药难存活，一座山里好几年也难得有1、2株能天然存活，加之火赤果成熟的季节就快过去了。他就是翻遍黑风山13座山峰，能再找到1株的希望也十分渺茫。轩辕觉顿了顿，并不意外叶婉婉的态度，继续道：“霍清河游历时走遍了天下的名川大山，5年前他就找到过火石草，他知道哪里可以找到。出山后，我即刻求说让他去帮忙寻找，只要寻到就送到永州府来。”叶婉婉愣住了半晌，然后缓缓回过头，满眼的不敢相信：“你说什么？那个神医他能找到？半年？我最多只有半年时间。”叶婉婉激动地站了起来，第一次体会到了柳暗花明的感觉，可同时又极度不安。这对我真的很重要，如果你只是因为愧疚的话，大可不必给我希望，我不想有了希望最后又落空。我不是在安慰你。轩辕觉仰脸看着他：“我说的每个字都是真的，我有人手，需要多少人都可以，几千，不行就几万，到所有可能出现的大山里寻找。等找到罗世海，我带人亲自去找，不管多难，一定会找到的，相信我。”或许是常年领兵打仗的缘故，轩辕觉身上有种独特的上位者气质，让叶婉婉不自觉产生信任感，真的相信了他能说到做到。叶婉婉有些激动，胸口起伏着，居高临下的看了轩辕觉一会儿，然后用极轻的声音道：“谢谢。”轩辕觉漆黑的双眸中眸光闪动，仰脸轻轻勾了一下嘴角：“你别难过了，这事我会负责到底。”叶婉婉有些不敢看他的眼睛，偏头躲开后坐下，深吸一口气，卷长的睫毛微垂着，看不到神色。“那个，我今日……算了，先这样吧。”叶婉婉想说什么又放弃了。如果说当日救下轩辕觉是导致今日草药被毁的因，那果其实也不应该都怪罪于他。白日里他脾气也发了，狠话也说了，对方的态度好到让他想生气都没处撒，到现在甚至隐隐浮现出内疚。毕竟今日对方不只救了他1次，当然他也不是全无责任，山壁不就在他手下弄他的吗？帮着寻找草药也是应该的，叶婉婉觉得他应该理所当然的接受。可如今搞得觉得自己像个蛮不讲理的坏人，叶婉婉觉得烦闷。他其实不想这样，他宁愿轩辕觉和他争辩，拿他今日也救了他的命，和他争吵谁对谁错。
亦或者用身份让他敢怒不敢言，而不是真的把过错全部揽到自己身上。认错态度还这么好，他就是个吃软不吃硬的人。轩辕觉见叶婉婉坐下，就发呆不说话了。他拄着拐杖起身，是真的要说完就走，不多做停留。叶婉婉听到动静回头，见他正在起身，下意识想要去搀扶，伸了手又缩回去。这小动作轩辕觉看到了，站在原地看着他。看着看着，视线落到了叶婉婉的手上，她露出的一截手腕有几处擦伤，一看就是没有处理过，伤口红肿还渗着血丝。他想应该是躲避落石的时候在地上擦伤的。你还生气吗？轩辕觉轻声问道。一点点吧。叶婉婉有些别扭地扭开脸，然后他就听到轩辕觉走远的动静，心说什么意思呀？问一句就直接走了。没过一会儿，身后又传来动静，叶婉婉忍不住回头看去，看到轩辕觉又回来了，手里还拿着他的药箱。你拿药箱做什么？腿疼？叶婉婉不解，轩辕觉没说话。坐下后打开药箱，从里面拿出一个带花色的瓷瓶。之前他看叶婉婉给他治伤的时候，伤口消毒就是用的这个瓶子里的东西。他打开闻了闻，然后倒在盖子里一些，用药箱里的白布条蘸了些。叶婉婉正纳闷他要干嘛呢，轩辕觉伸手抓住他胳膊，把袖子往上一捋，露出他手腕上的几处擦伤。叶婉婉怔了一下，下意识想要收回手，没抽出来。轩辕觉直接抓着他的手按在了他膝头，然后用消炎水擦拭伤口。这点小伤根本用不着管，我用清水冲一下就可以了。古代纯手工制作的消毒水，消毒过程就是个折磨。叶婉婉疼得嘶了一声，她很想说能不能我自己来，可轩辕觉低着头按着他的手，还挺用力，不给他往回抽。轩辕觉神情专注，动作越发轻柔。是我让你受的伤，怎么能不管呢？叶婉婉看着眼前人，原来对方以为这伤是他扑到他的时候在地上擦的，其实不是，被扑到地上时他被保护得很好，手背的伤是他爬树的时候擦伤的。跟你没关系，这是……叶婉婉小声嘀咕了句，轩辕觉没听清，抬眼看他。你刚说什么？叶婉婉眼神闪烁地看别处，另一只手手指不自然地卷着一缕头发。没什么了。轩辕觉也没追问，低头继续手上的动作，直到小心地包扎好后，才抬头有些犹豫地问道：那株火石草是给生儿养的吗？白日里的时候，他看着叶婉婉抱着小叶欢哭得令人心碎，再加上说的话，很难不让人生出猜测。虽然孩子看着不像有病，这会儿看着叶婉婉好像好多了，他就问出了心中的疑惑。叶婉婉身体僵了一下，一说到小叶欢就有些忍不住，眼眶瞬间泛红。他抽回手：不是，是你想多了。我只是想帮你。轩辕觉声音前所未有的温柔。我知道你一个人惯了，也不想欠谁的情，但万一我真的能帮忙呢？为了孩子，你不能信我一次吗？你已经在帮我了，能找到新的火赤草，就是帮我最大的忙。叶婉婉还是不想透露小叶真病情的任何相关，艰难地牵出一个笑容，看向轩辕觉。我等着你的好消息，找不到火赤草的话，一切都是徒劳，没什么好说的。轩辕觉静静地看着他，良久说了一句：好啊，我一定给你找到。叶婉婉听着这颇让人信任感的话语，却还是高兴不起来。望着前方漆黑的夜空，她轻声道：你说这世间许多事情，是不是都是注定了的？不管怎么努力，结果都不会变。就像天一定会黑，树叶一定会落，花儿也一定会枯萎。要说努力活着，叶婉婉比谁都努力。
上一世战争的到来让他失去家人，他逼着自己找到重新活下去的动力，尽着绵薄之力从战场上救回了一条又一条生命。可无论他多努力地救回那些人，最终他们还是会奔赴战场，马革裹尸还。在那样的环境下生存10年后，炮弹落到医疗点的时候，他甚至没有面对死亡的害怕，只觉得终于是解脱了。那一刻，他知道了他不怕死，只是不想当一个被击倒的逃兵，毫无尊严的离去。在这个世界醒来后，原以为是上天怜悯才让他重活一次，就只想安安稳稳的过小日子，哪怕柴米油盐粗茶淡饭一世。可老天爷仿佛在同他玩乐，过了就被人占便宜吃干抹净不说，他只不过想要生下个孩子作伴，也算有个亲人。结果是生下的2个孩子都有病。为了2个孩子，他苦心钻研医术，而就在他苦无成效、心灰意冷的时候，遇到了疯老头。老头的出现如救世主一般，不止在他帮助下成功压制了小叶真身上的毒，也给了他无限希望。可是这救世主偏偏又疯疯癫癫，神志不清，他只能一直安慰自己，老头总有一天会想起来的。他一次次往返黑风山采药，好不容易要集齐药材了，在这山中守了10几天，临门一脚的时候，却又给了他一个措手不及。亲眼看着草药被落石掩埋的那一刻，他真的觉得自己像被最后一根稻草压死的骆驼，绝望无助。可就在刚刚，轩辕绝又给了他新的希望，好似每次走入穷巷，在他濒临绝望的时候，都会出现新的路，牵引着他继续走下去。几次下来，他甚至开心不起来了，因为不知道走下去尽头等着他的是什么，是绝处逢生的柳暗花明，还是无力回天的谷底深渊。他讨厌不知前路的迷茫，如果最终还是会失去，那么宁愿一开始就没有。天会黑，也一定会亮，树叶来年会长出新的，花儿凋谢，或许只是为了开出下一朵更鲜艳的花朵。叶婉婉。轩辕绝认真地看着叶婉婉，第一次叫出她的名字。我不想看到你这样，你不是这样的。在我受伤醒来看到你的第一眼，是你给我一种活着的感觉，所以不要放弃。沉默的气氛在两人间萦绕，山里的夜并不宁静，两人却能清晰地听到对方的气息。叶婉婉能感觉到轩辕绝的视线一直停留在他身上。良久，他转过脸迎上轩辕绝的视线，他露出一个浅浅的笑。没想到你还挺会安慰人的，我也算越挫越勇了，可不知道为什么每次到最后都会出现新的变故，真不知道自己还能坚持几次。那就让这次变成最后一次，我会帮你的。轩辕绝依旧静静地注视着他的双眸。叶婉婉愣了愣，这一刻他真的信了他以后都不用再独立承受这一切。你真的是王爷吗？不会是和你的手下演戏忽悠我的吧？轩辕绝微微一歪头不解。没见过你这个款式的王爷，要是皇子皇叔若是都像你这样品行好，脾气也好，也就没有那么多血流成河的惨剧了。你还见过其他王爷？轩辕绝听得满脸疑惑，大耶国子嗣凋零，圣上登基13载，至今无子嗣。不算那个并非自己骨肉的小王爷的话，正统皇室血脉只有他和当今圣上，哪来的别的王爷？我说的是史书，皇家人若是都像你这么好，史书上哪来的血迹斑斑呢？叶婉婉反应很快地解释道。轩辕绝顿了顿，你觉得我好吗？真心话。叶婉婉歪头看他，不然呢？回想他们相识以来种种，无一不体现出眼前人是个极好的人。只是叶婉婉不知道轩辕绝是个戎马王爷，在朝堂一人之下，在战场上杀人不眨眼，多少人看他皱一下眉头就浑身打颤，脾气好也只是对他而已。
或许连轩辕觉自己都没意识到，他从一开始就是对叶婉婉与众不同的。没什么了。轩辕觉勾了勾唇角，心中有一个声音在说：既然觉得我很好，能不能收回后悔救我那句话呢？第二天，其他人醒来就发现叶婉婉好像好了，像没事人一样在张罗着出山。有几个后半夜守夜的，昨个看到了轩辕觉和叶婉婉一起在门口坐了有大半个时辰，就小声和其他人八卦。大伙儿听完都没想到，原来他们王爷还挺会哄人的，这么大事就这么过去了。事情自然是没过去，一日不找到新的火吃草，这事就一日压在叶婉婉心头。不过既然轩辕觉答应了一定会帮他寻找，他也没必要成日愁眉苦脸要死要活，那样只会消耗自己还影响别人，于事无补。叶婉婉一边从锅里拿出蒸好的玉米馒头打包，一边计算着他们这一大帮人脚程。今日起的就晚了，他只带着孩子的话，走快一些无意外能在天黑后出去的，可多了这么多人，有个伤重的需要抬着走，轩辕觉得腿伤也还没好，搞不好就得在山里露宿一晚才能出去。两个小家伙知道要出去了，一大早就被叫醒了，也没有闹，乖乖吃了早饭。叶婉婉又哄着小叶欢把栅栏里养的兔子都放了，然后把两个小家伙都抱到毛驴上坐好。小叶真坐到小毛驴上，就对着轩辕觉招手。这里除了叶婉婉，其他人也没什么好收拾的。将烤好的鹿肉分发后，随时都可以出发。见叶婉婉收拾停当后，就都集合了起来。昨日重伤的那个探路官躺在一个简易的担架上，被几个人抬着。轩辕觉则是有2个暗卫扶了出来。昨日一番动武，还是让他的腿伤加重了，那条腿完全碰不得地，貌似就打算这么一路被人搀扶着走出去。叶婉婉看着这队伍，觉得一天能走出去够呛。想了想，他将驮着东西的毛驴牵出来，对轩辕觉道：要不我把东西卸下来，你做这个吧。轩辕觉看着面前这头长得有点憨态的毛驴，嘴角抽了抽。虽说大丈夫能屈能伸，可让他在这么多手下面前骑毛驴，他的威严何在？百里廷业差点没忍住笑出声，看热闹不嫌事儿大的跑出来说：这个办法好，我们这么多人，把东西分一分拿着，王爷坐毛驴背上，也省得一路需要人搀扶，而且路途遥远，对您腿伤也不好。轩辕觉眯着眼睛瞪他一眼，奈何百里廷业不怕他，招手叫过2个人帮着叶婉婉卸东西。王爷，世子说的没错，您的腿伤确实不宜多走动，还是坐上吧。飞羽也赞成让轩辕觉坐毛驴，说完跑过去帮忙，拿了2袋药材背到身上。轩辕觉无奈扶额，他也知道想不拖累行路这是最好的办法，只是太丢脸。那几个人手脚快，也用不上叶婉婉动手了。他走到一旁，见轩辕觉神情别扭，就走过去忍笑道：有什么关系？我经常骑的，除了速度没有马儿快，又稳当又舒适，不比骑马差，就别摆你的王爷架子了。坐在毛驴背上的小叶真也招手附和：辕叶叔叔，驴很乖的，你不要怕哦。轩辕觉哭笑不得，他还能怎么办呢？他也没得选。等轩辕觉坐上毛驴后，叶婉婉就没再耽搁，牵着2个孩子坐的毛驴打头，身后是青羽牵着轩辕觉坐的那一头，不时的就好奇摸一下毛驴的脑袋。其余人排着队跟在后头，相互照应着，谨防掉队。一行人走了一路，大约2个多时辰，周围从开始的绿树成荫、鸟语花香，变成了古木参天、阴风阵阵。即使是日头当空的时辰，下面却也只透出了星星点点的光亮，昏暗阴沉。不知名的野草有半人高，常年不见阳光，却长得青翠茂盛，生长在每一条道路两旁，让置身其中的人根本分不清方向，不知道该走哪一边。进入林中后，叶婉婉只说了一句跟紧了，
就再也没说其他。这样的环境下，士兵都戒备了起来。他们虽然对叶婉婉能不能认得路持怀疑态度，但是见轩辕觉没发话，也都老实跟着，一路都小心谨慎，生怕又遇上那些发疯的江湖人，或者是踩到什么机关陷阱。轩辕觉开始也担心会不会出现什么危险，可后来看到叶婉婉在前面背着手抓着毛驴绳子，神情自然，脚步轻松，两个孩子骑在驴背上昏昏欲睡，就觉得这个林子应该没有危险。叶婉婉可不知道后面一串尾巴在想什么。这个林子他已经走过几次了，看出了规律，不看地形图也知道怎么走。带着他们七拐八拐的，花费了1个多时辰，安全的走出去。出那片山头，他就带着人来到一处满地小石子的河床，稍作休整。一路上，他们连进食补充体力都是边走边吃的，可走了将近4个时辰，也才过半。叶婉婉有些担忧，把孩子抱下来后，就爬到旁边一块高地，确定四下无人后，从怀里拿出地形图，想看看能不能找到近道。这张随身带的地形图是他手绘的复制版，真正的地形图是画在一张羊皮纸上的，被他藏在家里了。需要帮忙吗？叶婉婉看图纸正看得专注的时候，冷不丁的身后出现一个声音，她吓得一蹦，把手背到身后，回头就见百里庭叶站在她身后不远处。你想吓死我啊！叶婉婉没好气，并且偷偷将手里的地图收进袖子里。你真当王爷看不出来？百里庭叶看着他的小动作笑道：我们早上出发至今走过的路，若不是知道路线，根本走不出来。你就算不拿出图纸，只要不是傻子，都能看得出来你有了。啊，那又怎样？你们现在都要靠我才能走出去，想要图纸我也不给。叶婉婉背着手走向百里庭叶，她并没有多少被抓包的紧张，藏东西是下意识反应，因为她相信轩辕绝不会这么没品，让人抢他的东西。你猜到就猜到，就是看到了也不给。百里庭叶失笑：我可不是来要东西的啊，就是来看看你需不需要帮忙。你也知道我们有探路官。不用，我自己可以，你们跟着走就是了。他不是小人之心怀疑他们有什么企图，只不过是不想失信于疯老头。很多事情他都需要出去后找到老头先问清楚，否则给老头惹什么麻烦，不是恩将仇报了吗？好吧，随你。百里庭也无所谓的耸了耸肩，反正轩辕绝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就更没理由强迫人家一个弱女子了。话说回来，他是真觉得轩辕绝对这女人有那么一丝纵容了。你也别藏着掖着了，没人会抢你的。百里庭业懒洋洋地往一块石头上一靠。我们老大都没跟你要，其他人更不会了，我们都听他的，所以你想看就拿出来，可别为了提防我们走错道。叶婉婉抱着胳膊看着这位狮子爷。我才不怕呢，我就是不想太高调惹麻烦，不是我自夸，这地形图给你们也看不懂。百里庭业挑眉。哦，那你掖着藏着干嘛？还躲到这儿来？叶婉婉望天，心道：我这不是怕你们抓壮丁吗？你们还要到山里抓那个什么海，万一知道我有地形图，你们又看不懂，抓我给你们带路呢？我一个小老百姓拿什么反抗？你看你把我们当成什么了？我们一群大老爷们儿，怎么会让你一个女人犯险带路？不然你拿来让我看一眼，我就不信我看不懂。百里庭业伸出了手，叶婉婉就抱着胳膊斜眼看他，冷哼一声：哼，还说你们不想要？我就看一眼，看完就还你了。他尴尬的悻悻收回手。真看不懂，我可没骗你。哎，算了。了解他们为什么进山后，叶婉婉也理解他们想要地图的心情，轻叹道：等我出去问过一个长辈，他若是说可以，我就将地形图借给你们，行不？
百里庭业闻言，眼中闪过一抹讶异。他们想要得到地形图，那是毋庸置疑的。只是经过草药被毁的事情后，他以为叶婉婉不会这么轻易给他们，至少会拿地形图作为交换，让他们赔他草药，或者提点别的要求。没想到这么容易。你这么容易就把东西给我们，就没想过谈条件吗？百里庭业眼珠一转，就想试探一下。这么好的机会，大叶国的九王爷欠你这么大一个人情，你可以让他帮你做很多事。叶婉婉莫名看了他一眼，随之冷笑一声，往一块巨石上爬，边爬边道：哼，你问我为何不谈条件，我倒要问你，你为何跟我谈条件？为何跟我废话，而不是直接用抢的？你们想要地图，出去随便派一个人抢了去，偷了去都易如反掌。刚才又在我面前演那一出君子坦荡荡、不强人所难的戏码做什么？百里庭业越听眉头越紧，脸上笑容也敛去。叶大夫说笑了，我们绝不会以强凌弱，为难一个弱女子，岂是君子所为呢？何况你救了王爷的命，就是有恩于我们所有人。即使你不愿意相助，我们也断不会为难。叶婉婉站在巨石顶上看了一圈，然后跳下来后拍了拍手。所以在世子爷心里，只有你们是品行高尚的君子，而我是小老百姓，就应该像市井小人一般斤斤计较得失，对吗？你们身份尊贵，吃着皇粮，我就应该从你们身上扒拉点好处。百里庭业一愣，他其实没这个意思，不过一想刚才那些话确实不妥，他起身抱拳躬身一礼：在下失言，勿怪。叶婉婉摆摆手，也懒得跟这公子哥生气。你们王爷已经答应帮我寻找草药了，以你们的身份直接不管我，我也是真一点办法都没有的。可他没有不管我的死活，还承诺一定帮我找药，所以地图的事我也愿意帮他，就这么简单。你刻意跟着我过来说那些话，无非就是想让我心软，把地形图借给你们。可有一点你想错了，你们王爷不点破我，是因为他知道我最后一定会帮他的，而不是你想的那样。你还是不够了解他。周边捡柴火的士兵看到刚才还精神奕奕的百里庭业，这会儿垂头丧气的回来了，都纳闷这是怎么了。百里庭业回到休息地坐下后，从正在喝水的青羽手里夺走了水袋，仰头咕咚咕咚地喝了大半。青羽手中空了，保持着仰头喝水的动作看他。怎么了？一副深受打击的模样。可不就是深受打击了吗？这样的女人一点也不可爱。百里庭业喝完，把水袋塞回给青羽，小声嘀咕。青羽一脸莫名的回头，看到叶婉婉走过来，神色如常。再看蔫头耷脑的百里世子，青羽神奇的脑回路就开始胡思乱想。你不会是有什么隐疾，偷偷找叶大夫看，被告知无药可救了吧？百里庭业白他一眼，抬手啪的一下拍在他后脑勺上。胡说八道什么呢？宰了你小子信不信？谁让你刚鬼鬼祟祟的跟在叶大夫后面，就那么一会儿，王爷至少回头看了你们离开的方向10几次。你要是有什么不轨之举，小心挨板子。青羽摸着后脑嘟囔。百里庭业一愣，转眼看不远处正抱着小叶欢坐在一块石头上的轩辕决，他此时正目不斜视地看着前面的人架柴火。小叶真自从那日被带去玩水后，就对可以徒手下河摸鱼的这些叔叔产生了无法抵挡的崇拜。一见到有几个人下水，就跑过去看他们抓鱼。几人用削尖的木棍往水里一掷，就能扎上了一条鱼。小家伙特别捧场地看得直拍手。叶婉婉怕孩子饿，从自己随身背的背篓里拿出包好的玉米过去，给了小叶真一根，折回来又给了小叶欢一根。想了想，他又拿了一根递给轩辕决。轩辕决抬头看了他一眼，伸手接过和孩子一起啃。叶婉婉在旁边找了个位置坐了，看轩辕决没有要问他方才和百里庭业走开做什么去了的意思，就也不作声。
还有多少路程？叶婉婉舔了舔嘴唇，估算了一下道：以我们的行进速度，至少还需要4个时辰。现在已经快到夕阳西下的时辰了，如果要今夜出去，那就得摸黑走很长一段路程。轩辕觉没什么胃口，就把吃了几口的鱼递给了飞羽拿走。他看着叶婉婉：那就在这山中住一晚吧。叶婉婉有些犹豫地看着孩子，她倒是没问题，就是在山中露宿，担心孩子会害怕。夜里会安排人值守，没事的。轩辕觉安慰道。叶婉婉想了想，剩下的路不是太好走，她也确实不太想带着孩子摸黑行路，太危险了，就点了点头。最重要的是，轩辕觉表现出来的对2个孩子的疼爱，让他有信任感。等大伙都吃完后，收拾了一下就继续赶路，依旧是叶婉婉走在前头带路，百里庭叶替他牵着孩子做的毛驴，让他走在前头带路能轻松一些。领着大部队走了1个多时辰就黑了，找地方宿营这种事叶婉婉不在行，交给了轩辕觉的手下了。探路官很快在附近找了块空地，又将四周仔细地查看了一番，确定没危险，定下了宿营地。百里庭叶牵着毛驴走了一路，也逗了2个一路，这会儿就连小叶欢也已经跟他玩闹熟了，伸手要抱他下来的时候竟然没拒绝，这让百里庭叶觉得颇有成就感，抱着孩子就跑去找轩辕觉炫耀：我们今晚就在这里休息一晚好吗？叶婉婉伸手将小叶真抱下来，跟他说。小家伙搂着他的脖子，一双眼睛四处看，眼里全是对四周环境的好奇，并没有害怕的意思，点了点头。我不害怕的。那边百里庭叶炫耀失败，小叶欢一看到轩辕觉就扑到他怀里要他抱了。轩辕觉抱着孩子赶走逗闷子的百里庭叶，就招手唤过来几个手下，吩咐了几句，那几人就点头走开了。没多一会儿，一人抱了一摞干草回来。负责生火的人在地上点起了几堆篝火，将四周照得亮堂堂的。轩辕觉把孩子放到了铺了衣服的干草上，回头对叶婉婉道：你也坐下休息吧。叶婉婉没坐下，而是放下孩子，在背篓里翻找起来。过一会儿，找出驱蛇的药粉道：晚上可能会有蛇，这周围都得撒一圈。在一旁休息的陈郎中听到了，就跑过来：给我吧，这个我来就可以。你带了1天的路，也累了。在陈郎中的坚持下，药粉被拿走了。叶婉婉看看四周，所有的事情都有人做了，根本不需要他做什么，就不客气地坐下休息，也享受了一下有人伺候的待遇。2个孩子知道要在山里住一晚后，一点也没有害怕的意思，很开心地围着火堆玩耍，一会儿和青雨一起拿着萝卜喂毛驴，一会儿又跑去看那些士兵烧烤路上打来的猎物。他们不止在路上打了几只野鸡，还在遇到野猪群时射了1头小野猪，刚几个人拿到不远处的河边处理了，这会儿正在准备上架烧烤。2个孩子精力充沛，玩得开心，反倒是叶婉婉累得没什么精力，拖着下巴坐在干草堆上眼皮打架。吃饱喝足准备休息的时候，夜也已经深了。夜行动物出没，山里热闹得很，特别是山猫吵的人睡不着。叶婉婉今天走了1天，确实累了，躺下没多会儿就要睡着，半梦半醒间就感觉到小叶欢直往她怀里钻，
他半睁着眼睛搂住孩子就拍，轻声安慰道：没事没事，不怕，只是山猫在叫。山猫就和小猫一样，之前去如意楼你不是看过吗？就是那个胖胖的老板娘养的小猫那样的，他们在山里没人养着，饿了就要自己出来找东西吃，现在只是在找东西吃，不怕啊。一番安抚后，小叶欢才没这么害怕了，躺在他怀里闭上眼睛。叶婉婉用衣服将孩子盖好搂住，抬眼就对上一双漆黑如墨的双眸正在看他。他是侧身躺着的，轩辕觉就在他前方靠坐在一棵树下，两人都是只要睁开眼就能看到对方，也不知道轩辕觉看了多久。轩辕觉胸口趴着已经睡着的小叶真，被一件外衣盖得严严实实。食材准备休息时，叶婉婉是准备让2个孩子睡干草堆上的，可小叶真非要和轩辕觉一起睡，轩辕觉便让叶婉婉躺下休息，小叶真由他来照看。开始一大一小还小声说着什么，没一会儿，小叶真就趴在轩辕觉身上呼呼大睡了。睡着了后，一贯的雷打不动。2个暗卫就在轩辕觉后面的一棵树下靠在一起，头挨着头，已经睡着了。在不远处，百里庭也躺在地上，用个包袱垫在脑袋下，正枕着胳膊翘着腿望着夜空发呆，不知道在想什么。其余人也都3、3、2、2分散在四周席地休息。守夜的士兵在往火堆里添柴火，柴火烧得发出噼啪声响，周围烤得暖洋洋，火光映在每一个人脸上。叶婉婉就这么在火光映照中同轩辕觉对视着，也不知道是困反应迟钝还是别的原因没有躲开，他就这么直直看着对方没动，直到轩辕觉挑了一下嘴角，对着他笑了一下。叶婉婉一个机灵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赶忙搂着怀里的孩子闭上眼睛，感觉耳廓一阵发热，他心中暗道：这人在山中不修边幅半个月了，怎么还越狼狈越好看了呢？这能怪我吗？谁让你先盯着我看的？可别说我觊觎你的美色。不过他想想也是，大耶传承400余年了，历代君王哪个后宫嫔妃不是貌美如花、倾国倾城的？这一代代下来，样貌能差就怪了。百里庭夜睁着眼睛看着夜空睡不着，想到明日就要出去了，总觉得就这么出去太窝囊。跑了一趟，折了这么多兄弟，结果连罗石海的影子都没见到，偏偏还一点别的办法都没有。他越想越烦躁，就一个翻身坐起来，回头去看轩辕觉，就见到九王爷一只手轻轻拍着怀里的孩子，眼睛垂眸看着前方，眉眼是从未见过的温柔。百里庭夜就顺着他的视线看过去，看到了闭着眼睛侧身躺着的叶婉婉，侧躺的姿势遮住了他带伤疤的那一半脸颊，剩下完好的半张脸在火光下洁白无瑕，睫毛卷翘，鼻梁纤巧挺立，流畅温柔的脸部线条勾勒出的是近乎无可挑剔的侧脸。百里庭夜心头咯噔一下，视线在2人之间来回看了几遍，确定轩辕觉真的是在目不转睛地盯着叶婉婉看，他蹙眉打量着轩辕觉，皱起眉头。黑风山外面大批的官兵已经围了半个多月，今日徘徊在周边也不知道找什么。日出劳作的百姓扛着锄头铲子经过，嘴里都在议论着打听来的小道消息。他们听来的消息说，是有一队官兵为了追捕山贼进了黑风山，一直没出来。知府大人派了人进去寻找，还每日亲自在山外等着。不知道真相的百姓一边觉得知府大人真是个尽职尽责的好父母官，一边对黑风山的畏惧又加深了几分，导致这半个月连永州城里的药商都没进去。永州知府刘长这半月来也是食不下咽，整个人都消瘦了一圈，成日担心着头顶这顶乌纱帽要不保，想派人进山去寻找吧，全府衙上下没一个敢去，无奈刘长只能派出大量衙役在周边守着，
每日恨不得佛道儒三家一起拜，祈求上天眷顾，让轩辕决能活着出来。寝食难安的除了刘长，还有一个水军都统吴粲。吴粲是有阴风的功臣之后，今年刚30，功夫不错，人也有些气派。本是应该到军中建功立业，只因几年前他请旨讨一个军中官职，可进入军中后高傲自大，目中无人，不久就因出言不逊，说军中有九王爷这座大山在，所有武将都难有出头日，最后被杖责逐出军营。后来朝廷选派武将训练水兵，当今陛下念着他先祖功劳，又给了他第2次机会，让他接管2万水军，驻守永州府。这2年多，吴粲日子也算过得逍遥自在。虽说水军都统官阶要比知府低一阶，可他有祖辈的阴风在身，也没怎么把刘长放在眼里，刘长也同样没把他当下属官员对待，平日里互不干扰，见面了一口一个老弟的叫着。可就在几日前的一天，刘长深夜去了水军大寨，将轩辕决来了永州府，并带人进入黑风山一直没出来的事告知了吴粲。吴粲当时就差点一口老血喷出来，被迫帮着一起想办法。第2日也带了一队人马来到黑风山周边帮着寻找。他如今是见到刘长就没好脸色，这老狐狸说是急得6神无主找他拿主意，其实就是在找个人分担责任。这事儿不告诉他，出了事儿他能推说不知情。如今拉他下水，轩辕决若是真在山里有个3长2短，黑锅他至少得背一半。所以即使他再怎么不喜欢轩辕决，如今也只能祈祷着这位爷能平安无事了。今日这2位大人照旧分别在不同的棚子里做到正午，本以为又是白等一日的时候，一个衙役从远处飞跑过来，大喊着：“大人，大人！”刘长一个机灵，茶杯都扔了，跑过去。何事惊慌？那衙役跑得上气儿不接下气儿，指着后山那个山头道：“那边，那边怎么了？快说啊！”刘长急得跳脚：“那边有人从山里出来了，是百里世子他们。”刘长欣喜若狂，一把推开衙役，往他来时方向跑，那腿脚利索的仿佛年轻了好几岁。吴粲也立马带了一队人跟着去了，在那衙役的领路下跑了没多会儿，就看到前方一群人。刘长打老远就看到坐在毛驴上的轩辕决，边跑边双手合十往天上拜，激动得都快老泪纵横。他的乌纱帽总算是保住了。轩辕决一行人昨夜在山中露宿了一夜，第2日时间充裕，也没有着急，等所有人都休息够了才出发。天气晴朗，风和日丽，他们一路走得不紧不慢，原来2个时辰的路走了3个时辰才出来。刚一出来就遇上一队在山外围下晃悠的衙役。百里廷业一眼认出来，领头的衙役是在知府衙门里见过的。那衙役也认得他，激动地跑过来就说刘长多担心他们，已经派人在山外守了10几日了等等。他不说还好，一说百里廷业这么多天积累的怨气顿时就起来了，冷哼道：“哼，叫刘长滚过来。”那衙役被百里廷业的脸色吓着了，马上连滚带爬的跑去通报刘长。将这一帮人带出来，叶婉婉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见知府大人带着一大批人跑过来，他就默默地拉着孩子躲到了最不起眼的位置，用手虚了一下，让想说什么的小叶真先别说话。他可一点也不想在知府大人面前出风头，轩辕决应该也不会多说什么。叶婉婉躲在后面，看着知府大人跑到近前，扑通一下跪在了百里廷业面前，眼睛却是看向轩辕决，嘴里说着请罪的话。百里廷业看着刘长没好脸色，听他巧舌如簧的一边请罪一边诉苦，更是想给他一脚。回头去看了轩辕决一眼，
轩辕觉不动声色地轻轻摇了下头，百里庭业没好气地一摆手：“起来吧。”身后跟着刘长一起过来的人也一并起身了。轩辕觉居高临下，一眼就看到了一群衙役中穿着一身软甲的人，眉头微皱，看向百里庭业。百里庭业往人群一看，故作惊讶道：“哟，这不是伯爵公子吗？”吴灿瞟了一眼轩辕觉，他记着刘长说的不可以暴露轩辕觉身份，转而对百里庭业一拱手：“水军都统吴灿见过百里世子。”吴灿啊，你不是说凭你的才能要拜将封侯吗？如今只做一个水军都统，不是太委屈你了？百里庭业在军中和吴灿有些过节，虽说几年过去了，见到还是免不了想要嘴欠一下。吴灿嘴角抽了抽，他其实早就听闻百里侯世子游玩至此，只不过不想见百里庭业，所以眯在水寨里当不知道，却没想到轩辕觉也来了。他和百里庭业不对付，自觉是虎落平阳被犬欺，这通挖苦也只能受着。他态度愈加谦卑，拱了拱手：“以前年轻气盛不懂事，陛下不计前嫌，厚待吴家。身为臣子，自当肝脑涂地，哪怕只是当一个马前卒，也毫无怨言。”哼，看来你还真是长记性了啊。百里庭业嘴欠了两句，也看不出吴灿是真改好了，还是学会了隐藏，觉得没劲也就不说了，转而让刘长找一辆马车过来。刘长也知道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赶紧让手下把他早上坐出城的马车赶了过来。轩辕觉在两个暗卫的搀扶下从毛驴上下来，继而上了马车。叶婉婉动手和几个人一起把东西都放回毛驴背上驮着，觉得这会儿没人注意，正是离开的好机会，就准备默默离开。临行看了一眼马车，却正好看到里面的人一手挑开，正看向他。这一眼倒是让叶婉婉想起了一些事儿，这次分开指不定什么时候能再见呢，有件事儿他必须提醒轩辕觉抓紧办。叶婉婉想了想，让两个孩子等他一会儿，就跑到马车车窗边，左右看了看都是人，他双手扒着车窗，踮起脚尖，凑到轩辕觉耳边轻声道：“飞哥传书给神医找药的事你别忘了，你知道的，我着急。”轩辕觉感觉到耳边温热的气息，稍稍退后了些，抬眼看着叶婉婉亮晶晶的满含期待的双眸，轻轻嗯了一声：“那我走了，你回去好好养伤吧。”叶婉婉没意识自己刚那一下凑得有多近，说完就要走了，却感觉袖子被拉了一下。她低头看到他扒着车窗的手旁，轩辕觉的手拉住了他衣袖一角。叶婉婉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抬起头略带疑惑看他。轩辕觉依旧抓着那一小块袖子：“你上次说你住哪儿？再说一遍。”叶婉婉压低声音：“吉祥巷榕树胡同18号。”好，我记住了。轩辕觉点了下头，然后才松开手，放下了车帘。叶婉婉眨了眨眼，也没多想，以为轩辕觉是忘记了重问一遍，转身回去。殊不知九王爷记性好得很，上次说一次他就记住了，不过就是想听他亲口再说一遍。百里庭业已经飞身上了一匹黑马，刚就一直在马上若有所思地看着两人的互动，周围其他人也都看在眼里，各怀心思地猜测这其貌不扬的女子是什么人，不过也没人敢问。青羽在小毛驴旁正抓着小叶真的小靴子晃，知道要分开了，撅了个嘴，不太高兴。直到叶婉婉回来，才退开几步，依依不舍地和两个孩子挥手。叶婉婉假装没看到知府大人和那些衙役打量的眼神，赶紧带着孩子先走了。等快到城门口的时候，轩辕觉坐着马车追了上来。城门口排起了长长的队伍，城门关正在进行入城排查，刘长和吴灿骑着马在前头，自然没人阻拦。大队人马和马车畅通无阻地从另一边进去了。
青羽骑着马经过的时候，和几个士兵一起对叶婉婉招手，那意思让他跟在他们后面进去。叶婉婉摇摇头，牵着毛驴老老实实过去排队。青羽不解，百里庭叶神秘兮兮凑过去道：你忘了，王爷昨日说要喝鲫鱼汤，结果做好了端上桌就喝了一口，说味道不好太腥气，让人全倒了，一桌子菜也没吃几口。青羽不以为然，王爷吃东西挑剔，刘府厨子不行，做得不好，不喝也很正常啊。百里庭叶白了他一眼。还有呢，你没见王爷早上精神不好吗？我问了昨夜守夜的人，说王爷昨夜折腾了一夜，天快亮才睡着。失眠呀？唉，我也失眠，躺在床上就会想起死在山里的弟兄，王爷心里肯定不好受。你怎么就不懂呢？百里庭叶白眼都快翻上天了。我问你啊，今早大夫过来换药，换完后王爷为什么说腿疼？还说大夫不行，这3天腿上一点没见好转，这可是这几天换的第3个大夫了。青羽眨眨眼，认真想了想，然后啪的一拍手。哦，我知道了，王爷是因为腿疼所以心情不好，晚上疼得睡不着，吃东西也没胃口。这好办，我这就去给王爷重新找一个好的大夫。这样，青羽话没说完，腮帮子就被一把掐住，疼得他悠悠直叫。百里庭叶掐着他脸晃来晃去。你呀你真可爱。青羽用力推开百里庭叶，揉着被掐红的腮帮子，怨念地看他。那到底是为什么嘛？你直接说行不行？我也好想办法让王爷开心。百里庭叶戳他脑门。你也不想想，我们在山里的时候，王爷有说腿疼饭菜不合口味吗？再说了，王爷什么人啊？你就是扎他一刀他也不会喊疼，为什么这次对给他治病的大夫挑3拣4怎么都不满意？青羽眨了眨眼，百里庭叶见他还是一脸蠢萌，扶额道：叶大夫啊叶大夫，王爷他很明显就是想找叶大夫给他治伤，又不明说，等着你们提出来呢。青羽瞪大眼睛吃惊。是这样吗？哦，原来叶大夫医术这么厉害，不知道和祸神医比，谁更胜一筹呢？百里庭叶气得弹他脑门。你他娘的能不能搞清楚重点？王爷整日吃不香睡不着的，现在最重要的是把人请过来给王爷治腿伤。青羽捂着脑门。哼，你说脏话，我要告诉国公夫人。百里庭叶无话地伸手圈住青羽脖子用力，和小孩子说话真费劲，勒死算了。他都说得这么明显了，怎么还没明白他的意思？轩辕觉绝对是看上叶婉婉了，一日不见如隔3秋，都快魔怔了。两人正闹着，廊下有几个人经过，原本正说着什么的，看到他们就跑过来。世子，青羽大人，我们在衙门看到叶大夫了。啊？谁？两个人同时回头，刚说到他就来了，这也太巧了吧。叶大夫呀，我们奉命盯着青龙帮，刚换岗回来，从衙门大门进来的，就看到叶大夫带着孩子来衙门报案。我们问了一下，是报的失踪案，师爷正在画像呢。其中一人道。青羽甩开百里庭叶胳膊，一下蹦了起来，纵身从假山石上飞了下来，掠过荷花池，往衙门方向去了，欢快地喊道：我去看看。刘长知道轩辕觉腿受了伤，当晚就送了一张代步的轮椅过来。轩辕觉这几天行动都是坐在上面，按理说腿伤应该好得更快才是，可几日下来并不见好转。这不早上刚送走了一个大夫，轩辕觉又说不行要换一个。飞羽这会儿正头疼呢，就担心轩辕觉腿上落下什么病根儿，把轮椅推到院子里后，就站在轩辕觉身后皱着眉头冥思苦想。青羽是年纪小不懂，飞羽就是纯粹的一根筋了，
他根本不会想到百里庭业看出的那些问题所在，还以为轩辕觉得腿伤的严重，在山里的时候没说只是不想给叶婉婉压力呢，所以也没有想过要去找叶婉婉来看。轩辕觉坐在轮椅上拿着本书看，就听到身后人不时一声叹息，他回过头。做什么唉声叹气的？飞羽满脸愁容。属下在担心您的腿，要不您先回地城去吧，让霍神医看看，先治好了腿再回来抓罗世海。轩辕觉随意地翻着书本。这点伤用不了霍清河，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那您不是每天都说腿疼不见好吗？属下担心。飞羽话没说完，突然转脸看向院墙，就见院墙外一个人影翻了进来，落地就咻的一下闪到轩辕觉面前。王爷，您猜猜谁来了？来人是从衙门那边飞奔过来的青羽，抄近道翻墙。轩辕觉看他一脸的高兴，手还背在身后藏着什么东西，就微微皱眉。你若真是无事，今夜就和童宇一起去青龙帮暗探，省得成日上蹿下跳。青羽扁扁嘴，也不敢卖乖子了，说道：叶大夫带着孩子来衙门了，就在门口呢。轩辕觉翻着书的手就是一顿，抬起头，眼中一抹光亮闪过。青羽看着轩辕觉的反应，心道：看来百里庭业说的是真的，王爷真的是想见叶大夫的。他来报失踪案，要找这个老头。青羽把背在身后卷起来的画像递出来，轩辕觉疑惑着伸手接过了画像，打开，看清楚画像上的人后，一愣，回头看向飞羽。飞羽看了看画像，也惊讶：王爷，这不是蓝雨说跟丢了的那个疯癫老头吗？蓝雨是轩辕觉几个暗卫里轻功最好的，需要跟踪暗探的事儿大都是由他负责。进山前，轩辕觉留了一些人手给他安排，让他盯着青龙帮，以及那天在昊天楼门口遇到的那个疯疯癫癫的老头。他们从山里出来那晚，蓝雨就来请罪了，说盯着老头的人只跟了1天就跟丢了。跟踪的那人说，那天老头在街上看人耍猴卖艺，看了一会儿，他就突然疯疯癫癫的过去，把关着猴子的笼子打开，把猴子都放跑了。耍猴的追着老头要赔钱，场面一片混乱。转眼老头就不见了，之后再没找见过。轩辕觉也没责怪他们，毕竟他只是觉得老头有些古怪才派人跟着看一下，并不是拿他当犯人。只是没想到叶婉婉竟然认识他，还跑到衙门来报案找人。轩辕觉拿着画像又看了一会儿，看向飞羽：推我去衙门。飞羽没动，和青羽交换了个眼色，微微吃惊。为了隐藏身份，他们在永州府所有需要人出面的事儿都是百里庭业办的。轩辕觉一直待在院子里不怎么走动，衙门里的人也都以为知府大人府中住着的是百里侯世子，那些进出的侍卫也是他带来的，没几个人见过轩辕觉。他们要是就这么去衙门的话，人多眼杂的，心眼多的，一看就知道轩辕觉不是普通侍卫。青羽想了想：要不还是把人带进来吧。飞羽点头，觉得主意不错，伸手指外面：你去。不用了，已经来了。话音刚落，外面就传来百里庭业的说话声。几人回头就看到百里庭业穿着一身华贵的白色锦衣，摇着扇子，潇潇洒洒走了进来，手里还抱着小叶针，身后是牵着小叶欢的叶婉婉。叶婉婉原本是应该报完案就走的，可画像刚画完，青羽就冲了进来，没说几句就把画像拿走了，还让他等一下，先别走。叶婉婉带着孩子在衙门口等着，她知道轩辕觉就住在知府府里，也很想问问轩辕觉传信回去找药的事办了没有。可他一个平头百姓也进不去知府大人的府邸，又不能跟衙役说你把轩辕觉叫出来，我有事问他。所以即使是到了衙门报案，他也没想着去找轩辕觉，
只想着等轩辕觉自己方便了上门。他还记得他说过会去看孩子，只是他等了一会儿，百里庭叶出来了，抱起小叶真一顿揉搓后，就让他跟他进去。轩辕觉循声望过去，视线掠过前面的百里庭叶，看向了牵着孩子小心跨过门槛的人，不似在山里时的半臂粗布交领乳裙。叶婉婉今日穿的是一身淡紫色缎面对襟乳裙，虽依旧浑身上下没有一丝点缀，可依然同在山中时一身村妇打扮大为不同。叶婉婉进门也一眼看到了院中的轩辕觉，见他黑发如墨披在肩头，身上的黑色锦衣绣着繁复的图案，穿在他身上透着不可忽视的贵气，头上的白玉簪子更是点睛之笔，衬得他皮肤白皙，双眸深邃。几日不见，越发的清亮白净了。叶婉婉不禁感叹，目若朗星，眸正神清，这要是个风流天下的主，天下不知道有多少女子要心碎吧。爷爷叔叔。被百里庭叶抱着的小叶真最先出声，一看到轩辕觉就伸着手叫人。百里庭叶把他放下，就马上跑过去。轩辕觉露出浅浅的一个笑容，伸手揉了揉他脑袋，然后看向叶婉婉。好久不见。叶婉婉歪了头笑了。3日而已。青羽说你来衙门报失踪案。叶婉婉一松手，小叶欢就也向轩辕觉跑过去了，他也没阻止，点了点头。家里一个长辈找不到人了，我有些担心出什么事。风爷爷不见了，风爷爷总是不听话，到处乱跑，每天都喝酒，阿娘说他都不听的。扒着轩辕觉腿的小叶真奶声奶气的搭话。青羽蹲到小叶真跟前。风爷爷是谁呀？是你亲爷爷吗？小叶真摇头。不是啊，阿娘在街上捡的。风爷爷年纪很大了，很可怜的，他没有东西吃，肚子饿了就跟别人要，有人就给，有人就不给的，所以阿娘经常给他送吃的。叶婉婉看两个孩子都扒着轩辕觉膝头，怕他们不小心弄到他的腿，就把小叶真拉了回来，并说道：就是在街上乞讨的一个孤寡老头而已，我给他送东西发现人不见了，所以想找找。百里庭叶也拿了那幅画像打开看，眼中惊讶闪过，不动声色地看了轩辕觉一眼，随后笑了笑看叶婉婉。你还真够好心的，无亲无故也愿意照顾，不见了还报官找。叶婉婉耸了耸肩。老人家帮过我，我总要知恩图报吧。轩辕觉从百里庭叶手里抽走了画像，交给飞羽。给手底下的人看看，在街上留意一下。飞羽领命就出去了，轩辕觉就低头看着趴在他膝头的小叶欢，一只手轻轻捏着他的下巴，嘴角微微挑着，看着心情不错的样子。叶婉婉心里装着事儿，左右看了看，好似没有外人，就上前几步问道：王爷，那个您送信回去了吗？轩辕觉抬眼看他，轻轻点头。再过几日，帝城那边就会收到信。叶婉婉嘴角上扬，一颗心终于落地，这才想起百里庭叶叫他进来的时候说的有事找，回头问：世子爷，您不是说找我有事吗？对，是这样的，叶大夫。百里庭叶看看专注逗小叶欢的轩辕觉，知道要这位也主动开口是不可能的。他扇子敲着脑袋，围着轩辕觉转圈，转了一圈，停在叶婉婉身前。百里庭叶背对着轩辕觉使眼色：我们王爷的腿伤这几日都不见好，找了不少大夫都没用，要不你给看看？叶婉婉看着挤眉弄眼的百里庭叶，一脸莫名，侧身探出头去看了一眼后面的轩辕觉，然后视线落到他受伤的那条腿上。他拨开百里庭叶走过去：你腿怎么了？有什么不舒服的症状吗？没什么，
就是感觉腿骨有些发麻，夜里的时候会疼。轩辕觉得腿伤这几日确实有些症状，但他不想为了让叶婉婉给他治疗就骗他。那些症状完全在可以忍受范围内，看过的大夫也没说有什么问题。叶婉婉皱眉，拉开扒在轩辕觉膝头的小叶欢，蹲下在他腿骨周围按了按，然后把手搭在轩辕觉手腕上把脉。轩辕觉就盯着他的脸看，生怕错过任何一个神情变化。没一会儿，叶婉婉就把手拿开，我拆开看看。叶婉婉蹲在地上，熟练地将轩辕觉腿上包扎的绷带纱解开了。查看完后，又将裤腿又往上退到了膝盖，轻轻地按着他小腿到膝盖处出现的几处局部淤青，神情专注。血液不畅压迫神经，所以才会肿胀发麻。腿上已经有局部淤血了，得在后背扎针才行。叶婉婉起身看百里停业他们，还好你们够仔细，刚出现问题就发现了。若是再过段时间骨头受损，要完全恢复到以前就不可能了。闻言，百里停业和青羽都紧张了，他们都没想到原来轩辕觉得腿伤真的有问题，齐齐凑过来。怎么会这么严重？那赶紧治疗啊！青羽满脸怒容，那些大夫干什么吃的？这都看不出来。叶婉婉可不想因为自己几句话之前看过的郎中被责怪，说道：这也不能算怪他们，这才刚开始，不仔细诊断看不出来的。那也是吃干饭的。青羽气得不轻，只想打那几个郎中一顿。相比起来，轩辕觉却心情挺好的，别人都不能治才好呢，正好可以让叶婉婉每日来，直到痊愈为止。叶婉婉没有带药箱出来，而药施针需要做很多准备，她也没想再回去拿，扭头问青羽：有纸笔吗？青羽点头，马上去书房找了笔墨纸砚出来，放到院子里桌上。叶婉婉拿起笔，刷刷写了整页纸，然后交给青羽：找一个干净的房间，按着我上面写的准备，东西一样都不能少。青羽接了纸，和凑过来的百里停业一起看，看完晃了晃手里的纸。我马上去准备。叶大夫，您带着孩子先在这儿陪王爷，马上午饭时辰了，等你们用完饭，我保证一切准备妥当。叶婉婉听到陪王爷，尴尬地看了一眼轩辕觉，很想问为什么要他陪。他本是打算带着孩子出去吃个午饭再回来的。此时两个孩子都凑在轩辕觉跟前，轩辕觉正拿着一碟子点心分给他们吃。叶婉婉想起这几天小叶真每天都在念叨要去找元衡叔叔玩，她无奈地点头。好吧，我就在这儿等。青羽急急忙忙地拽着百里停业跑了。院子里转瞬就剩下叶婉婉和轩辕觉，还有两个恨不得长轩辕觉身上的孩子。没过一会儿，两个丫鬟低着头进来，送上了茶水和几份小点心。出去的时候还不住地偷眼打量叶婉婉，看得她都有些不自在。在山里的时候，他们四人相处是常态，如今换了个环境，气氛突然就有那么一点点微妙。不过叶婉婉向来不是扭捏的人，调整了一下心情，就大方走到桌边坐下，倒茶喝，顺便打量了下院子。知府大人的府邸还很有些品味的，雅致又不显得奢靡，比他以前电视剧里看的好看多了，古色古香的，无处不透着一股文人气。院子里放着几个白色的鱼缸，水面飘着荷花，水里养着五彩斑斓的金鱼。两个孩子跑过去扒着鱼缸边沿看鱼，叶婉婉就提醒他们不要伸手进去。轩辕觉转动轮椅也来到桌边。孩子若是喜欢，一会儿就带回去吧。还是算了吧，让他们看看就好了。叶婉婉给轩辕觉倒茶，心说：你倒是大方，可我还真没有精力养活这些看着就很金贵的鱼。轩辕觉接过杯子抿了一口，然后突然问道：画像上的老人家就是给你那把无字钢刀的人吧？叶婉婉一下就愣住了，
那反应不用回答，轩辕觉就知道他猜对了。你这几天是不是查到什么了？叶婉婉反问。算是有些收获。我手下的人一直盯着青龙帮，发现他们这半月不断通过码头船运甲带轰天雷，都秘密运到郊外，藏在一处宅子里。既然他不想说，轩辕觉也没抓着前面那个问题问，顺着他的话回答。轩辕觉放下杯子。帮主曹金每日就在帮中处理事务，在外人看来并无异样。私藏轰天雷，他们想干什么？叶婉婉被这杀伤力极大的东西惊得眼睛都瞪大一倍。轩辕觉讳莫如深，他当日会摔下山崖，就是因为轰天雷。山里的机关陷阱很有可能就是青龙帮的人布置的。他沉吟道：这么大量的轰天雷，我只能想到开山炸石。或许你的猜测是对的，他们在山里找东西。说起山里，叶婉婉也皱眉，忽然有种不好的猜想。从老头给了他地形图和那些医书来看，那老头必定是和山里那个传说的药王堡有关系。现在人还失踪，别是被什么人抓走了。想到这儿，叶婉婉深深地看了一眼轩辕觉。轩辕觉看到那个眼神就问道：想到什么了？不确定，不过有件事情。叶婉婉这几天在街上到处找疯老头，无意间发现了一件奇怪的事情，这会儿觉得可以告诉轩辕觉正好。你不是有很多手下吗？西城前城酒楼旁的乙香院，可以让你的人暗中查一查。那是什么地方？轩辕觉略带疑惑地问。你别说你不知道，听名字就知道了，窑子呀。叶婉婉歪着头，脸上的神情明显不太相信。轩辕觉刚端起杯子准备喝茶，差点被茶水呛着，意识到反应过大了，马上放下杯子，面色古怪地问道：那地方有什么问题？重拾九王爷心中郁闷。什么叫别说你不知道呢？难道我长得像混迹风月场所的纨绔子弟吗？叶婉婉倒是有一点意外，轩辕觉听到窑子的反应，忍住笑回答：我昨日找人找到西城，就看到几个江湖人大白天从后门进了那家窑子，其中就有和山里那天突然杀出来的人穿着一样的。然后我就在对面一家面馆老板娘处打听了一下，老板娘说这段时间每天都有许多江湖人来，成群结队的，生意都好了许多。她还以为楼里来了新的姑娘。轩辕觉听完没听出重点。江湖人去逛窑子也不算什么稀奇的事吧？逛窑子是不稀奇，可是去的是乙香院就稀奇了。轩辕觉眉头微皱，示意叶婉婉继续说。叶婉婉也不绕弯子，凑近了些，低声道：永州府大大小小的窑子加起来有10几家，实力相当生意最好的就有3家，最近都花重金从别处买了花魁，为了抢生意每天花样百出。那些人要逛窑子，为什么不去那3家呢？轩辕觉一眯眼，顿时明白了叶婉婉的话什么意思了。叶婉婉却怕他还不明白，继续道：你可能不知道，乙香院以前生意还可以，可半年前花魁死了，凶手一直抓到至今没结案。这事儿当时传得沸沸扬扬的，楼里从此生意就一落千丈，姑娘也走得差不多了，眼看都要开不下去了。这种情况下，那些江湖人还扎堆跑去，不奇怪吗？对了，你知道那花魁是怎么死的吗？说到这事儿，叶婉婉起了八卦的心，手扶在桌子上，不自觉就越说越靠近，一双桃花眼晶晶亮看着轩辕觉。听说呀，是有个书生落榜找花魁诉说心中郁结，一来二去，他就爱花魁爱得死去活来，便卖了祖产要给他赎身。可花魁只是逢场作戏，见书生没了产业，转头就又同别人好上了。那书生便由爱生恨，把人杀了，在花魁身上划了几10刀啊，脑袋都不见了，就留了个身子摆在梳妆镜前。叶婉婉声情并茂，
这话题都已经跑偏了10万8千里，轩辕觉却并没有提醒他，还听得挺认真，皱眉问道：脑袋不见了，怎么能确定死的人是花魁呢？王爷果然聪慧啊，一下就听出了重点。脑袋不见了，尸身还是毁坏，怎么知道死的就是花魁呢？叶婉婉兴致高昂，回头确认一下2个孩子还在一旁玩耍，就又凑近了些，继续说道：所以这命案还有另一个版本，说是花魁和书生并不是逢场作戏，而是动了真感情了。书生变卖了祖产想给他赎身，可楼里的妈妈狮子大开口，书生拿不出赎身这么多银子，所以和花魁一起来了这出金蝉脱壳，两人早就隐姓埋名私奔了。这事儿当时传得满城风雨，各种流言众说纷纭，简直比瓦舍说书还厉害。叶婉婉在街上听了不少，这会儿说起来就停不下来了，一件一件的和轩辕觉说着听来的案情的疑点，还附带头头是道的分析。轩辕觉也不打断他，还帮忙倒水给他润嗓子，唇角噙着淡淡的笑，直到一旁玩耍的小叶真跑过来抱住叶婉婉的腿，仰脸道：阿娘，我有点渴了。叶婉婉这才停下了话头，给孩子倒水，等他喝完又倒了一杯过去给小叶欢喂下去。2个孩子喝完水继续玩。叶婉婉回来坐下，抬眼就看到轩辕觉正看着他，他满脸深沉的也倒了杯水，喝完放下杯子，单手扶桌，身子往轩辕觉那边倾。轩辕觉本以为他是回到正题上要继续说正事儿了，谁知叶婉婉一脸认真的看着他，眨了眨眼睛：我刚说的那些，你觉得哪个版本是真的？轩辕觉终是忍不住了，侧开脸扑哧笑出声。叶婉婉就觉得看到画面有些晃眼，这男人笑起来也太好看了，以及他为什么笑成这样？难道他说的话样子很好笑？你笑什么？轩辕觉轻咳一声，保持严肃：断案机修是知府衙门的事，不如我们说回那些人去乙香院的事情。叶婉婉一愣，反应过来后顿时尴尬的想找个地缝钻进去。他刚说了半天，到底在说什么呀？话题跑偏到姥姥家了。花魁死没死，书生杀没杀人，跟人家有什么关系啊？他竟然在这儿给九王爷说了半天八卦。叶婉婉坐直身体，一边懊恼一边瞟轩辕觉，心道跑偏了，你怎么不早提醒我？也没什么了，我就是猜测他们选择乙香院不是去寻花问柳的，可能是在一起密谋什么事。你不是要查江湖人为什么聚焦在永州府吗？可以派人进去打探一下消息。叶婉婉东张西望，就是不好意思再看轩辕觉，这人眼里还未褪去的笑意让他觉得自己像个脑子不好的二傻子。因为觉得有一点丢脸，他没好意思继续坐在那儿和轩辕觉大眼瞪小眼，就跑去看2个孩子。这院子不大，但是景致很好，墙边几株铁杆海棠花开得更是鲜艳。2个孩子都是第一次见这么好看的院子，但也知道不是自己家，没有乱跑乱碰，一直就趴在鱼缸边上看鱼。叶婉婉一过去，小叶欢就拉着他的手指墙边的铁杆海棠花。叶婉婉知道他是想要去摘花，他蹲下来摸摸小家伙脑袋：这里是元恒叔叔家，你要摘的话要叔叔同意才可以哦。小家伙就看向轩辕觉，虽然有些不好意思，但还是一点点挪到轩辕觉面前。叶婉婉使了个眼色，轩辕觉领会了他想要锻炼一下孩子的意思。他看着面前低头玩着手指的小娃：欢欢想要做什么？小叶欢扬起脸看他，一双大眼睛扑闪扑闪的，缓缓伸出手指向红色海棠花：想要那个花吗？小家伙重重点头，又往前挪了一步，撒娇似的伸出一只手抓他袖子。轩辕觉伸手轻轻将孩子落到脸上的碎发拨到脸侧，温柔地笑着道：可以，这院子里随便玩，去吧。小叶欢得了允许，又回头去看叶婉婉。叶婉婉一直看着他们呢，点点头道：
去吧。孩子马上开心地跑开了，剩两人相视一笑。轩辕觉夹了一筷子菜放碗里。永州这边的饮食和地城还是有些区别的，做出来的饭菜口味不同。昨日让小厨房做了鲫鱼汤，和你做的味道完全不同，喝不下去。叶婉婉边吃，小叶真盛饭边听着，听完若有所思。每个地方的做法不同，鲫鱼腥气重，永州人的做法是用姜去腥气。你不吃姜的话，就提醒厨房，让他们用别的东西代替去鱼腥。叶婉婉在永州府几年了，也知道永州府的饮食习惯就是拿姜丝去腥，甚至还会用姜水腌制。熬鱼汤的时候还会加入姜片和很多配料。照这个做法，轩辕觉能喝下去才怪了。他也算是歪打正着合了轩辕觉的胃口，因为他不喜欢拿姜去腥，一直都是用醋或者白酒，起锅的时候再加薄荷叶，所以轩辕觉才会觉得他做的鲫鱼汤好喝。叶婉婉说完，又看桌上的其他菜，有一半都是加了姜丝做佐料的。他咬着筷子试探问道：那个王爷，你是不是没跟人说过你不喜欢姜啊？轩辕觉动作一顿，看婉婉，他确实是没说过。他自小在皇兄身边长大，也就只有皇兄知道他不喜欢。在宫里，他的小厨房做菜是从来不会出现任何姜的。后来大了出宫开府，皇兄也是把原先用的厨子一并给他带出宫，所以就连他皇娘和身边暗卫也不知道。行军打仗的时候没那么多讲究，在外头吃饭遇到了，他也只是会避开，不会明说。别人都只说他不爱吃那个菜，这也给许多人造成了九王爷吃东西挑剔的印象。叶婉婉不解，这边的厨子做菜很喜欢加姜丝当配料，你不吃怎么不告诉厨房啊？轩辕觉笑了一下，夹了块排骨放到小叶黄碗里。不用这么麻烦，我可以吃别的。九王爷向来性格如此，只要桌上还有一个能吃的，就觉得没必要开这个口。何况他看百里廷烨和几个暗卫都吃得挺好，就更没必要了。叶婉婉觉得这王爷性格真是别扭，摇摇头道：算了，看在你让人准备了这么一大桌菜的份上，我可以教你的厨子按我的方法做鲫鱼汤。你不是喜欢喝吗？让他们隔天给你做一次，对你的腿骨有好处的。轩辕觉却摇头：没必要麻烦别人了，也不是非要喝。叶婉婉听着语气不对，探头问：你不会就想让我给你做吧？轩辕觉心思被看破，也不掖着，大方承认道：府里厨子厨艺太差，就不用这么麻烦去学了，学出来味道也不一定对，但如果是你做的话，我肯定喝。叶婉婉嘴角一抽：那你还是别喝了。喝个鱼汤挑剔成这样，还非得他亲手做，他哪有那么多时间？轩辕觉夹菜的手又一顿，他也不勉强，无声的深呼吸一下，点头。叶婉婉彻底无语，也不说什么了，专心吃饭。四人一顿饭吃了半个时辰，百里廷烨和青羽飞羽回来时都吃好了，可满桌的菜还是跟没动过一般。青羽进来就跑到轩辕觉跟前，刚想邀功，被九王爷冷冷的一个眼神瞪了回去。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的青羽吓得挪到叶婉婉身边：叶大夫，房间已经准备好了，东西也都备齐了。叶婉婉抱着小叶欢给他擦手：不急，你们王爷刚用完饭，先休息半个时辰。轩辕觉喝完最后一口汤，慢条斯理的擦嘴，也不搭理回来的几人，淡淡道：叫人全部撤下去吧。百里廷烨抱着胳膊不满：不是，我们刚忙回来，还没吃呢。轩辕绝不理会，抬眼看向飞羽，淡淡吐出去一个字儿：撤。是。飞羽赶忙一拱手出去，叫人进来把饭菜撤下去。青羽屏气冥思苦想，自己做错了什么被瞪。百里廷烨皱眉若有所思，看着轩辕绝打量。
最后二人齐齐看向叶婉婉，叶婉婉抱着孩子一脸无辜。看我干嘛？他不给你们吃饭，关我什么事啊？青雨办事很多时候还是靠谱的，叶婉婉的东西都置备齐全了，房间也按她就布置好了。中间是底部悬空，可以躺下一个人的床，上铺着一层薄薄的褥子，两边放着熏香炉和火盆，桌上是一个分装成小袋的药材，气瓶瓶罐罐，以及排列整齐的各种银针。叶婉婉进屋后检查了一圈后满意点头，拿了一袋药材捣碎放入熏香炉内，又在火盆里点了艾条放在床底下。轩辕诀被推来时，房内已经百无聊绕了，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好闻的药香。叶婉婉带着一块纱布折面，在烟雾中打开了针灸包，正在对着桌上的小人试针，听到脚步声靠近，头都没抬，一指床板道：“衣服脱掉，趴上面。”飞羽把轩辕诀推到床边，看着这架势，几次欲言又止。民间鲜少有人会使用针灸治疗法，一来以民间普通郎中的医术不敢下针，二来患者不了解，多有畏惧不敢尝试。整个大耶会针灸治疗的几个郎中都在皇宫太医院内，按规矩轩辕诀要扎针，只能由那几个御用御医着手，还必须上报圣上拿手谕。飞羽这次没有阻止，是因为叶婉婉在山里就救了轩辕诀的命，且前次风寒的时候已经扎过一次了，加上他亲眼看见叶婉婉给受伤的探路官扎针止血，才保住一条命。可这并不代表他不担心，虽然进门前百里停业，也让他别担心。轩辕诀撑着床沿起身坐到床边，动手就开始解腰带，抬眼看着飞羽皱眉看着他。轩辕诀一摆手：“下去吧。”飞羽看了看叶婉婉，见他正专注地在小人身上试针，又回头看轩辕诀上身衣服都已经快脱完了，就接了衣服在一旁放好，退出了房间。不单只是轩辕诀，他们这些手下也都已经对叶婉婉产生了足够的信任。叶婉婉在小人身上扎了几针试针，觉得没问题了，就把需要用到的银针用布包了，放入桌上炉子已经煮沸的清水中消毒，然后回头看到轩辕诀穿着里衣坐在床边，叶婉婉拿了盖子将床底下烧着艾条的火盆盖住，起身后道：“里衣也脱掉。”轩辕诀动作不紧不慢，就像是故意的一般，脱下来后将衣服递给叶婉婉。叶婉婉没好意思盯着别人脱衣服，正东张西望呢，被突然递过来的里衣吓一跳。“你放床边就行了。”叶婉婉退开一步，坚决不伸手，抬下巴示意他赶紧躺下。轩辕诀只得把里衣放在床边，然后背朝上趴在床上，一只胳膊垫在枕头上靠上去，把脸转到另一边，一言不发。叶婉婉直觉这位九王爷还在发脾气，就因为他不愿意给他做鱼汤，所以很自觉的也不多话。他可懒得哄这位爷，见他一头长发还大部分铺在后背，就过去伸手小心地将他散在背部的头发轻轻拨开，指尖擦过背部的触感让轩辕诀不由得身体绷紧。他动了动，将脸转过来看向叶婉婉，一把抓住他的手腕，阻止他继续，轻声道：“我自己来就好。”“啊，抱歉。”叶婉婉有些尴尬，觉得肯定是不高兴别人碰她头发。古人对头发都是很看重，别人轻易碰不得。说完轻轻挣了一下，想把手抽回来。他自认为态度相当好了，认错也认得够快，可轩辕诀还攥着他手腕不撒手。叶婉婉脸上戴着面纱，只剩下一双眼睛，此时双眸睁大，满眼不可思议。他往回拽，可对方就是不松手，两人暗自较劲的，谁也不让。叶婉婉越用力，就被抓得越紧，直到他吃疼皱眉，才感觉手上一松。叶婉婉霍的一下退开，揉着疼痛的手腕不悦，
他很想说，你要不高兴我走就是了，发什么神经，我又没得罪你。可想到吃人家嘴短，中午这餐还挺丰盛的，更何况还要对方帮忙找药材，只能忍了，愤愤转身去把银针捞了出来。轩辕觉看着面前这个带着怨气的背影，无声笑了一下，趴回去。他刚抓叶婉婉，只是想阻止他继续在背上胡乱触摸，可他一挣扎，加上眼底的惊慌和恨不得立刻弹开的小动作，他就莫名不想松手。刚刚的行为已经算是在调戏了，九王爷破天荒头一回对一个姑娘这么无礼。看他慌乱的样子，竟感觉还不错，甚至还想再看一次，心情也变愉悦了。叶婉婉可没往调戏那方面想，毕竟她觉得自己一个寡妇，又穷又丑，还带着2个孩子，正常男人都不会对她有意思了，何况是当今的皇叔。她觉得轩辕觉就是小气，所有人都顺着他惯了，所以不开心，她不愿意给他做鱼汤，故意这样。此时她心里还在愤愤，觉得别人鱼汤做得好就要给你做是什么道理？那我还觉得皇帝龙椅好看呢，怎么不给我做一下？屋外守在院子里带孩子的百里庭也晃着腿百无聊赖，腿上坐着正在玩一个9连环的小叶真。2个孩子还是很好带的，一个乖乖坐着自个玩，一个蹲在墙角看蚂蚁，不吵也不闹。另一半的院墙下，青羽正贴墙面壁思过。轩辕觉进屋前下的命令，让他站2个时辰不许动。飞羽抱着剑倚在一旁监督，只规规矩矩地站了一盏茶功夫，青羽就站不住了，一条腿动来动去的撵着地面，被飞羽用剑柄敲了一下腿，提醒他站好。没一会儿，胳膊又闲不住了，抬起来用手抠墙面，飞羽啪的一下又拿剑敲他胳膊，青羽气得直瞪他。想打架是不是？说完，剑柄又伸过来一拍他肩膀，站好，不许动。你死定了，你最好别犯错落在我手里。飞羽看着他不苟言笑的在他腰上连拍2下，脑袋摆正，腰挺直了。青羽气得冒烟，偏就要侧着脸瞪他，咬牙切齿道：秦飞，我再理你就是狗。飞羽继续用剑敲他后背，最好是省得整天烦我，站直了。哼，从现在开始我一字都不会再跟你说。哦，是吗？我不信。我管你信不信，看我理不理你。以后出任务你就1个人一组吧，再搭理你我就去跳崖自杀。不是1个字都不说吗？那你现在在干嘛？这边2人吵架吵得都快打起来了，百里庭也听得清楚，也懒得理他们，悠哉地喝着茶。道士小叶真听到了，皱着小眉头看着，然后从百里庭叶腿上爬下来，跑过去抱住飞羽腿。小家伙仰着脸不满，不要欺负青羽哥哥。飞羽看着小家伙圆滚滚的脸蛋，将他抱起来。我没欺负他，青羽哥哥做错事在受罚呢，我这是监督他。小家伙撅着嘴，圆圆叔叔让青羽哥哥面壁思过，我不听话的时候，阿娘也会这样罚我，可是不会打人。你为什么要打人？我看到了好多次。飞羽瞥了一眼正对着壁气得双拳紧握真的不再说话的某人，哭笑不得地揉了揉小家伙脑袋。没打他，我逗他玩呢，没用力。可很明显，面壁的青羽听不进去，只想着日后怎么找回来。时间一点点过去，约莫半个时辰后，童宇回来了，进院子就到处找轩辕觉。看到2个孩子一脸惊奇地拉着飞羽问是谁，飞羽指房门。王爷在房里针灸，有事晚些再报。孩子是施针的大夫的孩子，就是山里救了王爷的那个女大夫。那不就是王爷让他去查的那个叫叶婉婉的女子？童宇心中惊奇，多看了2个孩子几眼。他跑了一天也累了，到石桌边坐下倒茶喝，就看到正在面壁的青羽忍笑对着飞羽扬了扬下巴。这是又干什么惹王爷生气了？飞羽摊手耸肩，
表示他也不知道百里廷业给2个孩子拿了2个竹蜻蜓，让他们到边上玩去，然后凑近童宇小声问：王爷让你去查叶管管了吧？是不是打探到了什么消息了？童宇又看了眼在一旁玩耍的2个孩子，压低声音：这女人挺低调能干的，看着没什么问题。详细说说。百里廷业闲得没事打发时间，撺掇童宇将打听的消息先说给他们听听。童宇也没瞒着，反正不是什么重要消息。喝完茶水放下杯子道：我先去找知府查了人头簿，发现他是5年前来的永州府，人口简单，也没什么案底，住在北城区靠近跑马场那边的贫民区里。除此之外就没什么有用的消息了。之后我又到外面打听了一下，先是打听到他经常卖一些名贵的药材给城里的药铺，又在如意楼探到他给城里好几家大酒楼写画本。我昨日去酒楼听了一下，写的是真不错呀。听完书，又在楼里的伙计那里得知他还写画本卖给舒适。他不是大夫吗？怎么又是卖药又是写画本的？飞宇不解问。是大夫。童宇笑笑。所以我说他能干嘛。这永州府就没有女子坐诊的医馆，他也没在哪里坐诊，不过倒是给这城里许多大户人家的夫人小姐看过病。李家夫人难产，差点就1尸2命，是他救治的。罗家小姐脸上有颗痦子，寻死觅活的，也是他给除掉的。张家老太太的风湿是他治好的，就连武林第1大门派天鹰宫的当家人也找他看过病，还挺厉害。总之，城里大户人家的女眷很多都是找他看病啊，而且每次都派人套了马车去接。人际关系方面，童宇摸摸下巴，除了2个孩子外，没有任何家人亲戚，挺干净的，人也不错，又能干又低调。不对呀，按理说不应该呀。百里廷业听了半天，看着2个孩子若有所思。什么不应该？童宇追问。按你说的，这女人这么能干，又是写画本，又是卖药材，又是给大户人家看病的，那应该挺能赚钱的，怎么看起来日子还过得紧巴巴？百里廷业看着2个孩子身上虽然干净，但是普通的布料。他会的那些事，随便哪个拿出来都能养活一家子人好好过日子了，怎么还住在最贫穷的北城区？他赚的银子哪儿去了？是啊，他医术这么好，看一次诊都能赚不少，而且大户人家肯定出手更大方，还有名贵药材可是值不少银子，若是经常卖，不应该早就住上大宅子了吗？飞宇也反应过来，桌上的3人面面相觑一会儿后，同时抱着胳膊往后仰，觉得事有蹊跷，没有其他家人亲戚，那他赚这么多不养孩子过好日子，银子都花哪儿去了呢？又1个时辰后，房门打开了，叶婉婉擦着手从里面出来，刚想说带孩子回去了，就发现2个孩子都不在院子里。孩子呢？叶婉婉四处张望着，问院子里的人，同时发现了个长相周正、穿着一身湛青色衣衫的男子，那气质一看就是和飞宇一样的暗卫。睡着了，在房里呢。飞宇指了一间关着房门的房间，就急急忙忙跑过去看轩辕诀了。叶婉婉小心地推门进去，看到床上2个孩子头挨着头正睡得香，他又带上门出去了。叶大夫，坐下喝杯茶休息一下。百里廷业给他倒了杯茶，孩子睡着了，也只能等醒了再离开。看到地上桌上都是小孩的玩具，对百里廷业笑了一下。多谢世子帮我带孩子了。百里廷业道。他们很乖，一点也不难带，我以前见过的那些孩子可没有这么乖巧听话的，还是你教得好。叶婉婉坐下。大多时候是乖的，也有淘气的时候。小孩子嘛，淘气是正常的，
就连我们王爷这么冷静沉着、不苟言笑的，小时候也是淘气的。叶婉婉笑了笑没接话，端着杯子喝茶。叶大夫，王爷怎么样？一旁的童宇见他们只是闲聊，忍不住问。叶婉婉扭脸看向那个生面孔。没事，好好养着就可以了，我过几日再来施一次针。百里庭叶摇着扇子，眼睛一转。既然如此，叶大夫不如就在府中住下，为王爷治疗腿伤如何？叶婉婉惊讶。世子说笑了，我一女子还带着孩子，怎么可能住在知府府上呢？你们王爷的腿伤，永州府能治的大夫多的是，随时都能找到。我没时间看病，还要去找人呢。轩辕觉被飞羽从房里推出来时，正好就听到了叶婉婉说的这些话，眉头微微皱起。童宇见到轩辕觉过来，起身行了个礼。叶婉婉看着他，心想，这位爷正不爽，他要不要也起身行个礼，让他消消气儿，来个万福什么的。刚要起身，轩辕觉已经到桌边了，看着他一抬手，你就不必多礼。叶婉婉只得悻悻坐下。百里庭叶眼睛在二人身上来回打转，拿起茶杯给他们斟了杯茶，笑眯眯看着叶婉婉。叶大夫，我们也不是非要麻烦你，就是王爷的伤在山里一直都是你治的，肯定比另外找的大夫更了解，我们也更放心些。那老头我可以派人帮你找，你就安心给王爷看诊怎么样？叶婉婉为难，她是真不想每日往知府衙门跑，可不知道为何轩辕觉坐在旁边，他拒绝的话就没方才那么干脆了。他瞄了眼轩辕觉，见他垂眸看着茶杯。那个，我每日要做的事多，还要带孩子，真抽不开时间。理解。你看这样好不好？你每日过来看诊，诊金10两一次，孩子也可以一起带来。百里庭叶笑得十分善解人意。可我真的……叶婉婉低着头，正想再拒绝，突然抬起头，睁大了眼睛。你说什么？看一次诊就10两银子？叶婉婉以为自己听错了，她给城里那些员外家女眷看诊，每次给3、5两就已经挺多了，且每月也就有那么2、3家来请。轩辕觉得腿伤他最清楚，想要下地行走，怎么也要10几日。这么算下来，这诊金快抵得上他从山里带出来的药材卖的银子了。接下来要用钱的时候还很多，这让他很难拒绝呀。你不会是唬我的吧？来看诊就每日给10两银子，皇宫御医也没这么高吧？叶婉婉还是很谨慎的，怕是空头支票。说完又瞟了一眼旁边的轩辕觉。宫里的御医可比这高多了，别的大夫来都是5两，你比他们医术好，10两一点也不多。百里庭叶信誓旦旦，叶婉婉愕然，原来在宫里当医生这么赚钱，皇家人出手就是阔绰呀。百里庭叶见他不说话了，笑嘻嘻道：就这么说定了。叶婉婉没有立刻答应，而是眼睛再次瞄向旁边的人。轩辕觉抬眼看向他，淡淡开口：不够可以再加。不用，够了。叶婉婉连忙摆手，这就已经够多了，无功不受禄，再多他拿着不安心。那我每日什么时辰过来？叶婉婉小心翼翼问轩辕觉，观察脸色，心里猜测这位爷到底消气了没有。轩辕觉脸上看不出什么表情。随你，你什么时辰方便就什么时辰过来。可他越是好说话，叶婉婉心里越是打鼓。他想了想，开口：那个，你还喝鱼汤吗？我现在给你做。端着茶杯喝茶的百里庭叶偷眼瞄他们，奇怪怎么突然聊到鱼汤了。就见对面轩辕觉那张冰山脸破冰了，嘴角轻轻挑起，点了下头。叶婉婉被飞羽带到了厨房，站在了灶台边，还感慨1个多时辰前他还不愿意伺候这挑剔的九王爷，如今为了钱还是妥协了。没办法，人家给的实在太多了，不就是鱼汤吗？每天做都可以，食材都有现成的，
没多久，叶婉婉就端着做好的鲫鱼汤出来了，直接放到院子里的桌上。百里庭叶也屁颠颠的拿了个碗来盛汤。等两人喝完一锅汤，孩子也睡醒了。叶婉婉带着孩子告辞回家，人一走，童宇就将查到的关于叶婉婉的消息说了。轩辕觉听完后沉默了良久，之后皱眉缓缓抬起头。就这些。童宇以为主子生气了，心头一紧，差点跪下。属下该死，目前就只查到这些。轩辕觉倒是没有生气，手指轻轻敲着桌面。关于他相公的事呢？童宇没反应过来，他以为轩辕觉是责怪他3天时间只查到这些没什么用的信息。话说回来，接令的时候，他也不知道轩辕觉到底要查那个女人什么。探查过程中，只知道叶婉婉一个女子带2个孩子，认识的人都说她相公已经过世了，他也就没多问。没想到轩辕觉是想知道他相公的底细。童宇用疑惑的眼神看向百里庭叶和飞羽，之后才恭敬道：他来到永州府的时候就是只身一人，孩子还在肚子里，相公就已经不在了。轩辕觉淡淡问道：他相公是怎么死的？姓甚名谁？哪里人士？童宇一问三不知的吓出一身冷汗，单膝跪地请罪。王爷恕罪，属下这就去打听。轩辕觉扶额，也没有要责罚童宇的意思，转而将叶婉婉告知的乙香院的事情说了，吩咐飞羽亲自去查探，之后摆摆手道：都下去吧。2个暗卫跟随多年，知道轩辕觉这个意思是让他们都下去，跑去墙边，一人一边架着还在面壁的青羽跑了。百里庭叶不紧不慢地起身也要走，轩辕觉抬手制止：你留下，有事同你商议。留下百里庭叶自然是想商议后续抓捕罗石海的事儿，可还未等轩辕觉开口，百里庭叶拖着下巴对他眨眨眼：王爷，想知道他相公是谁，怎么不直接问他？轩辕觉挑眉：你觉得他会说实话？那我能问问为什么吗？去打探人家过世的相公，难道只是好奇？百里庭叶很艰难才忍住没有直接问你是不是喜欢他。轩辕觉深沉地看了一眼百里庭叶，廖彩莹的孩子不是他的，这事只有他和霍清河知道。而单凭叶婉婉的2个孩子长得像他和年龄这2点就怀疑孩子是他的，也无说服力。所以在事情没有确定之前，轩辕觉并不打算告诉百里庭叶。轩辕觉沉吟片刻道：日后你就知道了。叶婉婉从知府衙门出来，正是正午日头最大的时候，她绕了另一条凉快些的路回去，给2个孩子买了糖人，一路上边逛边走。走到中心街最热闹的街市的时候，迎面来一队人马，为首的锦衣华服，穿得很是气派，约莫40岁，气质阴郁，一看就不像好人。两边的行人都纷纷避让，不知道还以为皇亲国戚出巡。叶婉婉不认得为首的，但是却认得他后面跟着那些手下的服侍。山里那天想要杀了他们的那一群人里，就有2个穿着那一身衣服的。叶婉婉一不小心没控制住，用怀着戒备的眼神盯着那群人看得久了些，这很快就引起了走在前头的中年男子注意。擦肩而过的时候，那人鹰隼一般的毒辣眼神犹如盯住了野物一般盯住叶婉婉。叶婉婉被看得一个机灵，反应过来赶紧带着孩子就跑。相由心生，那家伙一看就不是好人。那领头人是东皇门大弟子方千秋，带着一众弟子招摇过市，是去酒楼赴约的。自从东皇门掌门死了之后，他就顺利成为了新任掌门，近来可谓是春风得意的很啊，这也让他更加坚定了要得到山里宝藏的心。不过这位虽阴险却也不笨，他师父进了山却莫名其妙被人杀了，尸首还挂在城里。又见进去这么多人，一个也没出来，他就怀疑地形图有问题。
前些日子他偷偷绑了不少其他帮派的人严刑拷问，得知那些人和他们一样都是在家里找到了先辈留下的宝藏地图来寻宝的。察觉到事情不对劲后，方千秋也不敢贸然行事，准备留在城里静观其变。就在前几日，他突然听说有一队人马从山里出来了，可惜都是官府的人，被知府刘长和水军都统亲自接回城的。知府手中有几千正规军，再加上驻扎的2000水军，他也没胆真跟官府公然对抗，想打探点消息也无从下手。而这次风风火火出门，是有人递信要卖消息给他，关于从山里出来那一队人马的。方千秋到酒楼后就问掌柜要预定的雅间，掌柜说确实有人订了那间房，就让伙计把人带上来。可方千秋进去了，里面却不见人，纸桌上一张字条，上面写着6个字：广明堂陈郎中。陈郎中钱没少挣，但也着实受惊不小。生生的事儿他没敢和家人提一个字儿，准备烂在肚子里再不提起，也决定以后再也不靠近黑风山了。告诫家人不能和外人提起进山的事后，在家休息调养了几日，等精神好些了，就又回到药堂坐诊了。医馆就和酒楼饭店没有人吃饭一样，人吃五谷杂粮不可能不生病。今日的广明堂依旧人满为患，陈郎中从一早忙到天黑，送走最后一个病人后，才收拾了药箱回家。回去的路需要经过2条僻静的巷子，这条路陈郎中走了10几年了，以前从未害怕过，许是在山里受了惊吓的缘故，今日总觉得这条路阴风阵阵，还有人在背后跟着。越走越不对劲，又不敢回头，陈郎中吓得腿都抖了，加快脚步往前跑。就在跑到尽头准备拐弯时，2个黑影突然出现拦住去路，陈郎中一声惨叫，被一麻袋当头套走了。2个黑衣人扛着麻袋走街串巷了一会儿，来到偏僻的无人处，把人扔在了地上。惊魂未定的陈郎中头上的麻袋被抽走了，看到了四周围着一圈蒙着面的黑衣人，其中一个背着手，正居高临下用阴冷的眼神看着他。陈郎中战战兢兢：各位少侠，是不是有什么误会？为何抓我呀？方千秋发出一声冷笑：别紧张，我们不过是有些小事找陈郎中帮忙。陈郎中艰难地咽了下口水：我就是个不起眼的小郎中，除了看病啥也不会，不知道能帮各位英雄什么忙，只要我能办到的一定尽力。方千秋看不惯陈郎中畏畏缩缩的样子，一脚踢在他身后的墙上：少废话了，我听说陈郎中前段时间接了笔买卖，带人进了一趟黑风山，正好我们兄弟几个也想进去，想请您再带个路。陈郎中一听是黑风山，脸都吓白了，连连摇头啊：不行不行，那地方不能去，会死人，里面满地都是死人，进去了没命出来的。方千秋一个手下肩上扛着刀：也不全是吧，你这个老小子不就带着那些官也出来了？哎呦，冤枉呀，我哪有那个本事呀？我来这里几10年了，最远也是进到周边采点药，带那些人进山是被知府大人逼的呀。进去后我也被困了10几日，差点就死在里面呀。陈郎中怕再被迫进山一次，开始呼天抢地。方千秋转着手里的扳指，虎视眈眈盯着他：我倒是很好奇，你们最后是怎么出来的？真跟我没关系，若不是官爷们一路带着我，我这条小命早就没了，哪有这本事带路出来呀？我们能出来是……害怕到差点语无伦次的陈郎中说到这儿突然顿住，想到叶婉婉一个弱女子，还带着2个这么小的孩子，这些人一看就不是好人，若是说出来不是害了他吗？
怎么说人家把他从山里带出来也算救了他一命。想了想，陈郎中道：是那些官爷最后好不容易找到了路，我们才出来的。可惜陈郎中演技太差，方才的迟疑停顿太明显。方千秋这么个精明人自然是一眼看破，冷笑着直起身。哦，是吗？还没等陈郎中点头称是，方千秋脸色一变，苍啷一声抽剑架在他脖颈前。再给你一次机会，想清楚了再说。长剑闪着寒光，刺得陈郎中遍体生寒，被这一下吓得是一佛出世，二佛升天，就连刚刚心存的对叶婉婉母子三人怜悯维护之心也飞走了，哆哆嗦嗦求饶道：别杀我！我说，我们在悬崖下遇到了一个进山采药的女人，是她带我们出来的，她认得路。方千秋歪着头，蒙面惊吓的脸露出得逞的森笑。大夜没有宵禁，永州城的夜晚比白日里还要热闹。繁华的大街上依旧人满为患，酒楼厨馆灯火通明，画舫戏院歌舞升平。而在远离那一片繁华的吉祥巷，叶婉婉的小院儿显得格外祥和宁静。用过晚饭后，叶婉婉就带着2个孩子在院子里重新给2只兔子做了个窝，做好后和孩子一起拿着胡萝卜喂食。和往常一样，一件很简单的事儿也能陪孩子做一整晚。不过叶婉婉却不知道，今日她回到家后一举一动都被人盯着。青羽受罚完后不想搭理飞羽，而是非要跟着童宇去办事儿。童宇也拧不过他，就让他帮忙查叶婉婉相公是谁。青羽拍着胸脯大包大揽下来，一入夜就跑来吉祥巷偷看了，这会儿已经趴在屋顶1个多时辰。也不管童宇知道他的方式就是趴人家小媳妇屋顶偷看会不会被气死，只看到2个孩子睡着了，这才觉得没意思，开始思考换个方法。就在这个时候，叶婉婉抓起睡着的小叶真手腕子把了会儿脉，这让偷看的青羽产生了好奇，这好好的为什么给孩子号脉？这让他又想起了方才小叶真入睡前，叶婉婉不知道给他吃了什么东西。这会儿时辰已经不早，叶婉婉号完脉后却并没有洗漱休息，而是又进了隔壁的房间。青羽直觉有什么事儿，马上跟过去，落在那个房间屋顶，掀开瓦片往下看。这一看吓了他一跳，好险没弄出动静来。就见房间那一面墙上全是瓶瓶罐罐，每个里面都装着药，有些甚至泡着些奇怪的东西。而最奇怪的是，中间还放着3个不知道是什么做的假人，全身画着密密麻麻的线条。其中一个假人躺在一张台面上，他的位置看下去，清楚地看到假人身上很多地方都扎着针眼儿。在后面的一面墙上还挂着一块布，上面写满了各种奇奇怪怪的穴位名称。青羽眯着眼睛看了半天，听都没听过。不过他以为这是学医的人才知道的，也没有太当回事儿，继续看叶婉婉进来做什么。叶婉婉进入房间后，打开了一个箱子，从里面拿出来一本淡黄的旧书，翻看着走到假人身边，然后一边看着书一边在假人身上上针。足足过了大半个时辰，紧皱的眉头才舒展开。青羽以为叶婉婉终于要休息了，正想回去复命的时候，却发现她又从药房里带着银针包出来。接下来青羽看到了更让他匪夷所思的一幕，他看见叶婉婉把睡着的小叶针抱到另一边，衣衫全解开，然后把房里假人身上扎的那一套针在孩子身上扎了一遍，且神情严肃紧张。一套针扎下来，额头的汗都已经顺着脸颊滴落。青羽看得满脑子疑惑，最后见到叶婉婉跑去厨房搬出浴桶准备沐浴了，这才带着满心疑惑离开。回到刘府后，青羽将晚上所见都一五一十告诉了轩辕爵，说完站在一旁等着受罚。
毕竟这一趟半点关于叶婉婉相公的事也没探到。跑来偷听的百里庭叶哗然，从窗台翻进来。这么说那孩子有病啊？你们说他进山里等的那株药，会不会就是给他儿子治病的？振儿看着不像有病的样子，可能只是强身健体的。青羽很难过，始终都不愿相信这么可爱乖巧的孩子会有什么疾病缠身。那可不一定，有些病看表面是看不出来的，这也解释了他赚这么多钱都花哪儿去了。原来是这么回事，可以呀，小子，偷窥一晚上，把哥哥的疑惑解了。百里庭叶摸着下巴，青羽扁着嘴笑不出来，叹气道：唉，振儿真的有病的话，那叶大夫也太可怜了，一个人带着2个孩子，看着都辛苦，还要给孩子治病，真不敢想她一个女人这几年是怎么过来的。百里庭叶瞟了一眼始终一言不发的轩辕决。所以我说她不是一般女人嘛，一般女子哪个敢进黑风岭，还能从阎王爷手里抢人啊？轩辕决从听到青羽说叶婉婉貌似在给小叶真治病开始，手就在衣袖底下暗暗握紧，眉头皱着，不知道在想什么。听着他们的对话，过了良久才松开手看向青羽，没说其他，只淡淡道：你以后不许再去偷看。一连7半，叶婉婉每日都奔波在家和刘府之间。为了每日10两的诊金拿得安心，她尽职尽责为轩辕决治疗。不止如此，她还每日带着孩子过来，完成治疗后，再让孩子跟轩辕决玩上个把时辰才回去。回去的时候，轩会让人套马车把他们送回去。轩辕决的腿伤好的也比预想的要快。昨日叶婉婉到时辰带着孩子过来的时候，就看到他已经可以自个儿起来，在院子里慢慢行走了，那样子不出3日就能行走如常了。昨个夜里，永州府就下起了滂沱大雨，雨势太大，导致城中的水渠都被堵塞了。官府的衙差带着蓑衣斗笠，到处疏通，忙了半夜，直到第2日，雨还在淅淅沥沥的下着。街上到处都是积水，好多地势低的铺子都被淹了，街上乱糟糟的，叶婉婉也不想带孩子出去，就叮嘱2个孩子在家等她回来。之前需要出门办些事儿，又花不了多少时辰的时候，叶婉婉就会让2个孩子在家玩，自己快去快回。今日想着去一趟衙门花不了多少时间，也就锁了门，撑了把油纸伞，独自匆匆往知府衙门去了。快到地方时，经过告示栏，叶婉婉照例停留看了一眼，疯老头的寻人画像贴得满城都是。可这么长时间过去了，一直也没有音信，也不敢去设想最坏的可能，还在期待着老头说不定哪天能突然回来。因为没有带孩子过来，叶婉婉给轩辕决换完药后，也没有要停留的意思，起身边收拾药箱就道：王爷，您的腿恢复得很好，已经没什么问题了，我想我可以不用再来了。漫不经心摩挲着茶杯的轩辕决手一顿，他身后的飞羽马上先一步开口道：要不还是再看看吧，别留下什么后遗症。叶婉婉无奈地看他，其实前几日我就想说了，你们王爷的腿伤根本不用每日换药治疗，好好养着就行，再有几日他都能健步如飞了，我也不能为了赚钱昧着良心啊。可是飞羽还想说什么，轩辕决轻轻一抬手制止。我知道了，这段时间辛苦你了。轩辕决说完，站起身试着活动了一下伤腿。我送你出去吧。不用不用，我自己出去就行，你坐着吧。叶婉婉见这么容易就答应了，松了口气，边摆手边后退。那个草药的事劳您费心，有消息了麻烦派人来通知我，我这就回去了，孩子还在家等着呢。轩辕决几番欲言又止，最后也只是站在原地轻轻点头，目送叶婉婉出去。叶婉婉出了院子，就谢绝了府里人安排的马车，说一会儿还要去办点事儿，走回去就行了。他挎着药箱从大门出来，
谁知迎面就遇上知府大人带着一群人从外面回来。叶婉婉赶忙就退到一旁躬了下身。这段时日他频繁进出刘府，这位知府大人也远远地见了几次。他能感知到知府也注意到他，只是不知道是不是碍于每次都是轩辕诀的人送他进去，故而没有过问。叶大夫今日走得这样早，我觉得身体不适，正要寻个郎中诊治，不知是否方便。就在叶婉婉以为知府大人会像之前一样当作没看见他时，刘长屏推了左右走过来，突然来了这么一句。叶婉婉抬起头，并不惊讶于知府大人竟然知道他名姓，毕竟人家是永州城的父母官，他每日进出府中查一下也无可厚非。只是怎么突然找他看病了？难道真的是巧合？知府大人身体不舒服，正好遇到了个大夫，所以图方便。刘长彬彬有礼，表现得无半分官架子，微笑着对叶婉婉道：我听闻姑娘医术高明，要胜过城中郎中许多，恰好我身上有旧疾困扰，想请姑娘看看能否医治。叶婉婉纳闷知府大人为何跟他一个平头百姓这么客气，马上道：不敢当，大人过誉了。虽然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提出这么个要求，但是整个脉也耽误不了多少时间。叶婉婉想了想后点头：那大人带路吧。怀着疑惑进了刘长居住的别院。进到屋内后，叶婉婉坐下给刘长诊脉，这一搭脉倒是让他有些惊讶。他本以为刘长身为永州府的父母官，锦衣玉食养尊处优的身体应该不错，可他似乎常年忧思疲劳，身体的毛病也不少。叶婉婉皱眉，看着面前这个看着圆滑世故的父母官：大人近来可是忧思繁多，夜里总也睡不好。刘长点头叹气：唉，我身为一方父母官，就想治下百姓能安居乐业，也算对得起朝廷。可最近城里不太平，我是夜不能寐，竟是梦到江湖人械斗伤人了。叶婉婉打开药箱翻找起来。他在永州府5年，这位知府大人在百姓口中只能算是无功无过，没有特别爱戴的，也没有口诛笔伐的。可想想要管制偌大一个州府，无过就已经算是有功了。他在这位知府大人治下安安稳稳地生活了5年，细说起来也应该感他些恩。叶婉婉拿出2根银针，不等刘长反应过来就扎入他脖颈两侧。大人常年伏案，肩颈都已经落下旧疾，时常不能安睡也与这有关，不过问题不大，可以治。大人只需要按照我的药方，每日喝药，再3日一药浴，3个月即可痊愈。刘长脖颈被扎了银针，不敢动弹，转着眼中满眼感激。那真是太好了，若是能治好，可是救了我的命了。你这一条命救不救得了，现在还不好说呢。刘长话音刚落，门口传来一个婉约的女声。叶婉婉循声回头，就看到一个30多岁的妇人在婢女的搀扶下走了进来。女子生得相貌端丽，看着知书达理。刘长梗着脖子向叶婉婉介绍：这是我夫人董氏。叶婉婉起身浅浅一礼：见过夫人。董氏连忙上前扶住她：你可是贵人请回来看病的大夫，我当不起如此大礼。前几日总看到你带着2个孩子，今日怎么不见？董氏说完，眼睛在屋里看了一圈，笑盈盈道：叶婉婉对这个董氏很有好感，见他眼神清亮，说起孩子眼露喜爱，微微笑道：孩子今日留在家中了，没有带出来。董氏觉得可惜，拉着叶婉婉道：我也有个儿子，比你家看着要大上1、2岁，是个皮猴子，不如你家孩子看着那么乖巧。董氏很健谈，听他说话，叶婉婉觉得很舒服。不过他也知道，知府夫人不会无缘无故找他过来，只是为了闲话家常。将银针取下来后，叶婉婉就开门见山地问：
大人和夫人是否有话要问，不妨直说。还有，夫人进门刚刚那句话是什么意思？董事看了一眼刘长，继续叹气道：唉，不就是府中住的贵人，也不知道是福是祸。夫人这话何意？叶婉婉笑问，看着这夫妇二人都是眼含忧虑的样子，更觉得疑惑。刘长眉头紧锁：我那日也是见姑娘一同从山里出来的，有些事姑娘清楚，那有些话也就直说了。今日请姑娘过来，就是想问一下王爷的伤势如何，是否会留下什么隐疾啊？你也知道王爷身份尊贵，若是不能完好无损的回去，上面问罪下来，我罪责难逃啊。叶婉婉恍然，按理说他不应该将轩辕爵的病情告诉别人的，可看着知府大人心事重重的模样，想了想还是道：大人不必忧心，王爷的伤没有大碍了，现在就已经可以下地行走，我保证给他医得一点也看不出来。那真是太好了。刘长闻言马上面露喜色，却也只是一下，转而又垮下脸叹起气来，双手交叠在一起，不停地搓弄。大人为何叹气？叶婉婉不解问道：给治好了不好吗？怎么看起来感觉比刚才还焦虑呢？董事看出相公的忧虑，出言回道：贵人能痊愈，自然是菩萨保佑，可好了之后还不知道要做什么呢，我们也不敢问啊。若还要进那要命的地方去，我们也是拦不住的，这不得愁死了。刘长点着头，越想越焦急。若是还要进山去，出了什么事，无命休矣啊。刘长也不傻，永州府盘踞如此多的江湖人，且都像是在盯着黑风山，他就感觉出了山里可能有什么事儿。先前带人围山，除了等轩辕爵，也有阻止江湖人偷偷进山的意思。后面人马撤了，他也派人打探，知道许多江湖门派这几日都少了好些人，很有可能已经偷摸进山去了。轩辕爵不远万里来到这儿，还非要进山，那肯定不是为了好玩，极有可能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办。可若是进山遇到那些江湖人冲突起来，有个什么意外，他这个父母官也就做到头了，可不就是愁死他了吗？轩辕爵会不会再次进山的问题，叶婉婉觉得以他对轩辕爵的了解，这是肯定的，他肯定会在腿伤好了之后再次带人进山抓人，而且是不死不休。不仅有些同情这位知府大人，刘长是不知道轩辕爵一行人是他带出来的，若是知道的话，或许就不是在这诉苦了，而是求着他帮忙。其实黑风岭要是知道路的话，也没有传闻中那么凶险。虽然他没有深入过山坳最深处，但是2年多也差不多把大半地方摸遍了，带人进去难度不大。可如今山里情势不如往日，那些江湖人可是随时有可能杀了他的。若是轩辕爵出言请他帮忙，他可能会把地形图借给他们吧，但绝不会糊涂到因为同情心把自己置身险地。所以对于知府大人的忧虑，叶婉婉也只能表示爱莫能助。留下药方后，叶婉婉就离开了。刘长虽感觉肩膀被扎了几针，不适感减轻了不少，却也没有心思高兴，继续坐在桌边唉声叹气。董事陪在一旁劝慰，冥思苦想有了个主意，一把拉住刘长道：有了，老爷既然管不了，不如将此事报上去，让能管的人来管。你是说将此事报到上面去，我们按上面指示做事，这样出了事也就怪不到我们头上。刘长捻着胡须，越想越觉得办法可行，笑逐颜开地握住董事的手。还是夫人聪慧，我这就去写折子。叶婉婉从刘府出来就去了药铺，熟识的掌柜一见到他来了，就从锁好的柜子里取出2个小白色的瓷瓶。叶婉婉打开瓷瓶闻了闻味道，
然后交给了掌柜200两银票，端着东西就匆匆往家赶去。先前每日带着孩子去看诊，轩辕觉的手下都会安排马车送他们回去。今日就一个人，叶婉婉也就没让他们送。刘府距离他住的地方还是有些距离的，叶婉婉担心孩子在家等着急，脚步有些匆忙。天空还飘着毛毛雨，叶婉婉撑着油纸伞走进一条小巷，打算抄近路从这里穿过去，正踩着松动的青石板埋头赶路，却突然感觉背后有人跟着自己。叶婉婉不是胆小的人，回了几次头，最后干脆转过身，对着身后的巷子问：谁在那儿？等了一会儿没动静，叶婉婉皱眉准备转身继续走，突然清楚地感觉到身后有人落下来，还没等扭过头，后梗就被什么东西砸了一下。这一棍砸下来，让叶婉婉想起了那副身体的原主是被人砸闷棍砸死的。昏过去那一刻，竟然想起的是，不是吧？又来！天近黄昏的时辰，吉祥巷榕树胡同里围了许多人，一间锁着门的小院里传出哇哇的哭声，那声音就已经哭得嘶哑了，听着甚是可怜，却没人敢破门。附近住的都是穷人，都怕贸然破门进去，最后破坏的东西要赔偿。王婶趴在门上，隔着门缝试图安抚门内已经哭了几个时辰的孩子，却也是不敢砸门进去。围观的人都在问他怎么回事儿，王婶急得团团转。哎呀，这，我也不知道人去哪儿了呀。孩子他娘不是这么不靠谱的人，若是有事出去，就会把孩子送我那儿去的。哎呀，你看这今天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就在围观的人七嘴八舌责怪大人不靠谱时，卖糖水的胡大娘也匆匆挤了进来，跟来的还有今日当差的罗冲。珍儿，你阿娘呢？知道她去哪儿了吗？大娘给你找，别哭了啊！胡大娘拍着门，也妄图从小叶真口中问出叶婉婉去哪儿了，可小家伙只知道哭，根本听不进去她的话。会不会是去衙门了？罗冲在一旁道，这段时间他总也看到叶婉婉带着孩子进出衙门，知道一点他在帮知府府里的人看病。胡大娘赶忙推儿子：你赶紧问问去，让他赶紧回来，要是不在，带人到街上找找。罗冲听着孩子的哭声也是不忍，几乎是一路狂奔到府衙，抓着值守的人问了看到叶婉婉没有。恰巧飞宇准备出去，经过时听到了青壮小伙打听叶婉婉，就叫住他问究竟。罗冲认得飞宇，以为他是府里那位世子爷的手下，就将事情一说。飞宇皱眉，脸色微变。没回去，可他已经离开有3个时辰了，说孩子在家要赶着回去。罗冲急得跳脚，根本就没回去，天都快黑了，2个孩子现在还在家里锁着呢，哭得都快背过气去了。飞宇一听，顿时面色大变，转身飞也似的往里跑。王爷！院子里，轩辕觉和百里廷也正在听童宇汇报这几日暗探乙香院的情况。正说到曹金的外甥娄山水有些异常举动，商议要不要抓他回来秘密审问，就突然听到飞宇略带惊慌的声音，人也飞快冲了进来。轩辕觉眉头一皱，顿觉有事发生。飞宇脸色难看。王爷，吉祥巷来人了，说叶大夫人不见了。轩辕觉一下就从轮椅上站了起来，也顾不得腿伤没有痊愈了，几步上前一把抓住飞宇。发生了什么事？不见了是什么意思？百里廷也起身追问。他人住在知府，府上有些事情没管，但是也听说了，最近各大门派丢了不少人，那些人见天的堵在衙门口报案，让官府找人，却又不肯透露人不见的细节，整个一耍无赖。也就刘长还好声好气地帮他们找人，换成他早就杀威棒打出去了。回宇将门口遇到罗冲的事情一说，看着面色凝重的轩辕觉道：王爷，孩子在家哭呢，我去看看吧。我去。百里廷也抢道。轩辕觉没理他们，一甩袖，冷着脸快步往前走，冷声道：备马。
在罗冲的领路下，轩辕觉带着人一路快马加鞭，不消片刻就来到了胡同口。看热闹的人很多，轩辕觉挤进人群来到门口，听着里头孩子的哭声，上前透过门缝看了一眼，见小叶真站的位置和门有些距离，二话不说，直接抬腿一脚将上锁的大门踹开了。门内的小叶真被破门声吓得跑出去几步，看清进来的人后又大哭着跑过来，伸着手要抱抱。轩辕觉蹲下抱住扑过来哭得一抽一抽的孩子，心疼的直拍，柔声哄道：没事了，真儿乖。轩辕觉哄了一会儿，环顾一下院子里没见到另一个孩子，将小叶真交给旁边的青雨，就快步进屋。跑进去果然就看到小叶真躺在地上，因为哭了太久已经没有力气了，抱着个破布娃娃嘤嘤地抽泣着。轩辕觉匆忙上前把孩子抱起来，小叶欢哭得满眼泪花，一看到他就哇的一声大哭起来，嗓子都已经嘶哑得不成样子。轩辕觉拿袖子擦着孩子脸上的眼泪，走到桌边倒了杯水喂他喝。门口围观的人都伸长了脖子，想看看来的人是谁。被飞羽三言两语打发走了，院门也关上了。屋里两个孩子哭得撕心裂肺，要找叶婉婉，几个大男人手忙脚乱哄了半天才止住。百里庭业将叶婉婉这小院子几间房都转了一遍，推开里间那扇门的时候愣了一下，回头招呼外面几人，便道：这要是胆子小点真要被吓着，怎么搞得跟做法似的？轩辕觉抱着小叶欢过去，看了一眼也皱眉。这房间确实挺诡异的，奇奇怪怪的东西太多了。那三个假人更是有种置身验尸房的感觉。青雨跟在后面说，他那天晚上看到的就是这些东西。别动，别乱碰别人的东西，看过就出来吧。轩辕觉看到百里庭业看完墙上挂着的布卷，又想伸手去开墙角的箱子，马上出言制止。百里庭业撇撇嘴，悻悻地收回手，转了一圈就出去了。会不会是有事路上耽搁了？看他也不像会与人结仇的样子，难道碰到拐子了？这么巧今日没带孩子出门，只拐了大人。百里庭业揉了揉青雨抱着的小叶真脑袋，轩辕觉无言地看了百里庭业一眼，转头对飞羽吩咐：找刘长要些人手，各处找找。飞羽领命走后，几人坐在屋里大眼瞪小眼一会儿，等在这儿也不是事儿。百里庭业看了看两个孩子，孩子娘都不见了，肯定不会让这么小的孩子留在家里。孩子怎么办？先带回去，去屋里拿些孩子的衣物。轩辕觉起身踹了一脚还大大咧咧坐着的百里庭业，三个大人两个都抱着孩子，百里庭业只能不情不愿地进了叶婉婉房间拿东西。屋里有两个柜子，百里庭业在小的那个柜子里找到了叠放整齐的孩子的衣服，翻找了一会儿，准备挑出几套的时候，却不小心在底下翻出了一个匣子。那匣子精致古朴，上面雕刻着繁复的花纹，还是个机关盒。百里庭业从小就喜欢摆弄一些机关暗器，看到是个机关盒后，手欠把匣子拿了出来，走到桌边就开始研究。你在干什么？轩辕觉在外面等了半天不见人出来，进来找人就看到百里庭业正在桌边摆弄什么东西。一个暗红色的匣子已经被打开了，桌上摊着一块足有桌面那么大的羊皮卷，而百里庭业手里还拿着2张。我发誓，我开始真的只是手痒这上面的机关锁，不过好像发现了些不得了的东西，您要不要看看？百里庭业被吓了一跳，立马举着双手投降状解释。轩辕觉眉头紧蹙，有些生气百里庭业胡乱动别人东西，不过还是走上前来。这一看，轩辕觉愣住了，这很明显是一份极其复杂的山林地形图啊！围着转了一圈，他不确定地问百里庭业：“这是黑风山？”这还2张呢，应该就是黑风山，不过看不懂，上面的奇奇怪怪的符号，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还有这些线条，红的、白的、黑的，一团乱，跟走迷宫似的，
看半天也不知道怎么走。百里庭也把手里的2张也放桌上，他还记得叶婉婉说过地形图给他们也看不懂，如今看到了，他才知道叶婉婉没骗他，是真看不懂。轩辕觉将抓着块糕饼正吃的小叶欢放到凳子上，就拿起那3张羊皮卷仔细看了起来，之后又失望地放下了。他行军打仗多年，虽比不上军中的探路官，但研究作战的时候也看过不少地形图，这手里的这几张却是一点也看不懂。王爷，你说他怎么会有这些东西呢？而且居然看得懂，能在山里来去自如。百里庭也百思不得其解，轩辕觉眉头紧蹙，沉吟一会儿后，把几张羊皮卷放回匣子里，又把匣子递给百里庭也。先收起来，找到人再说。他也想知道叶婉婉为什么会有这些东西，不过现在不是想这些的时候，最重要的是找人，而他最担心的是人不见了，会不会和这些地形图有关。叶婉婉被这一棍子砸得昏迷了3、4个时辰，可想而知下手的人有多狠，差点没有一棍子把他给送走。迷迷糊糊醒来后，叶婉婉就感觉后脖梗疼得厉害，手脚也被绑着，身下是坚硬的石板，还轻微有些摇晃。叶婉婉立刻想到他可能是在船上，永州府有不少码头船坞，他估计自己是被人扔到哪个码头的某条船上了。四周一片漆黑，即使睁开了眼睛也看不到什么东西。叶婉婉挣扎着坐起来，嘴巴被塞住了，发不出声音，他就拿脚用力地砸了几下地面，地板发出咚咚的声响，果然门外很快就传来了脚步声，有人开门进来了。叶婉婉看过去才知道四周漆黑不是因为没窗户，而是外面的天早就已经黑了。计算了下时辰，叶婉婉想到被她留在家里的2个孩子，一颗心都揪了起来，拼命挣扎着想要发出声音。门外陆陆续续进来7、8个人，点了灯后就搬过来一张太师椅，看到叶婉婉挣扎着乱动，嘴里呜呜叫唤，有一个人不耐烦地过去一把扯掉了她嘴里的布，他厉声道：老实点。叶婉婉抬起头：你们是什么人？为什么抓我？说完，他就借着灯光看清了屋内人的衣着，一张脸霎时就变得难看。这些人前段时间他在街上见过，是一个叫什么门的什么派，那天他在街上还被领头的瞪了一眼。叶婉婉整个人紧张了起来，双手用力挣扎质问：光天化日下绑人，你们还有王法吗？王法？这里天高皇帝远，我们就是王法。一个长着小胡子的中年男人走到叶婉婉面前蹲下，捏着她下巴抬起脸。那人抬着叶婉婉下巴打量了片刻，就一甩手，站起身后脸上露出猥琐的笑容，对旁边的人道：这小娘们儿这半张脸能迷死人，那半张脸哎呀又能吓死人，真是可惜了啊，不然可以让弟兄们好好的招待一下呀。叶婉婉心头一震，若不是情势所逼，她绝对会啐他们一脸。忍着恶心，她选择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陪笑道：是啊，这位大哥，我这样去当烧火小丫头，别人都会嫌我难看，放了我吧。你们若是要钱财，我身上的全都拿去，我回去绝对不会报官的。那几个人像是听到了什么笑话，哈哈大笑起来。落在我们手里还想走，门儿都没有。一会儿我们掌门来了，好好回话，若是敢有隐瞒，剁碎了你喂鱼。叶婉婉脸色一僵，一颗心沉了下来。看清了这群人不是善类，服软是没有用的。他冷静下来想了想，这些人不会无缘无故抓他，定是有所图，他得想办法怎么才能尽快回去。就在叶婉婉想对策的时候，外面又进来几个人，为首的进来就坐到了太师椅上。
叶婉婉抬头一看，果然就是那天街上见过那个穿着气派的中年男子，一张脸在灯光阴影下不怀好意地盯着他。叶婉婉坐起来，直面那人：“你是老大？”方千秋往太师椅上一靠，点头：“你说的没错，这里我最大。”叶婉婉从这句话就判断出面前这人是个喜欢高高在上的贪婪之人。他伸出被绑着的双手：“能解开谈吗？太紧了，手疼。”方千秋哈哈笑了2声，不禁有些欣赏这个貌不惊人的女人的胆识，抬手示意手下过去解开绳子。手上绳子解开后，叶婉婉自己动手把脚上的也解开，站起身拍了拍衣服：“说吧，为什么抓我？我身上有什么你们想要的东西？”方千秋冷笑，饶有兴致地看着面无惧色的叶婉婉道：“呵呵，我方才还在想是不是被人骗了，一个丫头片子怎么能有本事进出黑风岭？现在看来也不是没有这个可能。”你们想进黑风山？叶婉婉警惕起来，这些人绑他过来，就说明已经知道他能进去。他们是怎么知道的呢？他又是什么时候被这些人盯上的？你很聪明。方千秋轻轻一抬手，他身后的手下将一个托盘放到桌上。有人告诉我你能进去，所以想请你帮个忙，带我们进一趟找点东西，事成之后我就放了你。盘里的东西都是从叶婉婉身上搜出来的。叶婉婉看到后就想上前，被左右的人按住了。他好笑地看着方千秋道：“进黑风山还叫简单吗？那叫拿命去赌，我凭什么要帮你？”方千秋没理会叶婉婉的话，而是不紧不慢地拿起盘里一张折叠的纸打开，起身递到他面前：“我如果没猜错的话，这就是黑风山的地形图吧？我这也有一张，不过和你的有些不一样。我的这张傻子都能看得懂，你这张谁都看不懂。你说哪一张是真的？”说着，方千秋又在怀里摸了一下，也拿出来一张纸。方千秋进来之前已经拿着2张图纸研究了许久。2张图纸上山形地形是一样的，行路标记却是完全不同。虽然看不懂那些奇怪的标记，但是直觉告诉他另一张才是真正的进山路线图。叶婉婉只扫了一眼就扭开脸：“我怎么知道？你被人骗了，我不知道路，帮不了你。”刚说完，旁边的人抓着他肩膀的手就一用力，叶婉婉被按得跪倒在地上。那人对方千秋道：“掌门师兄，这娘们敬酒不吃吃罚酒，别跟他废话了，教训一下打个半死也就听话了。”叶婉婉被按住了，跪在地上挣扎。方千秋蹲下，凑过来阴森地笑着：“你也看到了，我这些师弟脾气可没我好。”叶婉婉咬牙：“地形图你们不是搜出来了吗？我把东西给你们，你们自己进去，何必非要带着我呢？我不会功夫，带着也是累赘。”方千秋晃着手里那张写满了各种奇怪符号的图纸，满脸遗憾道：“我倒是真不想带着你，可怎么办呢？这玩意儿我们看不懂，就只能带上你了。”“那你们想错了，我也看不懂，这东西是我捡的。”叶婉婉硬着头皮瞪了方千秋一眼否认，他是打心底不想带这些人进山。黑风山深处他还没去过，谁知道里面藏着什么秘密？他不想招惹上什么麻烦。方千秋眯着眼睛，露出些凶狠：“你以为我不知道官府那些人是你带出来的？我告诉你，既然抓了你过来，就错不了，最好识趣点，乖乖带路，否则有的是办法让你听话。”叶婉婉瞪着眼前人，脑子飞快转着，知道他们打定了主意要他带路，想走估计不可能。想了想道：“行吧，我承认东西是我的，我可以带你们进去，但是你们得先放我回家一趟。”方千秋站起身，耐心用尽，不耐烦道：“不可能，你给我老老实实待着。”“那你杀了我吧，
我孩子还在家里，想让我带路就放我回去先安顿好孩子。叶婉婉心里记挂着孩子，也顾不得会不会激怒这些人了，用力挣扎怒视方千秋。方千秋从进门一直维持着伪善笑容脸去，他蹲下身一把掐住叶婉婉脖颈。我动动手指头就能捏死你，你觉得你现在有资格跟我讨价还价吗？叶婉婉双手用力甩开掐着脖颈的手，不是弱道：我可以告诉你，这世上除了我没人能带你们进去，有本事你就掐死我。方千秋沉着脸：我要是把你的孩子也抓过来，你还能这么嚣张吗？你可以试试，现在是你有求于我，求人就要有求人的姿态。叶婉婉知道这些人看不懂地形图后，心中的畏惧也没剩多少。方千秋诚目欲裂，作为首席大弟子，如今又继任掌门，一直都是说一不二的，最讨厌的就是别人忤逆他。叶婉婉的态度让他怒从心头起，起身一把抽出身旁一个弟子的剑，架在他的脖颈上。真以为我不敢宰了你？那就动手吧，我是个女人，孩子就是我的命，若是他们在家有什么三长两短，我也不想活了。你没得选，要么放我回去安顿孩子，要么现在就杀了我。叶婉婉破罐破摔，甚至还把脖子往剑上凑，整个就是豁出去的架势。双方僵持了一会儿，方千秋看着叶婉婉脖颈被划破留下鲜血，依旧眼都不眨，就知道这个女人是说真的，愤愤扔了剑对旁边人道：你们4个跟他回去一趟。叶婉婉在这场对峙中赢了，很快就被2个人压着下了船，塞进了一辆马车里，回到了吉祥巷。叶婉婉就心急火燎地跑回家，到门口看到损坏的大门，推开门冲进屋里，找了一圈没找到孩子。跟回来的4个人一直在催促，叶婉婉一颗心沉到谷底，摇摇晃晃走到门口，正好旁边那户人家的大门嘎吱一声打开了。王婶探出头来张望，叶婉婉像见到了救星，一个箭步上去抓住王婶。婶儿，孩子呢？王婶是听到声音出来看看的，见到是叶婉婉，马上惊道：哎呀，大妹子呀，你去哪儿了呀？怎么才回来呀？孩子哭了1天，都快把我急死了。我成日在家带孩子，你说你出去可以把孩子给我带呀，你说你干嘛把孩子锁家里呀？叶婉婉压根儿没注意听王婶说的什么，回头不见孩子，她脑子都懵了，抓住王婶的手都在抖，又问了一遍：孩子呢？被官府的人抱走了呀，胡大姐家儿子带来的人，那男的一身黑衣，气派着嘞。哎呀，上来就踹门，长得又高又帅的，跟那戏文里的神仙哥似的，在你屋里待了一会儿，就把2孩子抱走了。王婶一想起带走孩子那几个人就眉飞色舞的，叶婉婉一听描述就知道肯定是轩辕绝来了，一颗心总算落了地，脸上这才有了人色。孩子在轩辕绝那里至少是安全的，也不用担心挨饿受冻了。他突然想到轩辕绝知道他不见了，应该会找他的吧，应该会的吧，跑是跑不掉的，除了轩辕绝，他貌似也没有别的指望。你这1天去哪儿了呀？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那几个人是谁呀？哎呀，你这1天去哪儿了呀？是不是出啥事儿了？那几个人是谁呀？王婶见叶婉婉神色异常，伸着脖子去看站在巷子里的几个人，可惜站在阴影里看不清脸。没事，我去给人看病，所以耽搁了。那几个人是送我回来的。叶婉婉赶紧动了一下身体，挡住王婶的视线。王婶一听，又开始数落她不应该把孩子锁家里。叶婉婉连连点头，把她往屋里推。我知道了，以后不会了，我这就去把孩子带回来，你先回去吧。门关上后，叶婉婉快速走回那几个人身旁，见他们不怀好意地盯着王婶家的大门，脸色顿时不好看了。她冷声道：我不会跑的，这里住的人不过就是些勤勤恳恳的普通百姓，他们什么都不知道，别难为他们。几人不屑地哼笑一声，
动作粗鲁的上手推搡叶婉婉往前走，嘴里不干不净的骂道：你这臭婆娘哪那么多事儿啊？看完了赶紧回去，别再耍花招了啊！耽误我们近身，饶不了你。轩辕爵回去之后就跟刘唐要了几队人马，本想亲自去找，可两个孩子哭闹着走不开，只能由百里廷业带人出去找。百里廷业领命带人在外面找了一圈，可惜没有找到任何蛛丝马迹。回到刘府时已经是子时，被青羽拽着一起去找轩辕爵回禀情况。二人踏进院子后，看到里面的场景，差点惊掉下巴。就见小院中，飞羽抱着剑跟柱子似的在廊下站岗，院子中央，轩辕爵抱着小叶欢正在来回慢慢踱步，手上一下一下轻轻拍着孩子后背，孩子躺在他怀里，手上还抓着他一缕头发，睡着了还一抽一抽的，脸上泪痕还在，很显然是刚哭完。轩辕爵这一晚上什么都没干，光忙着哄孩子了，两个孩子都哭着要找娘亲。小叶真还好，跟他说什么听得进去也好哄，吃过东西后就睡着了。小叶欢却油盐不进，哭了一整晚。轩辕爵为了哄他，一晚上连水都没喝一口。百里廷业看着面前这一副奶爸带娃的场面，就忍不住有点想笑。再想到轩辕爵面对自己儿子时，几天都说不了两句话，若不是现在的情形不合适，玩笑怕被打板子，他定要好好调侃一番。轩辕爵慢慢踱着步子转过身，抬头看到进来的人，马上嘘了一下，示意他们不要出声吵醒孩子。外面两人点头，蹑手蹑脚地走进来。百里廷业上前耸了耸肩，一摊手，用口型说了句没找到。轩辕爵蹙眉无声地叹了口气，之后就摆摆手让他们下去。两人又蹑手蹑脚做贼似的往外走。正在这时候，外面突然传来了急促的脚步声，童宇飞快冲了进来，喊道：王爷，出事了！嘘！院中几个人同时竖起一根手指，长长的嘘了一声。童宇一个刹车定住，把到嘴边的话咽了下去，抬起的一只脚轻轻落在地上，没有发出一点声音。孩子哼唧了两声，又安静了。轩辕爵看着松了口气，还好没吵醒。把孩子抱回屋，小心翼翼地放到床上，和小叶真一起睡。轩辕爵这才出来，坐到院子中的石凳上，看着童宇。何事惊慌？童宇上前来。异香院出事了，死人了。几人同时惊讶地看向童宇，轩辕爵皱眉。又是姚姐？不是，最先死的是金刀门的副门主，后面乱套了，就不知道谁是谁了。童宇没明白轩辕爵为什么说又，不过他也不敢问，立在一旁事无巨细地将今晚发生的事说了一遍。原来童宇这段时间一直盯着倚香院，他发现那些江湖门派的画事人经常聚集楼里商议什么事儿。为了搞清楚事情，前2天就假装客人包了那些江湖人常用的厢房隔壁房间，在墙上打了几个小孔。恰巧今晚盯梢的人回来禀报，那些人又出现了。童宇匆忙赶了过去，等赶到的时候，那些人已经吵起来，分成2派，剑拔弩张。话中一直提到东皇门，有人忌惮，也有人不屑。听了半晌，大概听出个所以然。原来他们今晚都收到了神秘人的飞镖传书，所以聚在一起商议，在偷偷跟踪东皇门的人进山，还是联手先发制人上，争论不休。吵着吵着就开始翻旧账，互相揭老底了。金刀门的副门主说话难听，把一个老头惹急了，老头一掌就把他脑袋拍得从窗户飞了出去。那血腥的场面简直惨不忍睹，倚香院瞬间炸了锅，吓得客人和楼里的姑娘纷纷逃窜。童宇也被这突然的变故惊到了，带着人从打成一片的楼里出来，就匆匆赶回来报信。岳轩辕听完眉头紧锁。
你是说他们说东皇门的人手上有地形图？童宇并不知道轩辕觉他们在叶婉婉家中找到了黑风山地形图，点点头道：那些门派都收到了飞镖传的纸条，纸条上说东皇门的人已经得到了真正的黑风山地形图，要准备进山了。他们有人提议偷偷跟踪东皇门的人进山，有人就觉得直接动手抢夺地形图，也有人认为送信的人来路不明，怕被骗，谁都不服谁，又想让对方听话，就打起来了。原本结盟的人现在彻底闹掰了，一群没脑子的蠢货。听到这里，结果已经显而易见了，定是叶婉婉带他们出山的事儿，不知道怎么被那些江湖人知道了，所以有人抓了他，目的就是为了进山。可地形图如今没在叶婉婉身上，已经被他们拿回来了。几个探路官研究了一晚上，说那些奇怪的符号可能是失传的密语，他们也看不懂。轩辕觉和百里庭业对视一眼，脸色变得难看起来。他一直派人盯着青龙帮，叶婉婉不见，他最先怀疑的也是青龙帮。蓝雨现在还在外面想办法怎么才能进入青龙帮水寨探查，没想到竟然是东皇门的人。东皇门的人在哪里？轩辕觉突然站起来，脸色凝重。童宇之前盯着青龙帮许久，看着曹金忙里忙外给东皇门的掌门百里木办丧，立刻回道：在罗世街西边曹金的别院里，曹金还挺客气，好吃好喝供着东皇门的人，还给办了灵堂供江湖人祭拜。轩辕觉伸手一把拽起百里庭业：你马上叫上刘长，带人把以下面动手的江湖人都抓回来。抓回来干嘛？你以为猫猫狗狗啊，说抓就抓？百里庭业眨眨眼，显得不情不愿。这些江湖草莽是不会束手就擒的，肯定得动手。因为罗石海和山里发生的事儿，百里世子对所有江湖人都无半分好感。抓回来全部下狱。你不是一直说想教训那些江湖人，当众杀人这么好的理由，还不快去？轩辕觉面无表情，显示出他不是在开玩笑。轩辕觉说完，转身看童宇：叫蓝月把外面的人手都带回来，全部埋伏到榕树胡同，凡是进入叶婉婉家中的人全都抓回来。你跟庭业一起去怡香院抓人。百里庭业知道轩辕觉动真格的，也不敢贫嘴了，领了命就和童宇一起出去按吩咐做事。轩辕觉又招手叫过飞羽：跟我去罗石街一趟。两人快步往外走，青羽也跟了上来。轩辕觉却想起来什么，回头一拦他：你留下看着孩子。青羽张了张嘴，还没说话，看着瞬间走空的院子，郁闷的扁嘴，走回去坐下。街上夜市还闹着，闲逛的百姓就看到大批的官兵从府衙冲出来，集合往一个地方去了，纷纷好奇张望，有好事的还跟过去看热闹，都以为谁家犯事了，官府大半夜抄家。百里庭业虽然整天吊儿郎当的，但是做起事来动作还是很快的。轩辕觉带着飞羽前往罗氏街，经过怡香院的时候，门口百里庭业已经和3个统一着装的人已经打起来了，童宇也在和人交手，刘长带的人手持利刃将整栋楼团团围住。轩辕觉停下看了一眼，确定百里庭业和童宇对付那些人没有问题，就带着飞羽走了。到罗氏街找到童宇说的东皇门人暂住的一民阁，两人从后院翻墙进入，一路深入内院，来到灵堂都没遇到半个人。灵堂内只有一个年迈的老者在灵前烧纸。飞羽过去就从身后一把刀架在老者脖子上：别动，说东皇门的人在哪儿？老者被吓得张着嘴发出怪声，却是个哑巴，不能说话，对着两人一顿猛磕头求饶。轩辕觉皱眉，抬手将飞羽指着老者的剑移开。算了，走吧。毫无收获的两人回到街上，轩辕觉又看了一眼阁楼，轻轻摇头。飞羽看出他的担忧，出言道：王爷不必太忧心，那些人想要叶大夫带路，肯定不会伤害他，我回去带人连夜送。
就是掘地3尺也要把他们找出来。轩辕觉回头看飞羽，那治好了我的腿，若不是出了这个变故，你知道我们接下来会做什么吗？当然是整军再战，进山捉拿罗什海。飞羽义正言辞地回答，已经死了这么多兄弟，付出的代价越大就越不能放弃，不管再凶险，他们也会再进山的，当然前提是叶婉婉愿意带路。是啊，整军再战，我已经想好了怎么和他谈条件，给我们带路。人不见了，计划就被打乱了。他现在被人抓走，是逼他进山的。我们着急救人，不管出于什么目的，最终也是要他带我们进山。和那些人有什么区别呢？在他看来，都是让他做不想做的事，一个是被逼，一个是无奈，总归都是他不想的。那怎么能一样呢？我们是请他帮忙，进了山会拼死护他周全，那些江湖人可就不管他死活了。飞羽不理解。可我们把人救出来后，他发现最终我们和那些抓他的人目的是一样，都是要他踏入那凶险之地。你说他会怎么想？飞羽张了张嘴，却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和轩辕觉对这事思考的方向不一样，哪里会知道他为什么担心？他想得很简单，他们和叶婉婉已经算是朋友，他被人抓了，他们救人是应该的，救出来后他们需要帮忙，叶婉婉帮他们也是应该的。走吧。轩辕觉转身离开，也没有指望飞羽能给他答案，人肯定是要救的，他不可能眼睁睁看着叶婉婉被那些人逼着进山。就像飞羽说的，山里到处暗藏杀机，那些人怎么会护他周全？可他明明只是单纯的想救他，即使他不愿意带路，他也会像现在一样着急。他会信吗？会不会觉得救他只是因为他对他们有用呢？轩辕觉觉得心口堵得有种深深的无奈。为什么偏偏是他呢？谁都可以，换谁是那个能带路的人，我都不会如现在这般为难。为什么偏偏是他？百里廷业和那些江湖门派狠狠地干了一架，折腾到天色蒙蒙亮，抓回来40-50个人，全都下了大牢。可人虽然抓回来了，麻烦也不少。百里廷业这家伙追捕的时候，下手没轻没重，不知道砸坏了多少屋顶，毁了多少摊位和商铺门脸，一条街怨声载道，一大早就跑到衙门口让知府赔钱。这一闹，全城都知道了。轩辕觉气得差点没亲自打他军棍，觉都不给睡，薅起来带着衙役全城找人。他这也是没办法，既然已经闹大了，那就把事情敞开了做，还让刘长下令在4个城门设卡，对进出的人严加盘查。大街上随处可见的官兵到处搜查，惹得永州府的百姓流言四起，猜测这是在找什么人。没有卷进乙香院事情里的江湖人，表面看起来也都老实了。一间酒楼的2楼窗户虚掩着，里面的人正用凶狠的目光盯着街上跑过的官兵。曹金推门进来，就过来将窗户关上了，脸色比房中的罗石海还难看。就在昨夜，曹金也收到了飞镖，在被告知东黄门的人手中得了正确的地形图后，曹金立刻就带人赶去义民阁。可那里早已人去楼空，他原本还怀疑事情的真实性，方千秋这么一跑，顿时信了7、8分了。他派手下暗中搜了一夜，可人就这么带着所有手下消失不见了，显然是早有准备。曹金如今陷入了进退两难，山中藏宝之事已然暴露，进他无法掩人耳目地将炸山的轰天雷运进山去，退又不甘心将山里的宝藏拱手让人，可若是出手相争，必定暴露身份。他向来以名门正派自居，除非能将那些人全部消灭在山里，否则必定会臭了他的名声。更何况他还和罗石海在一起，朝廷知道也不会放过他。他甚至怀疑官府现在满城搜查，就是在找罗石海，心里早就后悔把宝藏的事告诉他。可现在想反悔都没机会，罗石海只想着用这笔宝藏东山再起，是不会听他的。曹兄，
你不是说他们手里的地形图都是假的吗？为什么现在又冒出来一份真的？若是被他们先找到宝藏，我们辛苦这么长时间不就白费了？罗石海见曹金回来了，很是不满。我也想知道。曹金沉着脸也气闷，他老子手书是写了，当年就是凭借这份地形图从黑风山出来的，世上绝没有第二份。可东皇门的人真的都不见了，让他不得不怀疑真的还有另一份地形图。罗兄莫急，这背后送信的人不知道是谁，那些蠢货会打起来，估计也和知道东皇门得到地形图这事儿脱不了干系。好在都被官府抓走了，我们也少了些对手。曹金先安抚了一下罗石海，然后从袖子里摸出传信的飞镖。罗石海对朝廷一直都是深恶痛绝的，不屑道：刘长那个蠢货可算是做了一件对的事。曹金不知道在想什么，眼珠一转：罗兄这人都已经抓了，可官兵为何还在满城搜寻？不会和你有关吧？罗石海不以为然：哼，朝廷的人根本就不知道我的踪迹，就算知道又怎么样呢？一个知府带的兵能有什么战斗力？他们就算加上水军也抓不住我。话是这么说，可不怕一万就怕万一我可是还要在这里混下去的，不到万不得已，不想和官府翻脸，不如趁现在还没有下令封城，罗兄你还是回到山里去吧。我这才出来几日，曹兄就赶我走，是怕我连累你吧？放心好了，真正想要抓我的人不会在这儿，我让人制造了我在北边的假象，那个穷追不舍的小子肯定往北边去了，你怕什么？罗石海不满冷哼，曹金心中暗骂，都被追得无容身之地了，还说什么大话？脸上却依旧陪着笑脸。罗兄说什么连累不连累的？你我兄弟一场，我为你去死又何妨？只是我们辛苦了几个月，你甘心这宝藏就被人瓜分吗？现在当务之急，我们要兵分两路截住东皇门的人，以免他们先一步找到宝藏。虽说被官府抓走了一批，可在城里盘桓的大大小小的门派可还有不少都是派了人进山在外面等消息的。他们若是也收到了神秘人传信，必定不会放过这个机会，都进去了，那可就不好对付了。罗石海皱眉沉思了片刻，觉得曹金说的有理，起身道：那好吧，我先进山守着，你想办法看能不能在外面拦住那些人，过几日山里会合。曹金见这莽夫答应了，起身拱手：那就辛苦罗兄了，你我联手，我相信这一批宝藏最后肯定是属于我们。轩辕觉的人带着官兵在城里搜了整整一日，也没找到半点踪迹。刘长就说可能躲在船上了，轩辕觉常年生活在北边，倒是没想到这一点，就要带人去搜。刘长说水上的事儿如今都归吴灿统管，方进码头事关重大，恐激起民愤。船坞和码头又多是渔民自家的渔船，想要派兵搜寻极为困难。轩辕觉思量了一番，等入夜后亲自带人去暗中搜查。百里庭业一天一夜没歇息了，留在了府中。两个孩子也被轩辕觉托给刘长夫人董氏代为照顾。董氏不愧是做娘的，和孩子相处有一套，端庄得体，温柔聪慧。经过一天的时间，两个孩子已经挺喜欢他了。百里庭业跑去看了一眼，见两个孩子和刘长儿子玩得不错，也就回了自己的院子。回到房间后说要沐浴，吩咐下人去准备，然后就斜靠在榻上，正闭目养神，就感觉到身后有人靠近，之后一双手按在他太阳穴轻轻按摩。过了好一会儿，百里庭业才睁开眼，伸手抓住那想要收回去的手，用力往前一带，将身后的人拉到怀里抱住。双儿一双手抵在百里庭业胸前，尽量保持距离。
脸也侧开，显得惊慌失措。百里庭叶一手揽在他腰上，一手抓着他的手，摩挲着手指，暧昧的低声道：头疼得很，暗暗果然好多了。双儿被安排在百里庭叶院里伺候。百里庭叶从山里出来后伤势未愈，一直都是双儿每日换药伺候起居，面面俱到，无微不至。二人眉来眼去，不是一日两日，这亲昵动作使得双儿低垂着双眸不敢抬起。他柔声道：可要请个大夫来瞧瞧。百里庭叶盯着他看了一会儿后失笑，收紧手臂，将下巴靠在他肩上。不必了，就是有些累了，睡觉就好了。双儿伸着手有些犹豫，最后还是回抱住：世子这2日辛苦了，沐浴后好好休息。百里庭叶嘴角挑了挑，低低嗯了一声。这婢女给他的感觉，第一眼就和普通婢女大不相同，光是长相就胜过许多帝城里的名门贵女，谈吐举止也时常给人像是书香门第教出来的小姐。之后从其他婢女口中打听得知，她是上一任利州知府的女儿，因父亲获罪而被没入奴籍。她也算幸运地被卖入刘府做婢女，遇到刘长这个只知道苦心钻研为官之道，且对他夫人情有独钟的主家。若是换个爱好美色的，这姑娘怕是早就成了妾室。这段时日以来，百里庭叶看着她有些刻意，却又声色笨拙地接近，大概能猜到她有什么目的。他也无所谓，反正这样一个美人一辈子就这么卖身为奴是有些可惜。轩辕爵和几个暗卫分几路在城中的码头和船坞查探，直到深夜在一个废弃的船坞中遇上了。这个船坞废弃了许久，有许多被淘汰的废旧船只遗弃在一片滩涂中，四周芦苇疯长，都是淤泥，还散发着一股怪味儿。这脏兮兮的肯定不能让轩辕爵进去，就分了组。童宇陪着轩辕爵去相隔不远的一个码头，飞羽和青羽进芦苇荡，其他人负责附近的渔民家。青羽边走还边拿眼白瞧飞羽，这2人原本就因为别的事吵了一架。青羽被罚面壁之后，矛盾又升了一级，互相都不搭理对方了。青羽这段时日不是跟着童宇在外面跑，就是跟在百里庭叶屁股后面跟进跟出的。2人这脾气闹的，轩辕爵都知道了。前几日随口问了一句，还让飞羽去道个歉，就当哄小孩。可飞羽较上劲儿了，说不惯着他不愿意去，2人就一直僵着。进入芦苇荡后，2人踩了满脚泥，一人跃上一艘废船查找。飞羽搜完出来，准备去下一艘，拐了个弯就看到一个人陷在了泥潭里，正在往外拔腿呢。原来是青羽刚刚搜完后，就直接从废船2层甲板跳了下来。天色太黑，没找准位置，踩进泥潭里了。他又不敢弄出动静，只能一点点往外拔。飞羽抱着剑过去，站在一边看戏，也不伸手帮忙。正奋力往外拔腿的人抬头看到来人，有些尴尬，见对方脸上戏谑的表情后，气得抓了把泥巴丢过去。飞羽轻松一侧身就躲开了，反倒是他自己没站稳，差点一屁股坐下去，手也按进泥潭里了。青羽把手拔出来就嫌弃的直甩，那狼狈的样子看得飞羽没忍住扑哧笑出声。他看着脚下，小心找好落脚点，走过去伸手。别以为我没听到你笑了。青羽咬牙说了一句，扭过脸坚决不要帮忙，自己一点点往外拔。飞羽略无奈。好了，别闹了，时辰不多了，你想让王爷等我们吗？谁闹了？我不用你管，赶紧走。青羽一听他的话更气了，而就在这时，2人的耳朵同时动了一下，听到芦苇外面传来脚步声，对视一眼，飞羽也管不了那么多了，伸手揽住青羽的腰，直接把人拔了出来，紧接着跃上旁边的废船卧倒。这一切发生的太快，青羽反应过来，人已经被压在身下了。他瞪着上方近在咫尺的脸，干嘛你？我鞋子还在泥地里。嘘，别出声，
飞羽一把捂住他的嘴巴。哎呦，这鬼地方能藏人吗？都臭死了！房前秋那只老狐狸既讲排场又喜欢享乐，怎么可能躲在这儿？哎呦，臭死了！下方传来动静，有7、8个人走进了芦苇荡，边走还边骂骂咧咧。可不是嘛，脏活累活都我们干。又一个声音开口：别埋怨了，师傅说了，等找到山里的宝贝，会给我们每人分一笔。都1个多月了，要将这些抢宝的全部解决掉，也不知道要多久。原本把山里的崽喽吓得外头那些不敢进来，我们也能继续寻宝。现在东皇门手里突然又冒出来一份地形图，真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要我说，就应该直接在外面动手，宰了那些人，让那个姓罗的出手。反正他已经是通缉犯了。就是啊，千机阁本来就是杀手组织，收钱办事天经地义。那个罗石海，我就是看他不顺眼，满脸横肉，嚣张得很，也不知道师傅怎么想的，非要跟他平分宝贝。这些人明显都不想深入芦苇荡，走到一艘废船下就聚在一起发了半天牢骚，个个踩了满脚泥巴，嫌弃的在石头上蹭。待了一会儿，就有一个声音道：我看这些船上应该不会藏着人，要不还是别进去了。有人出声附和：就说搜过了，回去找师傅复命吧。那些人正好停在飞羽和青羽藏身的废船下，虽然声音不大，对话也让船上的2人听了个彻底。2人在听到罗石海后，就一直保持着一脸震惊。那些人一走，马上爬了起来。青羽气得抓住栏杆的手青筋暴起。原来罗石海是被他们藏起来了，山里的杀手也是他们搞的鬼。曹金这个道貌岸然的老匹夫，我宰了他！我跟着他们，你去找王爷。看着那些人走远了，青羽从船上跃下来，飞羽一把拉住他：先别冲动，曹金功夫跟罗石海差不多，蓝羽监视这么久都不敢靠近他，你不要命了，别打草惊蛇。青羽有些激动：你没听到吗？山里那些黑衣人是他们搞的鬼，要不是他们，我们能被江湖人追上吗？害死了这么多兄弟，还害得王爷重伤。我知道，但是我们没有证据，你现在这样去有什么用？先回去找王爷，青龙帮这么大个门派在这跑不了的。飞羽虽然也很生气，但他向来沉稳冷静，抓着青羽不放。青羽知道他说的有道理，可还是气不过，抱着胳膊扭头生闷气。飞羽无奈伸手揉了揉他脑袋，被拍开后过去把陷在淤泥里的那只鞋子拔出来。轩辕觉在码头也没有收获，和童宇到约定的路口等着会合。青羽和飞羽是最后回来的，一身泥巴，脸色还很难看，看得轩辕觉直皱眉。童宇看着他们瞪大眼睛：你俩不是打架了吧？飞羽走到轩辕觉跟前，脸色凝重的一拱手：王爷，我们在芦苇荡里遇到青龙帮的人了。轩辕觉眼睛一眯，冷笑：曹金。飞羽点头，将听到的青龙帮人的对话一字不落地告诉了众人。听到罗石海和青龙帮有勾结，轩辕觉脸色瞬间变了，气压低的吓人。其他人也都义愤填膺，纷纷叫嚷着不能放过青龙帮。这倒是让轩辕觉冷静下来，先前的不顾一切已经折损了太多人，他不能再冲动行事，让手下的人白白送命。待人回来后，轩辕觉和几个暗卫连夜商量对策，找了1天1夜不见踪影。轩辕觉几乎可以断定东皇门的人已经出城了，而且很大可能已经进山。而青龙帮的人能在山里派人劫杀，还设下那么多机关陷阱，很显然他们也认得路。做这一切都是为了独吞山里的宝藏。东皇门的人进去，他们定会再次派人劫杀。
那叶婉婉就凶多吉少了。第二日天一亮，轩辕决就让刘长下令撤了城门的关卡，又把抓回来的江湖人都放了。放之前还让百里廷业找他们聊了聊。百里廷业将前次进山的情况告诉他们，并明里暗里指出是青龙帮搞的鬼。那些江湖人不愧没脑子的，把火罐一点就着。一时间青龙帮门口围满了讨要说法的人，街上许多青龙帮的铺子也被砸了，而曹金从始至终躲着没露面。折腾一日，把这趟水搅浑了后，轩辕决手下的人把进山的装备也准备好了。这次除了2个探路官外，只打算带4个暗卫，轻装简行，方便行事，救了人就出来。不是吧？你进山不带我？百里廷业以为他听错了，临出发，轩辕决竟然让他留下照顾孩子。轩辕决摸摸坐在百里廷业腿上正抱着兔子喂胡萝卜的小叶欢的脑袋。孩子总要有人看着，不然他哭闹起来没人哄得了。兔子是暗卫昨日回去带来的，有了兔子后，小家伙就乖多了。百里廷业还是不干。那他还是更听你的话，我去，你留下看孩子。知道罗石海在青龙帮后，若不是轩辕决拦着，他都要以窝藏朝廷侵犯之名带兵去抄了青龙帮了。不让他进山，那不得憋死他。轩辕决道：这次进去极有可能会遇上罗石海，正面交锋，你有把握能抓住他吗？百里廷业看向站在一旁的青羽和飞羽。我一个人不行，可以加上他们2个，我们3人联手应该不成问题。青羽和飞羽对视一眼，望天不说话。百里廷业的意思是要他们留下轩辕决，他进山。他们是贴身暗卫，自然是主子到哪儿，他们跟到哪儿。轩辕决若是不进山，他们也要留下的。百里廷业说完，也知道自己说错话了。虽然他和几个暗卫平日相处的如同兄弟，可暗卫是皇族独有的为主上唯命是从的官职，从4品，贴身跟随处理一切大小事务。除了主上外，没有任何人能派他们做事儿，即便不遵。让你留下也是要看着青龙帮，那些江湖人闹几日，怕是还要进山，得想办法拦住他们，别进去添乱。百里廷业叹气：我怎么拦啊？封城？行不通，封城需要理由，且会影响百姓生活，即使封城也封不了几天，拦不住他们。轩辕决说完，看向了蓝宇。蓝宇即刻上前，他负责打探消息，对曹金的情况十分了解。早上商议时，他向轩辕决说了个方法，童宇已经去办了。想要办住曹金，可以从他外甥下手。蓝宇从怀中拿出2张纸放到桌上。我打探清楚了，曹金没有子嗣，唯一的儿子在10岁的时候贪玩溺水身亡了，之后他后院女人无数，也没再生下孩子来，就把外甥当儿子了。他妹妹早年嫁给了永州府首富娄家，难产生下一个儿子过世了。娄家当家的在他外甥10几岁的时候也病逝了，这2人就都成了彼此唯一的亲人。曹金对着外甥从小就极为疼爱，这个娄山水虽然不会武功，但遗传了他爹做生意的头脑，把家业继承得不错。曹金还把青龙帮的大半产业都交给了他打理，2人关系胜过亲父子。百里廷也边听边晃着手上的纸。你们是想把花花公子绑回来，然后让曹金以为那是江湖人干的，让他们狗咬狗？在场的人一起点头。百里廷业又看了看纸上的内容。这小子真一点功夫都不会呀。童宇答话：确实不会，不过曹金有安排人保护他。这倒是不难，我可以亲自去把人抓回来。蓝宇笑道：呵呵，不用，童宇已经去了，算时辰，差不多该得手了。刚说完，院墙上就有人翻了进来。
落地的童宇将肩上扛着的麻袋扔到地上，麻袋里发出一声痛呼。童宇上前将麻袋解开，一个年轻公子露头出来，25、6岁，长得还不错，蓝色锦袍白玉冠，一身的富贵。娄山水嘴巴被塞住了，呜呜叫着往后退。他开始以为抓他的人是为了谋财的土匪山贼，可看眼前这些人怎么看都不像。童宇拿掉了他嘴里的布，按着他跪在轩辕绝面前。娄山水抬头看着面前这个通身贵气、气宇轩昂的黑衣人，梗着脖子道：我舅舅是青龙帮帮主，武功高强，手底下有几千帮众，知府见了都要给几分薄面。不管你们抓我是什么目的，我舅舅不是你们能得罪得起的。轩辕绝听得眉头直皱，抓这人回来除了牵制曹金，还有些事情要问，也不废话，直接开门见山道：听闻娄公子家中有宝藏藏在黑风山中，不知是否属实？娄山水闻言，整个身躯震了一下，瞪大眼睛看着轩辕绝，突然又拼命摇头：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什么宝藏，莫名其妙。百里庭也拿手里折扇敲他脑袋：装什么傻你？抓你过来就是都知道了，你那舅舅还真是心思歹毒，为了点钱财就搞出这么多事。不许侮辱我舅舅，我舅舅是武林泰斗。抖你个头啊！娄山水还想借舅舅江湖地位震慑这些人，被百里庭业连着敲了几下脑袋。他还武林泰斗，别以为那些武林正宗不管事就真当自己是根葱。你知道你们这叫什么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霸王。轩辕绝可没心思在这儿浪费时间听两人白活，看了一旁暗卫一眼，青羽过去抱走了小叶欢出去了。童宇上前一把扣住娄山水手腕，一用力，就听到咔嚓一声，手腕生生被捏脱臼了。不过娄山水的惨叫，童宇继续捏着他的手腕往外摆，面无表情。我家公子问你话呢，想清楚再回话。我说我舅舅没有跟我说多少，我只是知道几年前他在家中地下室找出了老爷子的遗物，从里面得到一张藏宝图。娄山水一个养尊处优的贵公子，这种程度已经算是酷刑了，疼得他面色发白，惨叫着连声求饶，拖着脱臼的手腕继续道：那是先人遗物，宝藏也是自家的，我舅舅阻止他人抢夺也没有错，他不是贪财之人，要钱我有的是，他只是不想先人留下的财宝被别人抢夺。你可能不知道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吧？轩辕绝看着面色苍白，但是脸上神情始终坚信曹金是个好人的娄山水有些可怜他。他倒是真疼你，做的恶事是一件也没让你知道。娄山水皱眉不解：什么意思？你们到底想干什么？若是求财，要多少我给你们，不要害我舅舅。问来问去，娄山水都当他们抓他为求财，恳求他们不要加害曹金。轩辕绝觉得在他身上应该问不出什么，揉着眉心摆摆手道：带他下去，好生看着。百里庭业看着娄山水被带下去，忧心忡忡。你们就这么进去？若是找不到叶婉婉，被困在山里出不来怎么办？我们手里的地形图，探路官可看不懂。总会有办法的，我不可能留在这儿旁观事情发展。无论是抓人还是救人，这山我都非进不可。若是一直没出来，你就先回去，拿着这个，陛下不会降罪于你。轩辕绝拿出一块令牌放到百里庭业手上，百里庭业看着手里的金牌良久，突然抬起头道：抓到罗石海，打9成死就行了，记得留口气给我亲手宰了他。轩辕绝失笑：记下来。轩辕绝猜的没错，东皇门的人早已经不在城内，陪着叶婉婉回家的那几个人回去后就告诉方千秋听到隔壁人说官府的人来过。方千秋生性多疑，连夜就出城了，住在了城外乡下一个庄子里。这几日叶婉婉一直被关在一间房间里，大门和左右窗户都有人看守。方千秋每日大鱼大肉逼着他按时吃饭休息，
倒不是怜香惜玉或者良心发现什么的，只是怕他不肯吃东西，进山后撑不住倒下，那就没人带路了。叶婉婉打开窗，无视外面的看守往外张望，见到有几个人抬着东西经过。这几日方千秋的手下都在忙着进山做准备，算日子应该也差不多该出发了。果然到了晌午，方千秋就来了。叶婉婉被反手绑着推出了房间，外面足有100-200人整装待发。出发后，他们沿着周边的山走了许久，直到远离官道，来到荒无人烟处，才进了山。进入黑风山后没走多久，遇到一个岔路口，方千秋把叶婉婉的绳子解开了，将地形图扔给他。方千秋那个小胡子师弟拿着刀架在叶婉婉脖子上，仔细看看走哪边，别跟我耍花样。叶婉婉不紧不慢地打开地图，一推刀柄，我又跑不掉，客气点行吗？你也不怕手抖弄死我？我死了，就算找到财宝，你们出得来吗？小胡子名叫方千邦，生性好色又嗜赌，因为会拍马屁恭维方千秋，在帮派还挺有话语权。他也不生气，伸手想挑叶婉婉下巴，被躲开后笑得特欠揍，对其他人道：弟兄们都听到了吧？大家都客气点儿。那些人也跟着起哄，盯着叶婉婉的眼神看得他浑身不舒服。他望天翻了白眼儿，无比庆幸脸上带了那半块伤疤，不然就以这些人的德行，这次不知道要吃多少亏。刚到边沿，其实根本就用不到地形图，叶婉婉看一眼就知道怎么走。不过他还是装模作样的研究了一下，然后指左边说走这儿。方千邦推着他头前带路，还跟方千秋道：掌门师兄啊，那些臭鱼烂虾他不会跟上来吧？方千秋不屑冷哼：哼，那一群蠢货现在还困在城里，能成什么气候？那官府的人吗？城里打探消息的说啊，官府的人到处搜查，几乎把全城都搜遍了。这小娘们儿也值得官府这么大费周章吗？他们不会是知道点什么吧？方千秋看着前面带路的叶婉婉，应该不会。方千秋想了想，摇头。那郎中说，官府的人进山是为了找人，没找到反而跟山里人打起来，伤亡惨重，最后是这女人带他们出来的，应该只是知恩图报之举罢了，总不会为了他再冒险进山。掌门师兄说的对呀，多亏了掌门师兄运筹帷幄，这山里的宝藏很快就是我们的了。方千邦狗腿地附和着，叶婉婉走在前头，听着后面两人的话，眉头紧锁。轩辕诀在找他，城里找不到的话，应该会想到他们已经进山了。虽然方千秋说没有人会为了他犯险，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叶婉婉直觉轩辕诀会，就像他会万里追星数年为兄弟报仇，就像他会为了救陈郎中陷入险境，就像他拿手下的兵当兄弟，对他的孩子疼爱有加，对他也很好。总之，他们相识以来的种种都让叶婉婉觉得，即使危险，轩辕诀也会进山救他。这也是他最担心的问题。像之前一样困在外面的林子里还好，万一进了山坳深处就糟了。山坳里遍地都是能要人命的有毒草药，他是希望获救，可不想他们把命都搭上。密林中传来剑雨破空声，一声哀鸣后，群鸟惊起。身穿黑衣背着弓箭的青羽从树后跑出来，捡起了地上中箭的章子，回到宿营地后交给了负责处理的童羽。青羽就咻的一下跃上了一棵高树，落到在树上放哨的飞鱼旁边，从他怀里拿出一个果子，在对方衣服上蹭了蹭就啃了起来，很快就吃完了一个，继续伸手拿。飞羽无语地看，啃完一个又拿一个，在他袖子上继续蹭的某人。晚上我们守前半夜，童羽和蓝羽守后半夜。青羽啃着果子，
不跟你一组，我要和童玉一起。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闹，就不怕王爷生气？青羽嗤笑一下，哼，急什么呀？逗你的。王爷现在着急上火，脾气不好，我才不要惹他。树下，轩辕决正在篝火旁和2个探路官研究地形图。此次他们进来格外的小心谨慎，除了4个暗卫，只带了2个探路官。因为有了地形图，加之6、7人轻装简行，动作很快。未天黑已经过了2个山头，可如今他们却遇到新的问题，不知道哪条路才是正确的。王爷，我们现在在这里，白日里走的是这条路线。探路官指着摊开的地图，走到红线标记这里遇到断崖阻路，之后绕行走这块黑线标记是一大片沼泽地，无法横穿。照此看来，黑线红线都不能走，而白线都在黑线和红线内。轩辕决看着探路官指出的他们的位置所在。今日的行路相比前次要快许多，可还是无法深入，难不成要一条一条试？另一个探路官也伸手在地形图上画了个圈儿。我们前次进山是在这片区域，一直就没走出去过。王爷，您掉落的山谷应该是在这儿，靠近外围了。也就是说，我们之前走的就连1/10都没到呢。轩辕决看过去，只见上面写着3个字“陈破谷”，这是地形图上为数不多的他们能看懂的普通文字。之后是无垢桥、绝灵谷和无回林。离他们最近的是绝灵谷，可被阻了，怎么也找不到路可以过去。而如今以地形图来看，他们又开始绕圈了。第一次是找不到方向迷失，这次是不知道哪一条路才是正确的，走不出去，绕的圈更大些。探路官见轩辕决走神了，以为他又在担心叶婉婉，自责道：王爷，我们一路过来都没有发现有人走过的痕迹，叶大夫很有可能跟着他们走的另一条路，是属下无能，无法破解这图上的玄机。尽力就好，无需自责。明日我们去无垢桥看看，若是能通，这条道倒是比任何一条都近，像是条捷径。轩辕决伸手点着写着文字的一处，2个探路官齐齐点头赞同。第2日晌午，日头毒辣，晒得人睁不开眼。叶婉婉带着方千秋一行人爬了几个时辰的山，累得那些人筋疲力尽。到了山顶后，感觉凉爽了许多，其他人都一屁股坐在地上吹着凉风休息，倒是叶婉婉没累瘫，还拿着地形图跑去前面查看。方千秋也跟了过去，他看着面前2座山峰前的断崖，回头眯眼瞧着叶婉婉。瞧呢，你耍我是不是？叶婉婉不客气朝他一个白眼，指指一旁刻着无垢桥3个大字的石头。护书方丈们，这总不能是我伪造的吧？是你们说要最近的路才选的这条道，我怎么知道这无垢桥它竟然没有桥？你少牙尖嘴利，若是被我知道你故意浪费时间，饶不了你。方千秋臭着一张脸，从叶婉婉手里抽走地形图，到周边查看。叶婉婉也懒得理他，心中腹诽着走进悬崖边。他趴下往深不见底的悬崖张望，看到底下一层白雾，白雾里生长着许多开着白色小花，类似爬墙虎的藤蔓。再一仔细看根茎和叶子，叶婉婉心中一动，伸出手在上面感觉了一下，果然一股冰凉之气从崖底升起。他心中了然，原来如此。2座山峰之间生长的藤蔓叫雪蔓罗，能使周围气温降低，若是大片更是能在酷暑之际如同严寒。这崖底的雪蔓罗到了冬季落雪时，足以使得崖底结冰，到那时路就通了。这么大一座透明的冰桥，难怪叫无垢桥。虽然看破了这无垢桥的玄机，叶婉婉也没打算告诉他们，起身对上方千秋那阴森森的冷脸，不在意地拍着裙摆上的灰尘。这地形图少说100年了，桥年久失修掉下去了也不一定。走吧，换一条道。方千秋眯眼打量了他会儿，把地形图递回去。
天黑之前找出下一条路来。叶婉婉接了往回走，嘀嘀咕咕道：那可不一定，要是这么好找，你们这么有本事不早找到了，还要一路压着我干嘛呀？王千秋在后面听着差点被气死，偏偏拿他没辙。这女人是一点都不怕他。那几张羊皮卷叶婉婉其实早就研究明白了，要想带路很容易就能找到，她就是在故意拖时间。到吴沟桥这条道就故意多绕了半日的路，目的就是不想带这些人进入山中腹地，同时也想着等等看轩辕诀会不会进来救他。看了好一会儿后，叶婉婉收了地图。我饿了，先吃点东西再说，等填饱了肚子我再研究研究。这附近危险，可马虎不得，走错了就掉进陷阱里出不来了。他已经决定了今日再拖上一晚，明日带他们从另一个方向兜一圈再绕上2天，反正这些傻子也看不出来。在山中的第3日，轩辕诀一行人来到了吴沟桥。青羽跑在最前面，看着面前空荡荡的一片，回头看众人：怎么没有桥？桥呢？暗卫四下散开找了一遍，回来回禀真的没有桥。轩辕诀摸着刻字的石碑皱眉，这条路也不通，下面又该走哪条呢？在轩辕诀站在崖边思考下面该怎么走的时候，飞羽跑回来一躬身道：王爷，这边找到大队人马留下的痕迹，有100-200人，看样子离开不久。2个探路官一听，马上跑过去，根据四下的痕迹在四周转了一圈。其中一人看着手里的羊皮卷，不确定道：看着像是从这条路离开的，不过方向不对啊，往这边就应该是我们前次被困的那座山。他们要进山走这边，不是越走越回去了？难道迷路了？那应该就不是叶大夫了。以他上次带我们出来的本事来看，他是不会迷路的。不，就是他应该是不想带东皇门的人进去，故意在绕圈子。我们得赶紧追上去。轩辕诀原本只是安静听着，突然双眸亮了一下，一声令下，原本打算原路休整，一行人又重新循着踪迹出发。一个小徒弟扶着树干呕吐，刚吐完往旁边一看，草丛里又躺着一具尸体，脸已经腐烂的只剩下半张，大量飞虫嗡嗡地绕在上空飞，吓得他惨叫一声。自从进了这林子，地上不时就能看到一具腐烂的尸体，渐渐的许多人承受不住，开始抱着树干吐。方千秋用一条帕子捂着口鼻，皱眉看着前面无视地上尸体，走在前面带路的叶婉婉。叶婉婉感觉到了背后的注视，就停下脚步回头笑看着方千秋。方掌门，你要不要也去吐一下？以我的经验判断，越往里走越潮湿，里面的更恶心，全身都是蛆虫。叶婉婉刚说完，方千邦胃里一阵翻江倒海，也跑去一旁吐了。叶婉婉哈哈直乐。方掌门，就你手下这些人的胆量，能坚持找到宝藏吗？山坳里可比这儿吓人多了。赶紧带路离开这里。方千秋一路都在看地上尸体穿的衣服，无一例外全都认得。他们东皇门也进来30几人，一个也没有走出去。如今置身其中，又想起被挂在牌匾上的师傅的尸首，方千秋不由对这座神秘的大山多了几分畏惧，连叶婉婉的奚落也不多做计较。叶婉婉当然没这么容易带他们出去，晃悠了2个时辰，把有些个人胆汁都快吐出来了，然后又坐在一棵枯树干上看了半天地形图，才慢悠悠起身道：天色不早了，这林子今日是走不出去了，休息一晚，明日再寻出路吧。闻言，队伍中好些人脸色都变了。俗话说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这些人都不是什么好人，或多或少做过杀人害命的事儿。这林子里死了这么多人，必定鬼魂无数，都害怕晚上小鬼索命。这鬼地方怎么待？满地的尸体，让咱们捅死人过夜吗？我宁愿整夜不休息，也要走出去。
我也不想，要是有脏东西出来怎么办？夜间行路危险，我要是掉进陷阱里死了，你们就真的要留在这里跟地上那些东西作伴了。叶婉婉听着那些人七嘴八舌的话偷笑，然后不理那些人，看向能做主的方千秋。而且我累了，不休息的话明日就走不动了，后面的路还很长，我是一个女子，总要照顾一下吧。方千秋阴冷着一张脸，冷哼一声：哼，别让我知道你是故意的，否则你一定会后悔。叶婉婉一摊手：这话从何说起？你们出不去，我不是也在这里？我至于困住你们，搭上我自己的命吗？叶婉婉太过游刃有余，方千秋看不出来她说的是真是假，咬牙切齿道：最好是这样。其他人虽然不情愿，但也没人敢违抗方千秋。眼看天黑下来，就近找了个地方宿营，打了山鸡野兔，生火烤肉就吃起来了。他们大部分人都吐了一天，跟恶鬼投胎似的。轩辕诀落到树上往下看时，就看到底下100-200人吵吵闹闹的吃着烤肉喝着酒。不远处叶婉婉坐在一棵大树下，也没有人搭理她，独自啃着干粮，安安静静，不知道在想什么。轩辕诀将人上下看了一遍，最后视线落在叶婉婉脖颈上那条长长的划痕，看得眉头直皱。飞羽和轩辕诀躲在同一棵树后，见他突然脸上显出些怒意，就道：王爷，人太多不好下手。他这是怕轩辕诀一气之下直接冲下去救人。虽然他不知道他为什么突然生气，人多也有一个好处，就是太吵可以掩盖他们靠近的气息。轩辕诀找准机会落到另一棵树上，离叶婉婉更近了些。这里的树都太高了，不刻意观察很难发现树上有人。不知道如何通知对方，轩辕诀想了想，就从树上摘下片叶子，在上面刺了树上2个字，然后用内力扔向叶婉婉。叶子飘飘荡荡地飘过去，轩辕诀包括分散在不同树上的暗卫都一直平息凝神，看着那片树叶落到了叶婉婉肩头滑落下来，同时松了口气。叶婉婉一低头就看到了那片叶子，也捡起来了，不过却没有看到上面的字，而是直接拿起放嘴边咬着叶子梗玩上了。青羽差点没忍住笑，被轩辕诀横了一眼后晃了晃手里的叶子，也猜到不能一次成功，方才也刺了一片，马上也扔了下去。叶婉婉想孩子想的东西也吃不下，正百无聊赖时，一抬头看到一片树叶子朝着他飘过来，越飘越近，就抬手接住了，拿到近前一看，叶子上有东西。而就在这时，方千邦正好从他面前经过，见他端详那树叶，就一把抢了过去。树上几人一惊，同时引到树干后，一颗心也提了起来。树下方千邦拿着树叶子翻来覆去的看，上面就一个猪头图案。这猪头不错吧？是不是很传神？叶婉婉不紧不慢往树上一靠，歪头。喜欢的话送你了。方千邦嘴里抽了抽，满脸嫌弃地扔了树叶走开。树上几人听到猪头2个字，齐刷刷看向一个地方。青羽赶忙朝天假装看月光，树下叶婉婉看着被扔掉的猪头图案叶子，若有所思，然后开始四下翻找，找到刚才被他随手扔掉的叶子，看到了刺在上面的2个字。一看完，他马上就将叶子揉了，然后假装不经意地抬头，一颗一颗看过去，果然看到了一棵树上探出半身的轩辕诀。叶婉婉没忍住，虽然只是一个看不清楚的黑影，还是对着笑了一下。他赌对了，轩辕诀真的来救他了。对方人多势众，夜间也有人守夜，想要救人直接动手不是明智之举。轩辕诀就想着今夜先过去，等天亮再找机会下手。一整晚他们都藏在树上观察，
直到那些人要休息了才准备离开。可就在这时，有2个人拿了根绳子走向叶婉婉，轩辕觉停住了，皱眉看着那2个人用绳子把叶婉婉绑在了树上。树下的人毫无反抗之力，同他们商量说绑得太紧了，能不能松一下。被这2人嘴里不干不净地骂着。几个暗卫见轩辕觉突然不动了，都在等他反应。看他脸上神情显然是已经动怒，也不敢催促。轩辕觉此时脸色十分难看，让他眼睁睁看着叶婉婉被绑起来一整夜还离开从长计议，他做不到。因为怕人半夜跑了，方千秋每晚都让人把叶婉婉绑起来，他都习惯了。找了个舒服的角度靠着，趁着没人注意，他对着树上的人使眼色，让他们先离开，就怕四周安静下来后被那些人发现树上有人。只是他努力了半天，眼睛都快抽筋了，树上的人还是没要走的意思。叶婉婉就意识到轩辕觉是想今晚就出手救他。叶婉婉暗中观察四周，方千秋还是很谨慎的，每晚都会安排人轮流守夜。等人都睡了，守夜的人肯定会发现树上的人。不说那200个帮众，方千秋和他4个徒弟功夫必然是好的，再加上200多个门徒，直接动手就怕讨不了好，得想个别的办法，最好是别打起来。时间一点点过去，周围陆续响起鼾声，山里夜间气温下降很快，守夜的人分成4组，在4个角边喝酒边烤火取暖，而躲在树上的几个人还在。叶婉婉是真怕他们被发现，眼珠一转，计上心来，压低声音跟距离最近的几个人说话：几位大哥，你们别喝了，别回头喝醉了。拨弄火堆的人用棍子指着他：管得着吗你？赶紧睡你的，别第2天又喊累。我也想睡呀，可是不敢，我怕。叶婉婉故意把话说得阴森森，恰巧一阵凉风吹过，那人脖子一缩：怕什么？叶婉婉做出害怕状：小鬼呀，这林子里死了这么多人，万一晚上飘出来吃人怎么办？所以几位大哥，你们可千万别喝醉了，真有鬼出来，可要救救我啊！胡说八道什么你？哪儿来的鬼？白日里那些尸体，这些人都是看见的，交换了个眼神，顿时都觉得毛骨悚然。虽然强撑着，但眼神慌乱着四处看，已经出卖了他们，仿佛已经看到了鬼魂在飘了。他刚说完，没多会儿，树上的几个人就走了。叶婉婉见目的已经达到了，也没再说话，靠在树上闭目养神，准备看好戏。亥时，营地只剩呼噜声，柴火烧得噼啪响的声音。守夜的一人突然尿急，想找地方解手，却有些害怕，强行拉上了一个伴儿，跑到不远处的草丛边。刚解完手，一抬头就看到前方白影闪过，吓得他一个机灵拽旁边的同伴儿：你看到什么东西飘过去没有？什么啊？那人不耐烦地打了个哈欠，一回头，前方漆黑的林子里，一棵树后有个白影探出半张脸，阴森森地看着他们。两人一声惨叫，拔腿就往回跑，所有人都被惊醒了。方千秋从打坐状态蹦了起来，手中拿着剑，见到连滚带爬跑回来的2个人，怒道：你们鬼叫什么？方千邦向来是最会看方千秋脸色行事，上去就是2个大耳刮子。2人被打回魂了，指着林子喊：有鬼啊！一个白衣服的女鬼在林子里。一说完，全场哗然，那些门徒都有些害怕的四处张望。方千邦呵斥众人安静。下个大耳刮子正要招呼上去，林子里就飘出来个披头散发的白影，月光下就见他惨白一张脸，嘴角和眼睛下面都有血，嘴里还发出悠悠的怪叫声。所有人都惊恐地张大了嘴，
还没等叫出声，另一边一棵高树上又一个白影从天而降。这个是倒着从树上掉下来的，掉到一半像是突然被挂住了，晃荡了几下后猛地一抬头，也是惨白一张脸。这次是上百人惨叫出声，震得周边的树都颤了一下。恐惧是会传染，看着惊恐逃窜的众人，方千邦脸色也不好看了，握着剑的手都有些抖。掌门师兄，这真是……我看你是人是鬼。方千秋还算镇定，一甩手，两枚暗器飞了出去，直插到那白衣鬼面门。只是那白影一闪就不见了，紧接着更大的惊叫声从身后响起。方千秋一回头，方才在前方林子里的白影已经到了后方，正常人根本不可能有这个速度。他再一回头，倒挂在树上的白影也不见了，在另一边又飘出来一个，跟幽魂似的在林子里游游荡荡，这犹如被鬼魂包围的感觉，就连方千秋也有些慌了，拿着剑后退2步，其他人早已经吓坏了，场面一片混乱，早已经控制不住。有胆小的大叫着往没有出现鬼影的左后方逃窜。方千秋看到了，大喝：全部回来，都不许跑！几个转身呵斥那些人，再回头时，方千秋就看到绑着叶婉婉的那棵树下空了。他大骂着拨开人群跑过去，地上只剩下绳子。再一看，四周的白色鬼影也不见了。人呢？人呢？给我找！方千秋一声断喝，气得瞠目欲裂，抽出剑，灌注内力，一剑把前面的树给劈了。而叶婉婉此时正被带着在树上穿梭，他方才正看戏呢，觉得轩辕诀几个暗卫正经挺能干，这么短时间就装得有模有样的，突然就感觉身上绳子一松，有黑影从他面前闪过，腰间一紧，咻的一下就已经落到树梢上。飞了一会儿，轩辕诀就落地了，轻轻把叶婉婉放到地上。等在那儿的2个探路官马上跑了过来。王爷，这边离得不远，他们估计会追上来，我们要马上离开，找一处隐蔽地藏身。轩辕诀刚点头，几个装鬼吓唬人的暗卫也回来了，从不同方向落了下来，个个只穿了件里衣，披头散发的，不过兴致挺高。童宇喘着气：哎呦我去，太刺激了！飞鱼抹掉嘴角的血：这招好，以后有不招供的犯人也可以用这招吓唬。蓝雨也道：我这辈子没飞过这么快过，超越极限呀！只有青羽嫌弃的拿着帕子擦脸，嘴里骂骂咧咧说：凭什么我就要扮女鬼呀？你们这是在蔑视我伟岸的身姿。你们也太聪明了，我一说就明白了意思，这装的也太像了，吓得他们连滚带爬的，笑死我了。叶婉婉踮着脚尖看几个暗卫那一身装扮，甚至还想冲过去探讨一下，不过被轩辕诀一把拉住。轩辕诀眉头就皱了起来，抬手用袖子挡住他视线。等会儿。为什么？叶婉婉不解，还上手扒了。轩辕诀干脆侧身，用自己身体挡在他身前。叶婉婉抿着唇，抬眼看了他一会儿。不就是几个穿着礼衣的男人吗？又不是没穿，看一看有什么？轩辕诀背后4个暗卫同时发出的呼吸声都听到了，手忙脚乱开始穿衣服。叶婉婉见轩辕诀脸上表情尴尬，也不逗他了。他看着面前这张几日不见好像更帅了一点的脸，冲他微微一笑道：王爷，我想到你会来救我，没想到来得这么快。轩辕诀听着这话挺受用，嘴角微微上扬，也垂眸看着他。你还好吗？叶婉婉张开手，原地转了个圈给他看。挺好的，胳膊腿健全，能跑能跳。轩辕诀却歪了歪头，视线往下落在他脖颈的伤痕上。叶婉婉抬手捂住：啊，这是我自己弄的，
我跟他们说放我回去安顿孩子，不然就横尸在他们面前。轩辕觉道：你回去过？我回去不见孩子，吓得我心都凉了半截。后来隔壁王婶说孩子被官府的人抱走了，我一猜就是你。啊，对了，孩子还好吗？挺好的，住在了刘府里，廷烨看着。刘长的夫人也能帮上忙，他们会照顾好孩子。叶婉婉闻言，脑海中出现那位温婉的董夫人，心下更放心了些。谢谢，这次若是没有你们，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几个暗卫已经穿好衣服了，只剩青羽还在绑头发。叶婉婉对着他们鞠了一躬，郑重的道谢。轩辕觉抬手扶他：不必言谢，若不是我，你又怎会有今日之祸？叶婉婉眨了眨眼：那就不说这些了，我们互帮互助，谁也不欠谁，好吗？轩辕觉心情甚好，嘴角上扬。好。王爷，我们该走了，再停留下去，那些人可能会追过来。探路官出言提醒轩辕觉，轩辕觉点头。走吧。两个探路官在前面开路，两个暗卫在最后断后。叶婉婉在中间位置跟在轩辕觉身边，夜黑风高，看不清脚下，也不能点火把。走了一会儿，轩辕觉突然对他伸手：我扶着你吧。叶婉婉愣了一下，随之笑着摆手：不用，我们前日也是半夜走了大半个时辰，就刚才那一群200多个大老爷们儿都是让我前头带的路，也就是你对我这么好，觉得我需要被照顾了。轩辕觉伸出去的手默默收回来，握成拳。这女人好像无论什么事落在身上都自己硬扛，就如她用威胁抹脖子的方法回去找孩子，也是没想过有谁可以帮她，才会如此决绝。对了，你们这次怎么进来的这么快？叶婉婉问出了心中的疑问，本以为还要在这里兜上几日才能等到他们进来。我们在家里找到些东西，匣子里的地形图被我们拿了。说到这个，轩辕觉还有些不好意思。你们怎么找到的？那匣子是个机关盒，很难开的。叶婉婉回过头吃惊，轩辕觉轻可掩饰尴尬。是廷烨打开的，他从小就喜欢摆弄这些东西。见叶婉婉脸上只有惊讶没有生气的意思，轩辕觉继续道：图纸我拿走后，派人在你家附近守着，一直不见有人来找，就想到你身上应该是带着一份复制的，城里寻不见踪影，就知道他们定是已经带你进山了，所以便来了。图呢？叶婉婉听完问道。轩辕觉以为叶婉婉是要把东西要回去，马上停下叫住前面的探路官，拿回了探路官手里的那张，又从怀里掏出另外2张一并交回给他。叶婉婉接过后，在几个暗卫的面面相觑中看了看，又把另外2张还了回去。这2张外面用不到，你先收着。还好你们把地形图带进来了，我那张在那个方千秋身上，他每晚休息都会拿走。我刚才还在想，没了地形图出去要费些功夫。现在好了，我们明日就能出去了。没有注意到几个暗卫听到明日就出去的神情变化，叶婉婉借着月光在羊皮卷上看了一会儿，就喜笑颜开。找到了，前面有个山洞，我们去那儿过夜。说完，叶婉婉很顺手的一拽轩辕觉走前头带路，后面人跟上。青羽落在最后，扁着嘴戳飞羽后背。他不带我们进去找姓罗的呀，明日就出去了。那姓罗的什么时候抓？飞羽反手一捞，把人抓过来捂住嘴。你小声点，王爷自有安排，别多嘴。叶婉婉所说的山洞在一面石壁后，几人进入后做了火把，插在墙上，将洞口照得亮堂堂。这山洞十分隐蔽且宽敞，看着像是以前用存东西用的。轩辕觉对这山洞有些兴趣，拿着火把在飞羽跟在后面陪着。叶婉婉帮着其他人捡柴生火，
忙活完后，见青雨撅个嘴，闷闷不乐地蹲在一旁，就过去抬手在他面前晃了晃。喂，你身体不舒服啊？青雨换了方向蹲着。没事，我身体好着呢。那你这是在干嘛？嘴巴上都快能挂个油壶了，又闯祸被骂了？叶婉婉觉得好笑，这家伙每天上蹿下跳一刻不停，还真没见过他这么安静过。青雨继续扭头。没有，我才不是闯祸精。哦，那是因为没人夸你，多大点事儿啊！你今晚装鬼吓人做得很好，你们王爷不夸你，我夸你，你比他们做的都好，没人比得上你。青雨叹气，双手捧脸。唉，不是这个，我才没这么幼稚呢。那是什么？你跟我说说呗。叶婉婉在旁边坐下来，反正没事干，全当哄哄小孩。青雨回头看了眼，见轩辕爵离得远，纠结了一会儿，开口道：我们查到青龙帮和罗什海有勾结，害了不少人，他就躲在山坳深处，准备等赶走了江湖人就挖宝藏呢。其实这次进山，我们有2次救你，二是抓罗什海，可如今在外面就把你救出来了，罗什海的影子都没看到。哦，你们是想让我带你们进山啊？可你家王爷也没说呀。叶婉婉长长哦了一声，恍然，也回头看了一眼正在研究石壁图案的轩辕爵。他刚想说明日就出山的时候，轩辕爵也没反对。王爷他怕你不愿意，不想勉强你嘛。青雨说完，烦躁的挠头。哎呀，算了，当我没说。你着急回去看孩子，我知道的。先送你回去，我们后面再进来就是了。孩子要紧。叶婉婉也不说话了。说实话，要他进山坳，他是真不想进去。虽说依照老头给的书，他将地形图研究透彻了，可万事无绝对，那地方危险得很。万一有个什么3长2短的，他2个孩子怎么办呀？轩辕爵在山洞里转了一圈回来后，依旧没有对明日出山提出异议。叶婉婉见他如此，也假装不知道。一夜无话，第2日，飞羽一大早便出去外面查看附近有没有东皇门的人，顺便打了2只野兔回来，边烤肉边道：林子里好大的雾气，到处白茫茫看不清，估计要等大雾散去才能走了。没关系，大雾我也知道怎么走，我们赶紧离开这里，免得和东皇门的人再碰上。叶婉婉伸了个懒腰。那便听你的，尽快离开吧。轩辕爵当叶婉婉惦记孩子，所以归心似箭，草草吃了些东西，一行人就离开山洞寻路出去。叶婉婉和2个探路官一起负责带路。探路官就见他只是看着地面，根本就没看地图，遇到岔路的时候一丝不带犹豫的就知道选哪边，觉得很是神奇。中途歇息的时候，叶婉婉拿着水壶到河边打水，回来听到探路官在跟轩辕爵说这件事儿，见他回来又都闭口不谈了。叶婉婉过去往一块石头上一坐。其实要找到正确出路方法很简单，你们想知道我可以教你们。2个探路官眼睛都亮了，猛点头。轩辕爵也看着他，叶婉婉对他笑了笑，看了看四周后，起身走到一条小路边，俯身用力拔了几株草回来。喏，窍门就在这儿。轩辕爵把几株野草拿在手里仔细地端看，2个探路官和几个暗卫都好奇围上来，怎么看都觉得这就是漫山遍野都是的野草。叶婉婉知道这几个人不懂药理的人看不出什么来，伸手从轩辕爵手里拿走一株。这草叫象生兰，治多梦癔症用的，同普通野草长得极像，只是叶子略大些，且左右对称，表面光滑无纹路，根部呢呈银白色。见他们都凑过去仔细研究看，叶婉婉背着手侃侃而谈。这种草会扎根地下数百米，即使斩断烧光，不用多久也会重新长出来，除非挖到地底下把它们的根茎全部挖出，否则一旦种下，即使过了100年也依旧存在。
故而它还有一个名字叫长生草。叶婉婉对着众人微微一笑。黑风山的地形图一共3份，这张是外围的，也是保护不被外人进入山坳的屏障。地形图是故布疑阵，绘图的人在山中种下了象生兰指路，有象生兰的地方就是出路。拿着地形图走可是走不出去的，我也只是用它来辨别方位，少走冤枉路而已。象生，顾名思义，生路所在。原来如此，难怪我们拿着地形图想进入山坳，怎么都进不去。轩辕觉喃喃道。叶婉婉点点头，对他比了个赞。王爷，果然只有这条路长有这种草。2个探路官听了叶婉婉说的，到另外2处岔路看了看，发现都是普通野草，只有后方这条路在野草中混长着象生兰。若不是知道其中玄机，没有人会发现有何不同。之后2个探路官便一路依照叶婉婉所说的，循着长生草走，只用了1个多时辰就出了那片密林。出来后却有2条路上长着长生草。探路官拿着地形图看了看，指左边。走这边。叶婉婉却去了右边。不对，应该走这边。探路官疑惑，拿着地形图左看右看。叶大夫，反了，出山应该是走这边没错。叶婉婉自顾自往右边走，便道：谁说我们要出山了？那个姓罗的不是藏在山坳里吗？你们不抓他啦？轩辕觉闻言怔了一下，回头看向轩辕觉，不出山，那他要去哪里？叶婉婉走了一会儿，回头见他们全都愣在原地不动，停下脚步，抱着胳膊看他们。抓，当然要抓，你真的愿意带我们进去吗？青羽最先反应过来，雀儿似的飞奔过去。叶婉婉好笑的一把推开星星眼的青羽，远远的与轩辕觉视线相交。来都来了，就走一趟吧。轩辕觉追了上来。还是先送你回去吧，我们已经知道山中的路该怎么走，就别带着你冒险。叶婉婉看着他。王爷，我教你的辨路方法只适用于第1张地形图，进入山坳后就行不通了。您知道第2张地形图旁写的奇怪符号是什么吗？那里面可是遍地都是毒花、毒草、毒虫，有些还是见血封喉的。不带我，你手下有认得3种草药以上的吗？轩辕觉哑口无言，沉吟后还是道：若当真如此危险，更不能让你同我们一起冒险。啊？你不是不顾生死都要给兄弟报仇吗？现在怎么又不着急了？难道就因为知道山坳危险不想我冒险？他是真想知道这王爷从小谁教育的，也未免太厚道了些。影视剧里的王爷不都是霸道专横、一拳压人的吗？叶婉婉小小感动了一下，无所谓笑道：我熟悉药理，对别人来说危险，对我来说不过就是麻烦一些而已。真的不会有危险，你不要勉强自己。轩辕觉认真地问。叶婉婉笑眯眯指着自己：一点都不勉强，我可不会拿自己的小命开玩笑哦，我是神医嘛，你说的。轩辕觉却还是一脸严肃，见他还是犹豫不决的样子，叶婉婉脸一沉，假装生气：那人你到底抓不抓？不抓我走了，我可告诉你，除了我没人能安全的带你们进去，你也不想你手下再折在里面吧？是啊，已经死了太多人了，所以他现在步步小心，实不愿再看到有弟兄丧命。轩辕觉最终还是点头了。抓！那不就行了？只要没人拿刀追着我砍，我就足以自保。你要是怕有危险连累我，那我就寸步不离跟在你身边。再不行，你拿根绳子把我拴裤腰带上。叶婉婉觉得轩辕觉心理压力太大了，上前伸手拍了拍他肩膀，说完就大咧咧走前头去了，也没看到轩辕觉脸上表情有一些怪异。一直旁观的童宇撞了撞身边的蓝雨，小声道：喂，他刚刚算不算是在调戏王爷啊？蓝雨嘴角抽了抽：我什么都不知道。离得不远，即使压低声音，轩辕觉也能听到。
知道这两个人故意的，瞪了他们一眼，转身跟上叶婉婉。废物，废物，通通都是废物！永州城青龙帮的白虎堂内，听完手下回禀的曹金一气砸了3个杯子。自那日娄山水身边的护卫回来说人在春意楼内失踪后，曹金就派人把永州城翻了个底朝天。因为怀疑那些门派的恶意报复，原本示好结交的那些江湖门派也都得罪了。几日过去，门派上下鸡飞狗跳，依旧没有找到人。办事的小徒弟跪在地上瑟瑟发抖。曹金发完脾气就往外赶人，都给我滚出去继续找，找不到少主就别回来了。几个小徒弟战战兢兢地退下了。曹金坐在主位椅子上，扶着桌子揉眉心。4个亲传的弟子站在他身后，相互使眼色。最后由大弟子文彪上前拱手道：师父，今日是和姓罗的约好的进山的日子，您看。曹金这几日心思烦乱，徒弟提起才想起来和罗石海约定了今日进山会合。可此时他哪里还有心思，摇摇头道：山水人都不见了，我哪还有心思找什么宝藏？文彪回头看3个师弟，那3人继续使眼色，只得硬着头皮继续问：师父，那山里那边先不管了吗？曹金想到这事儿也很头疼，若是不管，罗石海那个多疑的性格指不定会做出什么事儿来。可这唯一的外甥就是他的命，如今失踪了，他怎么还有心思去做别的事儿？一番衡量后，曹金起手招手叫过4个徒弟：你们4个先进山去找罗石海，我处理好了外面的事再进去找你们。4人都清楚娄山水在曹金心里的分量，也不敢发表异议，点头道：是，师父，我们知道了。这是地形图，你们拿好了。曹金从腰间拿出一张图纸放到桌上，他之前请人照着这张羊皮卷绘制了2份，一份给了罗石海，另一份他随身带着，这会儿为了外甥也交出去了。进去后和罗石海一起守住山坳，不管遇到什么人，千万别手软，全部灭口。外面的这些我来解决，他们既然这么喜欢赖着不走，那也没必要再回去了。文彪看着地形图还有些不可置信。可是师父，这东西我们看不懂，怕是找不到路。为师自会教你们。曹金看着4个徒弟，最终把图纸给了4徒弟段宏。红儿，你到我书房来。剩下3人出了白虎堂，为进山做准备。各自分开后，脸上笑容都瞬间敛去。段宏是他们4人里最小的，曹金也向来最喜欢他。他们都知道曹金无子嗣，娄山水这个被当亲儿子的外甥不会武功，自家还有万贯家财，今后定是不会继承青龙帮，继承人只能在他们4人里挑一个。而近年来曹金偏心的已经越来越明显了。